发现自己竟能把10大圣女们拉入梦境。他们个个倾国倾城，武艺超群，随便一个现身都是镇国级别的大将军，但他们此刻却在我的梦境中大打出手，理由居然是为了争夺正妻之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梦中和10大圣女相爱千年，从相识相恋，再到步入婚宴殿堂恩爱美满，并且在我的帮助下，他们也快速成长为10大女武神。梦中千年，但现实中只过了1晚上。第2天醒来后的我觉得这只是南柯一梦，而且关于梦境中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与此同时，大夏帝国10大极品圣地的圣女殿内，10大圣女同时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满脸绯红，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还清楚记得在梦境中的最后一个晚上被夫君宠幸的感觉。圣女低声念叨着梦境中夫君的信息：星宇城少城主，凡人下风，天赋最低等，在订婚宴上即将被加入中品宗门的未婚妻当众退婚，而今日便是夫君的订婚宴。如果梦境中的夫君在现实中真的存在，那就说明这不是梦。想到这，10大极品圣女立刻朝星宇城方向破空而去。今天是我和刘家大小姐的订婚宴，双方的亲戚朋友，整个星宇城的贵族强者全都来了。我是星宇城身份尊贵的少城主，刘家大小姐是星宇城的天之娇女，两人本该非常般配。然而我已经16岁了，却依旧是一个没能诞生出内力的妇女。刘家大小姐如今不过15岁，便已玄阶9重武者，是星宇城第一天骄。我知道，即便举行了订婚宴，最后恐怕她也不会嫁给自己。因此几天前我和父亲去刘家，让刘家主动退婚，可刘家居然拒绝了，还说夏父是刘父的救命恩人，刘家依旧会认下夏风这个女婿。却不曾想在大婚之日本该与我成亲的刘家大小姐刘诗雨，竟当着众人的面冷冷说道：各位亲朋好友，很抱歉，今日的订婚宴取消了。我和夏风性格不合，我相信他以后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场面顿时安静。这是退婚了吗？我脸色一沉，被退婚早在自己的意料之中，这么长时间不退婚，偏偏要在订婚宴这天退婚，分明是在故意羞辱我夏家。刘家的家主刘天祥依旧笑呵呵地说道：夏兄，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生不敢忘，但小风凡人的资质太令人失望，我不可能为了还你的救命之恩，葬送小雨的一生。夏父握紧拳头，愤怒不已。我盯着舞台上的刘家大小姐，沉着脸握紧了拳头。夏母来到我身边安慰道：小风，你没事吧？她担心儿子承受不了打击，心中即便愤怒也第一时间来安慰儿子。我摇摇头说道：娘，我没事。夏母笑道：我和你爹什么场面没见过，这婚退了就退了吧，以我家小风的相貌，不愁找不到媳妇，长得帅有何用？从舞台上下来，路过这里的刘诗雨听到这话后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后脚也不停的离去。夏母脸色一沉，我不甘心的喊道：刘诗雨，你别太过分。他回过神，你不会真以为长得帅就有女孩倒贴吧？这是个看实力的世界，而且我已经突破到地阶一众武者，被云山宗大长老收为弟子。云山宗那可是中品宗门，宗主是一名武尊，这刘家以后要成为星宇城第一家族了。宾客们议论纷纷，言语中还有对刘家的羡慕。我恍然大悟，对方故意在今天这订婚宴上退婚，就是为了在星宇城所有贵族强者面前彰显刘诗雨的成就。好一个刘家！小雨说完就走了，跟一个废物说这么多干什么？一直站在刘家阵营中未曾说话的陌生男子冷声说道：是师傅。刘诗雨恭敬地说道：他就是云山宗大长老，天阶9重武宗。所有人齐齐转头看向了那陌生男子，眼中充满了敬畏。废物，好好当你的星宇城少城主，不要再惦记小雨。云山宗大长老看了我一眼，淡淡的说道：废物！我猛然握紧拳头，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但还是强行忍住了。若是惹怒了对方，还要连累整个夏家被灭。何人如此大胆，敢如此羞辱我相公？就在这时，一个充满愤怒的声音在酒楼中响起，众人循声看去，一个容颜绝世的女子缓缓走来，只是她的眸子里带着无尽的怒火。她缓缓走来，便有一股强大的气势荡漾开，压迫的周围的人都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谁是她相公？莫非？众人回想着女子的话，目光瞬间落在了我身上。我有点懵，这妹子是谁啊？阁下是何人？师出何门？云山宗大长老缓缓上前一步，替刘家众人挡下了这股威压。是你在羞辱我相公？女子站在云山宗大长老面前，冷冷地说道。这时，刘诗雨从云山宗大长老后面站了出来，说道：这位前辈，不知您相公是？女子转头看向我，冰冷的俏脸上骤然露出了温柔甜蜜的笑容。相公，我来晚了，等我帮你出完气，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卧槽，他相公竟然真的是夏风，而且他说话的这语气，这神态怎么感觉那么像舔狗？所有人都惊呆了，夏父夏母也瞠目结舌。儿子什么时候有妻子了？我也是一脸懵逼的问道。这位姑娘叫娘子。女子跺了跺脚，娇嗔道。我语塞张了张嘴，愣了半晌才继续说道：那个，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相公我怎么会认错？相公，刚才是这老头羞辱你的吗？女子指着云山宗大长老问道。云山宗大长老眉头微皱，眉宇间出现了一丝怒气，但并未发作。这女子身上的气息并不弱，又如此年轻，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来历之前不可擅动。刘诗雨笑道：前辈，你怕是真认错人了，他是星宇城少城主，一个16岁还没有诞生出内力，还刚被我退婚的废物，怎么可能是你的相公？女子看向刘诗雨，就凭你也敢说我相公废物，让我相公休了你还差不多。刘诗雨也是星宇城的天之娇女，顿时就有些生气。女子冷声道：跪下，给我相公道歉，若能求得我相公原谅也就罢了，若是我相公不原谅，你就给我跪到死。刘诗雨一脸不可思议，他可是云山宗大长老的徒弟，身份何其珍贵。啪！一声脆响在酒楼中响起，刘诗雨一个踉跄栽倒在地，脸上露出一个红手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我让你跪你就跪，还敢顶嘴？女子语气无比霸道。小雨，刘天祥急忙跑过去扶起刘诗雨，一脸担忧。小雨你没事吧？刘诗雨捂着脸，转头看向
向云山宗大长老哭兮兮地说道：“师傅，此人全然不将我云山宗放在眼里，还请师傅为我做主。放心，还没有人敢随意欺辱我云山宗弟子。”大长老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恐怖的气势荡漾，让周围的宾客呼吸一滞。云山宗大长老怒了，这下那女子要倒霉了。女子一步迈出，便出现在我一家人的面前，替挡住了那强悍的威压。随后他抬头看向云山宗大长老，冷声道：“差点忘了，你也羞辱了我相公，你也跪下给我相公道歉，求我相公原谅，否则我割掉你的舌头，让你永远也说不了话。”哈哈哈哈！云山宗大长老仰天大笑：“小姑娘，你成功激怒我了。不管你来自哪方势力，今日我定要替你的长辈好好教教。”话音一落，他隔空拍出一只1丈长的巨手，凭空涌现向那女子拍下。云山手是云山宗的绝学之一，一击下去足以轰碎一座小山了。敢打我，你就要付出代价。刘诗雨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姑娘，我刚开口，便见女子体内涌出一股能量护罩，将她和夏家一行人护住。相公，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女子回过头柔声说道。轰隆！云山手落在那护罩上，发出一声巨响，整个酒楼都在剧烈的摇晃。如此强悍的云山手，竟然没能攻破那女子的护罩。在座的宾客们震惊了，这怎么可能？云山宗大长老满脸骇然，除了踏入5尊境界的宗主，还从来没有人如此轻易的接下自己的云山手。这女子莫非已经到了5尊之境？不可能，她的年纪和小雨差不多大，怎么可能达到5尊之境？该我了吧？女子眼中闪烁着红芒，淡淡的说道：“我让你跪下，魅惑行5技，不好！”云山宗大长老一接触到女子的眼眸，便暗叫不妙，但终究太晚了。他的眼神顷刻间变得迷离，随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周围的宾客都惊呆了，堂堂天阶9重5宗，就因为那女子的一句话就跪下了。这时在刘诗雨的搀扶下，云山宗大长老清醒过来，脸上充满愤怒和畏惧：“你到底是谁？谁让你起来的？跪下！”女子眼中红芒再现，扑通一声再次跪下。周围的宾客、刘家一行人看向女子的眼神变得更加恐惧。女子再次转过头，看着我笑嘻嘻的说道：“忘了自我介绍，相公，正式认识一下，我叫于思雅，来自天湖圣地。传说天湖圣地是圣地中的极品，一个中品云山宗连给天湖圣地提鞋都不配，不可能，他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会认识天湖圣地的？”刘诗雨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假的，一定是假的！你竟敢冒充天湖圣地的弟子，你死定了！”冒充？于思雅笑了：“相公，你这未婚妻不仅眼瞎，脑子还不太好。在大夏帝国，何人敢冒充我于思雅？”刚清醒过来，云山宗大长老听到这个名字，吓得瘫坐在地上。据说这位圣女拥有天湖魅体，只要不中途夭折，便可轻易修炼到5圣之境。不要说他一个云山宗大长老，即便是云山宗宗主亲至，也不敢造次了。听到云山宗的话，周围响起了一片惊呼，眼中露出了敬畏之色。混账！云山宗大长老都快要气死了，这逆徒还不知死活的去触怒天湖圣女，自己死了就罢了，还要连累自己，连累整个云山宗。师傅！刘诗雨一脸不可思议。闭嘴！云山宗大长老怒喝一声，随后向于思雅深深一礼：“逆徒还不跪下给夏小兄弟道歉！”夏小兄弟，前一刻还说人家是废物，现在立马改口了，这前后的态度转变，看得现场宾客们一愣一愣的。刘诗雨握紧拳头，脸色难看至极，让他给一个被自己退婚的废物道歉，自然不甘心。可师傅都不敢去得罪那个于思雅，他自然也不敢。夏风哥哥，对不起。说完这几个字，他眼中流出了屈辱的泪水。看样子我相公好像不太满意，你们就先给我跪着吧。于思雅淡淡的说道。随后他这才转头看向我，巧笑嫣然的问道：“相公，我帮你出气了，我做的好不好？”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圣女的高傲和霸道，分明就是一个期待爱人夸奖的普通小女孩。我憋了半天就憋出了2个字：谢谢。他嘻嘻一笑说道：“相公，你看这么多宾客都来了，叔叔阿姨也在，总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要不就趁今天我们把订婚宴办了吧。”现场的宾客们无不嘴角抽搐，我吞了吞口水说道：“那个，你的家人也不在这呀？订婚宴的双方家人都在才行。于小姐，叫我娘子。”于思雅跺跺脚娇嗔道。我嘴唇张了张，终究叫不出口，试探着说道：“要不我叫你思雅，思雅也行吧？”于思雅撅了撅嘴，显得有些失望。刘诗雨跪在一旁低着头，堂堂10大极品圣女之一，竟然倒贴那个废物，莫非她还有什么隐藏的身份或者能力？相公，你可愿娶我？于思雅的声音充满了诱惑。就在这时，一片片雪花凭空而起，整座酒楼的温度骤然降低了10几度，居然来得这么快。于思雅无奈的叹息一声，竟带着一丝无奈：“妖女，放开我相公！”一道冰冷的声音在酒楼中响起，众人抱着双臂打着颤，却见一个女孩缓缓走来，蓝发女子眉毛一挑，许多宾客的头发上、眉毛上都结出了些许的冰霜，好冷！除夏家一行人和于思雅外，所有人都在瑟瑟发抖。好强的冰霜之力，云山宗大长隐约猜到了女子的身份，拥有如此强悍的冰霜之力的圣地只有一个，极冰圣女。想到这，他的心中充满了惊骇。那个夏风明明只是个废物，为什么会引来2大极品圣女争抢？你又是何人？夏风不过是一个被我丢弃的废物，他到底有什么好，让你们如此争抢？未婚妻刘诗雨心里瞬间不平衡，跪在地上的屈辱、愤怒，所有的情绪在此刻爆发出来。云山宗大长老骇然抬头，随后连忙跪着向旁边挪了好几步。这混账徒弟，自己想死别连累我呀！我他喵堂堂天阶9重5宗跪在地上，屁都不敢放一个，你特么一个小小的地阶1重武者，竟然还敢如此放肆！跪下！天湖圣女于思雅转头怒视刘诗雨，恐怖的气势压迫的刘诗雨再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而正在和于思雅斗气的女子也转头看向刘诗雨：“你就是刘诗雨？”刘诗雨艰难地抬起头，话还未说完，便见那极冰圣女手一挥，一道冰霜之力从刘诗雨的脚下迈进，恐怖的冰霜之力带来刺骨的剧痛，刘诗雨甚至连张嘴发出声音都做不到。这家伙是谁？女子这才注意到刘诗雨旁边还跪着一个男子，不禁有些惊讶。云山宗大长老连忙惨笑道：“你好，我是云山宗大长老，原来你就是云山宗大长老啊！”女子恍然大悟，大长老听这语气，还以为对方和云山宗交好，顿时大喜，连连点头：“正是在下，如我相公也有你的份吧？”女子语气一转，淡淡的说道。
云山宗大长老顿时僵住，女子手一挥，一团冰霜之力悄然出现在云山宗大长老的身后，顷刻间将他包裹冻成冰雕。现场所有人皆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天阶9重武宗，不是普通人，就这么被挥手间冰冻了。这后出现的女子实力丝毫不比天狐圣女差呀！刘天祥见状吓得面色惨白，连连后退，再也不敢去求这女子放过自己的女儿刘诗雨了。相公，我厉害不？做完这一切，女子转头看向身旁的我，甜甜问道。前一刻还是挥手间冰封魔法的高冷天骄，转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期待得到心爱之人夸奖的恋爱女孩，前后的反差太大了，看得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厉害！我木然的点点头，可是自己真不认识这两个女孩啊。看了看左边的于思雅，又看了看右边的女子，我问道：“那个姑娘叫娘子？”女子嗔道。我顿时苦笑，这一幕何其熟悉啊！臭不要脸！于思雅满脸鄙视的说道：“好歹你也是极冰圣地的圣女，能不能要点脸？”卧槽，又一个极品圣女！现场的宾客们全都震惊了。传说极品圣女整个大夏帝国也只有10个，一下就来了俩。女子嘻嘻一笑，柔声说道：“相公，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林婉晴，极冰圣的第一圣女，也是你未来的妻子。”酒楼入口又响起了一个浑厚的声音：“云山宗宗主云山前来拜见天狐圣女。”云山宗宗主来了，应该是云山宗大长老暗暗传信给云山宗宗主求救。听说云山宗宗主早就进入武尊之境，不知道和天狐圣女和极冰圣女孰强孰弱。现场宾客们纷纷向两旁散开，看着从酒楼入口缓缓走来的男子，低声议论纷纷。那个思雅，林小姐，听说云山宗宗主可是货真价实的黄阶3重武尊，咱们好好说话好吗？我提醒道。虽说于思雅和林婉晴乃是极品圣女，身份尊贵，但若是真惹怒了云山，此事恐怕也无法善了。很快，宗主云山来到夏家一行人面前。云山身材魁梧，手臂异常粗壮，转头看了眼墙角被冰冻的云山宗大长老，目光微微一冷，但并未发作。回过头看向一左一右搂着一名少年的2名女子，抱拳朗声道：“云山宗宗主云山前来拜见天狐圣女。”知道了知道了，我又没龙听得见。于思雅柳眉一竖，冷声说道：“没看见我正在和夫君说话吗？真没点眼力见。”云山并未发作，态度依旧恭敬，手中凭空出现一枚戒指，双手奉上。我宗大长老无意冒犯天狐圣女，这是在下准备的1万中品灵石，以作赔罪，还请天狐圣女高抬贵手，饶我宗大长老一条生路。1万中品灵石，那得培养多少刺客行武者？夏家之崛起已经无可阻挡了，我还以为他是来给云山宗大长老出气的，没想到竟然是来赔罪。现场的宾客们皆倒吸一口凉气。赔罪？你们要赔罪的对象不是我，是我相公。于思雅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冷冷地说道。宗主云山抬头看了眼我，真不明白一个小小的武宗为何会引来堂堂极品圣女的青睐。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转而向我一礼说道：“公子，这1万中品灵石便当做我云山宗的赔罪，还请公子高抬贵手，饶大长老一命。”我有点懵，云山宗宗主武尊强者对于我来说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人物，此刻却小心翼翼地在自己面前弯腰见礼，出钱赔罪，这就是实力所带来的好处吗？我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变强欲望。刘天祥眼中更是露出了强烈的羡慕和嫉妒之色，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废物，凭什么？夏母也是眼睛一亮，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在后面小声提醒道：“小风，可以了。”他的意思是让我见好就收，毕竟1万中品灵石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呀。2大极品圣女不可能一直待在夏家，等他们离开势必会有贪婪之途经受不住诱惑，届时夏家可能会面临着灭顶之灾呀。相公，收下吧。于思雅笑着说道：“你不收下他会心里不安的。”既如此，那我就收下了。我伸出手将那枚戒指收下了，有多远滚多远。极冰圣女林婉晴冷声说道，挥了挥手，解除了云山宗大长老和刘诗雨的冰封。云山转身看向脱困的云山宗大长老，冷声道：“还不赶紧谢过2位圣女的不杀之恩？”闻言，大长老连忙跑过来，恭敬地说道：“多谢天狐圣女、极冰圣女不杀之恩。”宗主云山和大长老连忙转身离去。小雨，刘天祥扶着身体僵硬的刘诗雨痛苦不已。在这之前，他还是星宇成天之娇女，如今却被冰冻的身体僵硬。刘诗雨眼睛死死地盯着被2大极品圣女一左一右贴身拥护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怨恨。被自己退婚的夏风竟然引来2大极品圣女争抢，还让自己下跪道歉。冰封折磨脸面丢尽，小雨先走吧，跟上云山宗大长老，只要能进云山宗，以你的天赋，日后也必定不凡。忘记今日的一切吧。刘天祥微微一叹说道：“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刘诗雨目光阴沉，但也没有说什么，在父亲的搀扶下起身准备离开。我相公，我来了。就在这时，酒楼入口又响起一个火爆的声音。与此同时，整个酒楼的温度陡然上升了一大截，好热，炙热的气息让实力弱小的宾客都开始流出了汗水。我呆了一下，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些人是商量好了吗？一个接一个的来。忽然，女孩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了站在一旁冻得瑟瑟发抖的刘诗雨，问道：“你就是刘诗雨，那个在订婚宴上退婚，让我相公难堪的家伙？”刘诗雨脸色难看，心中充满了愤怒。又一个倒贴的，那个废物到底有什么好？女孩打量了刘诗雨片刻，毫不留情地打击道：“还没服侍我的丫鬟长得好看，我相公能看上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有什么资格退婚？他有什么好的？”刘诗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抬头反驳了一句，不过这一次没敢再说出废物2字。啪！女孩一巴掌将刘诗雨扇倒在地，冷声道：“你也配合我相公？”结合自己气势的变化，以及这酒楼里发生的一切，女孩非常确定那不是梦，很可能是提前看到了未来。虽然现在夫君看起来只是一个连内力都没有修炼出来的武尊，但很快他就会突飞猛进，修炼速度之快将这震惊整个帝国，甚至整个大陆。小雨，刘天祥大吃一惊，连忙将刘诗雨扶起来。
看着女儿脸上5个红指印，愤怒蒙蔽了理智，站起身来，冲着女孩怒吼道：“你凭什么无缘无故打我女儿？故意在订婚宴上退婚，如我相公打她都算轻的。”女孩冷冷地说道。在梦境中，夫君一家在订婚宴上被刘诗雨退婚后，很长时间在星宇城都抬不起头来。加上刘诗雨加入了云山宗，得到云山宗的帮助，在星宇城快速崛起，最后取代了夏家城主的位置，还将夏家一行人赶出了星宇城，四处流浪。如今他自然不会让梦境中的一幕重演。别说了，我们走吧。刘天祥一手拉着刘诗雨准备离去。我让你们走了。女孩冷冷地说道。阁下还想如何？难不成为了这件小事，还想当众杀了我们不成？刘天祥沉声说道。杀你们，怕脏了我的手？女孩冷冷问道。听说你加入了云山宗？云山宗，一个在梦境中听过的小宗门，若是平时根本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不，他不是我云山宗的弟子。宗主云山连忙说道，显然是要和刘诗雨撇清关系。师傅，刘诗雨看向云山宗大长老，急声喊道。云山宗大长老也连忙摆手说道，这位姑娘，我已将刘诗雨逐出师门，她以后不再是我的徒弟，也不再是云山宗弟子。另外，我为之前怠慢我公子也跪下道歉了，宗主也为我赔上了1万中品灵石，我以后见到公子一定毕恭毕敬，绝不敢冒犯。逐出师门，现场的宾客们都呆住了。没记错的话，刘诗雨从加入云山宗后，还没有去过云山宗吧？这就被逐出师门了？师傅，你怎么可以这样？刘诗雨真的急了，没有云山宗当靠山，以后刘家还如何在星宇城立足？他任由阁下处置，在下宗门还有事，便先告辞了。云山宗大长老看都不看一眼，反而朝女孩躬身一礼问道，不知阁下如何称呼，来自何处？怎么想记下我的名字，找人来报仇？女孩眉毛一挑，冷冷地说道，不，我们这就走。云山宗大长老连忙摆了摆手，和宗主云山一同匆匆离去。告诉你也无妨，我叫赵凌轩，来自离火圣地，下封是我相公，以后有离火圣地罩着，你们若想事后报复，我必焚尽你云山宗。女孩冷冷地说道。离火圣女赵凌轩，云山宗宗主云山和云山宗大长老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地。快走，这里一刻也不能停留。但事情到这远没有结束。离开酒楼后，云山宗大长老有些肉痛地说道，宗主，就算用灵石赔罪，你也不用准备那么多人。宗主云山瞪了他一眼，失去的总会回来的，这些圣女不可能一直待在星宇城，等他们离开后，便伪装成伏牛宗的人，去星宇城灭了夏家，把灵石抢回来。伪装成伏牛宗，这主意甚好。云山宗大长老眼睛一亮，这伏牛宗是云山宗的死敌，伪装成伏牛宗的人不仅可以抢回灵石，还能嫁祸给伏牛宗，引起3大极品圣女的怒火，借3大极品圣女之手灭掉伏牛宗，这可谓是一石三鸟了。而一场针对夏家的惊天大阴谋也悄然开始。而另一边，酒楼中的宾客们震惊不已，这夏风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此刻赵凌轩再次转头看向了刘诗雨一家，淡淡的说道，云山宗付出了1万中品灵石，你们有吗？然而在这个星宇城内，小小的刘家哪里能拿出来那么多的灵石？看样子是没有。既如此，那就先考一下吧。赵凌轩淡淡的说道。考一下？啥意思？就在众人疑惑之时，赵凌轩手一挥，一道火墙升腾而起，将刘诗雨一家围了起来。火墙并不高，但炙热的气息让远处的宾客们都感到皮肤火辣辣的。由此可见，身处火墙内的刘诗雨一家遭受到了何等恐怖的烘烤。这火墙温度虽高，却没有点燃他们身上的衣服，痛苦的叫喊声瞬间响彻酒楼。尤其是刘诗雨，此前才承受了冰冻，体内还遗留着冰霜之力，结果便是感受到了冰火2重天的折磨。冲出去！刘天祥大喝道，再待下去人就废了。冲出去！赵凌轩淡然一笑说道，我这是离火，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是无物不燃，一旦沾染上，即便你们跳入水中，离火依旧会燃烧，直到把你们烧成灰烬才会熄灭。离火圣女，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刘天祥怒吼道。赶尽杀绝？不，你们还不值得我这样做。赵凌轩面露不屑，放心，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只要你们不乱跑，死不了，那就是生不如死了。现场的宾客们看向刘诗雨一家，心中微微叹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前些天夏风和他父亲还主动去刘家让你们退婚，你们偏要选择在今日订婚宴上去羞辱人家，如今被倒贴的极品圣女折磨，只能说咎由自取。做完这一切，赵凌轩才转头看向我，冷峻的俏脸上刹那间露出了甜美而灿烂的笑容。相公，娇滴滴的一声相公，让在场所有男同胞都一阵酥麻腿软。他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我面前，伸出双手向我抱了过去。不要靠近我，相公！于思雅和林婉晴齐声交喝，随后纷纷一掌拍出，一狂暴的能量波动荡漾开来，震得附近的宾客东倒西歪，狼狈不堪。而赵凌轩以1敌2，身形暴退于10步之外停下，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妖女、冰女，若非怕伤害相公，我一把火将你们烧成灰烬！看着为了我争风吃醋，即将大打出手的3大极品圣女，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刘诗雨死死地盯着我，哪怕双眼被烤得剧痛而流下泪水也毫不在意。他想要看清楚，这个自己以为很了解的废物，到底隐瞒了我什么？那个小雅、小晴，还有赵小姐，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好好说。打打杀杀的伤了和气多不好。我试探着劝说一下，相公不喜欢我们打架那就算了。于思雅嘻嘻一笑，退出了战场。好吧，我听相公的。林婉晴也点了点头，也向我走去。小雅、小晴都叫得这么亲热了。赵凌轩微微一呆，身形一闪，出现在我面前，撅着红唇，泪水充盈眼眶。相公，你为什么称呼他们就那么亲热，称呼我就那么生分？你也可以叫我小轩的。现场众人再次目瞪口呆，前一刻还威风凛凛的离火圣女说哭就哭。赵小姐，你别哭啊！我有些手足无措，看着赵凌轩那垂泪的模样，心里竟升起一股负罪感。该死！
我都不认识她呀。这些极品圣女实力极强，长得还这么漂亮，撩汉技术也简直是炉火纯青啊！偏偏这3个极品圣女还老是在自己面前装可怜，殊不知她们在梦境中和我朝夕相处1000年，又岂会不知道我的性格？小轩，我无奈地喊了一声：“哎，相公！”赵凌轩顿时喜笑颜开，眼眶的泪珠顷刻间消失不见，这眼泪收放自如的演技看得众人目瞪口呆。轰隆！就在这时，万里晴空忽然间乌云密布，一阵阵电闪雷鸣，好似世界末日了一般。怎么回事？所有人齐齐转头向酒楼的窗外看去，这天怎么说变就变了？于思雅、林婉晴和赵凌轩眉头齐齐一皱，又来一个抢夫君的！万众瞩目之下，一个环绕着紫色闪电的身影从远处踏空而来。来就来，搞那么大动静干什么？真能装！于思雅眉头微皱，小声嘟哝了一句：“这可真威风。”我望着踏空而来的身影，心中充满了向往。要想踏空而行，至少要达到武宗之境，但以自己的天赋，想成为武者都难，更不要说武宗了。不过这人是谁？不会又是冲着我来的吧？我心中有种强烈的预感。乍一看，那人还在遥远的天边，下一刻便出现在了酒楼之外，一念千里，这是武尊才有的能力。刚离开不久的云山和云山宗大长老也停了下来，纷纷转头看了过来，眼中露出了骇然之色。又来一个！云山宗大长老头皮发麻。与此同时，附近各大宗门的武宗、武尊强者纷纷向星域城方向看了过来。如此强大的雷电之力，在这方圆万里之内可从未出现过。那是外面来的强者吗？莫非有什么宝贝出世？想到这各大宗门的强者纷纷破空而来，准备一探究竟。而此时，携带雷电而来之人已经出现在酒楼之外。此女有着耀眼的紫色雷电环绕，好似雷神下凡，所有人都看呆了。看上去也就15、16岁，但一身实力足以让人汗颜。他从窗外直接飞了进来，紫色瞳孔转动，最终落在了我身上。精致的俏脸上骤然间如同花朵绽放。相公，他一闪而至，瞬间出现在我面前，自然的挽着我的手臂，亲昵的叫道：“那个姑娘你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一个个的将自己弄得有点懵。叫娘子。女子跺了跺脚，嗔道：“呵呵。”我干笑2声化解尴尬。你是当我们不存在吗？脾气火爆的离火圣女赵凌轩当即起身怒吼：“不要碰我相公，离我相公远点！”于思雅和林婉晴也发出了抗议和怒吼。女子转头，俏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你们竟然也来了？不过先到不一定先得，相公最终要娶的人必定是我。”女子说完又转头看向我，脸上再次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是吧，相公？那什么，今天天气挺好。”我尴尬不已。这时女子的目光反而被那一圈即将熄灭的离火墙内的人所吸引。刘诗雨。女子眼睛微眯，隐约间似乎有电弧闪烁。姑娘，我见状知道刘诗雨又要倒霉了，想要说点什么却被女子打断。相公，你先等我一下。说完，女子缓缓向刘诗雨走过去。长得这般丑陋，天赋如此差，也配退婚？她的话比赵凌轩还直接。此时离火墙已经熄灭，刘诗雨浑身大汗淋漓，嘴唇干裂，几乎虚脱地瘫坐在地上。即便如此，听到女子的话，也忍不住握紧了拳头，心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你又是谁？她的声音变得嘶哑，更毫不掩饰眼中的怨恨。紫雷圣地，王宇威。女子淡淡的说道。王宇威，未来紫雷圣主的第一继承人。人群中骤然响起了一声惊呼，我转头看去，见是一个陌生男子，并非今日在场的宾客。那男子从人群中走出，向王宇威恭敬一礼道：“伏牛宗宗主牛战，见过紫雷圣女。”伏牛宗宗主，方圆100里内唯一能与云山宗抗衡的武尊强者呀！没想到他也来了，肯定是见到紫雷圣女出场时那满天雷电后感。现场众人惊讶不已，王宇威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点了点头，并未跟他说一句话。可即便如此，也足以让牛战兴奋莫名了。要杀要剐，干脆点，来吧！刘诗雨已经放弃了抵抗，这些圣女要倒贴那个废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折磨自己。哟呵，想不到还挺硬气。王宇威诧异的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希望待会儿你也能这么硬气。”说完，他玉手一挥，一片闪电凭空涌现，化作一个闪电囚笼，将刘诗雨笼罩其中。咔嚓，一道闪电脱离囚笼，劈在了刘诗雨身上，凄厉地惨叫声传递而出，刘诗雨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小雨，刘天祥冲到闪电囚笼前，却不敢靠近，只能焦急地呼喊，随后扑通一声跪在王宇威面前哀求道：“紫雷圣女，求求你放过我女儿，饶她一命吧。”王宇威淡淡地说道：“放心，死不了。”他已经将闪电的威力降到了最低，但精神和肉身上的痛苦折磨是少不了的。现场众人看着刘家一行人的下场，也只是微微一叹，但这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相公，我帮你出气了，你也不要和这种女人生气，不值得。王宇威转头看向我，温柔地说道：“我不生气。”我苦笑，虽然刚开始被刘诗雨在订婚宴上退婚，的确是很愤怒很生气，不过在天湖圣女出现并惩罚刘诗雨后，自己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还是相公大度，我爱死你了。王宇威一双美眸中充满了崇拜，说着还抱着我的脖子探头亲了过去。我被吓了一跳，连忙转过头去，吧唧，红唇落在了我的脸颊上。王小姐，这样不妥。我擦了擦脸上的口水，强压下心中的悸动，说道：“他喵的，这比赵凌轩还直接啊！上来就亲，吓死个人！亲就亲吧，为什么这么多口水？”现场的宾客们全都瞪大了眼睛，这种剧情是他们能看的吗？后面紫雷圣女应该不会杀人灭口的，还是不看为好。几乎所有人都捂住了眼睛，却留下了大大的指缝。伏牛宗宗主和其他一些后面赶来的葛宗强者全都目瞪口呆，紫雷圣女竟然当众亲了一个武徒，莫非这武徒有什么强大的身份？兄弟，问一下，那个少年是何来历？伏牛宗宗主问了下旁边的一名来参加订婚宴的宾客。牛宗主，他是星宇城的少城主下封，16岁还依旧停留在武徒之境。那人见是伏牛宗宗主，连忙恭敬地说道：“星宇城少城主，可还有其他身份？”伏牛宗宗主再次问道：“一个星宇城少城主的身份，连他这个中品宗门宗主都看不上，更何况是极品圣地的第一圣女？”那人摇摇头说道：“那倒是不清楚，夏家老城主是从外地来任命的，具体是什么来历谁也不知道。但这么多年，甚至老城主死后也没见有什么外人出现，应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来历。不应该呀。”
伏牛宗宗主微微皱眉，莫非是天生地体？天生圣体可以畅通五祖的修炼到武圣之境。当今大夏帝国的弟子便是天生地体？不对啊，天生地体的大夏帝国弟子也没有引来上一任10大极品圣女的青睐啊。莫非他是天生神体？伏牛宗宗主瞳孔一缩，面露骇然。天生神体只要不中途夭折，便可以畅通五祖的成神，似乎只有这个解释。可是也不对啊。伏牛宗宗主很快又皱起了眉头。若是天生神体，怎么可能16岁还停留在五途之境？伏牛宗宗主感觉自己的头都快炸了，依旧想不出个所以然。就在这时，现场那些剑类武者、武师，甚至是武宗，手中的剑开始自主地震动起来。怎么回事？众人惊愕不已，用手死死地按住自己的宝剑。下一刻，宝剑自动出鞘，自主排列成一条直线向酒楼外蔓延而去。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剑意从酒楼外快速接近，所有人都齐齐转头看了过去，心中充满震撼。到底是谁？竟然还未出现，仅靠剑意便控制住了在场所有剑修的兵器。刚喝了口水的我抬头看着这一幕，眼中也露出一丝惊愕。莫非又是为自己而来吗？万众瞩目之下，一位绝美女子缓缓进入了酒楼，锐利的目光在四处搜寻，直到见到我后，冰冷的俏脸喜笑颜开。相公！一声娇滴滴的相公响起，女子飘然而下，所有宝剑好似接收到某种指令一般，瞬间各自归鞘。好可怕的控制力！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目瞪口呆。王宇威撇了撇嘴道：真能装，都是武尊，明明可以瞬间出现，偏偏要故意用这种方式吸人眼球。夏母见状，连忙笑呵呵地说道：“姑娘们来喝口茶消消火，别伤了和气。”好的，阿姨。剑拔弩张的四女顷刻间转变了笑容，瞬间恢复成乖乖女，优雅的品茶。夏母将四女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这4个丫头都是极品啊，比那个要退婚的刘诗雨好上千万倍。此时女子已经出现在了我面前，主动献上了一个警示的拥抱。放开我相公！见状，于思雅及其他3位圣女齐齐起身怒喝，我倒吸一口凉气，差点瘫倒在地，不得不用双手环抱住女子的小蛮腰。不过她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毕竟在梦境里和我有过无数次的亲密接触，可我就不行了。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是第一次被一个女子如此对待，这对自己来说有点受不了。现场众人纷纷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这剧情虽然很得劲，但不敢看啊！万一事后那女子要来算账，杀人灭口啥的，岂不是悲剧？咔嚓！这时一旁的闪电囚笼化作最后一道闪电，劈在未婚妻刘诗雨身上后轰然消散。小雨，你怎么样？刘天祥连忙冲上去，满脸的关心。刘诗雨身体还有些僵硬，但意识却非常清醒，眼睛死死地盯着抱在一起的我和女子，露出了怨恨之色。该死的夏风，你背的里到底隐瞒了什么？为什么这些极品天骄女一个个都不远万里跑来倒贴？还有那个女剑修简直不知廉耻，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陌生男子搂搂抱抱，平时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些话他不敢说出来，以免引来那女子的怒火。然而他却不知堂堂武尊对这种充满怨恨情绪的眼神是非常敏感的。此刻女子松开我，转头看向了刘诗雨，美眸中露出一丝诧异。这是刘诗雨，怎么这么惨？说完他又转头看了于思雅4女一眼后恍然大悟，都已经这么惨了，再惨点也没关系的吧？女子看向刘天祥，淡淡的说道：你让开一点，你想对我女儿做什么？刘天祥沉声问道。他故意在订婚宴上当众退婚，羞辱我相公，我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不过分吧？尤其是你，刘天祥，夏叔叔曾经为了救你丹田受损，导致修为停滞不前，你却恩将仇报，在订婚宴上如此羞辱我相公和夏家，这事我知道。宾客中有与夏家交好之人，义愤填膺的说道：10年前，刘天祥欲借破禁丹突破境界，成为武王，但还差一位最重要的药引子。这位药引子山深中由一阶上品灵兽守护，一阶上品灵兽，那可是相当于我们人类当中的黄阶9重武王了。有人惊呼，凭刘天祥的实力，想要击败一阶上品灵兽，根本就是痴心妄想。所以他邀请当时就已经是黄阶9重武王的夏城主相助。那一战的具体过程，除了他们2人无人得知。但从荒山回来后，夏城主丹田受损，修为从此止步不前，而刘天祥成功找人炼制出破境丹，突破到武王之境。也是从那之后，2家定下了婚约。从之前夏城主和刘天祥的对话来看，当时应该是夏城主在那一阶上品灵兽的攻击下救了刘天祥，这刘天祥的命都是夏城主救的，这武王境界的修为也是夏城主帮他争取来的。他竟然恩将仇报，让女儿在订婚宴上当众退婚，以此来羞辱夏家，实在可恶。现场众人议论纷纷，看向刘天祥的目光也满是不善。之前还有人有点同情刘家一行人的遭遇，但听到这段往事后，那仅有的一点同情顿时烟消云散。这等白眼狼活该！刘天祥脸色无比难看，他同意女儿在订婚宴上当众退婚的，却是想借此机会打压夏家。原本以为这计划已经稳妥，谁知道突然杀出几个极品圣女。女子继续说道：我相公和夏叔叔气度大不与你计较，我区区一介女子可咽不下这口气。说完，他玉手一挥，一片无形的剑意将刘诗雨和刘天祥笼罩其中。剑意看不见摸不到，却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剑意不足以致命，却时刻冲击着他们的肉身和灵魂。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地从2人口中传出。做完这一切，女子转过身看向我，相公，她娇滴滴地喊了一声，伸出双手再次向我拥抱而去。姑娘，这样不好，我这次有了防备，不让她抱。什么姑娘？叫我娘子。女子跺了跺脚嗔道。我干笑2声没有回应。今天来的娘子太多了。女子嘻嘻一笑，我好像忘了自我介绍，相公，我叫李清雪，天剑圣的圣女。果然又是一个极品圣女。大夏帝国北疆5大极品圣的极品圣女全都来，北疆5大极品圣女征夫，这太匪夷所思了。现场的宾客们震惊不已。我望着面前的绝美女子，傻乎乎地说道：李小姐你好，我叫夏风。李清雪扑哧一笑，柔声道：真是个呆子，你是我相公，我当然认识你。还有，不准叫我李小姐，叫我娘子，是不好吧？要不我叫你清雪或者小雪。我试探着问道。那就叫小雪吧。李清雪红唇微微一嘟，好的小雪，有什么话坐下来说吧。我将李清雪迎到其他极品圣女那一桌落座。而看到这里，一些人离开了酒
但更多的人却留了下来，他们想要看看后续的发展，还有一些人是想要结识一下五大极品圣女。至于刘天祥父女，他们倒是想离开，可处于李清雪的剑意领域中，根本无法脱身。此刻我缓缓问道：“诸位圣女来此，为我和夏家出气尝威风，我很感激，但请诸位圣女如实相告，诸位来此有何贵干？堂堂极品圣女还是5个，跑到这穷乡僻壤来抢自己这个小小的5，傻子才会信。相公，我是来嫁给你的呀，你娶我好不好？我嫁妆都带来了。”于思雅连忙说道，随后手一挥，一枚空间戒指悬浮在桌子上空。众人闻言皆满脸无语，还是第一次见到女子自己带着嫁妆主动上门求男方娶她，就算倒贴也不用这么舔狗吧。这时空间戒指里面的东西凭空悬浮在空中，3枚晶莹剔透，类似于灵石的宝物。相公，这是3枚中品灵髓，找的灵气不错的方将其埋入的下，假以时日便可自主诞生出3条中品灵脉。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可以诞生出中品灵脉，有了这中品灵髓在手，就相当于有了一条中品灵脉啊！他们的目光变得炙热，即便是伏牛宗宗主也双眼放光，以伏牛宗的实力，也不过才占据5条中品灵脉罢了。天狐圣女一出手就是3枚中品灵髓。于思雅继续说道，其中1瓶是极品聚力丹，总共10颗，可以帮助武徒凝聚出内力，成为武者，成功率很高，这是对相国目前最有用的丹药。极品聚力丹，我目光一闪，心动了。自己天赋太低，用过很多中品的聚力丹都没办法诞生出内力。至于上品聚力丹，小小的星宇城甚至附近几座城池内的炼丹师都无法炼制出来，更不要说极品聚力丹了。不愧是天狐圣女，出手也太阔绰了吧！我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这嫁妆诱惑太大了。正在遭受剑意折磨的刘天祥更是瞪圆了双眼。当初他费尽千辛万苦，才集齐材料炼制出1颗中品破境丹，突破到武王之境。这天狐圣女一出手就是4颗极品破境丹，最后1瓶是重塑丹，只有1颗可以重塑丹田。于思雅指着最后一个白玉瓶说道：“重塑丹田。”我惊讶出声，神情变得有些激动。夏父的身体也微微一震，死死地盯着那瓶重塑丹。有了这重塑丹，他便可以重塑丹田，在他修炼之路。极冰圣女林婉晴开口说话了：“相公，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嫁妆。”一座冒着寒气的玄冥冰棺悬浮于半空之中，这一刻，整个酒楼的温度骤然下降。作用为盘坐在这上面修炼者速度可以提升10倍。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骇然不已。此神物竟然拿来当聘礼！听着众人的议论，未婚妻刘诗雨目光无比阴沉。一个连内力都无法凝聚的废物，要这么珍贵的宝物有何用？这些东西若是给我，我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到武王之境，成为星宇城方圆百里所有城池中最年轻的武王。灵气终究是外物，紫雷圣女淡淡的说道。随后她手一挥，萦绕着紫色电弧的果子悬浮于半空之中。相公，这是极品紫雷骨，服用之后可将体质转变为极品紫雷体，修炼雷系绝学事半功倍。极品紫雷骨，所有人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枚紫雷骨，目光炙热。雷电之术的破坏力在同品级武学之中可以说是最为强悍的，而其他2位圣女也纷纷拿出自己的聘礼。相公，我这聘礼可还满意，可愿娶我？王雨薇开口道。胡说，明明是我的聘礼才最适合相公，娶我才对。5大极品圣女谁也不服谁，相互瞪着对方，寸步不让。我望着5大极品圣女，嘴唇动了动，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场众人看得都目瞪口呆，5大极品圣女征夫，这场面太壮观，太匪夷所思了。不管夏风最后选择谁，都将得罪另外4大极品圣女。因爱生恨而发生惨剧的事自古就有。极品圣女动动手指头就能把夏家灭得渣都不剩。酒桌上，我看着5大极品圣女为了嫁给自己争吵不休，嘴角不由露出一丝苦笑。这艳福消受不起啊！相公，娶我吧，我可以再加20万极品灵石为嫁妆。相公娶我，我可以加10把绝世宝剑为嫁妆。听到现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这时夏母看了看舞女，突然开口说道：“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嫁给我儿子，我儿子应付5个妻子也是没问题。”此言一出，现场再次变得寂静无声。就算是5个普通女子，也不可能愿意一起嫁给一个16岁还停留在武徒境界的废物。这个提议对于5大极品圣女来说是一种羞辱，怕是会激怒他们啊！就连夏父都震惊的转头看向自己的妻子，这蠢女人这种话也能说出来，嫌夏家灭得不够快。5大极品圣女闻言也齐齐转头看向了夏母，一动不动。夏母也意识到自己的话很不妥，连忙说道：“我就是开个玩笑，你们别往心里去。”于思雅笑嘻嘻的说道：“我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不过我要当大娘子。”嗨嗨，我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凭什么你当大娘子，我当大娘子才行？不等我开口，林婉晴便不服气的说道。没想到5大极品圣女非但不反对，还要争抢大娘子的身份。众人无不目瞪口呆，震惊不已。呵呵，什么极品圣女，不过是一群。刘诗雨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发出了嘲笑声，不过还未说完便被刘天祥捂住了嘴。后面下贱的女人几个字终究没有说出来，无骨无形的威压碾压而去，将刘诗雨当场震飞出去。圣女息怒，圣女息怒！刘天祥扑通跪在地上，不断求饶。在所有人眼中，5大极品圣女沉默是在生气，实际上他们是在传音入密，暗中交流。诸位，在梦境中相公修炼的至尊诀是在北疆之东天龙山脉中获得，不如我们去天龙山搜寻，谁能寻到就嫁给相公如何？王雨薇提议道。我们是没问题，但南疆那5个恐怕不会同意啊。李清雪传音道。他们离得那么远，或许等我们找到至尊诀传给相公，和相公完婚后，他们恐怕都还没到。于思雅传音笑道。好，那就这样定了。林婉晴传音道。但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先给相公弄一套他目前能修炼的武学。赵凌轩传音道。众女同意了。随后5大极品圣女齐齐转头看向了人群中的伏牛宗宗主。牛战被吓了一跳。那个诸位圣女，我可没说话呀。王雨薇淡淡的说道。伏牛是吧？牛战嘴角抽了抽。紫雷圣女在下牛战，你过来。随后对牛
牛战说道：“那公子是我相公，你把你伏牛宗的正派武学传授给我相公没问题。”牛战见状立即变脸，手一翻，一本古朴的秘籍出现在手中，双手递到我面前说道：“夏公子，这是我伏牛宗的正派绝学，绝世下品武学伏牛功，只要资质足够，足以一直修炼到黄阶9重武尊之境，还请公子笑纳。”这不合适吧？我有些迟疑，我的天赋自己很清楚，修炼低级下品武学都费劲，更何况是绝世武学。牛战心里翻着白眼，但余光瞥了眼怒目而视的5大极品圣女，连忙说道：“不，非常合适，还请公子务必笑纳。”现场众人见到这一幕，也都目瞪口呆。一个中品宗门的宗主，武尊之境的强者，竟然如此低声下气的求着一个天赋平平的少年修炼正派绝学，这简直太疯狂了。我最终还是收下了，琢磨着等5大极品圣女走了，再将这绝世武学还给伏牛宗便是。此刻李清雪道：“我们有事要离开几天，这几天你就留在夏家，守护夏家的安全，顺便指点我相公修炼。”牛战虽然不愿意，却也不敢说半个不字。5大极品圣女转头看向我，脸上再次露出了甜美的笑容：“相公，我们先离开几天，回来给你一个大惊喜哦。”于思雅笑嘻嘻的说道，随后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我身体僵硬一动不动。相公，等我回来就嫁给你，准备好娶我哦。赵凌轩上前在我的左脸上亲了一下。相公别听他的，你要娶的人是我。王雨薇在我右脸上亲了一下。相公等我。林婉晴勾起我的下巴亲了一下，让开该我了。李清雪走了上来，将林婉晴一把拉开，看了看我的额头、左右脸颊和下巴，精致的脸蛋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看来我只能亲这里了。说着，她抬头便向我的嘴亲了过去。我瞪大眼睛想要躲避，却被李清雪一左一右抱着脸颊，动都动不了。李清雪，你给我住口！于思雅4女齐声大喝，将李清雪硬生生拉住。你们都亲了，为什么我不能亲？李清雪使劲挣扎，很是不服气。亲哪里都可以，就是不能亲嘴巴。4女怒目而视，我脸上扯出一丝笑容，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随后5大极品圣女向我挥了挥手，转身离去。酒席结束后，各宗强者相继离去，同时也将5大极品圣女征夫的消息带了出去，正在不断的向整个北疆扩散。而伏牛宗宗主牛战自然是跟随夏家一行人返回夏家。到家后我却郁闷不已，自己一直待在星域城，怎么可能同时和5个极品圣女有交集？要说唯一有交集的方，可能就是在梦里。此时我陡然一震，终于想起了梦境珠。昨晚睡前梦境珠认主传递过一段信息给我，说是可以辅助做梦。当时自己不以为意，还说梦境珠要真那么厉害，怎么不把大夏帝国10大极品圣女拉入自己的梦境，让自己在梦境里享受一下人生巅峰？当天晚上自己好像的却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可梦境的内容我却一点也不记得。难道我在梦境里真的梦见了10大极品圣女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且太过匪夷所思。不行，我得试验一下，若真是如此，那这梦境珠就太强悍了。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第2天我来到牛战的院子里，推门而入，我来到牛战面前说道：“牛宗主，这伏牛功我看的不是很懂，能否劳烦牛宗主帮我讲解一下？”来的路上我就看过这伏牛功，名字很俗，可里面的内容却一点也不俗，深奥得很。牛战看了我一眼，这家伙还真想修炼伏牛功。这伏牛功虽然远远比不上圣的绝学，却也是货真价实的绝世武学，岂是一个天赋平平之人能领悟的？可若不给他讲解一下，等5大极品圣女回来，自己岂不是要遭殃？想到这，牛战开始了认真的讲解。事实正如牛战所料，刚开始我还能听懂1、2，随着越来越深奥，我便有些昏昏欲睡起来。正在认真讲解的牛战，忽然听到一阵细微的呼噜声传来，心里顿时一股无名之火窜起。若是自己的弟子，牛战早就一巴掌拍过去了。人都睡着了，自然就没必要再讲下去了。一个16岁还停留在武徒之境的人，自己难不成还奢望他能听懂一本绝世武学吗？他微微一叹，起身回屋了。他却不知在我的灵魂深处，一枚珠子散发着淡淡的白光，给睡着后的我勾勒出一副梦境世界。我盘坐在梦境世界中，进入修炼状态，而牛战的声音在这梦境世界中好似化为大道之音，不断在我耳边萦绕。1年、10年、100年，梦境世界就这样过去了500年。我身上的气息也在不断的提升。梦境世界500年，现实世界也不过一个半时辰而已。等到牛战再一次从屋里出来，发现我竟然还在那打瞌睡，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夏公子，还要我继续讲解吗？”我被惊醒，一脸懵地问道：“不好意思啊，牛宗主，你讲的实在太好了，听着听着就入迷睡着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个梦，但具体做了什么梦一点也记不住，只能在心里祈祷梦境珠真的有用吧。”我看了看牛战，干笑2声问道：“牛宗主，要不我们继续？”“继续？还继续个屁啊！”牛战心中大骂，听都听不懂，讲了也白讲。这伏牛功给你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不过他面上却不敢有丝毫不满。夏公子，伏牛功的开篇讲完了，足够你修炼到50境界了。若是资质不错的话，10年之内有希望达到50境界。我点了点头，自己若没有奇迹，怕是一辈子都突破不了。忽然我的身体一僵，无数狂暴的天的灵气蜂拥而来，一股脑的没入自己体内。牛宗主，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身体也无法动弹。牛战也呆住了，这种情况他也没有见过呀。我只是一介武徒，身体根本承受不了如此多的灵气，若不加以阻止，很可能会被灵气撑爆。你先别动，我帮你驱散灵气。牛战抬起手，刚想出手，就在这时，一股股微弱的气息不断从我体内传出。这小子突破到武者了！牛战大张着嘴，惊讶万分。可那狂涌的灵气依旧没有停下，我身上的气息依旧还在不断的提升。黄阶2重武者了，4重武者，5重，玄阶1重武者。牛战眼睛都瞪圆了，可我的突破依旧没有停下。地阶1重武者，地阶9重武者，一直攀升至地阶9重武者，夏风身上的气息才逐渐稳定下来，那疯狂涌动的灵气也逐渐消散。牛战早已目瞪口呆，傻傻地盯着夏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夏风感受着体内磅礴的内力，有些不太确定地问道：“牛宗主，我似乎好像突破到地阶武者了，你们这副牛功都是这样修炼的吗？有点吓人啊。”“对啊，不对，哎呀，卧槽，你这太离谱了！”牛战震惊的有些语无伦次，这特么什么情况？睡一觉连升27重境界，瞬间从一个武徒直接提升至地阶9重武者，这特么是天赋平平，这简直就是妖孽啊！
作为伏牛宗宗主，一生也算是见过无数天才，从未有过如夏风这般一路狂飙的。难道刚才他不是在睡觉，是在领悟？可我都听到他打呼了呀！而且他也没听说过谁能在2个时辰内从5图突破到地阶9重武者啊！牛战百思不得其解。若这夏风真是在这2个时辰内从5图一路突破到地阶9重武者，这天赋比起5大极品圣女来，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莫非这家伙真的是天生神铁？联想到5大极品圣女倒贴的行为，牛战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或许只有天生神体才有如此神奇吧。看着牛战那震惊的神情，夏风目光微微一闪，心中涌出无限狂喜。梦境珠一定是梦境珠，他并不记得梦境世界的经历，但他已经能100%确定这就是梦境珠的功劳。原来这个被自己认为毫无作用的梦境珠竟然如此恐怖。他抬头看向一脸震惊的牛战，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问道：牛宗主，你讲得太好了，讲完我就突破了，快再给我讲讲后面的。对了，我要是再听睡着了，千万不要管我。听睡着？牛战深吸口气，压下心头的震撼，点点头说道：夏公子，那我就再从头给你讲一遍。之前他只是迫于5大极品圣女的威严，心不甘情不愿地给夏风讲解，但这一次他是心甘情愿，极为认真详细的讲解。他倒要看看这夏风能逆天到何种程度。夏风的天赋确实差，听到后面完全就是在听天书，可无论他如何努力，这一次再也无法入睡。算了，牛宗主，今天就先这样吧，你早点休息吧。夏风最终还是放弃了，拿着伏牛功秘籍便起身离去。牛战望着夏风的背影，眉头微微一皱，这夏风到底怎么回事？说他天赋好吧，又听不懂自己的讲解；说他天赋差吧，睡一觉就能连升9重，达到地阶1重武者之境。莫非他要睡着了才能修炼？这也太诡异了吧！从牛战的院子里离开后，夏风径直去了夏家的武阁，那里有夏家的武学和武技，虽然最高只是高级极品，但对于目前的夏风来说足够了。少城主，守卫武阁的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乃是一名黄阶9重武王。夏老，夏风对老者一礼，态度恭敬。据说这位老人是跟着爷爷一起来星宇城的，被爷爷赐予夏姓，对夏家忠心耿耿。父亲对待老者如父，他自然也要恭敬以待。见到夏风急匆匆地往武阁而来，夏老不禁有些奇怪地问道：少城主，何事如此着急？夏风笑道：夏老，我来选一套武技。选武技？夏老身体一震，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惊讶道：少城主突破了。夏风点点头，好。夏老满脸惊喜地拍了拍夏风的肩膀，大笑道：好小子，我就知道你一定行，跟我来，我亲自为你挑选武技。说完，他转身进入了武阁。夏风笑了笑，跟在夏老身后。这奔雷拳不错，虽然只是低级下品武技，却极为适合黄阶武者修炼。夏老从架子上拿起一本武技递来，夏风却摇摇头，说道：夏老，我可不是黄阶武者，我是地阶9重武者，我想修炼流光剑法。已经确定梦境珠能影响现实，夏风自然不会再去挑选那些低级武技。流光剑法就是夏家武阁里唯一的一本高级极品武技。现在他也明白了，5大极品圣女之所以会如此，应该也是受到梦境珠的影响。既然如此，对于5大极品圣女送来的嫁妆，自然也就不那么抗拒了。天剑圣女送的那把清雪剑，他还是挺喜欢的。之前之所以不敢收，是担心5大极品圣女别有用心，现在不用担心这些了。至于那紫雷果，能量太强，他暂时不敢服用，得等5大极品圣女回来后，让他们为自己护法才行。既然要用清雪剑，自然要选一套剑法类武技。地阶9重武者，夏老身体一震，抓住夏风的手臂，用武王才有的真元查探了一下，震惊道：竟然真的到了地阶9重武者之境。少城主，你昨天还是5图吧？准确的说，2个时辰前依旧还是个5图。夏风笑眯眯地说道。对于这个守护夏家3代的老人，他并未有所隐瞒。再说了，他的情况夏家所有人，甚至整个星宇城的人都了解，也隐瞒不了。除非他一直不动用内力，那根本不可能。2个时辰，从5图到地阶9重武者，夏老眼睛瞪得滚圆，满脸骇然。哈哈，好，若是老爷泉下有知，该有多高兴啊！夏老大笑不已，笑着笑着却老泪纵横。夏风笑了笑，说道：夏老，能为我讲解一下这流光剑法吗？可以，当然可以。夏老点点头，拿起那本流光剑法，便为夏风讲解起来。夏风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托着下巴，叮嘱道：夏老，如果我待会儿听得睡着了，你千万不要停，也不要叫醒我，继续讲下去。好。夏老听到如此奇怪的要求，也是一愣，但还是点头同意了。随后他开始讲解起来。流光剑法讲究一个快字，快若流光，让敌人防不胜防，威力也相当不错。夏风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听，可他的天赋实在是太差了，听着听着一阵头晕脑胀，很快又睡了过去。一阵呼噜声在武阁中响起，正讲得眉飞色舞的夏老脸色一僵，睡着了。夏老嘴角微微一抽，
正想合上武技，又想起了夏风之前的叮嘱，咬咬牙继续讲解起来。他给整个夏家护卫队都讲解过武技，还是第一次给一个睡着的人讲解，这感觉别提有多奇怪了。而此时睡着的夏风灵魂深处，那颗梦境珠再次散发出淡淡的白光，勾勒出一个梦境世界。夏老讲解的声音好似大道之音，不断在梦境世界中响起，而夏风按照夏老的讲解，在梦境世界中不断演练流光剑法。转眼梦境500年过去，夏风自动从睡梦中清醒，看着讲得昏昏欲睡的夏老，夏风问道：夏老，我睡了多久？夏老精神一振，瞬间清醒过来，将武技放下，笑道：少城主，已经过去1个半时辰了。高级极品武技对于如今的少城主来说还是稍微有些高深了些，不如我给你换一本低级极品的剑法。不用，我想我已经学会了。夏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淡淡的说道。夏老满脸愕然，睡一觉就学会一套武技，还是高级极品武技？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夏老摇摇头，认为夏风在撒谎，从未听说过有人睡一觉就能学会一套武技的。他刚才明明听到了夏风的呼噜声，睡得还挺香，而且练习武技不是坐着就能练的。夏风微微一笑，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在刚才，他的脑海中涌现出一股记忆，流光剑法的一招一式都在其中，每一招每一式他都非常熟悉，好似自己已经练了很多年一样。见夏老不信，夏风从天剑圣女送的嫁妆中取出了清雪剑，笑道：夏老，你可要当心了。无妨，来吧。夏老见状微微一笑，夏风眼神一凝，手中的清雪剑猛然刺出，一道流光闪过，清雪剑已然出现在夏老面前。砰！一道护体罡气从夏老体内自动涌出，挡住了清雪剑的攻击。虽然这一剑没有对夏老造成任何伤害，却让他震惊当场。流光剑法真的是流光剑法，少城主，你竟然真的学会了！夏老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少城主睡了一觉，竟然真的学会高级极品武技流光剑法了，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就算是那些天生圣体的圣子圣女们也不可能做到。夏老，我学会流光剑法的过程要替我保密哦。夏风微微一笑，收回清雪剑，转身离去。好，好，好。夏老看着夏风的背影，大笑3声。从今以后，看还有谁敢嘲笑少城主是废物。他将夏风当成自己的孙子，这些年夏风暗中受到的嘲讽和鄙夷，以及为了突破成为武者，每天不断的打磨肉身所付出的辛苦，他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天赋如此，纵然他再心疼再着急，也别无他法。天丹圣地倒是听说有能提升资质的丹药，可他们也不可能去天丹圣地要啊。这种资质丹珍贵无比，以夏家的财力和资源，倾其所有也换不到一颗。现在好了，少城主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妖孽天才，又有5大极品圣女守护，崛起已是必然。他擦了擦眼角的眼泪，脸上重新焕发出慈祥的笑容。忽然他神色一凝，抬头看向远方。片刻后，一名老者腾空而来，落在了5阁前。刘福，你来我夏家干什么？夏老沉声喝道。夏家以后就没有夏家了。刘福冷笑一声，直接向夏老发动了攻击。夏老也不甘示弱，迎接而上。很快他便惊讶地发现，原本比自己弱一些的刘福实力竟然与自己不相上下。与此同时，离开5阁不久的夏风也感受到了5阁的动静，想要回来看一下情况，却见一名护卫急速跑来，焦急地喊道：少城主，城主让我带你速速离开夏家。离开夏家？为什么？夏风眉头微微一皱，满脸疑惑。那护卫说道：少城主，刘家不知道发什么疯，带着刘家的所有修炼者于不久前突袭夏家，我夏家护卫队很难抵挡，城主让我带少城主速速离开星域城。刘家？夏风皱眉问道：他们的护卫队与我夏家没法比吧？护卫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护卫所有人都提升了实力，包括刘天祥。突然集体提升。夏风脸色一变，看了眼5阁的方向后，内力涌入双脚，顷刻间向夏家大厅窜了出去。少城主！护卫大吃一惊，少城主不是武徒吗？速度怎么会比我还快？少城主，等等我！等他回过神来，夏风早已经不见了踪影，还未靠近大厅，便已经有震天喊杀声传来。清雪剑凭空出现在手中，夏风的眼神无比冰冷。明知道5大极品圣女亲近夏家，明知道牛战在夏家，刘家居然还敢来，其背后必定有人指使。不管是谁敢动夏家，必须要让其付出代价。等他赶到大厅，只见牛战和一名男子于空中对峙，那男子竟是早已离去的云山宗宗主云山。地面上，刘天祥和父母正在交手。刘天祥原本的实力和夏父差不多，但这一次他的实力不知为何大涨，一人独占夏父和夏母联手，也丝毫不落下风。夏家护卫队与刘家护卫队正在疯狂拼杀，但明显处于下风。夏家护卫队已经出现了伤亡。在大厅中，刘诗雨持剑而立，但并未动手，显然是在等夏风。刘诗雨，你们是在找死？夏风冷声说道。找死？刘诗雨冷冷地说道。夏风，你在订婚宴上如此羞辱我，羞辱我刘家，我们与你本就不死不休。
今日不仅你要死，你们整个夏家也要为你的行为陪葬。夏风无语，明明是他故意在订婚宴上当众退婚，来羞辱自己和夏家，现在反倒是自己挑起矛盾了。5大极品圣女的惩罚，也只能说是刘诗雨咎由自取。你们刘家可能承受住5大极品圣女的怒火。夏风看了眼天空的云山，淡淡地道：仅凭云山宗可护不住你们刘家。刘诗雨冷笑道：你还想着那5个贱人来救你？他们来不了了。5大极品圣地可不只有圣女，还有圣子。夏风目光一凝，看来5大极品圣地的圣子挡住了5大极品圣女，这云山宗和刘家应该也是守5大圣子所指使，不然就是借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对夏家动手。至于他们突然暴涨的实力以及刘诗雨的伤势，恐怕也是5大圣子提供的帮助，而且这很可能是5大圣子的私自行动，否则来的就不是云山宗和刘家，而是5大圣地的强者了。传闻圣地的圣子和圣女是要成婚，成为双修道侣的，这样以后不管谁接管圣地都不会有任何冲突。如今5大极品圣女齐聚星宇城之事传开，5大圣子应该都坐不住了呀。这一瞬间，夏风基本上已经猜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夏风，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刘诗雨举起了手中的长剑，你一个废物，不配拥有那些东西，杀了你，灭了夏家，那些东西就全是我刘家的了。杀我？你还没资格。夏风冷冷地说道，区区一个武徒，杀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刘诗雨冷哼一声，手中长剑一挥，一道璀璨的剑光破空而来。夏风冷然一笑，手中清雪剑一抖，剑若流光，瞬息而至。只听当地一声巨响，刘诗雨整个人如遭雷击，狂喷几口鲜血，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在大厅之外。怎么可能？刘诗雨满脸骇然。夏风手持清雪剑，冷冷地看着刘诗雨，不好意思，我是地阶9重武者。地阶9重武者？不，这绝不可能。刘诗雨从地上爬起来，用长剑杵地支撑自己的身体，脸色扭曲地怒吼道：你只是一个16岁还停留在武徒的废物，怎么可能是地阶9重武者？我不相信。怒吼完，他再次挥舞长剑，施展出一套凌厉的剑法攻击而来。夏风冷笑一声，手中清雪剑一抖，一道流光闪烁，只听一声巨响，腾跃而来的刘诗雨再次被劈飞出去，还在空中便接连吐了好几口鲜血。落地之后，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盯着天空，双眼无神。并不是这一击让他重伤无法动弹，而是他不能接受夏风的修为比自己高。在他的印象里，夏风只是一个16岁还停留在武徒境界的废物，也只能是一个废物，一个只能仰望自己的废物。可如今对方的修为却超越自己那么多，自己在对方手上竟然不能走过一招，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他无法接受。小雨，正在和夏父夏母战斗的刘天祥见状，大吃一惊，想要去营救。刘天祥，你的对手是我们。夏父和夏母对儿子突然暴涨的修为也感到非常震惊，但更多的还是兴奋。眼见刘天祥想要脱离战场，纷纷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将他拖住。夏父更是仰天大笑，以后谁还敢说我儿子是废物？刘天祥冷笑道，不过是用某种丹药强行提升上来的修为罢了。是吗？夏父淡然一笑，手上的攻击越发猛烈。天空之上和云山对峙的牛战笑道，好小子，竟然又学会了一套不错的剑法。云山看了眼地面上的夏风，脸色变得阴沉。他原本是想要带人伪装成伏牛宗的人来袭击夏家，抢夺那些资源，但后来听说5大极品圣女将伏牛宗宗主牛战留在夏家，他伪装伏牛宗袭击夏家的计划自然也就落空了。正在他打算放弃之时，天狐圣地、极冰圣地、离火圣地、紫雷圣地和天剑圣地5大极品圣地的圣子一同降临云山宗，让他率领宗门弟子袭击夏家，斩杀夏风。至于5大极品圣女，5大圣子会去拖住。事成之后，他可以获得大量的好处，还会受到5大圣子的保护，不会让5大极品圣女威胁云山宗。有了5大极品圣子撑腰，云山便率领部分宗门精锐再次返回星宇城，但并没有让宗门弟子动手，而是找上了刘家。他想要完成5大圣子的任务，获得好处，同时又不想将5大极品圣女得罪的太死，便想要利用刘家。他用一些短时间内提升修为的丹药给刘家服用，并告诉他们5大圣子要覆灭夏家之后，夏家所有资源全归刘家所有。他负责帮刘家挡住牛战，事成之后，刘诗雨依旧可以进入云山宗修炼。听到有5大圣子当后盾，本就对夏家恨之入骨的刘家没有多想便答应了，故而才有了刘家袭击夏家的一幕。在云山的计划中，自己拖住牛战，刘天祥拖住夏父夏母，刘家的武王拖住夏家的那名武王，刘家护卫队足以碾压夏家护卫队，最后只剩下刘诗雨和夏风，以刘诗雨的实力足以斩杀夏风。只要杀了夏风，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云山万万没想到，夏风竟然在短短半天之内提升至了地阶9重武者之境。如今刘诗雨惨败，想要靠他杀夏风已经不可能了。云山抬头看向对面的牛战，目光一闪，道：牛战，夏风是5大圣子要杀的人，你要保他就是与5大圣子作对，你要置伏牛宗生死于不顾吗？5大圣子？牛战脸色微微一变，难怪云山敢不惧5大极品圣女，原来是有5大圣子在背后撑腰。
保下风便要得罪5大圣子，不保下风便要得罪5大极品圣女，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死局。云山见状，趁机说道：“牛战，只要你亲手杀了下风，我可以在5大圣子面前替你美颜，有5大圣子为你撑腰，5大极品圣女自然也不敢拿你伏牛宗怎样。”牛战低头看了眼地面上的下风，神色变幻不定。片刻后，他抬头看向云山，冷声道：“云山，你自己不想将5大极品圣女得罪的太死，所以利用刘家。现在见刘家无法杀死下风，又想利用我，你当我和刘家那群废物一样傻？”云山冷声道：“既如此，你伏牛宗就等着被覆灭吧。”说罢，他口中发出一声长啸。片刻后，只见云山宗大长老率领10名武王破空而来，立在夏家前院院墙之上。夏父夏母见状，立即舍弃刘天祥，向夏风飞奔来，将他护在身后。“小风，快走！”夏母沉声说道。“小风，我们拖住他们，你速速离开。”夏父头也不回地说道。夏风望着云山宗大长老和那10名武王，目光微微一沉。“爹娘，我岂能抛下你们独自逃生？不过一死而已，我夏家郎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夏风沉声说道。此时被刘天祥扶起来的刘诗雨疯狂地大笑：“夏风，你藏得可真深啊！明明是地阶9重武者，非要装成一个废物武徒，就是想要骗我退婚吧？你好深的心机！可就算你是地阶9重武者又如何？今天依旧难逃一死。”夏风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的目光望向远方的天空。如果北疆5大极品圣女真是因为梦境的影响才来的，那么南疆5大极品圣女应该也会来。这都过去3个多时辰了，算算时间，他们应该也快到了。只要南疆的极品圣女一到，夏家的危机自然可解。只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武王、武宗甚至武尊并不是不能达到。杀！云山冷声下令。云山宗大长老手一挥，10名武王向夏父夏母飞奔而去。哼！牛战冷哼一声，一掌隔空拍下，将那10名云山宗武王当场拍死。牛战，你找死！云山暴怒，一记云山手攻击而来。牛战与云山本就在伯仲之间，如今仓促应战，被当场震飞10余丈，体内灵力激荡，一丝鲜血从嘴角溢出。牛战，这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云山得势不饶人，再次抢攻而去。与此同时，地面上云山宗大长老亲自动手，一击10丈大小的巨掌向夏风一家碾压而下。放肆！我看谁敢动我相公！就在这时，一声交喝响彻战场，恐怖而霸道的刀意席卷而来。嗡！一柄漆黑的大刀从天而降，携带着无尽的刀意，从那巨手之上穿插而过，深深地没入地下。轰隆一声巨响，能量巨手猛然碎裂。突然发生的变故让现场厮杀的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夏风心里一松，终于来了。看着霸道的刀意，应该是南疆极品圣地霸道圣地的第一圣女霸刀圣女云雪之。他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黑色长裙的女子缓缓从天而降。她背负双手，背对着夏风，看不见面容，但能成为极品圣女，相貌应该都不会差。在所有的瞩目之下，女子单脚立于刀柄之上，冷冷地看着云山宗大长老，语带杀意地道：“区区一个武宗也想杀我相公？”云山宗大长老吞了吞口水，哆嗦着问道：“阁下何人？”可知那夏风与北疆5大极品圣女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女子闻言，回头看了眼夏风，绝美的容颜上带着一丝冷意，但在见到夏风的那一刻，展颜一笑，让夏风都看呆了。女子俏皮地眨了眨乌黑的大眼睛，说道：“相公，别怕，有我在，没有人能伤害你。”“啊，谢谢。”夏风张了张嘴，最终吐出2个字。女子微微一笑，转头看向云山宗大长老，神色再次恢复冰冷，冷声道：“无名云雪之，来自南疆霸刀圣地，南疆5大极品圣地之一的霸刀圣地。云雪之，好像是霸刀圣地第一圣女啊！”夏家护卫队们低声议论，兴奋不已。有了极品圣女云雪之的守护，谁还敢灭夏家？夏父和夏母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浓浓的惊愕。又来一个极品圣女，还是遥远的南疆极品圣女？儿子什么时候和南疆极品圣地也有联系了？两人齐齐转头看向夏风，上下打量，这小子还是自己的儿子吗？夏风干笑2声，说道：“爹娘，我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你们信吗？”“信，你说什么我都信。”夏母笑着说道。夏父也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夏风摸了摸鼻子，默然无语。霸刀圣地，极品圣女云雪之。刘诗雨喃喃念叨，神色逐渐疯狂。那个废物怎么会认识南疆的极品圣女？假的，你肯定是假的。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南疆极品圣女！我定要将消息传出去，你就等着被霸刀圣地追杀吧。他不相信，也不想相信，那个一直被他视为废物的夏风，还能认识遥远的南疆极品圣女。冒充！众人一愣，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盯着刘诗雨。南疆极品圣女，谁敢冒充？云雪之看了刘诗雨一眼，冷冷地道：“你的账待会儿再跟你算。”说完，他转头看向云山宗大长老，冷声道：“对我相公动杀念，留你不得。”
嗡！霸道的刀意释放而出，凝聚成实质，化作一把3尺刀刃，在他身前浮现。云山壁！云山宗大长老暴喝一声，在身前凝聚出一堵1丈多厚的墙壁。这是云山宗的防御型武技，但面对极品圣女的攻击，他依旧觉得不放心，身上再次凝聚出一层3尺厚的护体罡气。嗡！无尽的刀刃破空，轰击在墙壁之上，只僵持了不到片刻，便将那墙壁轰碎，撞击在护体罡气之上。咔嚓！护体罡气一触即碎。不，宗主救我！云山宗大长老瞳孔紧缩，惊恐的大喊。然而云山哪有心思去救他？眼见云雪之出现，他趁着牛战被云雪之攻击，云山宗大长老分神，转身破空而去，逃之夭夭。噗嗤！无尽刀刃穿透了云山宗大长老的身体，连同他体内的金丹也被击碎。不！他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仰面倒。云雪之看了眼云山逃离的方向，腾空而起，手一抓，漆黑的大刀从地下飞出，落入其手。他举着大刀向云山逃离的方向隔空斩出，一道恐怖的刀芒划破虚空，瞬间消失不见。下一刻，远远的传来一声巨响，其中似乎还夹杂着惨叫声。云雪之微微摇头，有些不满的轻声道：“可惜了，没杀死，没杀死。那云山可是武尊啊，被你隔空一刀斩伤，已经非常可怕了。”所有人看向云雪之的目光都带着一丝畏惧。悬浮于空中的牛战心中满是庆幸，还好刚才没有听云山的挑拨，坚定不移的守护下家，不然这会儿自己也要面对霸刀圣女的攻击了。隔空一刀斩伤云山，杀自己恐怕也不难。真不知道夏风那小子是怎么认识这么多极品圣女的，还个个都来倒贴。或许他真是天生神体。不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夏风这边。不说6大极品圣女，就凭夏风的天赋，日后成长起来，对自己和伏牛宗也有天大的好处。他长出口气，降落而下，向云雪之恭敬一礼。伏牛宗宗主牛战见过霸刀圣女。云雪之转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道：“你做得不错，这是我应该做的。”牛战连忙说道。云雪之飞身来到夏风面前，挽着他的手臂，笑嘻嘻地说道：“相公，我总算是没有来晚。对了，那些家伙怎么处置？我都听你的。”他指着刘诗雨一家问道。砰！刘天祥扑通跪倒在地，求饶道：“夏风，看在我2家多年世交的份上，你就饶我们一命吧。我们也是受了云山的蛊惑才误入歧途，否则的话，即便再给我们几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冒犯夏家啊。小雨，快跪下来！”刘天祥拉了拉刘诗雨，想要让他一起跪地求饶。刘诗雨却疯狂大笑：“爹，你让我跟那个废物下跪？不，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再给那个废物下跪。他是个废物，永远都是废物。”他的心态已经崩了，状若疯狂。世交，在订婚宴上当众退婚，以此来羞辱和打压夏家，想要谋夺城主之位，这也叫世交。至于刘诗雨，即便他在订婚宴上当众退婚，夏风对他也并没有杀心。然而现在，夏风看了看那10几个被刘家护卫队所杀的夏家护卫，眼中杀意一闪，淡淡地道：“都杀了吧。”夏父夏母相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好，云雪之点点头。快跑！刘天祥大喝一声，将刘诗雨推了出去。刘家护卫也四散而逃。相公要你们死，你就得死，谁也别想逃！云雪之冷哼一声，一股无形的领域蔓延而出，将所有人笼罩其中。无尽的刀刃在领域之中穿梭，巧妙地避开夏家人，精准地穿透了一名又一名刘家人。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战场。只是顷刻间，刘天祥父女以及所有刘家护卫队全部覆灭。望着那满地的尸体，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这就是极品圣女的实力吗？实在是太恐怖了，根本无可匹敌。哪怕是同为武尊的牛战，眼中也露出一丝敬畏。在这极品圣女面前，他这点实力根本不够看啊！夏风也吞了吞口水，看了看身边挽着自己手臂巧笑嫣然的美女，实在是很难将她和那个一刀劈伤云山，挥手间秒杀云山宗大长老，覆灭刘家一行人的绝世强者联系到一起。相公，搞定了！云雪之转头看向夏风，笑嘻嘻地说道：“相公，现在是不是该做我们的事了？”我们什么事？夏风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闻着那淡淡的幽香，顿觉有些口干舌燥。当然是相公娶我的事啊，我嫁妆都带来了。云雪之笑嘻嘻地说道。随后他手一挥，3瓶丹药，一把刀凭空浮现在空中。和北疆5大极品圣女一样，3瓶丹药都是为夏风和夏父准备的。那把大刀也是一把可进阶的极品攻击型灵器雪之刀。听到这大刀名字时，夏风有些无语，真怀疑是不是云雪之临时取的。他看了眼云雪之准备的嫁妆，干笑2声，说道：“那个，我还有事要做。”云雪之眼珠一转，道：“是要彻底覆灭刘家，斩草除根，我懂。”他转头扫视一圈，看向牛战，说道：“牛宗主，你跑一趟刘家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完全没问题。”牛战正在看戏，没想到会突然提到自己，短暂的愣神之后，连忙说道：“我这就去，保证让刘家一只蚂蚁都跑不出去。”说罢，他破空而去，
顷刻间便消失不见。夏风眼珠一转，说道：“夏老还在和刘家的另外一名武王大战，我得去帮他。等我一下。”云雪之手一挥，身前的那把黑刀破空而去，随之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从5个方向传来。还没等夏风回过神来，黑刀又飞了回来，一滴鲜血从刀尖滴落。云雪之拍拍手道：“好了，搞定了，现在可以谈谈娶我的事了吧？”夏风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该说什么。夏父和夏母相视一眼，冲着看戏的夏家护卫队道：“愣着干什么？把战死兄弟的尸体收敛，将刘家众人的尸体搬出去埋了。”是，城主。夏家护卫队回过神来，连忙开始打扫战场。哎呀，我有点不舒服，让我歇会儿。夏风忽然揉着肚子，一脸痛苦。相公，你怎么了？云雪之吓了一跳，连忙扶着夏风在旁边坐下。没事，我休息一下就好。夏风摆了摆手。好好，那你好好休息一下。云雪之连忙说道。夏父夏母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笑意。自己的儿子他们还不了解吗？这分明就是在装病啊。夏风点点头。云雪之将嫁妆装进空间戒指，塞入夏风手中，说道：“相公，不管最后你娶不娶我，我的嫁妆你必须收下。”这不太好吧？夏风有些迟疑。收了嫁妆又不娶人家，这传出去自己成啥人了？有什么不好？我人都是你的，何况区一些礼物。云雪之坐在夏风旁边，紧紧地挽着他的手臂，挑战他的忍耐力。夏风吞了吞口水，身体往旁边倾斜。云雪之却不打算放过他，整个身体都快压到他身上了，香软的娇躯让他有些心猿意马。这时牛战的身影从远处破空而来，恭敬地说道：“夏公子，霸刀圣女，刘家已经覆灭。牛宗主，劳烦了。”夏风连忙站起来，以道谢为由，暂时摆脱了云雪之的挑逗。举手之劳，夏公子不必挂怀。牛战笑了笑，看向再次挽住夏风手臂的云雪之，恭敬地说道：“霸刀圣女，是否要在下率领伏牛宗去灭了云山宗？云山宗大长老被圣女所杀，云山也被圣女所伤，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云雪之转头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你想借我之手除掉云山宗？”“不敢。”牛战吓了一跳，连忙说道：“圣女有所不知，云山宗虽然只是一个中品宗门，但他的哥哥云相乃是极品宗门云相宗宗主，若是其寻求云相宗相助，纵然是圣女，恐怕也很难抵挡啊。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北疆5大极品圣地圣子撑腰，恐怕也不会太忌惮圣女的身份啊。极品宗门都有天阶9重武尊强者，纵然是霸刀圣女，恐怕也不是其敌手。或许云相宗平时会畏惧霸刀圣女的身份，但有了北疆5大圣子的支持，对方还会不会忌惮霸刀圣女很难说。北疆5大极品圣地圣女。”云雪之目光微微一闪，笑道：“看来他们已经来过了，不在这里待着，跑去哪里了？被抓回圣地了？”牛战摇头道：“北疆5大极品圣女说是有事要出去一趟，至今未归。”听之前云山的语气，似乎被5大圣子拖住了。云雪之点点头，说道：“云山宗敢动我相公，的确该灭。牛战，你速速召集伏牛宗5王以上强者，随我一同杀上云山宗。”是。牛战心里一喜，躬身一礼后转身离去。云山想要覆灭伏牛宗，他也想要覆灭云山宗，有霸刀圣女相助，此事多半就成了。此后这方圆100里内就只有伏牛宗一个中品宗门了。夏风看了看云雪之，也没有说什么。今日云山既然对夏家出手，那便是不死不休的敌人，这些极品圣女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等他们离开后，云山肯定会再次杀回来。若能借此机会将云山宗彻底覆灭，倒也给夏家铲除了一个心头大患。相公，等我把云山宗覆灭，把他们的灵石、武学、兵器什么的全都抢来当我的嫁妆，你娶我好不好？云雪之抱着夏风的手臂，一脸讨好的说道，精致的俏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扑闪扑闪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好。他有了短暂的迷失，下意识的说了一个好字。相公，你同意娶我了？云雪之眼中闪过浓浓的惊喜。夏风回过神来，连忙说道：“好像不太好，这要是答应了，其他极品圣女不得当场暴走，尤其是北疆5大极品圣女，他们先来，自己一个都没答应，现在答应了霸刀圣女，必将引来北疆5大极品圣女的暴怒，后果不堪设想啊！讨厌！”云雪之跺了跺脚，娇嗔不已。夏风只能干笑。夏城主，听闻刘天祥带人袭击了城主府，我等特率领家中护卫赶来支援。就在这时，夏府外孙李2家家主率领各自家族的护卫队急匆匆地赶来。正在指挥夏家护卫队打扫战场的夏父闻言，眼中金光闪烁，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战斗都结束了才赶来支援，分明就是听闻刘家被灭，南疆极品圣女在这，才跑来献殷勤的吧。不过他也没有戳破，脸上很快便露出了笑容，笑呵呵地迎了上去，说道：“孙家主、李家主2位的好意，夏某心领了，不过些许宵小，已经全部诛杀了。城主府的实力果然强大，我等佩服。”孙李2位家主自然知道刘家已经被灭了，而且是被伏牛宗宗主灭的。同时
他们还打听到南疆霸刀圣女也到了夏家，和北疆5大极品圣女一样，要倒贴夏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急匆匆地赶来，支援城主府是假，表达忠心，巴结夏家才是真的。夏父自然也知道二人的心思，笑道：“我夏家哪有这个能力，全靠伏牛宗宗主和霸刀圣女相助。”霸刀圣女，孙李两家的家主纷纷转头看向了抱着夏风手臂的云雪芝，纷纷上前见礼。孙家孙长飞见过霸刀圣女，李家李天明见过霸刀圣女，在场的只有云雪芝一个陌生面孔，加上又和夏风如此亲密，只要不傻就能猜到其身份。云雪芝淡淡的瞥了二人一眼，微微点了点头，显然并不想跟他们说话。两人倒也不怎么在意，毕竟人家是高贵的极品圣女，能对他们点头已经是很不错了。孙家主，李家主，我们入厅聊吧。夏父将两人迎进了大厅。夏风看着父亲，以眼神询问：“我怎么办？”夏父耸了耸肩，回了他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那可是极品圣女，眼里只有你，只能靠你搞定了。相公，剑法不好，没有一点霸气，你跟我学刀法好不好？”云雪芝看了看清雪剑，摇晃着他的手臂，带着撒娇的语气说道：“我觉得剑法挺好的呀，多帅啊！”夏风说道：“不好不好。”云雪芝连连摇头，还是刀法更霸气，尤其是像相公这么帅的男人，更应该学习刀法，那样才更有男人气概。夏风眨了眨眼，笑道：“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我的确是挺帅的。”云雪芝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点了点夏风的额头，说道：“相公，你还是这么自恋？我以前很自恋吗？你认识以前的我吗？”夏风试探着问道。云雪芝神色一僵，随后笑嘻嘻的说道：“相公，我要说是在梦里梦见你的，你信吗？”“信。”“为什么不信？”夏风一脸认真的说道：“这梦还是我弄出来的呢，虽然我并不记得梦境中的一切。说起来这梦境珠也真是的，明明我才是梦境珠的主人，为什么我记不住梦境中的一切？10大极品圣女全都记得呢，这不符合逻辑啊！”夏风在心里疯狂吐槽。我就知道你不信。夏风那认真的表情反而让云雪芝觉得他根本没有相信，他也没有解释，而是非常认真的说道：“不过没关系，你只要知道我是你的娘子，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是你最值得信任的人。”“啊，好。”夏风真的很想知道自己在梦境中到底对这些极品圣女做了什么，竟然让他们对自己如此真心。早知道当初就只想着和一个极品圣女在梦中幽会了，那样的话早就抱得美人归了。可现在这么多极品圣女倒贴，他反倒是一个都不敢答应，不管答应哪一个都会引起众目，后果不堪设想。至于娘提议的一起娶了，他更是从未想过。那可是极品圣女，身份高贵，生性高傲，看上去乖巧可爱，一旦发怒，整个星宇城可能都会没了。这时牛战带着伏牛宗所有武王和武宗返回夏家。“霸刀圣女，我伏牛宗的所有武王和武宗都在这儿了，何时杀上云山宗？”牛战问道。“现在。”云雪芝淡淡的说道，随后转头看向夏风，温柔一笑，道：“相公，等我哦。”“云小姐小心。”夏风叮嘱道。虽然云雪芝实力很强，但云山宗也不弱，而且背后还有云象宗，万一云雪芝在这里出了事，夏家恐怕也会遭受霸刀圣地的怒火呀。“放心，相公还没娶我呢，我可舍不得出事。”云雪芝嘻嘻一笑，破空而去。牛战带着宗门内的强者也纷纷跟了上去。大厅内，孙李两家家主相互看了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震惊。他们这是要去灭了云山宗啊？这从此以后方圆百里岂不是只有伏牛宗一个中品宗门了？恭喜夏城主啊，从今以后这方圆百里的第一城主非夏城主莫属啊！孙李两家的家主纷纷向夏父道贺。伏牛宗宗主牛战能为夏家挡住云山，说明其已完全站在夏家这一方。等到伏牛宗成为方圆百里唯一的中品宗门后，夏家崛起自然也就势不可挡。更何况夏家还有北疆5大极品圣女送的嫁妆，南疆来的极品圣女应该也带了嫁妆，还有云山之前赔偿的10万下品灵石和1万中品灵石。如果此次覆灭云山宗，霸刀圣女再抢一些资源给夏家，那夏家的底蕴就更加恐怖了。作为星宇城如今仅存的2大家族，必须要和夏家打好关系啊。夏府微微一叹：“我倒是宁愿平淡一些。”夏城主说笑了。2位家主显然不信，都以为夏父在装逼。不要这种平淡的装逼，就算此时的夏父装再大的逼，他们也只能接着。夏风看了眼一脸讨好的2大家主一眼，转身准备回去睡觉。只要睡着了，他的修为才能突飞猛进。现在发生的战斗基本上都不是他这个级别能参与的，而夏风的敌人也不是一般人，那可都是极品圣地的圣子啊！谁也不敢保证他们会不会亲自动手，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夏风，这一次我看还有谁来救你？就在这时，云山那疯狂又充满杀意的笑声在城主府上空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了前院的院墙上，狂暴的杀意犹如实质。云山，他又回来了！夏风心头一跳，夏父飞奔而至，挡在夏风前面，冷冷地道：“云山，你还敢回来？就不怕被霸刀圣女再劈你一刀？”云山冷冷地说道：“别装了，我知道他们去灭我云山宗去了。
他们以为我逃回云山宗了。可笑，我就知道牛战那老匹夫不会放过这次灭我云山宗的机会，回云山宗岂不是自寻死路？所以我潜伏在半路，亲眼看到他们去了我云山宗才来的。好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夏风目光一凝，论实力，云雪之的确是要强过云山，但论心机，云雪之就太年轻了。云宗主，我们只是路过，夏家的事与我们无关。刚才还在大献殷勤的孙李2位家主见到云山出现，吓得连忙和夏家撇清关系。云山只是冷冷地看了2人一眼，并没有理会。你竟然丢弃了云山宗不管，好狠！夏母也赶了过来，挡在夏风前面，就连守护5阁的夏老也赶了过来。如今没有了牛战，没有了霸刀圣女，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哪怕是拼死，也要为夏风争取逃离的时间。云山宗，云山仰天大笑，只要我不死，云山宗随时可以重建。更何况，只要杀了夏风，我便能随意进入北疆5大极品圣地，又岂会在意区区一个云山宗？就算进了圣地，你也会被圣女针对。夏父冷声说道，同时低声对夏风道：小风，快走！走！你们一个都走不了。夏风还未说话，便见云山冷哼一声，隔空一爪拍了过来。云山爪遮天蔽日，碾压而下，整个夏家的人都在其笼罩之下。云山宗大长老的云山爪和云山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他娘的，老子刚获得了金手指，就要让我凉了吗？夏风眉头紧蹙，这种生死不由自己的感觉真的非常不爽。等到此事结束后，他一定要努力睡觉，将自己的修为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上来。夏父眉头紧皱，望着从天而降的巨手，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简，这是父亲临死前给他的，说是在遇到不可匹敌的强敌，夏家即将覆灭时捏碎，可保无虞。之前云山宗大长老带着一群武王出现时，他便想要捏碎，但霸刀圣女的出现打断了他。如今恐怕没有人再能救他们了，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就在他准备捏碎玉简时，一阵诡异的笛音缓缓响起，伴随着笛音响起，一道道阴刃破空而来，劈在那从天而降的巨手之上，顷刻间将巨手粉碎。夏父见状，将玉简再次收了起来，和夏母对视一眼，又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夏风。你们看我做什么？我不认识。夏风摇了摇头，心中却已经猜到，应该也是一名来自南疆的极品圣女。以音乐为攻击手段的极品圣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南疆的魔音圣地。来者应该就是魔音圣地的第一圣女。这些极品圣女在大夏帝国并不是什么秘密，每一任圣女的信息帝国都会公布。谁？云山并不知道极品圣女们出现与夏风的梦境有关，天底下会阴功的也不止魔音圣地，故而并不知道来人的身份。话音一落，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前院的院墙上，距离云山不足3丈。其人身穿白裙，容貌绝美，身材傲人，皮肤白皙，手中拿着一根玉箫，看着云山，冷冷地道：对我相公动杀念，你该死！你相公？云山心头一跳，之前出现倒贴夏风的全都是极品圣女，面前这位莫非也是极品圣女？南疆极品圣女阴功。他咽了口唾沫，问道：你莫非是魔音圣地第一圣女齐婉儿？既然认识我，那就自裁吧，省得浪费时间。齐婉儿冷冷地说道。云山眼中闪过一丝绝望，转头看向夏风，咬牙切齿地怒吼道：你他妈到底和多少个极品圣女有关系？夏风一脸无辜，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你能活着，应该可以帮我数一下。你……云山差点气吐血，转头看向齐婉儿道：魔音圣女，我哥是啰嗦。齐婉儿将手中的玉箫一挥，竟发出一道透明的阴刃，阴刃之上还不断传递出诡异的魔音，这魔音似乎能摄魂夺魄一般，让云山有了短暂的失神。等他回过神来，阴刃已经到了面前。不好！云山刚挣脱魔音的影响，回过神来才发现阴刃已经到了面前，顿时脸色巨变。云山壁！云山大喝一声，无尽灵气汇聚于前，瞬间形成一尊小山岳。之前云山宗大长老也施展过云山壁，只是在他身前凝聚出一道墙壁，和云山这座小山岳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可即便如此，在接触到阴刃的瞬间，便轰然碎裂，化为齑粉。云山手上出现一副拳套，泛着金属光泽，双手竖挡在身前。砰！阴刃斩在拳套之上，发出一声巨响，恐怖的力道瞬间爆发出来，将云山击飞，狂吐好几口鲜血。还未落地，云山猛地咬破手指，一滴精血流出，再拍在额头上，施展秘术，提前透支潜力，爆发出恐怖的速度，欲逃离这里。齐婉冷哼一声，玉箫一摆，刚想继续发动攻击，却又感应到了什么，抬头看了眼远处的天空，微微皱了皱眉，嘀咕道：哼，来得还挺快。生命囚笼！就在这时，一道娇喝声从遥远的虚空传来，一条条绿色的锁链从四面八方破空而来。云山不断躲避，却发现这些锁链不断穿插的过程中，竟然将他周围的空间封锁，让他能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少。父！又一声娇喝响起，只见那纵横交错的绿色锁链顷刻间收缩，化作一个囚笼，将云山困在其中。该死！云山怒吼，不断攻击囚笼。
可任由他如何疯狂攻击，都无法轰碎那绿色锁链组成的囚笼。嗡！就在囚笼成型的那一刻，一股恐怖的吞噬力从囚笼的四面八方涌现，不断地吞噬着他的生命力。他的容颜和头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好恐怖的手段！孙李两家家主看着云山的惨状，满脸骇然，同时心中又有些忐忑。之前云山出现，他们害怕之下急于撇清和夏家的关系，可那个时候他们又哪里知道会有魔音圣女等极品圣女出现？早知如此，他们当时就应该坚定地站在夏家这边。不知道现在再去巴结示好还晚不晚？夏风则目光一闪，修炼生命之力的南疆极品圣地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圣地。来人定然是生命圣地的第一圣女萧晴雪。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半空中上，她身着一袭绿裙，有着傲人的身材，绝世容颜之上带着一丝愠怒，手中拿着一柄绿色的生命法杖，缓缓踏空而来。每走一步都有一片生命之气绽放，使得周围的草木更加茂盛，树枝花朵盛开。它可以赐予万物生机，亦可以剥夺万物生命。你又是何人？云山已经放弃了挣扎，任由那生命囚笼吞噬自己的生命力，抬头看着踏空而来的女子，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用嘶哑的声音问道：生命圣地萧晴雪。女子看了云山一眼，淡淡的说道：动我相公，死不足惜。生命圣女萧晴雪。云山道心差点崩溃，这前前后后居然已经来了8大极品圣女，整个大夏帝国总共才10个极品圣女啊！这夏风到底有何魔力，竟引来这么多极品圣女不远万里前来相争？萧晴雪没有再去理会云山，而是瞬息间出现在夏风面前，自然而然地挽住了夏风的手臂，冰冷的脸上骤然绽放出甜美的笑容。嘻嘻，相公，我来晚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夏风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柔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别碰我相公。魔音圣女齐婉儿也凭空出现，挽住了夏风另一只手臂，瞪眼交贺。这是我相公。萧晴雪瞪了他一眼，手一挥，凭空出现3瓶丹药和一颗生机盎然的绿色果子，笑嘻嘻地道：相公，我嫁妆都带来了，你什么时候娶我？就你有嫁妆？齐婉儿冷哼一声，同样挥手取出3瓶丹药和一根笛子。萧晴雪也冷哼一声，为夏风介绍道：相公，我这3瓶丹药，其中1瓶是极品聚力丹，可以帮助武徒凝聚内力，成为武者；另外1瓶是重塑丹，可以重塑丹田；还有几颗破境丹，可以帮助修炼者突破境界。这绿色的果实名为生命果实，服用后可增300年寿元。死！孙李两家家主以及围观的夏家护卫队纷纷倒吸一口凉气。那小小的果实竟然可以增加300年寿命，这也太强了吧！若是一个寿命将近之人服下，凭空多了300年寿命，完全有可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相公，齐婉儿也抢着介绍道：我这3瓶丹药和他一样，这魔笛叫做小婉魔笛，是可净化极品攻击型灵气。相公，他那灵气有什么好的？还是我的生命果实更好，是吧？萧晴雪笑嘻嘻地问道。好。齐婉儿见状，不甘示弱地抱紧夏风的手臂，温柔地道：相公，那生命果实有什么好的？肯定是我的魔笛更好，摄魂夺魄，无往不利，是吧？好。那到底是我的好，还是他的好？齐婉儿和萧晴雪齐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撒娇。都好。夏风回过神来，干笑2声，说道：相公，你说嘛，到底是想要娶我还是娶这魔女？萧晴雪晃着夏风的手臂，撒娇道：谁是魔女？我看你才是魔女，动不动就剥夺别人的生命力。齐婉儿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要不你我斗过一场，谁赢了谁就嫁给相公。萧晴雪冷哼一声，说道：来啊，谁怕谁啊？齐婉儿冷声道。看着2女争夫，众人几乎已经震惊的麻木了，这已经是第7个和第8个倒贴夏风的极品圣女了。夏风看了看齐婉儿，又看了看萧晴雪，最终目光落在了云山身上。此时的他已经满头白发，皮肤充满褶皱。夏风试图转移注意力，问道：他会不会逃啊？嘻嘻，相公放心，一旦中了我这生命囚笼，除非超出我3个境界以上，否则是绝对逃不了的。萧晴雪笑道：原来如此。夏风点点头，心里却在想着用什么借口转移话题。萧晴雪和齐婉儿还在为谁嫁给夏风而争吵，随着时间推移，生命囚笼已经开始逐渐消失。而此时的云山，生命力的大量流失，导致他无法发挥自己的实力，甚至连在空中稳住身形都做不到，直接从空中坠落，轰隆一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待尘土散尽，云山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佝偻着背，苍老浑浊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被2大极品圣女环绕的夏风。武尊拥有5000年寿命，他不过活了数百年，还剩下4000多年的寿命。可如今片刻之间，他的生命力被那生命囚笼吞噬殆尽，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而且生命力被吞噬，他一身实力都无法完全发挥。生命囚笼剥夺生命，这也太恐怖了吧！看云山现在的样子，怕是我上去都能杀了他吧？我都怀疑他还拿不拿得动刀。孙李两家家主和夏家护卫队看着苍老到几乎认不出来的云山，心中充满了骇然。听着众人的议论，
看着被2大极品圣女倒贴的夏风，云山的道心终于彻底崩塌。他无法理解一个这些连他都不敢多看一眼的极品圣女，为什么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跑到星宇城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倒贴一个废物？明明自己就差那么一点就能杀了夏风，为什么这些极品圣女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自己的希望？苍天待我何其不公啊！云山的眼眸越来越红，杀意也越来越浓，脸上的表情无比疯狂。我就算是死，也要拉你们垫背！云山在心里咆哮，随后便见一股狂暴的能量在他体内疯狂积蓄，强大的气势引来所有人的注意。他的气势怎么突然变强了？夏家、孙家和李家护卫队们满脸愕然。不好，他想自爆，快跑！孙李2家家主齐齐色变，想也不想，转身就跑。既然你们不让我活，那就一起死吧！云山疯狂大笑，体内的能量越来越狂暴。相公，小心！萧晴雪和齐婉连忙上前，将夏风护在身后。你个白痴，你那什么破生命囚笼，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吸干？齐婉身体外凝聚出一道1丈厚的护体罡气，嘴里还不忘吐槽。萧晴雪也凝聚出一道1丈厚的护体罡气，嘟哝道：我们是生命圣地，又不是死亡圣地，凡事都要留一线。生命囚笼吞噬敌人9成9的生命力后就会自动消失。什么狗屁规矩！齐婉没好气地说道：早知道就该让我一刀吹死他，现在也不晚。萧晴雪道：现在？他马上就要自爆了，体内的能量已经处于爆破的边缘，现在就算杀了他，那股能量依旧会爆炸。齐婉冷声道：反正他已经必死，我何必再去补一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好相公一家人。夏叔叔、夏阿姨，快到我们身后来！萧晴雪也难得的同意了齐婉的观点，对大厅内发呆的夏父和夏母喊道：好！夏母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拉着夏父一同来到夏风身边。夏父的手中再次出现了那枚玉简，准备捏碎。夏风看了看云山，微微皱起了眉头，随后大喊道：夏家所有护卫队全部到我们后面来！立刻！原本呆滞中的护卫队们闻言，立即向夏风等人冲了过来。死吧，都给我死吧！云山状若疯狂，体内能量已经积蓄到了极致，即将爆炸。就在这时，一枚符篆从遥远之处划破虚空飘来，贴在了他的背上。怎么回事？我的能量怎么消失了？云山正等着自爆的声响传来，忽然发现体内积蓄到极致的能量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给我出来！他疯狂怒吼，疯狂凝聚能量，可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再凝聚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能量。是谁？给我出来！他知道有人对自己动了手脚，抬头看向天空，发出疯狂的怒吼。而守护着夏家一行人的齐婉和萧晴雪齐齐眉头一皱，那家伙来了，来得还挺及时。夏风也看着远方的天空，之前那枚符篆他也看到了，自然也猜到了来人的身份。南疆极品圣地中擅长符篆的只有天福圣地，来人应该就是天福圣女李诗情。一个濒死的废物也想拉我相公垫背？伴随着声音响起，一道身影从遥远之处踏空而来。她穿着紫色长裙，脚下是一条由无数符篆铺出来的大道，容颜绝世，身材高挑，又一个绝世美女，只是脸色有些冰冷，美眸中还蕴含着浓浓的杀意。你又是何人？云山试了好多次都无法积蓄能量，自然也就无法自爆。抬头看向空中的女子，用沙哑而苍老的声音问道：天福圣地，李诗情。女子已经降落在夏家前院的院墙上，看着地上的云山，冷冷地说道：天福圣女李诗情，大夏帝国10大极品圣女，如今已经来了9个了，还有一个天丹圣女没来了，或许天丹圣女已经在路上了。夏家、孙家和李家护卫队们震惊不已，议论纷纷。噗！云山闻言，当场一口鲜血喷出，气势变得更加萎靡。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夏风那个废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极品圣女倒贴？他想不通，更无比嫉妒。你该死！李诗情手一挥，万千符篆凭空涌现，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夸张了？夏风看着这一幕，有些目瞪口呆。现在的云山不过是垂死挣扎，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吗？齐婉和萧晴雪齐齐撇了撇嘴，小声嘟哝道：装逼呗，不然怎么吸引相公的注意？什么？夏风没有听清，疑惑地问道：没什么，我是说那云山该死。齐婉连忙说道：对，云山确实该死。萧晴雪也连连附和：是吗？夏风疑惑地看了二女一眼，没有多想，抬头继续看向战场。生命圣女，你们杀了我，也别想活着回到南疆。我哥是云山之前想要自爆，拉夏风等人垫背，可此时被那诡异的符篆封印，无法自爆，他反而又怕死了。这些极品圣女虽然实力强悍，但真正的修为和自己差不多。他的哥哥乃是天阶9重5尊，就算极品圣女们能跨境战斗，也不可能跨越玄阶、地阶和天阶3个境界。更何况云象宗内可不止哥哥一个天阶5尊，他想要用哥哥的名讳，用极品宗门云象宗来震慑这些极品圣女。我管你哥是谁，敢动我相公就得死！
可惜李诗情根本不给他报出家门的机会，手一挥，空中密密麻麻的符篆顷刻而动，前仆后继地向云山破空而去。不，云山现在修为被封印，连逃跑都做不到，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轰隆，一道道符篆在云山身上炸裂，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战场，顷刻间便将他的肉身炸得支离破碎，所剩无几的生命气息终于彻底消失。可即便如此，符篆依旧没有停止，直接将他的肉身炸得尸骨无存。死，好狠！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李诗情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恐惧。死了都不放过，还要鞭尸，这天赋圣女太狠了。刚逃出夏家，想要躲避云山自爆的孙李两家家主，此刻更是吓得腿软，差点瘫坐在地。这些极品圣女一个比一个狠，此时逃走会不会被激怒他们？想到这，他们又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夏家。就在大家以为结束之时，一道发着光的小小的身影在无尽的符篆中躲藏。云山的真灵，天阶9重武宗需要凝聚出真灵，才能突破成为武尊。武尊之境便是要将真灵不断的滋养长大，直到与肉身彻底融合。只要真灵不灭，武尊便可想办法重聚肉身。然而李诗情也是武尊，岂会忘了这一点？之前之所以要将云山鞭尸，让他尸骨无存，便是要逼迫他的真灵出来一起消灭。砰轰，符篆遮天蔽日，封锁了所有退路，爆炸之声不绝于耳。云山的真灵终究无处可逃，在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怒吼之后，被炸得粉碎，彻底泯灭。死！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下云山是真的彻底死了，真灵不存，神也复活不了。不得不说，这圣地的圣女是一个比一个猛啊！这天福圣女更是豪横，这么多符篆，得要多少灵石才能买到？她却不要钱似的，一股脑砸了出来，硬是将云山给砸得尸骨无存，真灵泯灭。在如此狂暴的符篆轰炸之下，不要说云山一个黄阶武尊，就算是玄阶、地阶武尊来了，也要退避三舍呀。李诗情拍了拍手，傲娇的扬了扬头，转身看向夏风，冷傲的俏脸上绽放出甜美的笑容，和之前那豪横凶残的天福圣女完全判若两人。相公！喊第一个字时，李诗情还在院墙之上，最后一个字时已经出现在了夏风面前。他伸出双手环住夏风的脖子，大眼睛扑闪扑闪，红唇一张一合，欺负你的家伙我已经杀了，相公要不要以身相许，娶我呀？他吐气如兰，说话之时热气扑打在脸上，有一股特殊的香味，让人很是迷恋。红唇近在咫尺，只要夏风脑袋往前凑一凑，便可一清芳泽。夏风顿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不由得吞了吞口水，干笑两声，吐出2个字来：谢谢。就这样，李诗情红唇一嘟，显得有些伤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夏风把她怎么了呢。呼！夏风有些受不了，目光移向了别处。这些极品圣女简直就是一群妖精，一个二个一来就来诱惑自己。要不是人多，他怕是真把持不住啊。齐婉和萧晴雪同时出手，一人抓住李诗情一条胳膊，将她拉了出去。后来的一边排队去。齐婉皱了皱眉头，瞪眼说道：就是先来后到，懂不懂规矩啊？萧晴雪也开口附和：切，相公娶谁，相公说了算，还有排队之理。李诗情翻了个白眼，手一挥，3瓶丹药和一堆符篆。相公，这是我的嫁妆。那3瓶丹药分别是极品聚力丹、重塑丹还有破镜丹，这一堆符篆是我亲手炼制的，什么爆裂符啊、封印符啊、飞行符啊、隐身符啊都有。李诗情说到这，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暧昧。相公，尤其是这隐身符妙用无穷哦，比如他们2个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隐身符藏在一边偷看哦。虽然他们2个也没什么看头。噗！在场所有人当场就喷了，这都什么虎狼想法？这些极品圣女的脑回路真的是很清奇。嗨嗨，那个夏风也是嘴角抽搐，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李诗情，你什么意思？齐婉和萧晴雪齐齐暴怒，众人还以为他们是被李诗情怂恿夏风偷看他们洗澡而怒，可二女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很是无语。什么叫我们没什么看头？我们哪里比你小了？齐婉和萧晴雪说着，还齐齐挺了挺胸膛。众人无语，感情是因为这个暴怒。看着又要争吵的3女，夏风一阵头疼。这个时候他也只能装疯卖傻，不敢多说一句话。几位姑娘，要不进客厅再聊？夏母连忙上前解围。好啊，听阿姨的。对于这个未来的婆婆，3大极品圣女可不敢有丝毫不敬。要想拿下相公，首先得拿下这个未来的婆婆。好好好，夏母乐得合不拢嘴，在3女的簇拥下向大厅走去。夏城主，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搬救兵。孙李2家家主走了过来，有些尴尬的笑道：哦，那可要好好感谢一下2位家主了。夏父并未戳破，依旧笑着说道。夏风看了2人一眼，没有说什么，转身准备返回大厅。就在这时，一股清香弥漫，众人下意识地回头望去，只见一名少女破空而来，顷刻间便出现在院墙上。少女倾国倾城，穿着蓝色的长裙，身材娇小，神色间带着几分俏皮。
相公，我天丹圣地离得较远，因此这才来得晚了些。少女微微一笑，下一刻出现在了夏风面前，巧笑嫣然地说道：天丹圣地，这莫非是天丹圣女孙雅竹？众人愕然，心中对女子的身份已经猜出来了。大夏帝国10大极品圣女，终于是全部来齐了。今日过后，整个大夏帝国都将震动，新宇城、夏家、夏风将彻底在大夏帝国出名了。你好。夏风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也只憋出2个字：真是个呆子。孙雅竹却也并不恼，只是嘻嘻一笑，随后小手一挥，凭空出现了4瓶丹药。这是我准备的嫁妆，分别是极品聚力丹、重塑丹、破镜丹和极品资质丹。这极品资质丹，无论你天赋如何，吞服之后可以瞬间将你的天赋提升到极品。什么？孙雅竹的话无异于是一记重磅炸弹，在众人的心中狠狠地炸响。竟然是极品资质丹，这可就太珍贵了。尤其是对于夏风这样天赋极差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就连夏父和夏母都为之震动。天元大陆天赋分为极差、低等、中等、上等、极品、绝世、传奇、妖孽。10大极品圣女全都是传奇天赋，再加上他们的极品圣体，即便是和没有特殊体质的妖孽天赋之人相比，也是毫不逊色。资质丹本就已经很稀有了，极品资质丹更是难得。最重要的是，这极品资质丹非常适合少城主啊！整个大夏帝国能拿出极品资质丹的，恐怕也只有天丹圣地了。众人低声议论，心中震撼无比。极品资质丹放到外界之中，必然能够引起一阵腥风血雨。毕竟没人保证自己的后代天赋一定好。若是有一枚极品资质丹，就算后人是个废柴，也能将其天赋提升至极品。孙李两家也是下意识地吞咽了口唾沫，眼中露出一抹贪婪。但很快，两人便是重重的摇头，心里暗骂不已。如果对天丹圣地的东西产生了贪念，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宝物固然重要，但那也得有命用才是啊。夏父只是眯着眼睛看着他们，并未说话。两人灿灿一笑，苦笑着道：夏城主，夏家注定会在今日过后响彻整个大夏帝国呀。夏父不语，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两人。孙李两家家主被看得头皮发麻，心有愧疚，低下了头，悄悄往后退了2步。这时夏父才微微一叹，心中暗道：响彻大夏帝国非我所愿啊，如果可以，我宁愿他一生平凡。嘻嘻，相公，这些嫁妆你可要收下才是。而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之下，孙雅竹伸出玉手轻轻一推，便将那几瓶丹药推到了夏风的面前。尤其是这极品资质丹，这可是我偷偷从我师傅那里偷来的，你赶紧吃了，不然我师傅追来可就麻烦了。孙雅竹笑嘻嘻地说道，在说到盗取师傅极品资质丹时，却没有丝毫的紧张。夏风目光紧盯着装有极品资质丹的玉瓶，道：这不太好吧？万一我吃了之后，你师傅真找来了怎么办？孙雅竹毫不在意地笑道：吃都吃了，师傅还能拿你怎么样？他要是敢动你，我就一头撞死。师傅最疼我了，一见我寻死就没辙。众人听得目瞪口呆，看样子这天丹圣女没少用这样的招数去对付他师傅。夏风没有再说话，这极品资质丹的确是他目前最为需要的东西。几女看到极品资质丹的时候，也是心中微微一叹。他们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嫁妆会比别人差，但极品资质丹一出来，他们就输了呀。倒不是说极品资质丹的价值就一定比他们的嫁妆高，只是对于夏风来说是最合适的。如果可以，他们也会准备一颗极品资质丹，只可惜这种丹药一般的炼丹师根本炼制不出来，只有天丹圣地才行。孙雅竹，你不讲武德呀！萧晴雪微微嘟囔着嘴，叹息一声说道：就是，这太不公平了。其他几女也纷纷附和：嘻嘻，你们要是有的话，也是可以拿出来啊。孙雅竹嘻嘻一笑，众女顿时语塞，比丹药，谁能比得过天丹圣地？那可是专门为炼丹而生的圣地，整个大夏帝国的炼丹师有一大半都是从天丹圣地出来的。夏风看了看众女，嘴唇几次张了又张，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的确，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极品资质丹来提升天赋。虽然他能在梦中修炼，可天赋却依旧奇差无比。梦中足足修炼了500年啊，才勉强只能达到地阶9重武者。那云山也不过修炼了数百年，都已经是黄阶5尊了。如果能将资质提升至极品，他的修炼速度应该不会比云山差多少。只是先前北疆5大极品圣女在订婚宴上帮自己出气，大涨夏家威风，还有这南疆其他4大极品圣女从云山手中救了自己和夏家，都是对自己和夏家有过帮助的。如果自己接受了孙雅竹，岂不是会伤害到他们？这时齐婉叹息一声，对夏风说道：相公，收下吧，虽然不太想看到他得逞，可我知道这是目前最适合你的。是啊，相公，收下吧。李诗情也开口说道：相公，就算你要娶她，我也可以给你当妾的。萧晴雪笑嘻嘻地说道：对，我们也可以给相公当妾。李诗情和齐婉也纷纷附和。孙雅竹没有说话，只是一脸期盼地看着夏风。当妾？现场众人听到这2个字都有些目瞪口呆。拜托，你们可都是极品圣女，身份何等尊贵，
既然甘愿给别人当妾，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能不能不要这么的舔狗？天下男人那么多，传奇天才也不是没有，为何就要单恋夏风这一根草？众女都期盼地看着夏风，真诚地希望他能收下那极品资质丹。虽然在梦境中，相公最终成为了至尊，可他的天赋也是在一次次机遇中成长起来的。现实中，相公的天赋已经是奇差无比，有了这资质丹，相公的修炼之路便会平坦许多，轻松许多。夏母和夏父也看着夏风，眼神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夏风能当一个平凡人，远离纷争；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夏风能摆脱废物的名号，成为一名强者。此刻的他们心情极为复杂。就在这时，灭了云山宗的霸刀圣女云雪之也带着伏牛宗主牛战等人返回。牛战满面红光，灭掉云山宗后，方圆100里之内也就只有伏牛宗一个中品宗门了。搞定了。夏风开口问道。云雪之嘻嘻一笑道，区区云山宗又岂能逃得了我的霸刀？不过那云山并未回云山宗，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云山啊，他在你们走后返回夏家，想要杀我，幸好这几位圣女及时赶来，杀了云山。夏风指着孙雅竹等4大极品圣女说道。好一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云雪之俏脸微微一变，还好其他极品圣女及时赶来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看了看其他4女，傲娇地说道，本来我还想独霸相公的，不过看在你们救了相公的份上，就算了。云雪之，你还想独霸相公？萧晴雪撇了撇嘴道，人家孙雅竹可是带来了极品资质丹，比你那破刀可珍贵多了。极品资质丹？云雪之俏脸再次一变，片刻后叹息道，这还怎么比？孙雅竹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就是他为什么冒着被师父揍一顿的风险，也要将这极品资质丹偷出来送给夏风的原因。有了极品资质丹，其他9大极品圣女都没法和自己争相公的正妻之位了。云雪之叹息一声，对夏风说道，相公，他这嫁妆你还是收下吧，我可以给你做妾。又要做妾？听闻此话的众人嘴角微微抽搐，尤其是孙李2家家主更是不断的暗中打量夏风，这小子究竟何德何能，能够得到10大极品圣女的青睐？一个接着一个携带嫁妆而来，甚至宁愿做妾也要倒贴。难不成夏家还有什么隐藏的身份？众人纷纷猜测起来。孙小姐，夏风开口道，只不过刚叫了个称呼，便被孙雅竹打断。叫娘子。孙雅竹嗔道。夏风摸了摸鼻子，试探着说道，要不我叫你小竹也行吧。孙雅竹点点头。小竹，这极品资质丹我的确是非常需要，我就暂时收下了，以后我会给你补上同等珍贵的东西。夏风说道。收下吧，赶紧吃了。孙雅竹连连点头，催促道。夏风收了嫁妆道，你们若不急着回去的话，就在城主府住下吧。不急不急，相公还没娶我呢，回去做什么？孙雅竹笑嘻嘻地说道。就是，等过几年给我师父抱个大胖孙子回去。齐婉笑道。周围的众人听到这话都差点一头栽倒，不愧是魔音圣女，这也太彪悍了。天色已晚，今日也累了，不如早些歇息吧。夏风说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试试这极品资质丹，并在梦中修炼一番了。好。5女齐齐点头。夏城主，既如此，我们也告辞了，他日再来拜访。孙李2家家主也知趣地向夏父辞行。好。夏父点点头，将2人送出府。姑娘们，跟我来，我给你们安排住处。夏母则带着5女进入城主府内院，给他们安排了5间房休息。夏风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极品资质丹从玉瓶里倒出，顿时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极品资质丹，从此我再也不是天赋奇差之人了。夏风眼中闪过一丝火热，没有任何犹豫，一口便将极品资质丹吞入腹中。极品资质丹入腹，迅速的融化，夏风的天赋开始迅速飙升，头脑似乎都变得更加清晰。他拿出伏牛功翻看，以前不明白的地方，此刻居然只是看一眼便能理解，这天赋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整本伏牛功都被他完整的看完，也基本上理解的差不多了。在现实中，他也可以凭借着极品天赋修炼了。不过对于他来说，现实中修炼太慢了。看完之后，他并未修炼，而是躺床上睡觉去了。只有睡着了，梦境珠才会为他构造梦境。虽然他记不住梦境里发生了什么，但醒后就会获得梦境中的修炼成果。随着夏风入睡，在他的脑海深处，梦境珠闪烁着淡淡的白光，勾勒出一个梦境世界。在梦境世界中，一阵阵大道之音响起，不断的讲解着伏牛功的奥妙。梦中1000年，现实中3个时辰。天已经亮了，夏风伸了个懒腰，从沉睡中醒来，随后立即盘腿而坐，脸上带着浓浓的期待。梦境世界发生的一切，他完全不记得，但他知道梦境珠一定发挥了作用，自己在梦中肯定修炼了很多年。现在就是检验梦中修炼成果的时候了。忽然，一阵阵信息凭空涌入脑海，那是关于伏牛功的一切。他下意识地运转伏牛功，轰隆隆！突然，天地间无数灵气朝此处蜂拥而来。在夏风的屋顶上，顷刻间汇聚成了一条乳白色的灵气巨龙。
那是小峰的房间。夏父夏母5大极品圣女死皮赖脸留下来的牛战全都骇然失色，向夏峰的房间赶来。在他们赶到之时，便见那灵气巨龙不断的盘旋飞舞，最后直接朝夏峰的头顶上疯狂的灌去。嗡！恐怖的灵气在他体内被伏牛功炼化，转化为内力。天阶1重武者，天阶9重武者。顷刻间，他便从地阶9重武者突破到了天阶9重武者。这夏父夏母5大极品圣女以及牛战全都惊呆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灵气还在不断涌入，伏牛功不停的运转炼化，狂暴的内力在他体内挤压，最终蜕变为真气。真气，这是武师的标志。他成功晋级黄阶1重武师了，寿命可达500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算是服用了极品资质丹，将天赋提升到极品，也不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从地阶9重武者到黄阶武师，只在顷刻间，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岂是极品天赋能做到的？嗡！更多更加狂暴的灵气蜂拥而来，继续涌入夏峰体内。还没完！众人瞠目结舌，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盘腿坐于床上的夏峰，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撼。突破还在继续，黄阶2重武师、玄阶武师、天阶武师，而且还没有停止的趋势。大量的灵气疯狂地将夏峰包裹在了一起，汹涌澎湃的灵气将他整个人缓缓地托起。他体内大量的真气在他的四肢百骸快速流动，最终汇聚于丹田，相互挤压。咚！终于，一滴液体在丹田中心成型，2滴、3滴，越来越多的真气压缩成液体，最终形成了一个小湖泊。真气化液，形成真元，这便是武王的标志。成为武王后，便可拥有1000年寿命。武王了！牛战喉咙有些发干，声音有些嘶哑。他当初从天阶9重武师突破到武王之境，用了足足10年的时间，可夏峰却在呼吸之间就突破了。这他妈是极品天赋能做到的？南疆5大极品圣女相视一眼，也充满了震惊。这种恐怖的突破速度，即便是作为传奇天才，加上极品圣体的他们也做不到啊！夏父和夏母也相视了一眼，眼中充满了兴奋、自豪和一丝担忧。应该到此为止了吧？众人心里暗暗想到。然而，那狂暴的灵气却并没有消失，依旧在不停地涌入夏峰体内。黄阶武王、玄阶武王、天阶9重武王，接二连三的突破，强大的气息透体而出，看得所有人都满脸呆滞。轰！丹田中无尽的真元开始旋转，形成一个漩涡，不断的疯狂挤压，最终在丹田中心形成一颗金丹。当金丹成型的那一刻，所有的真元疯狂没入金丹之中，顷刻间，那充盈整个丹田的真元便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颗拇指大小的金丹。这便是武宗的标志，拥有3000年寿命。武宗的气势释放而出，将只有武王之境的夏父和夏母都震退了几步。5大圣女齐齐上前，释放出护体罡气，为夏父和夏母挡住这股威压。武宗！牛战艰难地吐出2个字。他当初从天阶9重武王突破到武宗，可是用了整整50年的时间啊！而夏峰依旧在呼吸之间就突破了。他是天生神体吧？牛战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喉咙，用反问的语气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猜测。天生神体？5大极品圣女眼睛一亮，虽然梦境中并没有透露出相公是天生神体，但只有这个解释才说得通。夏父和夏母相视一眼，齐齐摇了摇头。儿子什么体质，他们最清楚，哪是什么天生神体，根本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体。可为何修炼速度竟如此恐怖，比当初的父亲还要恐怖？夏父眉头紧锁，眼眸中充满了疑惑。灵气还在涌动，突破还在继续。玄阶武宗、地阶武宗、天阶武宗，咔嚓！夏峰体内金丹忽然破碎，一个巴掌大小的小人盘腿坐于丹田之中。这便是武尊才有的真灵，拥有5000年寿命。只要真灵不灭，便可重塑肉身。真灵成型的那一刻，属于武尊的恐怖气势荡漾开来。好在有5大圣女挡住这股威压，不然夏父夏母还真无法抵挡。武尊了！牛战开口说道，声音沙哑到几乎都听不清了。所有人都傻傻地看着夏峰，呼吸间便突破到了武尊，这也太恐怖了吧！灵气还在继续翻涌，夏峰的修为还在疯狂突破。黄阶9重武尊、玄阶1重武尊，一直到玄阶9重武尊才停了下来，蜂拥的灵气也随之消散。几个呼吸的时间，夏峰便从地阶9重武者突破到了玄阶9重武尊，接连跨了4个大境界，135重小境界。细细一想，所有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这他妈真的是个妖孽啊！嘻嘻，不愧是相公。震惊过后，孙雅竹捂嘴轻笑，相公就是最厉害的。另外4大圣女也笑了起来，精致的俏脸上满是自豪。唉，就在这时，夏峰刚从修炼状态中苏醒过来，并未发现门外的众人，低声叹了口气，嘟哝道：可惜伏牛功品级不够，不然应该还可以继续提升。玄阶9重武尊已经是伏牛功能修炼到的极限了。牛战闻言顿时无语，这可是伏牛宗的正派武学，连他都还没有修炼到圆满境界呢。这个变态
几个呼吸间就圆满了。不过对于夏风的话，他神奇般的竟然没有反驳。他也有种感觉，如果伏牛宫的品级再高一些，夏风还能继续突破。他想了想，终究还是没忍住，好奇地问道：夏公子，你是怎么做到的？夏风这才发现门外的众人，起身笑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睡了一觉，醒来就这样了。睡了一觉，醒来就突破135重境界。牛战默然无语，回想起昨天下午夏风来向自己请教伏牛功，听自己讲解时的场景，也是在睡了一觉后，直接从武徒突破到了地阶9重武者。可这也太诡异了吧！不愧是相公，几个呼吸间就超过我们了。相公，你这天赋简直太妖孽了，跟我回霸刀圣地吧，我师父肯定会封你为第一圣子。回什么霸刀圣地，要回也是回我的魔音圣地。别争了，我才是相公的正妻，肯定跟我回天丹圣地啊。5大极品圣女可不管那么多，见到夏风突破完成，直接扑了上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比他们自己突破还兴奋。夏风被舞女环绕，时不时的被不同的柔软挤压，裂开的嘴就没有合拢过。夏父和夏母相视一笑，转身离去。牛战也摇摇头，唉声叹气的离开了。自己堂堂伏牛宗宗主，在伏牛宫的造诣上还比不上一个才接触伏牛宫1天的人，实在是可悲可叹。第2日天刚亮，一座巍峨高山之上，极品宗门云象宗宗主云象坐在大殿宗主位置上闭目养神。大殿之中，被临时叫来的副宗主云峰和10大执法长老皆沉默不语。往常这个时候，宗主应该还在闭关之中，今日怎么突然出关，还临时召集1名副宗主和10大执法长老？众人心中充满了疑惑。就在这时，云象睁开了眼睛，面无表情地开口说道：云山死了。什么？众人皆惊。这云山可是宗主的亲弟弟，只是不想一直活在宗主的羽翼之下，自己跑去创建了一个中品宗门云山宗。有实力的宗门都知道云山的身份，碍于云象宗的实力，也不敢对云山宗做什么。至于那些比云象宗还强大的极品宗门，也不屑于对一个中品宗门做什么。故而云山宗一直都是顺风顺水。今日骤然听闻云山死了，众人如何不惊？宗主，云山被何人所杀？副宗主云峰沉声问道。他与云象和云山虽不是亲兄弟，却也是有一些血缘关系的，这才能当上云象宗的副宗主。南疆5大极品圣地第一圣女。云象淡淡的说道。南疆5大极品圣女。听到这话，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云峰此时也突然想起昨日流传出来的一则震惊北疆的消息，北疆5大极品圣女相继出现在一个叫新玉城的小地方，倒贴一个叫夏风的废材。据说那夏风和云山也有一些小摩擦，若说有人敢杀云山，也该是北疆5大极品圣女，和南疆5大极品圣女又有何关系？此时的云峰还没有得到南疆5大极品圣女抵达新玉城的消息，就连云象都是今天一早才得知的。他看了看云峰等人，语气阴沉地说道：昨日下午，南疆5大极品圣女也抵达新玉城，霸刀圣女灭了云山宗，天福圣女杀了云山。那个新玉城莫非有什么宝贝？还是说这南疆5大极品圣女也是来倒贴夏风那个废物的？长老们议论纷纷，震惊不已。其中一名长老试探着问道：宗主，你不会是想让我们去杀了南疆5大极品圣女，为云山报仇吧？其他长老闻言都愣住了。那可是南疆5大极品圣女啊，杀了他们无异于是在同时向南疆5大极品圣地宣战，云象宗旦夕间就会被轰成渣呀。云象看了那长老一眼，淡淡的说道：云山之死，夏风才是罪魁祸首。云峰，你带着10大执法长老前去新玉城诛杀夏风。另外，这不仅是为了给云山报仇，同时也是北疆5大极品圣子的要求。是，宗主。云峰领命，带着10大长老破空而去。新玉城城主府，正在南疆5大极品圣女环绕之下的夏风，忽然察觉到一股股强大气息波动，正在以恐怖的速度靠近。全是武尊。夏风眉头微微一皱，已经猜到来人的身份了。云山被杀，他的哥哥云象不可能无动于衷。南疆极品圣女的身份或许能镇住他，但若是北疆5大极品圣子在背后怂恿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与此同时，南疆5大极品圣女也察觉到了那恐怖的气息，柳眉微蹙。出去看看。夏风正准备前往城主府上空，突然心里一动，没有动用武尊特有的灵力，而是步行来到了院子里的空地。南疆5大极品圣女相视一眼，也纷纷跟在他身后。片刻后，11名武尊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空中，凭空而立。其中为首之人身材魁梧，气息比之其他10人还要强上很多。你们是何人？来我夏家有何贵干？夏风仰头沉声问道。你就是夏风？云峰俯瞰下方的夏风问道。正是。你是何人？夏风再次问道。哼！云峰冷哼一声，转而看向南疆5大极品圣女，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不明白堂堂极品圣女为何会一起跑来倒贴夏风，不过此时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沉声道：北疆极品宗门云象宗副宗主云峰见过南疆5位圣女。你来做什么？孙雅竹淡淡的问道。云峰指着夏风冷声道：
此子与我宗宗主的弟弟之死有关，还请5位圣女将他交给我，带回云象宗。他日，我宗定会带上厚礼，给诸位赔罪。笑话！霸刀圣女云雪之冷笑一声：“你来之前难道没有打听清楚情况？不知道他是我们未来的相公，想带走我相公，先问问本圣女手中这把刀答不答应？”说着，他的手中出现了那把漆黑的刀，刀身震动，闪烁着霸道而凌厉的气息。不错，想要带走相公，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魔音圣女齐婉儿、生命圣女萧晴雪、天福圣女李诗情、天丹圣女孙雅竹也齐声大喝，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兵器。云峰眉头紧皱，伸出手来往空中猛地一照，一柄宽刀浮现，被他紧紧握在手中。我云象宗无意得罪南疆5大极品圣地，但夏风今日必须死。他冷冷地说道，随后猛地一刀劈下，恐怖的刀芒足有20余丈，当空落下。可怕的气势压得刚从后院跑来的夏父和夏母，以及从5阁赶来的夏老都不得不停下来，调动真元来抵挡。该死！夏父脸色阴沉，云象宗竟然来了11名武尊，即便小风突破到玄阶9重武尊，即便有南疆5大极品圣女相助，恐怕也很难抵挡。他的手中再次出现了那枚玉简，只要发现夏风等人不敌，立即捏碎。哼！南疆5大极品圣女齐齐冷哼一声，腾空而起，各自反击，将那恐怖的刀芒抵挡在城主府上空。轰隆一声巨响，恐怖的余波以5大圣女为中心荡漾开来，将远处的大树都直接震得粉碎。若是在地面上抵挡，即便能挡住这刀芒，城主府也会被余波轰塌。既然上来了，就别下去了。云峰手一挥，5名长老破空而来，和他一同将南疆5大极品圣女团团围住。他们的目的不是斩杀南疆5大极品圣女，而是将他们拖住，给另外5名长老斩杀夏风的时间。他之前那一击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要攻击城主府或者南疆5大极品圣女，而是要将南疆5大极品圣女吸引到空中来，远离夏风。与此同时，另外5名长老纷纷抬起了手，准备发动攻击。相公小心，他们都是黄阶9重武尊。云雪之提醒道。其他4大极品圣女也都面露担心，他们的表情被云峰尽收眼底，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宗主终究还是有些小题大做啊，斩杀一个武者，何须这么多武尊一起来？诸位圣女切莫冲动，只要你们待在这别动，我们是不会攻击你们的。待杀了夏风之后，我宗定会赔上厚礼。他淡淡的说道。哼！南疆5大极品圣女冷哼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在静静的等待时机。相公是玄阶9重武尊，暂时并没有太大的危险。他们被云峰这个地阶1重武尊和5个黄阶9重武尊包围，短时间内也很难突围，必须看准时机，一击必杀。小风，小心！夏父和夏母以及夏老都发出了呐喊。夏父握着玉简的手也在微微用力，随时准备将其捏碎。夏风眉头微皱，如今虽然有玄阶9重武尊境界，可最强的武技却只有高级极品的流光剑。一旦被5大黄阶9重武尊发现端倪，躲在远处攻击，他还真没什么办法。他最大的优势便是对方并不知道自己是玄阶9重武尊，若是靠着体内远比对方雄厚的灵力突袭，应该可以一击必杀，以此来震慑另外4人。他的手中出现了清雪剑，可进阶型极品灵器。见到清雪剑，云象宗所有人都是一愣，即便是云峰眼中也露出一丝贪婪之色。灵器他们并不缺，但可进阶型的，整个云象宗都没有一件。若能将这把宝剑抢过来，以后都不用为兵器发愁了。小子，受死吧！其中一名长老大喝一声，经受不住诱惑，直接破空向夏风杀来。老石，你小子又来阴的！其他4人害怕被老师抢走那把可进阶型灵器，也都放弃了用武技远程攻击，纷纷破空而来。哈哈，可进阶型灵器是我的了！老石大笑不止，一掌向夏风拍去，另一手抓向夏风手中的清雪剑。他的手掌上蕴含着强大的灵力，这一掌落下，别说是武者了，即便是武王也要被拍成肉泥。然而就在这时，夏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在嘲笑我。老石见状，心中闪过一丝不安。忽然夏风手一挥，清雪剑出鞘，流光一闪，从老石的脖子上划过。砰！人头落地，一道小人从他的脖子中钻出，想要逃跑，却被早有准备的夏风一把抓住。武尊，玄阶武尊，你竟然是武尊！小人使劲挣扎，却发现自己被狂暴的灵力束缚，根本挣脱不了，不禁惊恐的大叫：玄阶武尊！听到这话，刚冲过来的4名武尊猛然停下脚步，骇然地盯着夏风。不是说他只是一个地阶9重武者的废物吗？为何会是玄阶武尊？如此年轻的玄阶武尊，这天赋比帝国10大极品圣女还强，这他妈是废物！一时间，4大云象宗长老不敢轻举妄动。夏风冷笑一声，狂暴的灵力喷涌而出，顷刻间便将老师的真灵捏爆。随后身体一晃，提着清雪剑主动向剩下的4名云象宗长老杀了过去。他没有高深的武技，只有流光剑可用，不能让这4大武尊躲在远处攻击。他唯一的胜算便是靠着雄厚的灵力和4大武尊近身战。4大长老被夏风一击秒杀黄阶9重武尊的恐怖实力所震慑，眼见夏风主动杀来，心里发虚，
哪还能想那么多，纷纷围杀过来，只求4人联手能将夏风斩杀。空中观战的5大长老和云峰见到夏风一击秒杀1名长老，又主动攻击4名长老，都呆住了。情报有误，该死！云峰脸色阴沉，死死地盯着地面上的战场。这小子明明是玄阶5尊，情报中竟然说是地阶9重武者。他妈的，玄阶5尊和地阶武者差距比天还大，这他妈也能弄错？等回去之后，非得把弄情报的人给砍了。在云峰心中咒骂之时，南疆5大极品圣女相视一眼，了然地点了点头。魔音圣女齐瓦尔吹响玉箫，魔音响彻战场。原本就处在分神之中的5大长老，顿时就被魔音所影响，再次陷入呆滞之中。等到5大长老好不容易清醒过来，却见无数符篆破空而来，化作一条条符篆纽带，将5大长老瞬间捆绑。生命囚笼！生命圣女萧晴雪低喝一声，一条条绿色的锁链纵横交错，将其中3大长老同时困住，并疯狂吞噬他们的生命力。同时操控3个生命囚笼，已经是萧晴雪的极限了。霸道绝命斩！霸道圣女云雪之大喝一声，手中漆黑的刀猛地一劈，一道恐怖的黑色刀芒携带着霸道灵力，却又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向剩下2名长老其中1人破空斩去。到我丹炉中来吧！天丹圣女孙雅主手一挥，一尊巴掌大小的炼丹炉凭空飞出，在最后1名长老头顶变大，猛地将他罩住。随后孙雅竹隔空一抓，将丹炉抓了回来。丹炉炉盖盖上，他双手掐着炼丹诀，无穷无尽的丹火自丹炉中燃烧而起。噗嗤，刀芒将1名长老拦腰斩断。丹炉在剧烈挣扎，却被孙雅竹死死控制。齐真灵从尸体中钻出，向云峰破空而去。副宗主，救我！真灵惊恐的大喊。云雪之冷哼一声，漆黑的大刀再次一挥，一道漆黑的刀芒闪过，直接将那真灵斩碎。一张张符篆顺着生命囚笼的缝隙间钻入，贴在那3名长老身上。爆！李诗情大喝一声，所有符篆齐齐爆裂，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战场。萧晴雪这一次则是主动操控3大生命囚笼，主动疯狂地吞噬3大长老的生命力，吞噬速度可比生命囚笼自己吞噬云山时要快多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等到云峰反应过来，一切都晚了。该死！云峰脸色阴沉，挥刀向萧晴雪斩去，想要营救剩下的3名长老。拦住他！云雪之、齐婉和李诗情纷纷出手挡住云峰的攻击。噗！这一次云峰含怒发出的攻击蕴含着恐怖的力量，即便是3大极品圣女联手也被打得吐血，受了不轻的伤。不过就耽误这片刻功夫，生命囚笼中的3大长老已经被吞噬完生命力，化为飞灰消散于空中。与此同时，孙雅竹的丹炉也定制了震动，炉盖打开，一枚金色的丹药破空而出，悬浮于空中。他竟是将那名长老给炼成丹药了。夏家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不愧是极品圣女，虽然仅仅只有黄阶3重武尊之境，却能顷刻间秒杀5大黄阶9重武尊的云象宗长老，这太恐怖了。呼！5大圣女长出口气，虽然为了杀这5大长老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值得。不！云峰目眦欲裂，地阶5尊的气势释放而出，他状若疯狂，怒吼道：你们找死！此刻的他已经被怒火蒙蔽了理智，哪还管什么南疆5大极品圣女杀不杀得。举起手中大刀，恐怖的灵力引动天地灵气不断向大刀汇聚。他对南疆5大极品圣女动了杀心。5大极品圣女并肩立，俏脸凝重，纵使拥有极品圣体，面对地阶5尊的攻击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啊！就在这时，地面上的战场再次传来一声惨叫，将愤怒的云峰惊醒。他回过神来，转头看向地面上的战场，才发现1名长老又被夏风重创。夏风，你给我去死！云峰终究还是没敢向南疆5大极品圣女下杀手，刀锋一转，准备向地面上的夏风发动攻击。拦住他！孙雅竹大喝一声，将手中的丹炉向云峰砸去。恐怖的力道划破虚空，顷刻间出现在云峰面前。砰！云峰大刀一劈，将丹炉劈飞，在空中滴溜溜旋转一圈后，再次飞回孙雅竹手中。你的对手是我们！云雪之等人纷纷破空，将云峰围在中间。这一次换作他们来拖住云峰了。你们不要逼我，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云峰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杀我们？那也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李诗情手一挥，无尽的符篆破空，密密麻麻，遮天蔽日，无穷无尽地向云峰发动攻击。寻常修炼者求一枚符篆而不可得，在李诗情手中却仿佛不要钱似的。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符篆，即便是同为极品圣女的云雪之4女也不禁暗自咂舌。5大极品圣女拖住了云峰，夏风再无后顾之忧，他靠着雄厚的灵力不断贴着余下的3大武尊疯狂攻击，来来去去就是一套流光剑法，却打得3人狼狈不堪。不对，他好像只会这一套剑法。但时间一久，夏风的破绽终究还是被那个被他重创退出战场休息的云象宗长老发现了。他脱离战斗，以局外人的视角观看，才发现夏风来来去去就只施展一套剑法战斗，从未施展过其他武技。好像还真是。
与夏风大战的3名长老闻言，这才发现这点。好小子，差点被你唬住了。其中一名长老冷声说道：“即便你是玄阶武尊，没有强大的武技，又能发挥出多少力量？散开，不要与他近身战。”3名长老联手逼退夏风，身形暴退。云象般若功，3名长老齐声大喝，纷纷施展云象宗绝技。顿时间，3头3丈高的巨象在他们头顶凝聚。小子，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抵挡！3名长老手一挥，3头巨象以恐怖的速度从3个不同的方向冲杀而来。被发现了吗？夏风喃喃自语，随后向其中一头巨象冲杀而去。恐怖的灵力不断涌入清雪剑中，强悍的气势荡漾开来。清雪剑猛地一劈，一道流光闪过，竟是硬生生将那巨象给劈开，化作能量消散在空中。随后他的身体猛然消失，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对面那名长老面前。清雪剑一挥，流光剑法再次劈出，这次的攻击比之前都要迅猛。那名长老只能用带有拳套的双手挡在面前。砰！一声巨响，那名长老被当场劈飞，狂吐好几口鲜血，身受重伤。轰隆！而此时，另外2只巨象才轰然落地，整个院子直接被炸没了。好在夏家护卫队早就撤出去了，不然就这一击便能让他们全军覆没。这气势，余下2名长老看着夏风，皆满脸震撼。夏风提着清雪剑，转身看着2人，冷冷地说道：“我的确只会这套流光剑法，可你们也并没有弄清楚我的真正实力。我可不是寻常玄阶武尊，而是玄阶9重武尊，距离地阶武尊也仅仅1步之遥。”死！竟是玄阶9重武尊，比我们整整高出一个境界啊！2名长老骇然失色。玄阶1重武尊和玄阶9重武尊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除了拥有特殊体质的那群人，根本没有人能跨越这么大的差距战斗。幸好这夏风不会其他强悍的武技，不然他们恐怕早就死了。不能让他近身。未受伤的2名长老再次施展强悍的武技攻击，受了重创的2人则服用了丹药，正在疗伤。就你们有丹药？夏风手一翻，手心出现了一颗丹药，浓郁的香味扑鼻。吃下之后，强悍的能量在体内流窜。轰！下一刻，一股恐怖的气势荡漾开来。地阶武尊，4名长老呆住了。正在和南疆5大极品圣女大战的云峰也呆住了。他竟然服用了破镜丹，突破到地阶武尊了。他妈的，简直暴殄天物啊！一般来说，破镜丹是用在突破大境界的瓶颈之上，没有人会用来突破大境界之内的品级，那简直太浪费了。破镜丹本就是稀有之物，谁也不会像夏风这般乱用。可惜他们并不知道，大夏帝国10大极品圣女送的嫁妆里各有4颗破镜丹，他手中总共有40颗。快发动攻击！2名长老回过神来，再次向夏风发动了攻击。一道剑芒斩碎虚空而来，一只巨手当空拍下。尔等可闻，一力降10会。突破到地阶武尊的夏风冷笑一声，向其中一名长老破空而去。清雪剑一挥，施展出流光剑法，直接将那道剑芒劈碎。随后他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那名长老面前，清雪剑一挥，再次发动了攻击。噗嗤！那长老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一剑劈成2半，一道小小的真灵破空而去，藏入了其中一名正在疗伤的长老衣服中。砰！巨手拍下，被夏风的护体罡气挡住。随后他一剑劈出，将那巨手劈碎，转身向最后一名长老攻击而去。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花里胡哨是没用的。夏风冷冷地说道，清雪剑不断挥舞，一道道流光向那长老攻击而去。流光剑法无法远距离攻击，只能近战。好在云象宗的人都不太擅长速度，夏风凭借着远超他们的灵力，所爆发出来的速度比他们施展身法类武技还快。砰！没过多久，剩下那名长老也被夏风重创，倒飞而出。该死！正在和南疆5大极品圣女大战的云峰脸色铁青，怒吼一声，便想突破封锁，前去支援长老们。休走！云雪之娇喝一声，漆黑的大刀一挥，霸道而凌厉的刀芒破空而去。给我留下！其他4大圣女也纷纷娇喝一声，向云峰发动了攻击。云峰纵然实力强大，面对5大极品圣女的攻击也不敢大意，被迫停下。大刀挥舞，将攻击一一挡下后，脸色阴沉地道：“滚开！我不想杀你们，但不代表我杀不了你们。”他堂堂地阶武尊，带着10大黄阶9重武尊的执事长老来围杀夏风，本以为10拿9稳，万万没想到那夏风竟然是玄阶9重武尊。如今服下破镜丹，临阵突破后，更是和自己一样达到了地阶武尊的境界。如果不趁其还未稳定境界，也没有学会太高深的武技之前将其斩杀，日后必将成为云象宗的大敌。最关键的是，如果让夏风杀了那几个长老，就会和5大极品圣女联手围攻自己，那自己的处境就太危险了。想杀相公，除非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5大极品圣女齐声说道，神色坚定。只要拖住云峰，等到相公斩杀那几个长老后，与他们联手，才有斩杀云峰的机会。这是你们自找的。云峰咬牙切齿地说道，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怒火和仇恨。等我杀了你们，在荼光星宇城的人，谁还知道是我云象宗做的？恐怖的灵力在他体内涌动，
手中大刀吞吐着可怕的刀芒。他将大刀扔出，一飞冲天，悬浮于高空之上，不断地吸收着天地灵气，恐怖的威压席卷开来。五大极品圣女都不敢大意，纷纷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攻击。云象天威斩！云峰大喝一声，手诀一掐，大刀却陡然消失，下一刻便出现在夏风身后，当头斩下。不好，相公小心！南疆五大极品圣女正在专心应对云峰的攻击，没想到他这一招居然可以穿梭虚空，直接出现在夏风身后，让他们没有丝毫防备。正准备一鼓作气斩杀被自己重创的云象宗长老的夏风，骤然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碾压而来，那股气息好似整个天地的威压都落在自己身上一般。这次过后，一定要修炼一些强大的武技。夏风心中暗暗吐槽，现在的他空有地阶5尊的灵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武技，实力大打折扣。他身体一动，出现在数百米开外，想以此来摆脱攻击。然而那把大刀却也跟随他一同穿梭到了数百米开外。哈哈，没用的，我这云象天威斩是锁定了气息的，除非有人能挡下，否则他会一直锁定你，直到击中你为止。云峰仰天大笑，我倒要看看没有武技在身的你如何抵挡我这一击。相公，南疆五大极品圣女想要过去帮忙，却被夏风阻止。别过来，趁着他没有兵器，给我打死他，我暂时还能应付。夏风的声音传来，相公说的对，只要杀了云峰，他的攻击自然也就会消失。南疆五大极品圣女冷静下来，纷纷向云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云峰没有擅长的兵器，最擅长的武技自然也就无法使用，面对南疆五大极品圣女的攻击，只能不断躲避。锁定气息攻击。夏风冷哼一声，身体一闪，出现在其中一名云象宗长老面前。那长老被吓了一跳，大喊道：夏风，你想干什么？此时杀我，你也会被副宗主的攻击所杀。他还以为夏风是想要临死拉一个垫背的，急得他连忙一个闪身出现在100米开外。可惜他的速度又哪有夏风快，刚停下，夏风便已经出现在他面前。再见了。他的声音在那长老耳中响起，随后一闪，出现在那长老身后，快速远去。那长老本就受了重创，反应慢，体内灵力运转晦涩，穿梭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许多。不等他第二次穿梭，云峰的那柄大刀已经破空而来，从他的胸前穿过。不！那长老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身体在一股恐怖的力量下轰然炸裂，连同真灵一起彻底泯灭。我去，连真灵都一起灭了。夏风也被这恐怖的威力吓了一跳，不过他的脚步没有丝毫停歇。该死！正被南疆五大极品圣女围攻的云峰听到长老的惨叫声，转头看了一眼，差点当场气吐血。夏风竟然利用他的攻击斩杀了宗内的长老，实在可恶。轰！就在这时，五大极品圣女的攻击瞬息而至，将分神的云峰轰飞出去，狂吐几口鲜血。敢在我们面前分神，找死！南疆五大极品圣女得势不饶人，再次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此时，夏风已经带着云峰的刀，再次向一名长老追了上去。不，你不要过来！那名长老吓得面无人色，此时的他身受重伤，比之前那个长老还严重，想要跑肯定是跑不赢的。眼见夏风向自己冲来，想要借助副宗主的攻击轰杀自己，那长老在极度的恐惧过后，眼中闪过一丝疯狂。想杀我，你也给我死吧！他怒吼一声，汇聚全身的灵力向夏风发动了攻击。云象般若功，一头巨象演化而出，向夏风轰杀而来。而发出攻击之后的长老因牵动伤势，狂吐好几口鲜血，气势也变得萎靡。在巨象即将接近之时，夏风身体一闪，险之又险地避开。轰隆一声巨响，巨象撞击在云峰的大刀之上，被当场轰碎，随后再次破空向夏风追杀而去。不过先后斩杀一名长老，又击溃一名长老的攻击之后，那把大刀的速度也有所降低。夏风的身影在100米开外出现，刚要继续穿梭，便见一头巨象凭空出现。原来是另外一名重伤的长老，一直暗中观察夏风的穿梭轨迹，算准了这一次的落脚地后，提前发动的攻击。这一次攻击来得太过突然，夏风无法躲避，只能挥舞清雪剑劈斩而出。狂暴的灵力劈碎了巨象，可他也被这巨象拖住。云峰的大刀已经到了，死吧！云峰不断躲避南疆五大极品圣女的攻击，同时也在关注夏风的战斗。见到这一幕，顿时疯狂大笑起来。相公！南疆五大极品圣女也停了下来，想要破空去救夏风。院子里一直远远观战的夏父再次握紧了手中的玉简，准备捏碎。灵象拖住了夏风，此时的他已经是避无可避，只能眼睁睁看着充斥着狂暴灵力的大刀飞奔来。不，相公！五大圣女面色惨白，慌乱地对夏风所在的位置喊道：得手了！云峰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此招若中，这小子必死。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天上闪过5道流光，猛地朝着那大刀所在的位置冲去。叮咚，兵器碰撞的声音在天空响起，云峰的大刀角度有所偏离，竟然擦着夏风的身躯而过，斩断了他的一抹衣角。大刀还想转向，
却被另外5道带着灵气的兵器连续击中。啪啪啪，一次次的撞击，大刀上的灵力逐渐消散，最后从空中跌落，仿佛不甘心一般。他扬起刀尖，发出最后一阵嗡鸣后，笔直地插入地面，再无动静。什么？云峰大惊，他猛地抬起头，却发现天空之上多了5道身影，5个绝美的身姿悬浮于空，明明是一幅绝美的画面，却没有人敢多看一眼。5个美人，目光寒冷如利刃，柳眉倒冲，显然怒火中烧。我们不过才刚走了几天，相公就差被别人给杀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天湖圣女于思雅首先走了出来，她咬着红唇，愤怒地对云峰身边的其他圣女指责道：如果不是我们来得及时，相公就真死了。南疆5大圣女的脸色也不好看，但夏风差点被杀是事实，他们也不好去反驳。而且这次的疏漏，他们的确也有责任。5个人缠斗云峰一人，还差点被他杀了相公。好了好了，我没事。见气氛有些僵硬，夏风赶忙上来打圆场。北疆5大圣女，他们也来了。这下咱们大夏帝国10大圣女全都在这了。天哪，就因为夏风一个人？夏家的护卫和其余人全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天空。整个大夏帝国庞大无比，普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见到一个圣女，可就在今天，因为夏风，10大圣女全部出现了。刚才使用武技缠住夏风的那个长老吞了口唾沫，看着10大圣女，他心里闪过一抹恐惧。这次奉宗主的命令来擒杀夏风，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能让10大圣女相争，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赶来，这个夏风到底是什么身份？就是你刚刚偷袭我相公？离火圣地圣女赵灵轩感受到他的注视，带着怒意地转过头来。修炼离火，性格本就浮躁，赵灵轩也不多话，直接双手掐诀，红莲业火，焚尽万物。只见一株火莲从赵灵轩手上升起，玉手一扔，火莲瞬间膨胀到1人大小，直挺挺地朝着那长老飞去。那火莲瞬间围绕上去，直接将云相宗的长老困在其中。就在一瞬间，他全身都被红莲给引得爆燃了起来。不，放过我！长老凄惨的尖叫，可惜不管他喊得多大声，也不能让红莲停下来。3秒过后，云相宗的长老便化为了飞灰。8长老，云相宗剩下的几个长老忍不住悲呼道：叫什么叫？一会儿就送你们去团聚。天剑圣地李清雪也不废话，他掏出自己的佩剑，一个闪身便到了云相宗其余长老面前。唰，一道恐怖的剑光闪过，云峰瞳孔猛缩，他仰头怒吼一声：岩化！一道土灰色的光芒闪过，云峰的双臂化成了坚韧的岩石，他抬起双臂与那剑光碰撞在一起。轰！云峰身前满是尘土，但这剑光被他防御了下来，几个云相宗的人都没事。他嘴角微微上扬，正想说不过如此的时候，另外一道清冷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还没完呢，双刃牵连！极冰圣地圣女林婉晴娇喝一声，只见以她为圆心，四周陡然刮起一阵冷冽的寒风，无数冰刀飞起，朝着云峰等人暴冲而去。可恶，快过来一起布阵！云峰大喊一声，瞬间惊醒了其余4个长老。他们5人瞬间踩住5个点位，灵力朝着中心点的云峰涌了过去。5象避阵，在5人身前，一道庞大无比的虚拟巨象油然而生。他抬起头来，发出让人耳晕目眩的鸣叫。这鸣叫干扰了飞袭过来的兵刃，有5成兵刃从他们身边擦了过去。大家坚持，只要顶过了这波攻击，我就用神速符带着你们一起离开。云峰对几个长老喊道：想用神速符走，走得掉吗？天福圣女李诗情闻言冷笑一声：姐妹们，他们差点杀了相公，我们可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逃了。他玉手一挥，无数的爆裂符飞出，密密麻麻的贴在巨象的全身。轰轰轰，无数爆裂声响起，巨象的虚影瞬间暗淡。也在此时，一阵笛音响起，音律诡异，云峰等人只感觉身上仿佛多了1000斤重，连呼吸都费劲了起来。其他几个圣女也动了，面对差点杀了夏风的这些人，他们下手也不会有丝毫留情。不，各位圣女大人，这次是我们错了，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云相宗愿用1万极品临时赔偿。云峰眼露绝望之色，3个圣女联手，他还有逃跑的心思，可这其余的圣女全都参与进来，他们必死。少废话，你只管等死就好。一道持着长刀的霸气身影从他们头上越过，从上至下劈过一道凌厉的刀芒。谁稀罕你们那1万灵石？你今天差点就杀了相公，我不可能放过你。生命圣地圣女齐婉举起生命法杖，5道生命囚笼瞬间笼罩住了5人。狂暴的火焰，冻骨的冰霜，霸气的长刀，凌厉的剑刃，10大圣女共同出手，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实力。咕咚，夏风忍不住吞了口唾沫，从他的视角望过去，被10大圣女围攻的云峰等人，可怜的像只被群狼捕猎的兔子，无助、可怜、绝望，只能等死。1分钟过后，云峰他们的肉身连同真灵已经被10大圣女的联手攻击彻底消融了，天地再无他们任何存在的证明。牛战目瞪口呆，10大圣女的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他有种预感，就算刚才被他们合攻的人是一位武皇，今日恐怕也只能命丧于此。10位圣女收拾了云峰等人之后，纷纷朝着夏风走去。相公，我又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你总该娶我了吧？天湖圣女满眼妩媚，凑到夏风身前率先发难。夏风，
其他几女见状，也不甘示弱的上前：“相公，我们也出力了，而且我出力最多，要娶也是先娶我才对。你出力多？刚才要不是我破了他们的防御大阵，你连进都进不去呢。”天福圣女里诗情不满道：“我刚才不也是10个女人莺莺燕燕，吵得夏风一阵头大，头上都快有小星星了。但他是真不敢说话，这些女人都很彪悍，他一个都得罪不起。”那个就在此时，牛战上前一步，替夏风解了围。诸位不愧圣女之名，实力真是恐怖滔天。这次也多亏你们帮忙，不然我伏牛宗多半也会覆灭。不用客气，你帮了相公，我们倒是要谢谢你。10大圣女道：“牛宗主，常言道，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我这次还要多谢牛宗主了。”夏风上前一步拱手，眼神很是真挚。牛战笑着摆摆手，连忙表示不算什么，但他心里却是乐开了花。现在的夏风可是香饽饽，不说他被10大圣女青睐，就是那匪夷所思的修炼速度，也足以保证日后他将成为大夏帝国不可忽视的强者，能和未来的超级强者结下善缘，对他们伏牛宗的发展绝对是不容小觑的。事情解决，牛宗主便带人回了伏牛宗，夏风一家人也一同回到了城主府。在城主府宽阔的大厅内，10大圣女齐聚一堂，夏风被他们围绕中间，10道香气闻得他心猿意马，差点来晚了，要不是那几个不要脸的登徒子拦住我们早就该到了。天湖圣女于思雅从桌上拿起一颗荔枝放入嘴里，幸好及时，没让相公被那老头得逞。刚才那几人都是5尊境界的强者，我们走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公怎么会招惹这样的强者？我看他们的秘法好像是云相宗的云相诀，那是一个极品宗门，远在千里之外啊。骑兵圣女扭头看向夏风，他们离开了5天时间，夏风怎么就被这么多5尊强者找上门来了？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而其他事，比如对夏风突然暴涨到5尊境界的事情，北疆5大圣女却丝毫没有提及，仿佛理应如此。事情要从云山开始讲起。夏风沉吟片刻，随后将云山之后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5女。原来是这样，5大圣女恍然。随后以天湖圣女为首，他们朝着南疆5大圣女说道：“这次多谢各位姐妹了，我们来的时候还错怪了你们，实在抱歉。如果不是你们刚好赶到，恐怕云山已经让相公遇害了。”骑兵圣女林婉晴叹气道：“还有云相宗的人来袭，你们也替相公抵挡住了其他5位长老，总共救了相公2次。”天剑圣女李清雪紧握双拳，仿佛在责怪自己当时为何不在。好了好了，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如说点别的。就在此时，天丹圣女孙雅竹眨巴着眼睛走上前，笑道：“刚好姐姐妹妹们都在，反正都是要嫁给相公的，总该论个大小了吧？”众女一愣，没想到孙雅竹会在这个时候谈论起这件事了。相公修炼速度真快啊，看来我之前送的那颗极品资质丹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孙雅竹嘿嘿一笑，在众女面前挑了挑眉，特意把极品资质丹这5个字拖得很长。随后她环顾四周，嘴角上扬，得意之情不言而喻。原来相公突破到5尊境界是服用了雅竹妹妹的极品资质丹吗？于思雅微微睁大眼睛，极品资质丹纵然她们是圣女也没办法轻易搞到，也只有孙雅竹这种天丹圣地的传人才有办法弄到手了。没想到雅竹妹妹送了相公一颗极品资质丹，难怪相公修炼速度提升如此之快。离火圣女赵凌轩轻轻咬了咬红唇，随后叹了口气，无奈道：“那没办法了，这次如果不是你的丹药，相公也突破不了5尊，那他面对云相宗的时候也等不到我们赶来，看来也只能你当正妻了。”其他几个圣女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论嫁妆也确实比不过人家，所以他们也都承认了孙雅竹正妻的身份。只有夏风一人的嘴角在不停的抽动，他这个当事人都没有说话，这些女人就把谁是他大老婆的事情给定了，这多多少少不是有些越界了？你们还没问过我呢。夏风叹了口气，很是无奈地望着众女。此言一出，天丹圣女孙雅竹大眼睛顿时布满了水雾，她可怜兮兮地凑上去，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样看着夏风。相公，难道你不喜欢雅竹吗？雅竹不配做你的正妻吗？看着面前这个丫头，夏风心中罪孽感猛然爆棚，仿佛他只要说一个不字，眼前的可人就会变成超级累人。没有。夏风赶忙摆手。那就对了。孙雅竹闻言一抹眼泪，脸上重新挂出充满阳光活力的微笑。她上前搂着夏风的脖子，柔柔道：“那我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大老婆了，以后你就欠我一场亲事，可别忘了。不只是她的，还有我们的。”其余9个圣女顿时不满，纷纷朝着夏风围了上来。一时间，周边的波涛汹涌，差点没让夏风憋死过去。好了，我有个事想让你们帮个忙。夏风好不容易喘过气来，他开口道：“相公，你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绝不推辞。”10个圣女乖巧点头。经过这次战斗，我发现我的缺陷还是很大。夏风思考了一下，随后道：“我拥有的武技不多，战斗的时候一旦被人看穿，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修炼的伏牛宗功法已经达到了瓶颈，没办法继续精进。你们的眼光都很好，所以我想问问，接下来的修炼之途该怎么走会好一点？伏牛宗的功法很一般，以相公现在的境界，的确需要换一门了。”天剑圣女李清雪点点头，她和其余4个北疆圣女对视一眼，掏出一本带着古法气息的秘籍。相公，
以你现在的武尊的境界，修炼这本功法刚好。李清雪将其递给夏风，虽然只是残篇，但我和其他4位姐妹一同认为，这应该是最适合你的功法了。最适合我的。夏风有些疑惑，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就是知道，你只管修炼就好。李清雪和其他几个圣女摇头笑道。在梦境中，夏风就是靠着这本至尊诀修炼到了大成，随意一击便可摧山倒海，无往不利。他们之前离去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来的路上一同去取得了那无名峡谷中的至尊诀残篇。行，夏风点点头，接过至尊诀的残篇，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抗拒了。果然，男人吃软饭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在他接触到至尊诀的瞬间，至尊诀瞬间化作一道金光，从夏风的手臂渗入到了他的体内。这，夏风惊呼一声，他从未见过这等怪异的事情。下一秒，至尊诀在他的丹田形成一道金色的输液，缓缓运转。夏风脑海虽然还没有修炼，但他体内的灵力却被这金光渲染的纯净了不少。这部功法像是有自己的灵石一样，主动开始温润培养夏风的丹田。这是什么等级的功法？夏风惊讶地抬头问道。10大极品圣女眼中也闪过一抹惊愕，不过她们也是见多识广，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相公，至尊诀是没有等级的。霸刀圣女云雪之摇头，没有等级。夏风一愣，不，也不能这样说。云雪之微微皱眉，回忆起梦境的记忆，虽然至尊诀没有等级，但她却可以跟随宿主一同进阶。虽然现在这本只是残篇，但应该能修炼到天阶9重武圣。这么恐怖，夏风又被吓了一跳。可以修炼到天阶9重武圣功法，这还只是残篇。如果收集齐全，那又能修炼到何种地步？这东西已经完全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这也太贵重了。夏风倒吸一口冷气，他感觉自己无功不受禄，有些承受不起。你就拿着吧，相公，这东西就应该给你练，其他人拿着都是浪费。紫雷圣女王雨薇说道。没错，只有相公才能配上至尊诀，就练这个。对，其他的功法相公当然也能练，但要说效果，肯定是这个至尊诀最好。10大极品圣女一同开口，非要夏风修炼至尊诀，实在没有办法，夏风也只能将其收下。他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使女真切的关心他是感受到了。见夏风收下功法，使女这才满意。至尊诀的来历他们并不清楚，如果不是有梦境的记忆，他们也不会知晓那无名峡谷之下会有这样一处巨大的宝藏。对了，还有武技。云雪之想到了什么，他拿出储物戒，只见金光一闪，几十上百本的武技便掉落在地上。高级极品武技9天玄云掌，高级极品武技大巧屠龙刃，高级极品武技云山手，高级极品秘法血魔爆。相公，这些是我之前剿灭云山宗之后收集的。云雪之嘿嘿一笑，目前你的境界是地阶5尊，刚好可以修炼这些高级极品武技。夏风也是双眼一亮，他目前最大的缺陷就是武技稀少，所以之前才会陷入苦战。云山宗虽然只是个中级宗门，但或许是因为有云象宗的这个关系，云山宗的底蕴远超一般的中级宗门。别的宗门有1-2本高级极品武技，多半都会拿去当做镇宗之宝，云山宗倒好，直接7-8本。夏风上前挑选了几本，将云山宗的绝学，同时也是当日云山施展的绝学云山手拿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叫做幽梦灵行的身法也被他选中。虽然只是一本地级高级武技，但身法在对战的重要性经常是强过那些伤害性武技的。如果你连碰都碰不到我，任凭你有滔天的实力又如何呢？一番挑选下来，已然是深夜了。今天苦战一番，众人有些累了，夏母也给10位圣女安排了最好的房间，带他们回去休息。夏风拿着至尊诀和这些武技，也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已经等不及进入梦中，把至尊诀和云山宗的这些武技掌握在手。不过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夏风在卧榻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他满脸无奈，或许是得到新的功法和武技太过亢奋，居然没办法像平时那样入睡。不行啊，如果睡不着，岂不是白白浪费一次修炼机会？夏风从床上坐起来，有些不甘心道。他的主要修炼方式就是梦境世界，没法入睡就意味着他的实力又要停滞1天。对了，突然间，夏风脑海中闪过一道金光。于思雅，于思雅专修魅惑之道，轻易间就可以让人失去神智，要是让他魅惑一下自己，或许能够达到催眠一样的效果。一想到这里，夏风赶紧起身，朝着于思雅的房间走去。天色已经很晚，于思雅的房间早已熄灯，夏风站在门口有些犹豫。他刚刚只顾着想着魅惑入睡才能修炼的事情，却疏忽了此时此情此景都不太对。夜半3更，他一个大老爷们敲人家妙龄圣女的门算怎么回事？哎，要不我还是明天再来吧。夏风叹了口气，他刚刚转身，背后的门却吱嘎一声开了，只见一张妩媚绝美的小脑袋探了出来。于思雅舔了舔舌头，轻轻挑眉道：相公，来都来了，怎么还要走呢？既然都来找人家了，那今晚我就陪相公吧。于思狡黠一笑，雅柔嫩洁白的小手抓住夏风，迫不及待地将他给扯进闺房内。闺房香气四溢，夏风在窗外的月色下，只见此时的于思雅身穿肩带薄纱裙，精致的身材和雪白的美背一览无遗。
再加上于思雅天生的魅惑属性，夏风一下就感觉不好了。他连忙咬了咬舌尖，才忍住对他的那种不安分的想法。相公，你不乖哦。于思雅拉着夏风坐在床榻上，笑着伸出手，轻轻刮了刮他的鼻子，吐气幽兰：大晚上来找人家，就随本心吗？你我二人本就是夫妻，此事又有何不可呢？不是，你误会了。于思雅的太过主动，给夏风吓了一大跳，他赶忙站起身来。小雅，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导致我有些兴奋，没法入睡。我是想让你用魅惑之力帮我一下。他连忙解释，可不想让于思雅误会他是那种登徒子，虽然人家看来巴不得他是那种登徒子。哦，就这呀。于思雅小脸瞬间一拉，大晚上来找他，他还以为相公突然开窍了呢。虽然白天的时候大家都一致同意孙雅竹做夏风的正妻，但自己要是能做相公此事的第一个女人，那也是很好的嘛。不对啊，相公，咱们修行之人如果睡不着，吞食天地灵气也可以恢复精气，你是不是害羞不好意思啊？于思雅微微眯眼，仿佛想通了什么，说道：真不是。夏风无奈的笑，他没想到自己的正当理由居然又被这丫头给理解成了一个蹩脚的借口了。正常修炼的进度太慢，我在睡梦中修炼的速度会快很多。对于思雅，夏风也不隐瞒自己的修炼特性，10大极品圣女怎么对他都记在心里。更何况已经几次睡醒疯狂突破，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猜到他能在睡梦中修炼，也隐瞒不了。睡梦中修炼速度会快一点。于思雅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随后轻笑道：知道了，那快睡吧，我亲爱的相公。于思雅点点头，随后她眼中闪过一道紫光，温柔的声音轻轻响起，但这声音却和平常很不一样。一双玉臂挽在夏风的脖颈上，带着清香的呼吸声均匀地喷在他的面容上。好好睡吧，在梦里也要想着我哦。那是一种轻柔直触心底的声音，夏风感觉有些恍惚，他看着眼前的美人，眼帘开始缓缓下垂。入睡过后，夏风的脑海中白色的梦境珠悬挂在天空，不停地转动，一幕庞大的世界缓缓构建了出来。夏风盘坐在大地之上，化成金光的至尊诀再次飘了起来，一道道古老奥妙的玄音不断地在他身边呢喃，一次次一遍遍地为他讲解至尊诀的核心要点、修炼秘诀。与之前修炼伏牛功不同的是，服用了极品资质丹过后，夏风理解这声音的速度要快了很多。以前需要讲5次、6次的地方，如今只需要1次便可以带过。这样的修炼速度比第一次进入梦境还要快上数倍。不过这次夏风并没有选择先去提升境界，至尊诀简单的过了1次之后，他便拿起云山宗的武技开始领悟。身法、拳法、腿法，光有境界而没有相应的本事是不行的。吃过1次大亏的夏风深写此道。1000年的时间过去，现实世界却只过去3个时辰。夏风吐出一口浊气，缓缓睁开眼睛。之前在梦境世界里面的心得领悟，他都还记忆犹新。这就说明这次的梦境修炼一样映射到了现实之中。1000年的武技修炼让他掌握了云山宗的几十门武技，目前最满意的还是那4个高级武技，分别是高级极品武技9天云龙斩、高级极品武技云山手、高级极品秘法血魔爆、地阶高级身法幽梦灵行。云龙斩配合李清雪送的清雪剑，威力可以成倍增长。云山手是云山宗威力最强的徒手武技，在清雪剑无法使用的时候，足以成为他的又一杀招。在当日，如果他会这云山手，也不会被云象宗的长老逼得那么窘迫了。血魔爆利用自身精血强行提升一个境界，但持续时间很短，副作用会透支身体，属于保命手段。最后一个幽梦灵行让夏风在战斗时飘忽不定，快得可以分出残影。有了这招，打不过的敌人他至少还能跑。几十种武技全部大成，此时的云峰还是地阶5尊，但他已经能战天阶5尊了。相公，你醒了。在夏风面前，天湖圣女于思雅双手捧着小脸，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夏风回过头，于思雅的床铺依然平整。你就这样守了我一晚上？夏风看着于思雅，心里涌过一抹暖流。可不是嘛，人家都要困死了。于思雅故作疲惫，随后媚笑道：相公，你可要补偿我，今晚我守了你一晚上，下次我要你也陪我一晚，到时候我们一起双修，效果肯定更好。夏风嘴角微微抽搐，天湖圣女老是开车，给他这个纯情小男生干沉默了。下次再说，一会儿你帮我再入睡一次。夏风摇摇头，随后从储物戒里面掏出一颗紫色的火龙果，这火龙果内部蕴含着一些细小的闪电，正不停地跳跃。你要吞服紫雷果？现在？于思雅一愣，没搞懂夏风的操作。昨晚只是学习了武技，一会儿我还要提升境界，紫雷果可以转换体质，也能变相提升天赋。夏风点头道。武技修炼之后再吞服王雨薇赠送的紫雷果，这样去学习至尊诀才可以事半功倍。就算他修炼速度很快，但夏风也没有丝毫懈怠，要提升实力就要提升最大化。上次来杀他的是云象宗的副宗主，如果下次来的是更强的敌人呢？他知道10大极品圣女不可能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他最终要靠的还是自己。吞下极品紫雷果后，夏风感觉自己的身体瞬间变得燥热无比，全身上下更是有电流涌过。就是现在！夏风转头对于思雅喊道。
于思雅快速的点头，随后故技重施，用她勾人心魄的眼睛再次对向夏风，毫无保留的施展自己的魅惑之术。夏风再次昏睡了过去。梦境世界，夏风紧咬牙关，正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的身体无数的闪电跳跃着，紫色的雷电从内而外的在改变他的根骨。这是他第一次改变体质，但却没想到会经历如此大的痛苦。雷电越过之处，不管是筋骨还是血肉，都有一种炸裂的爆响。原来的组织被摧毁，新的脉络又开始生长。这就是服用极品紫雷果之后，肉体由肉体凡胎变化为紫雷体所经历的过程。本来在现实世界中，服用紫雷果是不用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的，体质转换最多只用1天，加上其他圣女的护道，再服用一些丹药，很轻松的就能成为紫雷体。但夏风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之所以要第2次入睡修炼至尊诀，就是想要在自身转换体质的瞬间，将那种蜕变的过程带入梦中，不断的打磨，不断的精进。只有在梦中，他才可以控制紫雷体的转换，到底是1年成功，还是1000年成功，都由他自己说了算。不同体质的人对不同事物有着天生的吸引力，比如离火圣女赵灵轩，极冰圣女林婉晴，二女和冰火之间的关系如臂驱使，没有任何凝滞感，仿佛是生下来之后与那2种物质自带的联系亲密无间，没有丝毫隔阂。这就导致他们修炼冰火元素时，不管是速度还是效率，都是旁人的数倍乃至10数倍。别人修炼几10年才突破境界，他们只需要2年甚至3年。这还只是亲近元素体质，更不用说更加恐怕的天生黄体、天生圣体了。这就是体质所带来的好处。夏风的天赋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差劲。他想要快速领悟一门功法，所需要的时间比普通人还要多7、8倍。所以在同样的道路上，他必须要比别人想得更远，做得更多。好疼啊！该死，紫雷体的转换也太痛了。夏风青筋暴起，紧咬牙关，生生的承受这些痛苦。肉体的每一处不断被细小雷霆炸开再恢复，不过半天时间，他就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但好处也是有的，此时夏风的经脉时不时闪过紫色的荧光，他隐约对那些细小的紫色雷电有了些掌控感。除此之外，至尊诀悬浮空中，金色书页化成的大道之音不停地在他耳旁萦绕。至尊诀的奥妙要比伏牛宗高上100倍，但他此时也能一次听懂了。紫雷体带来的悟性提升正在产生效果。1年、10年、100年、500年，又是一个1000年过去了，夏风身上的气息越来越深不可测。梦境世界的1000年，在现实世界才刚刚过3个时辰。天狐圣女坐在夏风身旁替他护道，3个时辰里，他那一双精致的柳眉一直都是紧皱的。现实世界中的夏风，肉体也与梦中相同，不断的进行蜕变。于思雅有些担忧夏风的情况，体质转变是要经历很大痛苦的。作为修行之人，都很清楚实力的绝不会凭空而来。但夏风入睡之后，整个人的气息却收敛到了极致，丹田死寂，哪里有修炼的样子？紫雷体对身体的转换是狂暴的，夏风却没有运用灵力吸收紫雷果，这样下去会很容易失败的。服用灵果进行体质转换，以往出现意外的也不是没有，特别是紫雷体这般爆裂的体质，一旦失败，轻则躯体重伤，经脉断裂，重则丹田爆开，命丧当场。相公不会有事吧？我要不要提前唤醒他？看着夏风身上的雷电越来越狂躁，于思雅那秋水眸子的担忧也越来越浓。不用，我醒了。就在此时，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于思雅闻言一愣，随后她脸上浮现出欣喜的神色。相公，你修炼完了，身体没事吧？看着睁开双眼的夏风，于思雅心中的担忧这才消散，她赶忙开口问道：放心，紫雷体已经转换成功了。夏风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从床榻上站了起来。相公，紫雷体转换成功会产生天生异象，修为至少也会突破一个小境界。你这……于思雅看着夏风，有些迷茫了。此时夏风的气息和入睡前的一样，不应该啊。马上，夏风笑着摆摆手，有了前2次的修炼经验，他立刻开始盘腿坐了下来。随后，他的身体瞬间一僵，城主府上空陡然色变，无数雷云集结而来，天地灵气也朝此处飞涌而来，无数闪电在黑云中翻滚，天地间的狂暴灵气源源不断地向夏风的丹田冲去。这是天雷异象，难道是相公？吐纳天地灵气的紫雷圣女王雨薇猛然睁开眼睛，紫雷体成了。她扭头看向城主府的一处房间，随后灵力聚集，一下就消失在了房间之中。其他几个圣女同样如此，她们修为高深，本就对这天地异象十分敏感，瞬间就闪身到了灵气中心。于思雅，相公怎么在你房间里？他刚刚吞下紫雷果了吗？紫雷圣地圣女王雨薇赶过来后，对天狐圣女皱眉问道。我在帮相公修炼。于思雅头也不回，帮我一下，如果有意外，我们要第一时间出手。他的视线一刻也没有从夏风身上移开，随时准备在夏风遭遇不测时，他能够以最快速度相助。转换成紫雷体，造不成这么大的异象，到底什么情况？天地灵气太狂暴太多了，相公的身体恐怕吸收不了这么多灵气。霸道云雪之去其他几个圣女一起闪身进来，脸色都有些难看。就在这个时候，被灵气充斥的夏风突然闷哼一声，一股狂暴的气息从他身体内转了出来。
进阶了，这是天阶武尊的气息！孙雅竹惊呼道。其他9个圣女也愣了一下，她们很快就想到了什么，随后纷纷围绕着夏风坐下，开始为他护道。相公的实力和修炼速度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帮助夏风绝对没错。源源不断的灵气如山洪海啸一般涌入夏风体内，他的境界一层又一层的向上突破。不过一会儿，天阶9重武尊，孙雅竹再次惊呼：“该不会要成武皇了吧？”天丹圣女李诗情也惊讶地张大小嘴：“我看多半是了。”魔音圣地圣女齐婉见灵气依然没有断绝的迹象，神情凝重道：“武皇悟道，凝聚神通，原来天上的异象并不全是紫雷体造成的。”紫雷圣地圣女王雨薇看向窗外那恐怖的雷云，瞬间就反应了过来：“太可怕了！我们第一次见相公的时候，他还只是个武徒，这才半个月时间不到，就要成为武皇了。纵然是极品圣地的圣女，见到这种天赋也忍不住啧舌。”此时的夏风紧闭双眼，随后他的体表外陡然遍布了紫色的雷电，与天上的雷云连接在了一起。1000年的悟道加上1000年的体质转换，此时的夏风对雷电的亲和度已经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100%。至尊诀修炼1000年，也让他的境界大幅度增长。武尊想要成为武皇，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天地灵气凝聚出一道神通，而此时夏风凝聚出来的神通，显然和1000年的紫雷体炼化有莫大的联系。雷云炸裂，一道恐怖无比的极光劈在夏风身上，这就是成为武皇所凝聚的神通。夏风瞳孔隐隐约约闪过一抹紫光，他兴奋地站起来，在众女的惊呼中，主动与那极光融合在了一起，以天地为熔炉，炼就至高之劫，武皇神通雷伐。也正是这个时刻，夏风身上的灵气猛然暴涨，一举越过了武尊。皇阶一众武皇，相公成武皇了！10大极品圣女士止不住的兴奋。对于他们来说，夏风就是他们的男人，自己的男人越强，他们自然是越高兴。武皇武尊虽然只有1字之差，但里面的差距可谓是天与地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武皇强者的修炼不再是提升自身灵气，而是开始参悟天地大道，寿命也从3000年提升到了3万年，一举一动都带有天地大道的规则。只有踏入武皇，才能说是一举成为了当时最顶尖的强者行列。从极光中走出来的夏风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筋骨气质有了明显退凡的改变。相公，你现在可是比我们都要强了！天丹圣女孙雅竹开心地蹦上去，直接窜到夏风的怀里。以后人家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遇到坏人了，可就要靠相公了。夏风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羞涩地点点头。他能够走到如今这一步，虽说梦境珠起了绝大部分的作用，但要是没有这些极品圣女的帮助，他早就死在云山手上了。他作为一个男人，自然要好好守护这些对他投入了真感情的女孩们。武皇了，夏风紧握双拳，他能感受到此刻自己体内的能量无比庞大，之前还能危及到他生命的云相宗长老等人，此时在夏风眼里就是可以随意捏死的虫子罢了。大夏帝国的宗门有一个天阶武尊便可以晋升为极品宗门，而有一个武皇的势力则能被称为皇朝。可目寻9万里，皇朝势力能有多少？一个武皇便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相公，刚好你进阶成功，我们也该出发报仇了。紫雷圣女王雨薇抬头望向北边的某个方向，冷笑道。夏风也顺眼望去，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那里正是云相宗的位置。好，他轻声说道。此时的云相宗，云相脸色铁青，他整个人的身体因为愤怒止不住的颤抖起来。在他面前，剩下的宗门长老也都低头不语，不敢直视暴怒的云相。你们是说10大极品圣地的圣女和那小子一起杀了云峰和所有的宗门长老？他的面容扭曲如恶鬼，几乎是一字一句咬出这句话，吓得报信的宗门弟子尿了裤子。宗主大人，千真万确，弟子亲眼见到云峰副宗主被10女联手所杀，也就是弟子境界卑微，不入圣女们的眼，才侥幸逃了回来。跟着云峰副宗主出去见世面的几个内门弟子，全都跪在地上，抖若筛糠。欺我云相宗太甚！他极品圣地的人就可以这样随便对我云相宗的人下杀手吗？云山、云峰还有那些宗门长老，全都死在他们手里。云相怒火冲天，双眼血红。宗门长老和副宗主都死了，你们这些废物还回来干什么？不，宗主，这事和弟子们无关啊！那几个内门弟子哭天喊地的求饶道。轰！也许是没地方撒气，云相竟然上前狠狠地将几个内门弟子给踹进了地面之中。噗呲！几个内门弟子狂喷鲜血，没过一会儿便没了气息，死得不能再死了。夏风，夏风，等10大极品圣女之后，我是必亲自杀汝！愤怒的云相还没有撒够气，他又继续朝着地面跺去，拿那些可怜的宗门弟子当成出气筒，一下又一下，天阶武尊的恐怖实力瞬间把地面踩出一个巨坑，几个可怜的武王弟子全都融成了一滩烂泥。10大极品圣地他不敢动，而现在夏风又和他们在一起，想报复也不行。云相憋屈啊，开宗这么多年来，他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5大极品圣子说好了会拖住圣女，不让他们离开，为什么言而无信？云相深吸了好几口气，开始怨恨起北疆5大圣子了。
刚刚那几个弟子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北疆五大圣女突然赶到，夏风早就已经成为了云峰的刀下魂了。你想杀我没问题，我亲自送过来给你杀，可好？但就在这个时候，云象宗上空的空间突然扭曲了起来，只见一面容清秀的男子带着笑容破碎虚空而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10个身姿绝顶、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丽。你是夏风？不对，前辈，你到底是何人？见到此人，云象的大脑突然嗡了一声。10大圣女他见过画像，按照消息，能被10大圣女簇拥着的男人，应该就是夏风了。可夏风不过是地阶5尊的实力，眼前来者可是破碎虚空来的啊！破碎虚空，这是武皇才有的本事。云象卡在天阶5尊数百年，也没有找到突破的契机。如果要说来者的武皇是夏风，他是打死都不会信。虽然消息之前夏风武王的消息有误，但一个地阶5尊怎么在3天之内瞬间变成武皇？做梦都不敢这么做。你刚才不是说是要杀我吗？我现在人都来了，你怎么不动手呢？夏风笑道。前辈，您就别和我开玩笑了。云象讪笑地搓着手，不知道您到底是何方神圣？莫非那夏风是您的亲传弟子？那你早说啊，何必还带着10大极品圣女一起找上门来？这件事我事后回想了一下，云象宗的做法确实有些差劲，我愿意向您道歉，并且补偿您和您的弟子夏风。云象不是傻子，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修行者。之前北疆5大圣子予以重力，他才会装作暴怒的样子，立刻派出副宗主和宗门一半的高端战力去绞杀夏风。其实更多的还是替5大圣子办事。云山虽然是他的弟弟，但他还不至于为了这么一个不成器还桀骜不驯的蠢货去得罪5大极品圣帝圣女。自己也是糊涂，那夏风能够得到这么多极品圣女的青睐，他背后的势力与背景一定远超想象。这尊武皇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才彻底想通了。估计是5大极品圣帝圣子也摸不透夏风的虚实，所以这是拿他来试水呢。该死！一想到这，云象眼中的怨毒之色越来越浓。你想多了，我怎么能做自己的师傅呢？夏风看着唯唯诺诺讪笑的云象，心中也有些感叹。在这之前，云山宗就已经是他世界的庞然大物了。没想到1个月不到，连云山宗更上层的极品宗门也只能乖乖被他踩在脚下。但夏风这次来可不是来接受道歉的，你派出去的人差一点就能杀了我。夏风缓缓下落，10大极品圣女也一同跟随。你弟弟云山也在半途扶我，如果不是……夏风回头看了一眼，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说圣女的话显得太生疏，绝对会惹人生气；用娘子的话也太过界了，他实在是迈不出去那道坎。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当娘子的及时赶到，还真就被你们得逞了。正妻孙雅竹冷哼一声，率先一步走上来，像是知道夏风的心思，抢先说道：没错，你们云象宗真是好大的威风，竟然敢动我赵凌轩的男人。离火圣女赵凌轩愤怒地说道：对，没错，所以我不是来和你和谈的。夏风点点头，冷漠地看着云象。当日在场的人还有他的父母，一众夏家人，10大圣女不来，他们夏家就得灭门，这是生死恩怨，绝不善终。你不可能是夏风，他只是地阶5尊，怎么可能3天之内突破到了武皇修为？前辈，你就不要戏耍我了。云象吞了一口唾沫，他不能理解，真的不能理解。要是5尊能这么轻易的跨一个小境界一个大境界突破的话，那他怎么还会卡在这个瓶颈数百年？戏耍啊！夏风摇摇头，眼中闪过一抹冷光。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今天是来报仇的，你们云象宗一个人都别想逃。说完，地面顿时出现一道残影，夏风脚下灵力汇聚，幽梦灵形立刻施展出来。不，前辈我……云象瞳孔猛缩，他还想争取一下，可夏风早已来到他的面前，抬手就是2掌。云山宗的正宗绝学云山手，滔天威势的云朵化成实质的巨型手掌，比当日云山施展还要恐怖数10倍。啊！噗呲！站在云象身旁的2位长老，同时目前云山手下最强的2个地阶9重5尊，瞬间被夏风拍飞了出去。他们狂喷鲜血，肉体被狂暴的云山手拍碎，真灵刚刚飞出，也被疾风带着一同搅碎。云象宗的所有人，不管是长老还是弟子，心中都升起了巨大的恐惧。这就是武皇的实力吗？随意2掌杀地阶9重5尊，如同杀鸡屠狗。云山手，真是夏风！云象的瞳孔流露出惊悚的神色。云山宗被霸道圣女灭了门，流落出的武技无数。夏风踏入修行之途不长，除了他也不会有其他人去修炼这门武技了。真正早已成名的武皇强者，更不能跑去一个中品宗门去学习他们的武技，就是云象宗这种极品宗门也没有资格。所以3天时间从低阶5尊突破到了武皇，这事是真的。该死，你凭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快就修炼到了武皇？云象面容扭曲，内心的生出无穷尽的嫉妒情绪。他为了突破武皇，几百年使用了无数方法，可始终迈不出那道坎。而面前的这个男人，3天时间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突破了，这种反差刺激的他快要发疯。你问那么多有意义吗？反正你马上就要死了。夏风面无表情的说道。你云象气急，虽然他的实力是天阶9重5尊的佼佼者，但对上一个武皇，哪怕是出入的皇阶1重武皇，也是没有任何胜算的。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法，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云相脑海灵光一闪，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心中一喜道：其实你真正的境界最多就是天阶一重武尊，实力也不可能是武皇，一切都是障眼法罢了。云相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错无误，他冷笑道：靠着10大极品圣女的你，似乎掌握了不少修炼秘法呀，但你以为拉个虎皮做大旗就可以吓唬到我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投。夏风，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来无回，到底是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夏风冷笑道：去死吧，你这狡诈的小子！云相也不二话，整个人的气势瞬间爆发，如同炮弹一般朝着夏风冲去。面对对方的攻击，夏风并不为所动，他静静地站在原地，一拳一脚一掌，不管对方出什么招式，夏风也只是淡然地防御着。云相咬牙掏出一把巨斧，夏风同时也抽出了清血剑，但他依然没有主动攻击，只是不断招架对方。他在感受武皇带来的实力提升，了解自己的肉身强度如何。夏风进阶速度太快，实战经验太少，想要真正发挥武皇的实力，首先就是要先熟悉自己的能力。混蛋，你是在戏耍我吗？见夏风一次又一次轻飘飘地躲过自己的攻击后，云相勃然大怒：你太弱了，你没吃饭吗？夏风皱起眉头，似乎有些不太满意一样。还是说这就是天阶武尊的全部实力？别以为自己强行利用秘法提升实力就可以肆意妄为了，不是自己修炼的，终究只是个空壳子。云相怒吼道。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认定夏风就是个拉虎皮做大旗的骗子。众所周知，不是自己实力提升的境界永远不会持久，皇级是不可能皇级的，夏风这辈子都不可能皇级。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夏风暂时提升到了半步皇级的境界，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破碎虚空。此时夏风只是躲避他的攻击却不出手，无疑就是害怕使用太多半步武皇的力量会很快露出马脚。一想到这，云相不愿再继续和他纠缠下去了。你以为你就能提升到半步武皇？小子，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云相此时对夏风的仇恨已经升到了极致，既然对方不愿意善终，那他也没必要继续留守了。有10大极品圣女为这小子坐镇，云相宗他也守不住了。弟弟没了，宗门长老也死了大半，现在宗门也马上要没了。既然这样，那他还留着夏风干什么？先杀了这小子，大不了日后逃出大夏帝国。秘法幽冥血魔爆！云相仰头怒吼一声，他直接咬破了自己的舌头，一口黑血瞬间喷涌了出来。那些黑血涌出，直接萦绕在他的身边，云相本人的面容也开始扭曲，原本人的模样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同时他身上的气势也在陡然攀升，从天阶9重武尊增的气息强大了7、8倍。半步武皇，姐姐夏风，现在我也是半步武皇了，为了杀你，我献祭了自己500年的寿命，你真该自豪了。云相贪婪地看着自己的双臂，半步武皇的实力实在是太迷人了。此时的他甚至感觉自己一拳就能打破承载云相宗的山峦。夏风笑着拍了拍手，鼓励道：半步武皇的境界，这还像点样子？该死！云相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夏风是看不出来双方之间的差距吗？居然还敢挑衅他！混账！你给我去死吧！他怒吼着，咆哮着，魔化的身体爆发出山崩海啸的力量，朝着夏风的方向一跃而起。一道闪着恐怖气息的巨刃凶猛地劈下，在场实力微弱的云相宗内门弟子纷纷低下头，不敢去看锋利的斧刃，他们有的人已经被恐怖的气息震得吐血了。相公，就你一个人玩好无聊啊，我们这边也出手了哦。天狐圣女于塞雅抬起头对天空喊道。好！回应他的只有夏风的一个字：不。你们想干什么？云相宗最后剩下的8个长老惊恐万分，看着向他们逼近的10大极品圣女。我们这里有3个地阶武尊，5个玄阶武尊，你们10个皇阶武尊是想找死吗？4长老开口喝道。但可惜10大圣女根本就没有搭理他，而是直接出手。10个皇阶武尊，那也要看是谁。极品圣地的圣女最擅长的就是跃进作战，天空上的云相和夏风交手不断产生爆响，底下的10大圣女与8个云相宗的长老战成一团，一时间整个云相宗的场面混乱无比。与夏风交手的云相神色越来越怪异，为什么他还没油库登进？他已经用了所有实力了，夏风理应撑不过半炷香才对，但他们已经打了快1炷香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夏风终于开始还手，但运用的武技都是云山宗的。云相越想越不对劲，最后他才反应过来，这小子特么的是在拿他练手。果然只有实战才能100%掌握这些武技啊。夏风在心里想到，梦境中学习到的武技反馈到现实中，几次出手便已彻底融会贯通，那么就没有继续留下这个陪练的必要了。夏风眼光寒芒一闪，他高高举起右手，周围的灵力猛地朝他掌心汇聚。武皇神通，天降雷罚！天空再次搅动，巨大的乌云迅速集结，白昼的天下一刻却是黑压压的一片，恐怖的雷暴在其中翻滚。夏风这个举动瞬间吓傻了云相，这是真正的武皇神通，不凝聚神通无法成为武皇。恐怖的灵力让他颤抖，
他很清楚，如果这道攻击打在他的身上，那么他的下场只有一个：粉身碎骨，烟消云散。现在的云相吓得抖若筛糠，他已经不敢去想为什么夏风会成为武皇。逃，快逃！这是一尊真正的武皇，不可力敌。云相如同疯魔一般，将灵力聚集在双腿，拼命向后奔逃。只可惜他的速度再快，也逃不过夏风的锁定。现在想跑，晚了！给我死！夏风怒吼一声，此时的他就像一个指挥100万军队、无往不利的战神。疾风吹动他的衣角，他的右臂也猛地向下挥去。雷伐！恐怖的雷云瞬间凝聚出8尺宽的巨型闪电，急速地朝着飞奔的云相劈去。云相已经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可在须臾之间，雷伐已经追上了他。不！云相绝望地大喊。随后，他立刻被无边无际的雷霆淹没。大地震颤，云相之前站的位置原本是个小山峰，而此时却被天雷给彻底抹平，形成一个凹坑。一代枭雄称霸300年的云相宗宗主云相就这样死去了，连同真灵一起消失殆尽。杀掉云相后，夏风便扭头返回了云相宗。云相宗内部8个长老已经死得死伤的伤，有6人连同真灵烟消云散，还有2人已经逃出10万里之外。上万云相宗弟子或是呆滞，或是颓废地坐在地上，无法接受现实。极品宗门云相宗就这样完了。再看10大极品圣女，虽然经过一场大战，但她们个个都完好无损，没有一个受伤。见到夏风落地，她们都笑着迎上去。相公，我们都搞定了。齐婉甜甜地说道，使女也一同应声，就像10个温柔乖巧的贤内助。辛苦你们了。夏风也露出温柔的笑容。走了走了，相公。云相宗被我们覆灭之后，这里的所有宝物都是无主之物。哦，不对，都是相公你的东西了。孙雅竹俏皮的吐吐舌头，望着云相宗收藏宝物的地方，一副财迷模样。说到宝库，夏风的双眼也是一亮。云山宗只不过一个中品宗门，里面的底蕴都让他受益颇多。这一个极品宗门的宝库，绝对要比云山宗还丰富几10倍。之后的一个时辰，夏风和使女把云相宗里里外外都掏了个遍，可谓是鸡犬不留。至于那些弟子，他们本来也没什么过错，只是想加入一个势力，提升自己的实力罢了。夏风不是什么嗜杀之人，直接一挥手把他们全部赶下了山崖。回到城主府的夏风手上放了10几个储物戒，心里那叫一个舒坦。10大圣女以看不上这些东西为由，不管是极品灵石还是极品灵髓，亦或是其他什么珍宝，全都一股脑的往夏风怀里塞。当他叮铃咣当的把一小部分东西放在城主府的宝库时，夏父的嘴巴张的已经能塞下一个鸡蛋。儿子，你这是什么情况？你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宝贝？那边堆成山亮晶晶的是啥玩意儿？什么？全都是极品灵晶。右边这呢，全是500年以上的灵草。夏父一边走一边看，给他看得一愣一愣的。你该不会是打劫了一座极品宗门吧？最后夏父皱起眉头，转过身来问道。没错。夏风点了点头，但同时心中也有些好奇。爹，你咋知道？我咋知道？夏父嘴角抽了抽，他真想说自己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但考虑到一些其他因素，他只是摆摆手，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道：猜的。夏风耸耸肩，也不再多说什么。他拿着带有功法和武技的储物戒，又一次跑到于思雅的房间。这一次他倒是显得很自然，再也没有第一次的羞涩。果然，男人这种东西进美女的闺房只有0次和无数次。于思雅见夏风这么上进的修炼，也是很开心，一双洁白的小手再次把他拉到床上。那相公，我可就开始了哦。于思雅媚笑道。来吧。夏风闭上眼睛，但于思雅身上的幽香还是惹得他体内一阵燥热。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学习从云相宗获得的武技。夏风从来不是一个骄奢淫逸的人，分得轻孰轻孰重。要说这次去云相宗最大的收获，莫过于从云相宗的宝库里获取到的那本镇宗之宝——极品绝世武学云相天威斩。绝世武学一般适用于武尊的修炼，但极品绝世武学哪怕是对于皇级强者也很适配。皇级武学非常罕见，有些资源较差的武皇也没有一本，所以他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处搜罗合适的极品绝世武学。夏风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一个极品宗门里面找到一本极品绝世武学。如果自己能够学会这云相天威斩，那他的实力必定会大幅度增长。在梦境中，一片荒芜的世界，至尊诀化成的金光竟然主动将云相天威斩给包裹了起来，随后转换为一阵阵大道之音向夏风灌输，居然还能协同修炼武技，这至尊诀也太奇妙了。夏风忍不住自语道，脸上露出感叹的神色。这样的一本功法，比他们所听闻的任何功法都要强大。虽然不知道来源，但的确是目前最适合他的。同时感受到至尊诀奇妙之处的夏风也暗暗做了个决定，日后的时间他的主要任务便多了一项，收集至尊诀残篇。他的修炼速度太快了，每次境界都换功法来修炼，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至尊诀不一样，仅仅是残篇就可以修炼到武圣境界，同时还自带有进阶的属性。这般玄妙之物，夏风相信他绝对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缓缓坐下吐纳，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道道虚影。
那是大道之音为他讲述的云象天威斩的奥秘。9天之上，一只大鹏展翅千里，他每次振翅都带起一股强韧无比的气流。夏风静静地注视着那些气流，一次次地看着。1年、10年、100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大鹏的飞行似乎没有尽头，只是不断地向前，不断地振翅。但越是这样，夏风的双眼越是紧紧锁定在双翅震动的气流之上。经过100年时间的领悟，他已经发现了云象天威斩的要点。那些气流肉眼可见的部分并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慢慢的，气流一次次叠加，逐渐化成恐怖的锋刃。而这些锋刃再一次叠加，夏风隐约看见一道人影，正手拿着长刀，对着天空横劈了下去。聚沙成塔，量变引起质变，只有持之以恒的领悟气流的变化，才能最终发现这幅景象。夏风嘴角微微上扬，随后从地上站了起来。他右手张开，一柄同样长的大刀便浮现。接着，夏风抬头望天，看着大鹏的方向，与天上那道人影一同挥刀。10年、100年、500年，又是一个1000年过去了。夏风终于停下了动作。此时的他衣物破烂不堪，手上的血肉已经不在，只剩白骨。1000年不知疲倦，没日没夜的挥刀，终于让他彻底领悟了这门极品绝世武学。该醒了。夏风缓缓抬头，嘴角上扬，浮现出满意的笑容。第二天一早，夏风门外就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这些声音很清脆，犹如黄雀杜鹃，一声声的不绝于耳。他刚想打开房门却被一双玉手给推开了。10大圣女笑若桃花，为首的孙雅竹身穿青绿色长裙，将完美精致的身躯勾勒得一览无余。其余9女也同样换上了自己最好看的衣服，妆容精致，犹如9天玄女，美得不可方物。你们这是？夏风有些发愣，不太清楚10女这是要做什么。相公，云象宗也打下来了，该办正事了。孙雅竹笑道：我们嫁妆送也送了，今天刚好是个良辰吉日，不如先把婚期给定下来。定亲？夏风恍然，原来10女打的是这个主意，难怪一个个打扮得如此美艳。望着10女，夏风脸色微微一红。这些女孩每个都是世间绝色，作为一个正常男人，要说他不渴望，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觉得未免有些太快了。夏风不像10女，他根本不记得梦境中的记忆，对于这些极品圣女的认知也只停留在她们为他无私奉献，想要嫁给他的层面上。他总觉得自己像是占了人家天大的便宜一样，有些受不起。定亲啊？他微微张口，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没错，相公，不仅要定亲，而且你要记住了，我孙雅竹是你的大老婆，这是大家公认的。孙雅竹的小脑袋快速点下，可爱极了。那好吧。夏风像是下了莫大的决心，点头同意道。不管怎么说，能和这些美人成为夫妻，他还是不抗拒的。毕竟10大极品圣女这样对待他，他又怎能不喜欢呢？10女见状也忍不住捂着小嘴笑道。整个房间其乐融融，洋溢着欢乐的氛围。只是就在众人还没高兴多久，星宇城的上空突然闪来数道极具恐怖的气息。10大极品圣女感受到这股气息，脸色瞬间一凝。夏父原本坐在城主府的凉亭里，看着10大极品圣女打扮精致，甚至还有些紧张的玩笑打闹的朝夏风的房间走去，他就忍不住嘴角上扬。他可是个过来人，这些儿女情事他又怎会不懂呢？一想到儿子能够娶的这些女孩，他也是忍不住的感叹，真是天佑他们夏家啊。只是随着一道带着怒意的男声，他的幻想瞬间就被打破了。小轩，你是我离火极品圣地的圣女，居然要下嫁给这山野村夫，丢人现眼！速速和我回去！天空上，一个不怒自威、身穿红火色长袍的中年人正死死皱眉，对夏风房间的方向喊去：婉儿，你也是和为师返回圣地，不许胡闹了。你知不知道现在世人是怎么评价你的？另外一道流光闪过，一身材丰腴、容貌端庄、身穿青色长裙的美妇恨其不争地叹了口气。赵凌轩和齐婉对视了一眼，神色都不太好看，甚至可以说是很难看。他们本就是私自离开圣地来找夏风的，本以为几天事情，只要他们先和夏风成亲，极品圣地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但没想到圣地的人这么快就找到了他们，而且来人还都是圣地之主，离火极品圣地圣主张文雄，魔音圣地圣主黄诗颖。但这还没完，星宇城上空一道又一道流光穿梭而来。思雅，你这丫头居然为了儿女私情离开圣地，如果不是明轩告诉我，我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呢。于夫人轻笑道。天湖极品圣地的圣主是一位30岁左右的美妇，身穿紫色旗袍，姿容同样绝美，但与常人不同，在旗袍后还拖着一雪白美艳的狐尾。星宇城下那些夏家护卫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呼吸立刻变得急促，表情狂热，双眼通红，只是一眼就被魅惑，这是何等可怕的魅惑手段！若是此时的于夫人下令让他们自相残杀，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犹豫。就是这小子，看起来也没什么奇特的。极冰圣地圣主方莫离摇摇头，是一个五官俊朗的中年男子，约莫30多岁，身穿天蓝色的素纱单衣，安静地悬浮在于夫人身边。年纪轻轻便是武皇，这种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老莫，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武尊吧？
天丹圣地圣主要绝尘捻着白色的山羊胡，笑呵呵道：“武皇又怎么样？天妒英才的事多了去，有天赋的人多的是，但得有命活才行。”方莫离似乎话中有话，一旁的耀绝尘闻言后也有些遗憾地摇摇头。紫雷圣地圣主陈忠明随着一道雷击出现在众人身边，他身穿紫色长袍，模样有些霸道，而他现身后只是冷漠地看着夏风，一言不发。天剑圣地圣主李小庆手背着九柄长剑，手拿酒葫芦，整个人东倒西歪。呀，丫头，回来，跟我回去好好修剑道了。年纪轻轻嫁什么人？李小庆又拿起酒葫芦灌了一口，醉醺醺地打了个酒嗝。李清雪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她都有些不太想认眼前这个既是天剑圣地圣主，同时也是她师父的男人。和其他圣主比起来，李小庆哪里有圣主的风范，根本就像个酒蒙子。而且当霸刀圣地圣主刘洪到来之后，他更是东倒西歪的靠在旁边霸刀圣地圣主刘洪身上，惹得刘洪露出一副嫌弃脸，不断移形换位。只是不管他换到什么地方，李小庆总是能同步跟上，如同一块牛皮糖。李小庆，你他妈离我远点，不然我活劈了你！在这么多人面前，刘洪面子有些挂不住，顿时破口大骂道：“阿红，你看你那德行，咱们兄弟两都多少年没见了，你南我北的，原本那么亲密的人，现在怎么就变得那么生疏呢？”李小庆醉醺醺的笑道，举起酒葫芦：“来，你也喝，咱俩不醉不归。雪芝，速速和我回去，别耽误时间，这酒疯子让你离我远点。”刘洪甩不掉李小庆，气急败坏地对云雪芝喊道。天福圣地和生命圣地的圣主则是一道白光，一道银光闪现而来，他们一同出现。生命圣地圣主宋仙仙身材高挑，一张鹅蛋脸十分秀美，身上也散发着让人平和心静的生命气息。离开他，此人身上沾着不祥。宋仙仙冷漠地看着夏风，一剪言害。而另外一个女人则是一张没睡醒的娃娃脸，看起来倒是和天福圣地极品圣女一样年纪，但熟知天福圣主赵雪化的人可不会被她这张娃娃脸蒙骗，这可是一个5万多岁的老怪物了。回家回家，小事我们回家了，外面不好玩。赵雪化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眶，软软地说道。10大极品圣地圣女是真的没想到，他们的离开竟然会惹得10大极品圣地之主亲自找了过来。今天本来是他们的大喜之日，可偏偏10大圣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委屈，有的愤慨，有的不甘，他们都是真心爱着夏风的。圣地其他来人还好说，拖一拖闹一闹3、5天都是小问题，到时候该澄清澄清，该洞房洞房。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来的人却是10大极品圣地之主。这里找谁说去？相公，我们10大圣女看看天上，又看了看夏风，都咬着银牙，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更有些比如天丹圣女孙雅竹和天福圣女李诗情，直接没忍住，一左一右抱着夏风哭了起来。相公，我们不想离开你啊，这次被抓回去，以后肯定出不来了。孙雅竹的哭声也引起其他圣女的一片愁容。是啊，这次圣主亲自前来，而且明确表示了不会同意他们和夏风在一起，下次再有机会逃出来，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夏风抬头看着10大圣主，心里的情绪特别复杂，他感觉自己像是拐卖了无知少女，随后被人家大人给找上门来了。各位前辈，在下夏风，诸位圣女和我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夏风话刚说一半，之前沉默不语，只是冷厉看着他的紫雷极品圣地圣主陈忠明突然发难，对着夏风怒喝道。随着暴怒的声音，他身上的圣威瞬间包裹了整个星宇城，城内众人5尊以下连呼吸都开始困难，双腿更是不自觉地跪倒在地，全身颤抖不止。夏父夏母也快坚持不住，幸亏天狐圣女于思雅和魔音圣女齐婉儿眼疾手快，第一时间用灵气调动出护体蓝气，这才让两人重新稳住身形。不知道你小子用了什么妖术，竟然敢在我陈忠明头上动土？你知不知道王雨薇以后是要嫁给我紫雷圣子何清玄的？陈忠明怒不可遏，大手一挥，圣威瞬间笼罩在夏风身上。夏风感觉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暴力的压迫着，他双手死死握拳，头上青筋暴起，在他脚下青石板砖已经全部碎裂，陈忠明光是散发开来的武圣威压就快让夏风撑不住了。再看天上其他9位圣主，他们或是面无表情，或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夏风，就是无一人阻止陈忠明的行为。倒有2下子，黄阶武皇还能抵御住老陈的威压，此子的天赋和性子也算上乘了。天剑圣地圣主李小庆一口酒下去，啧啧评价道：“无用。”生命圣地圣主宋仙仙冷漠道：“不祥之人没有成长起来的机会。”不，圣主，你不能这样对夏风，你如果要杀他，那就连着我一起杀了吧。王雨薇被吓住了，他赶忙跑到夏风身边，咬着牙施展护体蓝气，与他一起抵挡。他知道陈忠明的性格，对待外人暴力无边，经常是说杀就杀。一见陈忠明这样对待夏风，王雨薇是真的被吓到的，生怕还没娶自己的相公今日就命丧当场。你给我过来，你才认识他几天，胳膊肘就朝外拐。陈忠明瞳孔一缩，虽然言语依然严厉，但手上的力道却小了不少，生怕伤到了王雨薇。我不，除非你答应我，你不会伤害他。王雨薇不像以前那么乖巧，而是死死咬着牙，眼含泪水的对陈忠明谈条件。
陈忠明的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但看王宇威坚定的模样，他最后还是冷哼一声，大手一挥，收了夏风身上的威压。小子，你真该多谢宇威，他替你捡回来一条命。紫雷圣地圣主冷笑一声，随后扭头道：今日我不会杀他，你给我过来。王宇威脸色阴晴不定，他看了看夏风，又看了看陈忠明，最后万般无奈，只能化作叹息。相公，等我还会回来找你的。临走时，王宇威凑近夏风耳边轻声说道，随后他凌空一闪，便出现在了陈忠明身边，沉默地低着头，一言不发。其他9位圣主也都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宗门的圣女。9位圣女抿着嘴唇，都依依不舍地看向夏风，他们的双眼似乎都在表达一个意思：等着我们，相公。没有人敢去激怒自己的圣主，能够作为极品圣地这种巨无霸的领头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心性柔弱之人。大夏帝国的一个小城，只要他们想，翻手即可覆灭。你们！夏风见9大圣女浮空而去，不知道为何，他心中突然出现某种碎裂的声音，随后就是无助和愤怒。我23岁就成了武皇，从武徒到武皇，修炼时间不过1月，难道这样还没资格和你们的圣女在一起吗？他浑身发颤，忍不住仰头对10大圣主喊道：修炼时间1月变成武皇？魔音圣地圣主黄世莹挑了挑好看的眉毛，此子的天赋倒有些妖孽了。没想到啊，1月武皇，难道他也随了那人觉醒了天生地体？离火圣地圣主张文雄眼中闪过一抹意外的光。无用！紫雷圣地圣主陈忠明冷哼一声，直接一把拉住王宇威，正准备破碎虚空离开星宇城。就算他是地体，没有成长起来的机会，一样是废物。其他几位圣地之主眼中同样也带着或意外或惊诧的目光，甚至天福圣地圣主赵雪花的目光还有些惋惜。他们不再多说，正欲带着自己宗门的圣女的转身。喂！就在这个时候，下面的夏风深吸一口气，这个男孩张开嘴，用尽全身的力气对天上的10个身影大喊：就算你们现在不认同我也没关系，但10大圣女我取定了。我夏风现在或许不入你们的眼，但给我时间，我一定会让你们震惊。还有你们，下次见面我不用你们来找我，我会很快提升实力，到时候带着聘礼亲自来你们的极品圣地，光明正大的把你们取走。痴人说梦！陈忠明扭头冷笑一声，如同看一个白痴，随后带着眼眶发红的王宇威遁入了虚空。小子，你能挺过之后的难关再说吧。天剑圣地圣主李小庆摇摇头，有些可惜地说道。随后他也带着李清雪化成一道流光，朝着北方某处离去。小雅，你找的这个男人倒是有些意思，但有爱可不一定就能善终了。你回去多和明轩交流交流，你们才是天生一对。于夫人摸了摸于思雅的头，语重心长，以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对他道。随后他们也消失了。极冰极品圣地、离火极品圣地、天丹极品圣地，这些圣地之主没有和夏风多说一句话，直接带着自己的圣女离开了。1分钟过后，原先还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城主府瞬间变得寂静无比，清冷、萧瑟、孤独。使女的离去让夏风感觉心中仿佛少了什么东西，一种难以言语的剧痛在他心中化开。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使女这些日子关心他的画面，他死死咬牙，呼吸沉重。可恶！夏风一拳猛地砸在地面上，此时的他憎恶自己的弱小，憎恶自己的实力。如果他能有武圣的境界，今日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于思雅他们也不会这样被带走了。儿子在夏风一拳拳怒砸地面的时候，夏父和夏母走了过来。爹娘！夏风知道自己不能在父母面前表现成这样，他赶紧擦了擦眼泪，随后站起身来。我没事，你们放心吧。我知道那是你们认定的儿媳妇，我会努力，我保证会把他们从圣地带回来，一个不少。我们相信你，儿子。夏父和夏母很有默契的点点头，他们知道夏风的性子，向来说到做到，只要定下目标，就算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一样会闯。只是他们的表情很忧愁。儿子，我有事要和你讲。夏父走到夏风面前，重重叹了口气。原本我和你娘以为此生能安静了，但没想到他们似乎还是不打算放过我们。他们，爹娘，你们在说什么？夏风的神色突然凝重了起来，他能感觉到眼前的2个人自从10大极品圣地圣主来了之后，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不祥！他们既然说我们的儿子身上沾染着不祥，夏父惨笑着。是啊，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放过我们。这次10大极品圣地圣主过来，估计也是因为这事吧。夏母也叹了口气。不是，爹娘，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夏风是真懵了，父母到底瞒了他什么事？怎么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了。儿子，你且听好，你之前不是问我们家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背景吗？夏父深吸一口气，随后重重点头。没错，你猜对了，其实你原本的身份应该是这大夏帝国的下一任接班人才对。啥？帝国接班人？夏风双眼瞪得贼大，满脸不可置信。老爹在说啥？他原本是个皇帝命，如果不是没和10大圣女办酒席，他都要怀疑自己老爹是不是多喝了2两了。别急，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夏父拍了拍夏风的肩膀，随后坐在城墙下，开始给他讲起了夏风真正的身世。
原本夏风的爷爷夏天明是大夏帝国的上一任弟子，而弟子往往都是天生地体的超级妖孽，下任夏帝就是他的囊中之物。只是夏天明一心修炼，对参与朝政和把控政治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夏风的太爷爷，也就是夏天明的老爹兼大夏帝国的上一任夏帝，思量再三，最后封了夏东海作为新的夏帝。夏东海是夏天明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比他要小3岁。对于这个决定，夏天明并不在意，他本心就不喜欢朝堂，只愿醉心在修行的世界。可是，在上一任夏帝闭关的时候，性格阴雾的夏东海暗中找来了10位天阶武圣，以商议国事为由，将夏天明给诱骗到了皇宫中。夏东海发难后，夏天明以高超的实力，以一敌10，强行击杀了8位天阶武圣，但最后还是寡不敌众，全身修为被封印了起来。之后，夏东海更是以一种极其邪恶的禁术，将夏天明的天圣地体给生生剥夺了下来。只是听说当日皇宫夏天明的惨叫叫了3天3夜，如同恶鬼哀嚎，听见这个声音，若大皇宫竟无一人敢入睡。等到上一任夏帝出关之后，了结了此事。一反常态的，众人想象的对夏东海的处罚根本就没有。拥有天生地体的夏东海和修为下降一大截，修行之路崩塌的夏天明，上一任弟子很快就做出了抉择，他没有对当朝夏德做出任何惩罚，只是安慰性的将当朝最高爵位，同时也是最高荣誉的封号战天皇封给了夏天明。之后便是将夏天明全族发配到了北疆东周，允许他建立战天皇朝，认为战天皇朝之皇。只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太久，10年过后，上一任夏帝再次闭关，而当朝夏帝夏东海的目光瞬间便投向了战天皇朝。夏东海为人阴狠，最懂斩草除根的重要性，于是他趁着上一任夏帝闭关的好时候，以战天皇勾结日照帝国谋反之罪，派出了帝国10大战将，让其覆灭了战天皇朝。你爷爷的仅剩的一点修为也被他彻底废除，沦落为一个刀都拿不起的普通人。一说到这，夏父忍不住哽咽起来，他全身止不住的颤抖。皇朝覆灭，我们无路可去，他如同驱逐赶狗一般，把我们发配到了东周这最偏远的新域城。你爷爷只做了3年城主，可每日都郁郁寡欢，身受重伤的他早已万念俱灰，没有任何求生的想法。算算时间，今天是你爷爷走的第25年了吧？以前新宇城还有他派出来监视的探子，自从你爷爷走后，那些探子也都消失不见了。你以前一直问我们家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夏风苦笑，有是有，但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本来我和你娘是不打算告诉你，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长大，有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无忧无虑的过一生就好。只是很多事情还是会超出预料之外。夏风扶着额头喃喃道。夏风听完这些，瞬间就沉默了。他老爹讲的东西信息量有点大，一时让他有些无法接受。原来自己是大夏帝国上一代天生弟子的孙子，原来自己的爷爷和大夏帝国当今夏帝有着这样的血海深仇。老爹，这次10大极品圣地的圣主前来，是不是也和这件事有关？夏风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问道。还有，他们说我身上沾染着不祥。夏风回忆起生命圣地圣主宋仙仙冷漠的话语，还有李小庆临走时对他说的话，先扛过这次劫难再说吧。应该是了，不然也不会惹得他们10位一同前来。夏父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不定。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今夏帝应该是再度盯上你了。夏父语气开始凝重，你和10大极品圣地圣女的事情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平时没有消息还好，他应该不至于把视线投到我们这里来。可你身为夏天明的孙子，被10大极品圣地圣女青睐，就像是一颗突然升起的飞星，闪的让某些人移不开眼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夏父越想牙咬得越紧，整个人的呼吸也急促起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0大极品圣主会这么迫不及待地带走自己的圣女，就是生怕和夏风牵扯上关系，到时惹得大夏帝国降怒于他们。虽然10大极品圣地十分超然，一世独立，可毕竟是归属在大夏帝国之下的。整个大夏帝国的最高战力可是恐怖无边的5帝强者。5帝发怒，尸横万里，血流成河。儿子，都怪为娘，是为娘疏忽，当时就该想到这一点，狠狠心替你拒绝了他们，这样消息也不会传到皇室那边了。夏母一样老泪纵横，他一把抱住夏风，忍不住悲哭。被大夏帝国的当今夏帝盯上，就是上一任弟子夏天明也落个凄惨死于荒地的悲惨结局。夏风之后的结局又会是如何？他简直想都不敢想。爹娘别怕。夏风站起身来，他望着2人轻轻笑了起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儿子现在已经是5皇了，就算被仇人找上门来，我也能护你们周全。儿子，夏父望着夏风，欲言又止。我知道你想说那是大夏帝国，是不可撼动的超级存在。夏风叹了口气，爷爷被那个老比登害死，你们也只想平静地过上普通日子，可他还不打算放过我们。我们不能这样，是时候改变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还是与家族有着血海深仇的仇人，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要。你，夏父似乎被夏风的言语给触动了。是啊，他又何尝不想报仇雪恨，
幻想着有一天能走上皇宫，将那个人从椅子上拉下去，狠狠地踩在他的脸上。试问他为什么能下此毒手？为什么能对自己的血亲做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今夏地下东海吗？夏风冷笑一声，我夏风会让你明白，有些东西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老爹，反正人家也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引颈带路？夏风神情越来越坚定，我能够1个月的时间修炼到武皇武帝，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你说的没错，一直躲避和忍让也没有换来平静的生活。夏父似乎也被夏风感染了，他回忆起和夏天明窝囊逃窜的前半生，庞大的恨意便涌了出来。好！陡然，夏父大吼一声，眼神不再恐慌，而是坚定和清明。既然我儿子有这样的志气，那就说明你爷爷这一脉的气运还没有断。你跟我来，我带你看点东西。夏父拍了拍夏风的肩膀，随后向前走去，毅然决然。夏风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双眼同样决然。这是修行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修行者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东西都要靠自己去争，而不是受别人的施舍。别人要他们生他们才能生，要他们死他们就必须死，这算他妈的什么道理？夏风不是一个认命的人，就算没有梦境珠，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过一个死字，最后他大不了选择战死，也绝不会伸出脖子让别人砍。父子俩一前一后的进入了城主府里的藏书房。藏书房很是宽敞，夏风小时候也经常来这里修炼功法，对此地非常熟悉。夏父上前走到第3排的书架前，像是下定了莫大的决心。他伸出手，按照3层第5本、5层第6本、2层第9本的位置，依次朝书中输入灵气。轰！偌大的藏书房立刻发生了变化，两边的书架朝着左右横移，被书架遮挡的墙壁裸露了出来，而这墙壁之上居然还有一间1人宽高的暗门。夏父一言不发地向前走，夏风也默默跟着。就这样，两人穿过一道黑暗，走了100米左右，才渐渐看到一点光明。昏暗的烛火悠悠地照着，一个装饰豪华的大厅出现在夏风面前，而在大厅左右则摆放着许多信件以及画像。画中之人英姿勃发，正在与一头凶猛的恶龙搏斗，还有的画像是同敌国将领死战，与黑海蛟龙缠斗。画像中的凶猛男子都是同一人。夏风看过去的时候，心中微微一动，他几乎可以认定，这应该就是为大夏帝国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也是上一任天生地体的夏天明，他的亲生爷爷了。而那些信件则包裹着一道又一道闪着金光的诏书。夏天明率先攻下 HD， 冒名龙宿3城，扬我大夏国威，封国都护。大夏帝国弟子夏天明攻破敌国首都，进大将军一职。大夏帝国夏天明总共7、8道荣誉诏书，都是追封职位，每一道都代表着夏天明为大夏帝国付出的巨大贡献。直到最后一封，今日赐下天明战天皇朝，授予战天皇之称，统领战天皇朝，称呼只是夏天明，不再是弟子，也无任何功绩。这些都是你爷爷曾经为大夏帝国立下的赫赫战功的证明。怎么样，很讽刺是吧？夏父苦笑。夏风不语。只见夏父继续向前走，在大厅中央的柜台上放置着一个暗黄色的沉香木盒，他将自己的手放上去，轻轻摩挲。当时皇朝被覆灭，皇朝的宝库也被夏东海的人搜刮殆尽，你爷爷唯一能带出来的东西只有这个了。夏风闻言，双眼注视了过去。夏父缓缓打开木盒，里面闪过一道光华，一本武技被他十分小心地取了出来，递给夏风。这是你爷爷从小就修炼的第几武技九窍玲珑经，整个大夏帝国也只有帝室血亲才能修炼。他临走前用了1年的时间将九窍玲珑经默写了下来，一直存放于此。夏父深吸一口气，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父亲时日不多，可写书的模样。虽然父亲没有说，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夏父惨笑，如果后世有天纵之才，能够重新复兴我们这一脉，便将这九窍玲珑心交于他。我本以为这本第几武技会流传到很远很远的后代手上，没想到你会突然展现这种妖孽的天赋。既然选择要将大夏帝国翻江倒海，手上没有点实力可不行。第几武技，夏风望着九窍玲珑经，并没有丝毫的兴奋。这是他此生见过最珍贵的东西了。一本第几武技，在任何一个帝国都是重中之重。可是这九窍玲珑心的由来，却让夏风无比压抑、悲伤。儿子，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修炼这九窍玲珑心吧。夏父再次拍了拍夏风的肩膀。夏风嗯了一声，接过了这本第几武技。两人又是一前一后的离开了藏书阁的暗室。夏风站在城墙上，望着帝国首都的地方，双拳不自觉地握紧。他很清楚，他的时间不多了。别看新宇城现在平静安稳，谁知道什么时候一场狂风暴雨就会袭来。他现在满脑子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修炼。修炼，不断的修炼，他要更强大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摆脱大夏帝国皇室的掌控，才能替自己的爷爷报仇，才能有未来去履行自己的承诺，迎娶10大极品圣女为妻。当天晚上，夏风盘腿坐在卧榻上，已然进入梦境。梦境珠依然悬浮于上空。夏风在至尊诀的帮助下，开始理解九窍玲珑心。九窍玲珑心的修炼总共分为9层，1层入门，9层圆满。每提升1层，
体内便可以多一种玲珑心，而多这一颗玲珑心，就意味着夏风可以多施展一种同级别武学，而一般的武者最多只能使用一种同级别武学，因为他们自身的灵气只能调动一门同级别武学。比如一个武皇，他最多只能修炼使用一种皇级武学，如果修炼了多种，丹田会承受不住武技的消耗，灵气瞬间抽空，会致丹田出现裂痕，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反噬自身，落个境界大跌的下场。但九窍玲珑心不同，每一枚玲珑心变类似于一个人造丹田，可以替宿主提供武学载体，而且在九窍玲珑心的加持下，这些武学的威力都能成倍增长。如果圆满，一齐释放9种与自身境界同级别的武学，这是何等的恐怖！不说1打10，1打5轻轻松松，而且还是秒杀。这就是地级武技。夏风喃喃道，眼神更加凝重。他想得很远，帝国皇室那些人出生就修炼这种武技，他们的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无数倍，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实力在同境界之中可谓无敌。越想到这，夏风就越不敢松懈，他立刻开始修炼九窍玲珑心。梦境中的时间过得很快，夏风目前能够拿得出手的武技也只有一本绝世武学云象天威斩。1000年的梦境时间过去，夏风已经修炼到了第2层，他的体内也多了2枚圆润白洁的玲珑心。云象天威斩算是我自己修行的一种，我还需要挑选2门武技，用玲珑心承载它们，提升威力。夏风掏出一枚银白色的储物戒，将之前云象宗的搜刮的武技全部都倒了出来，能够用的绝世武学他翻翻找找，最后捞出来2本武技，一本是绝世上品剑法武技天眼苍生剑，另外一本是绝世下品雷电武技雷荒霸星。天眼苍生剑刚好用在清雪剑上，而这雷荒霸星在夏风转换为紫雷体过后，对于雷电武技的使用更是轻车熟路，还有威力加成，真是浪费。地级武技用来加持绝世武技，夏风苦笑一声，此事真是巧妇奈何无米之炊，他目前拥有的武技就是这些了，没得选。千年梦境，现世3个时辰。夏风苏醒过后，天才刚亮，他左手提着清雪剑，右手拿着从云象宗找来的一柄中品灵宝大刀，就跑到城主府外不远处的空地上，开始施威力去了。时间不等人，接下来的时间，夏风除了修炼还是修炼。白天的时候，他把梦境学会的武技在现实重现，洗刷掉梦境与现实的隔阂感。晚上，他顶着梦境珠，不断接受大道之音的洗礼。而此时的夏风正不断在梦境世界里运转丹田，缓缓吸收天地灵气。至尊诀疯狂运转，他的境界也在一点点上涨。地阶武皇了吗？很快，夏风睁开双眼，伸出双手，开始感觉自身所产生的变化。今日是他修炼的第1800年，成功进入地阶武皇之列，该凝聚另外一道神通了。夏风深吸一口气，武皇的突破，每一个小境界都会吸收天地大道之力，凝聚出一种神通。天地玄黄4阶，初入武皇只有1种神通，而实力强大的天阶武皇则可以拥有4种神通，是武皇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也是他们实力的具象化。拥有多种神通的武皇破坏力极其惊人，让人防不胜防。而此时的夏风从黄阶武皇一跃成为地阶武皇，这也代表着他可以再度凝聚2种神通。夏风盘坐在大地上，抬头缓缓看着金色的天空，整个人心念一动，他将体内的大道之力缓缓凝聚在丹田之内，随后再以至尊诀感悟天地大道的本源，构思新的武皇神通。上次的神通是依靠紫雷体形成的雷伐，这次的2种，夏风眼神微动，开始思考。大道之力既是天地之力，天与地吗？夏风想到这，双眼瞬间一亮，他找到了凝聚神通的方向。随后，夏风再次闭眼，按照他的思路开始凝聚灵力，一次次尝试。200年转瞬即逝，夏风从地上站起来，他左手拿着清雪剑，正咧着嘴笑，这笑是掌握了这2种神通的喜悦。天诛！夏风仰头怒吼一声，拿着清雪剑指向头顶。轰隆隆！只见天空爆发出一道巨响，一柄巨型清雪剑的投影从天而降。这巨型清雪剑周身散发着滔天的恐怖气势，似乎孕育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没有人会怀疑这巨剑砸向地面的威能。地灭！不等天诛消失，夏风又再次怒吼道。顷刻之间，夏风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纷纷发出轰鸣。黑色的煞气逐渐铺满了地面，慢慢的，这些煞气随着夏风的心意凝聚成了无数锋利的黑刃。在夏风的指引下，他们迅速锁定目标，疯狂朝着前方的山峦冲去。无数黑刃与山峦接触的瞬间，原本高大无比，足足5000米宽的山峰一下便被拦腰折断，无数碎土滚落，激起烟尘无数。雷伐、天诛、地灭，这就是目前夏风所拥有的3种最强大的依仗。每一种神通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攻击力，再加上9窍玲珑心辅助的另外3种绝世武技，他的实力再度提升一大截。2000年的时间也只能提升到地阶3重武皇，极品天赋的上限看来就到这里了。这也太慢了，看来以后还得多找找提升天赋的灵药灵果。夏风收起清雪剑，无奈的摇摇头。2000年从黄阶1重武皇提升到地阶3重武皇，这样的速度放在外面也是相当惊人的成绩了。有的地阶武尊没有资质，只能卖苦力修炼，
有些甚至用了数万年才突破至地阶。但夏风显然是坐快车坐多了，反而是嫌弃了起来。这要是让那些卡在玄阶9重天数千上万年的武皇听见了，估计个个都恨不得拍死他。在夏风于梦中修炼之时，远方的9道恐怖气息正以急速朝着星宇城靠近，他们的气势恐怖无边，仅仅是飞行所带来威压，就惹得下方的堪比人类5尊境界的9阶灵兽瑟瑟发抖，惊叫着向四处窜逃。来人分别属于大夏帝国的3大皇朝：天下皇朝、地下皇朝和人下皇朝。这么多年了，逆血那一脉还不安稳，真是够折腾人的，浪费老子玩女人的时间。为首的一名光头大汉不爽道，他浑身肌肉，却反差的穿着黑白道袍，口吐污言秽语，不像个道人，反而像个花和尚。无所谓，对我们来说就当出去散散步了。天下皇的意思是让我们废了那小子的丹田，可我觉得有些麻烦，万一以后他还有后代金财艳艳，我们岂不是又要跑一趟？在光头道人身后，另外一个年轻模样的男子打了个哈欠道，直接把逆血那脉给杀干净算了，反正地体早就移植到了那位大人的身上。你们想忤逆天下皇的旨意吗？光头大汉冷哼一声，不杀逆血一脉自有天下皇的考量，你只管听命就行了。听老大的。年轻男子旁边有一个黄毛，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男子耸耸肩，不再言语。听说那小子晋升黄阶武皇后灭了云象宗，这天赋还真不弱。23岁的黄阶武皇，桀，真想让他也加入到我的作品中啊。地下皇朝的带队人是个老者，他的胸口挂着一串骷髅头项链，不停地怪笑着，看起来极度诡异阴森。在他身后还有2个戴着兜帽的玄阶武皇，看不清脸庞。老鬼，你收敛点，毕竟是出过弟子的血脉。人下皇朝的带队人是一个长相阴柔、脸色苍白的男人，在他的两侧同样有2名玄阶武皇，十分自觉地慢了一个身位，显然是以他为主。韩翔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听我指挥，早点弄废他，早点回去。带头的花道士开口道。老鬼和韩森点了点头，没有否认花道士的指挥位置，毕竟是以实力为尊的世界，他们8个都是玄阶武皇，而这花道士则是地阶1重武皇。为什么上面的人不下杀死夏风的命令？其实花和尚马武吉也能猜出10之8九。虽然是逆脉，但是实实在在出过地体的，这一脉的潜力可见一斑。圈养在星宇城，如果他们的后代能够再出一个天生地体的话，想到这，马武吉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等肥羊长大了再抽筋拔骨，这是牧羊人的做法呀。天地人3大皇朝是距离星宇城最近的皇朝，所以这次的行动自然由他们展开。大夏帝国向来有一项传统，但凡是夏帝的直系血脉，除了拥有天生地体的人被封为弟子以外，其他人全部都会分封皇朝，有的是继承其他皇朝，有的是重新开辟皇朝。就像是分封诸侯，实力越强，越得到当今夏帝夏天命喜爱的，才能得到距离首都越近、资源越丰富的皇朝。但天地人3皇朝显然不在此列，他们都坐落于大夏帝国北方最偏僻的南州。至于原因，众人心照不宣，无非就是不够优秀，不得夏帝宠爱。而这次旨意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机会，是一个让父皇重新刮目相看的机会。如果可以，谁愿意留在这穷乡僻壤？帝国中心的资源数不胜数，在那里才最有可能突破5圣。所以这一次任务下达之后，天地人3皇朝的皇立刻就调动起自己麾下的3大武皇，拿起杀机，就是要用牛刀的气势，让他们全力奔赴星宇城。我们到了。带头的马武吉看见那偏僻的小城市，舔了舔嘴唇，露出残忍的笑容。随后只见9道恐怖无边的光影如同炮弹一样狠狠地砸在星宇城城主府上。那个叫夏风的小子，赶紧给老子滚出来！马武吉抬起头，发出震天怒吼，惹得城内众人头晕目眩，修行实力弱者甚至直接吐血。这是何等人物降临到了他们星宇城？城内居民诚惶诚恐，颤颤巍巍地抬头看着那9道身影。虽然之前有10大极品圣地圣主前来，但他们都没有造成太大的动静，所以这些居民也不曾知晓。但眼前的这9人显然是来找事的。你一拳我一脚砸的城主府快要崩塌，夏家这是惹了什么不得了的人物？马家家主恐惧道。上次他们不是借着霸刀圣女的手灭了云山宗吗？我猜这些人应该是云象宗来的，云象要为他弟弟报仇。刘家家主一拍脑门，尖叫道：他们不会牵连我们吧？这些都是夏家干的事啊！其余几个家族也是面露恐惧，生怕对方屠了夏家之后再屠城。无他，实在是3大皇朝来的这9名武皇太张扬了。他们9人一同施展皇威，众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望着他们就像是望着不可逾越的泰山。他们来了！夏父着急忙慌地找到夏风，咬着牙道：儿子，咱们还是快跑吧，这次一共来了9位武皇，和他们战斗太危险了。没事的老爹，不就是8名玄阶武皇，1名地阶武皇吗？玄阶武皇3重3人，7重2人，9重3人，地阶1重1人，还行，能搞得定。夏风将视线从天空收了回来，看着夏父笑道：交给我了老爹，你在后面看好就行。他老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突破了地阶武皇，有这种反应不奇怪。不过没关系，夏风很快就会让这9人知道什么叫做有来无回。不是，那可是9位武皇啊！儿子你
夏父有些着急，可他话还没有说完，夏风的身影嗖的一声便消失无踪了。这小子怎么还不出来？莫非已经跑了？老鬼见新宇城没什么动静，城主府也是空荡荡的，当即忍不住皱眉道：“不会吧？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得到消息就赶了过来，谁的速度要比我们9大武皇还快？”韩森也有些不解。跑了？花和尚马武吉眼神骤然冷厉，他扫视着城下的居民，他要是真跑了，老子先把这下面的人全杀了。骚，浪费老子的时间，这该死的老鼠！没跑，人在呢。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笑声突然从众人背后响起，9大武皇瞬间一愣，他们同时转过身来，只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子悬浮于空，正咧着嘴看着他们。什么时候？韩森神色一凛，这小子绕到他们9大武皇身后，却无一人知晓。不对劲，这小子有鬼！老鬼也看出来了不对劲，他立刻大喊一声，让众人提高警惕。来者为客，我还有大礼送给各位呢。夏风依然笑着，但下一秒他的神色骤冷，说出来的话更是让9大武皇神色巨变。神通雷法，神通天诛，神通地煞。言出即随，夏风立刻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势，他抽出清血剑，猛地向前踏出一步，巨大的剑身投影从天而降，恐怖的雷云也瞬间聚结，地面也化成了浓墨一般的黑煞。不可能，这是3大武皇神通，他居然是地阶武皇！人下皇朝的韩森如同见了鬼，整个人尖叫道：“消息有误，之前不是说他只是皇阶武皇吗？怎么突然变成了地阶？”马武吉瞳孔一缩，他赶忙回头，散开，全部散开！想跑，来得及吗？夏风冷笑道。就在众人轰散之际，夏风的3道最强攻击也到了。清血剑锁定了一名玄阶3重武皇，雷法也狠狠地落在另外一名玄阶3重武皇身上。不，人下皇朝实力最弱，由韩森带队的2个玄阶3重武皇抬头望着天空，绝望的大喊：“只是普通的神通，他们也不是抵挡不下来，也就是身受重伤罢了。”可夏风这2道神通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在接触到他们身体的瞬间，2个玄阶3重武皇立刻感受到了恐怖的死意。还有一个，夏风依然在笑。果然，地面涌动的煞气化成了无数黑色利刃，猛地朝着地下皇朝那名玄阶3重武皇身上冲去。那玄阶武皇本来看着人下皇朝的2人承受了攻击，有些劫后余生的松了口气，但谁能想到下一秒死的就是他。不，求你别杀我！黑刃是这名武皇最后看到的画面，他竭尽全力的嘶吼着，可依然被利刃割成了碎片。9大武皇齐至，不过片刻，瞬间被夏风秒杀3人。剩下的武皇面露惊恐之色，纷纷悬浮上空，不敢在地面多留1秒。这小子不可能！韩森指着夏风，说话都有些颤抖。老鬼和马武吉也是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夏风。剩下的6个武皇强者一时间都没办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本来按照消息，夏风只是一个皇阶武皇，他们9大武皇一起出手，也就是个出门逛街吃饭一样的事。但谁能想到，夏风一出现就秒杀了他们之中的3人。一众地阶武皇，马武吉是在场实力最高的人，他从夏风散发的灵力判断出了他的境界。你们就是3大皇朝的人？这也太弱了吧！夏风冷笑，他也缓缓上空，一一扫过众人。如果是这个水平，那抱歉，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了。听着夏风放的狠话，剩下6人对视了一眼，神色都不太好看。但他们没有回应夏风的话，而是开始暗中传音。要逃吗？我感觉这小子很古怪，刚才的3大神通威力太过强劲，就是天阶武皇的神通也不过如此了。韩森咬牙道：“没记错的话，这小子应该才23岁。”老鬼缓缓开口道：“23岁的地阶武皇，看来之前他都是在藏拙。各位，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吧？这小子也是天生地体。”夏武吉像是想到了什么，他震惊地看着老鬼：“我们都被他耍了，这是逆迈出的第2尊地体，之前的他一直在蛰伏，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23岁的武皇。就是他的爷爷夏天明也是40岁突破的武皇。各位，这是一次机会。”老鬼也凝重道：“能够带1尊地体回去，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说到这，6人的呼吸瞬间急促了起来，他们看向夏风的眼神少了许多忌惮，多了几分贪婪。夏风皱起眉头，搞不清楚这6人卖的什么药。是啊，1尊活生生的地体，如果他们能够把夏风擒拿回去，不只是自己的皇，就是当今夏帝也会对他们进行赏赐的。加官进爵不说，如果有夏帝赐予的那些天才地宝，武圣对我们来说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了。他只是地阶武皇，刚才连续施展3大神通，现在估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们不能被他吓住。没错，神通是很耗费灵气的，刚才死的也是我们之中最弱的人，或许他打的主意就是先秒杀了那最弱的3人，以此唬住我们。马武吉一拍手，断定地说道。他也是地阶武皇，很清楚连续施展3大神通意味着什么。只可惜夏风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他不仅有9窍玲珑心可以以3倍的速度吸收灵气，同时也有至尊诀，所以3次神通对他来说还能承受得住。拼了，今天一定要拿下次子！老鬼深吸一口气，
随后全身爆开庞大的鬼气，他阴森地咬着牙，对夏风怒道：“小东西，别以为用点诡计就能唬住老夫，今日你必死！”老鬼大口一张，恐怖的黑色浓雾从他的嘴巴里喷出，铺天盖地地朝着夏风弥漫过去。在黑雾中，无数没有血肉的恶鬼狰狞地挥舞着双臂，朝着夏风疯狂扑去。一起上，用最快的速度拿下他！马武吉大手一挥，对另外4个武皇安排道。一时间，6大武皇共同出手，天上流光四射，兵器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马武吉不以对方和自己同级就掉以轻心，那可是天生地体。以往的战天皇夏天明就给他们展示过，什么叫做轻视天生地体的都死了。他使用的武器是一把梨花开山刀，挥舞在手上，虎虎生威，逼得夏风屡屡用清血剑招架。那地下皇朝的领头人韩森使用的则是一把淬毒的匕首，匕首锋利无比，甚至可以刺破虚空。夏风神色相当凝重，其他的伤害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敢硬接，但这刀尖黝黑，一看就淬有剧毒的刀刃，他可不想让自己的身体与其有任何接触。另外3个武皇，一个使用的是血银长枪，一个用的拳套，还有一个用的是一把翠绿色的铁刺鞭。6人和夏风在空中缠斗在一起，一时间打得难分难舍。该死，武技的差距太大了！夏风暗骂一声，他的神色也越来越难看。虽然在和6人对战的时候，他偶尔释放着云象天威斩和另外2门绝世武技，但和对方的黄级武技碰撞起来，威力还是差了太多了。虽然他的修为比5个玄阶武皇要高，可是却没有黄级武学在手，短时间竟然无法击杀6人中的任何一人。别看现在他们打得平分秋色，但夏风很清楚，如果再拖下去，对方很快就能找到他的破绽，然后以此击败他。不愧是天生地体啊，居然能以1敌6不落夏风。老鬼舔了舔嘴唇，随后他发出阴冷的笑声：结，可是无用啊，小子，我已经看透你了，除了神通以外，你根本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攻击手段。剩下的几个武皇也都反应了过来，他们脸上的喜色越来越浓，只要夏风不能解决他们的其中一员，那夏风是不可能有任何胜率的，是吗？夏风闻言，神色顿时一冷。既然你们都这样想，那不妨来接我这几招。灵气汇聚在双腿上，夏风猛地向上抱起，在他体内2颗玲珑心疯狂的运转，3门绝世武学都不自禁地发出了嗡鸣。一把大刀被夏风拿在手上，他表情狰狞，瞬间将身体中的全部灵力聚集在玲珑心之中。云象天威斩！随着一声怒吼，被9窍玲珑心强化的云象天威斩被夏风使了出来，遮天蔽日的刀气狂暴无比地朝着6人袭来，惹得6人后背冷汗直流。那是黄级武学，不好，他还有底牌没出。韩森距离刀气最近，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攻击上蕴含的恐怖威力。快散开，此招不能硬接！韩森再次疯狂地尖叫起来。韩森大喊之后，立刻撕破空间，用尽全身灵力暴退。他专修刺客之道，速度比其他武皇快上数倍，很快就遁到了安全的地方。但他快不代表其他武皇也快。夏风调动全身威压，死命地朝着另外3个实力最低的玄阶武皇压去。这3个武皇顿时感觉身上驮了万斤重物，脚下的速度肉眼可见地慢了下来。不，马大人救我！眼见狂暴的刀芒暴冲而来，天下皇朝的玄阶武者抬起头，对已闪到远处的马武吉绝望求救道：该死，这群废物！马武吉深吸一口气，死死咬牙，眼中带有怒火。但他知道，如果不救下这3个武皇强者，那这夏风可就不是他们剩下3人能对付的了的。绿鳞天狼！他迅速咬破手指，随后朝着虚空一点，4条全身刻着黑色钻体的白狼从虚空中窜了出来，仰天咆哮。只见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刀芒，想要用自身的躯体减缓刀芒的威力和速度。你以为这样就能挡住我了？做梦！夏风眼中闪过一丝惊芒，此时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没办法杀掉这3个人，那他就危险了。哪怕是透支一些丹田，他也要完成速杀。雷霸荒星，5颗蕴有天道之力的狂暴雷球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朝着那4头灵狼身上冲了过去。一阵爆响过后，4头焦黑的狼尸从浓雾中抛飞了出来，与那庞大恐怖的刀芒擦肩而过。不，3人面露绝望之色，眼睁睁看着带有上品黄级威力的云象天威斩掠过身体，随后视线天旋地转，3颗人头齐刷刷的落地。该死的孽畜，他体内的灵气是用不完的吗？马武吉双眼血红，武皇神通过后又是黄级武技，夏风给他过的感觉实在是太邪乎了。神通和武技都是修士们用来制敌的最佳手段，但相同的，使用这种杀伤性极强的技能都会消耗他们丹田内的大量灵气，所以一般不是最合适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轻易施展绝学。哪怕是他全力施展3种神通和1门黄级武技之后，也要花上好些时间来恢复。但之后整个人就是虚弱状态，一般不是生死之敌，他也不敢这样挥霍灵气。可夏风倒好，3大神通和黄级武学随手扔，简直像不要钱似的。就刚才那5个小圆球，他清晰地在上面感受到了下品黄级武技的威能。传闻天生地体霸道无边，没想到除了修炼速度和悟性天资碾压常人以外，竟还有这源源不绝的灵力储藏。老鬼脸色难看道：现在就只剩下他们3大皇朝的带头人了，
可夏风那边除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皮外伤以外，根本没有任何损耗。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夏风并不是什么天生地体，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消耗灵力，主要是还是靠着另外2颗玲珑心和至尊诀。至尊诀运转之后，夏风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是常人的数倍，而9窍玲珑心的每一颗都相当于一个人造丹田，别人只有1个丹田，而夏风有3个，这还怎么打？就剩你们了。夏风扭过头，残忍地咧嘴笑道。感受到夏风注视，韩森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他扭头看了马武吉和老鬼一眼，3人迅速达成一致。天生地体实在是太邪乎，能修炼到武皇的都是花了成千数万年的岁月，没有一个人敢拿自己的生命去赌。小子，你给我记住，别以为这次击退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等我们下次过来就是你的死期。天下皇朝的马武吉丢下狠话，随后他以匕首切开虚空，迅速遁入其中。韩森和老鬼也有样学样，一个遁入阴影，一个化成诡异的黑雾，朝着3个地方急速逃跑。夏风愣了一下，没想到对方溜得这么果决。他望着3个背道而驰的方向，略微思考一下，便放弃了追踪。不能将3人全杀，他缔结武皇的消息总会走漏，而且他还有些担心这是调虎离山。现在星宇城能与这3大武皇战斗的就只有他一人，他的父母都还在城内呢。随着夏风轻飘飘地落在城头上，城内的几大家族家主全部都惊掉了下巴。那些都是武皇强者。张家家主瞳孔猛睁，不可置信道：他们这星宇城只是一个偏远小城，之前云山宗的一个武尊云山对他们来说就是无与伦比的庞然大物了，而武皇更是见都没见过，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境界的超级强者。但这种只存在于众人想象中的强者不仅出现了，而且还出现了整整9个。更怕的是，他们其中的6个都被夏风给斩杀了。你们看到了吗？夏风居然以1敌6，还斩杀了对方6位武皇，这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废物吗？王家家主愣住了，说谁废物呢？那是咱们星宇城的少主，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狗嘴。李家家主瞬间变脸，猛地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背上，这一下算是给王家家主打清醒了。他连忙稳住身形，一擦冷汗道：对，是少主大人。难道他一直都在隐藏？马家家主则是满脸懊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10大极品圣女都会跑来找他了。23岁的武皇，这是什么妖孽天赋啊？少主大人才23岁，就可以以1敌6杀掉6位武皇，那他本身得有多强？会不会已经武圣了？王家家主推测道：不至于，应该是高阶武皇，要真是武圣，那9个人根本就不敢找来。该死，当日我为什么要怕云山啊？就该坚定立场，站在少主这边的才对。别说了，我也后悔啊。不过夏乃文，夏爷与我们也一起在这星宇城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会念一些旧情吧。之前云山埋伏夏风时，跑路的2个家主简直连肠子都悔青了。夏风回到城墙上的一角处，夏父猛地跑过来，紧紧抱着他，一巴掌拍在夏风的后背上，激动得热泪盈眶。夏母也在旁边，同样带着激动的泪水，紧紧拉着儿子的双手。好样的儿子，没想到你现在的实力这么强，9大武皇联手居然都不是你的对手，不愧是我的儿子，不愧是天明弟子的孙子。他是真的高兴啊，从父亲去世以后，夏乃文就从未这么高兴过了。这些年他强迫着自己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抛在脑后，每日都压抑着生活，直到夏风的出身才稍稍好点。但今天他出气了，看着夏风在天上与那9人战斗，一个个把他们斩杀下来，他终于爆发扬眉吐气的快感。老爹感受到父亲激动的情绪，夏风也没说什么，而是张开双手，同样紧紧抱住眼前的这个男人，任他发泄情绪。是啊，这么多年了，爹娘一直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什么都没错。那老比登，夏风的瞳孔中隐隐也有怒火，他深吸了一口气，暂时压抑下去了愤怒的情绪。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夏父和夏母的情绪也发泄的差不多了，夏风这才能从夏父的警报中出来。老爹娘，3大皇朝的人我只留下了6个，他们还会来报复的。夏风看着远方，紧紧皱眉。他不担心敌人来找自己，他最害怕的是那些人利用自己的父母来胁迫自己。2人都是武王境界，母亲的实力还要差一些，只是皇阶4重武王。不说武皇强者前来，就算是一个最弱的武尊，也不是他们2人可以抵挡的。一想到这，夏风就忍不住的担忧。他自己实力变强了，能抵御住皇朝的强者，可是父母呢？夏父好像是看出了夏风的心思，知子莫若父，这小子毕竟是被他看着长大的。儿子，你现在是武皇强者，现在大敌随时会找上门来，我和你娘倒是会拖累你。不如我们先行离开，从东荒陵那条路向上走，15天就能达到日照帝国的国境。我们过去之后先隐藏起来，等你实力强大之后。不行。夏父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夏风斩钉截铁的拒绝了。前往东荒陵的路上，灵兽凶兽无数，那边本就处于国境的交接处，基本处于3不管地带，不知道多少在帝国通缉的、逃狱的，还有混不下去的恶犯在那里活动。老爹，我不会同意你们过去的。别开玩笑了，从东荒陵去日照帝国，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四伏，一不注意就会被实力强大的灵兽或被边境的罪人给杀了。就算是武皇强者前往东荒陵，也必须小心翼翼，何况他的父母只是武王。孩子，我知道，
可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星宇城，到时候一定会连累你的。夏父叹了口气，相反，我们去东荒陵还有一线生机，你也可以脱身，到时候等你实力强大，再来找我们不迟。夏母擦了擦眼泪，拉着夏父的手臂，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儿子，别担心，东荒陵那边的路线我们都清楚，有你爷爷留下来的地图呢，不会有事的。我们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次也能平安度过。听为娘的话，你不要犟。夏风双拳紧紧握在一起，他的双眼更是有些发红。因为实力不足吗？因为实力不足，他的父母为了他，甚至愿意以武王的境界去那种九死一生的地方。可恶，要是父母也能像他一样在梦境中修行就好了。等等，夏风一愣，在梦境中修行？这些日子他都是一个人在梦境中修行，但能不能带人一起进入梦中呢？之前10大极品圣女找他的时候，也曾说过一些关于梦境中和他的事情。夏风虽然没有什么记忆，这是否说明梦境珠其实是对他人也有效果的？一想到这，夏风的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不用去东荒陵，我有办法。他转过身，快步上前拉着老爹和娘亲，随后激动道：老爹娘，我有个办法，或许可以快速提升你们的实力。这样一来，你们也不用担心仇敌找上门来的时候只能束手无策了。提升我们的实力？夏父有些疑惑，随后摇头道：儿子，我们和你娘的资质很普通，这么多年也不过是武王，瓶颈就卡在那里，没有几百年是没办法进入武尊的。不用几百年，你们相信我。夏风摇摇头，神情坚定道。夏父和夏母对视了一眼，有些欲言又止，但一想到夏风这段时间飞速进步的实力，还有对儿子的信任，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儿子的办法。当天晚上，夏风拉着一头雾水的父母一起坐在大厅内，两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夏风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只看见夏风闭着眼，不断皱眉，汗水也从眉头渗了出来。而此时的夏风正将全身的精神集中在他识海中的梦境珠上。怎么带人进去？临时化成的小人看着梦境珠，摩挲着下巴，不断的想办法。他试图用灵气去催动梦境珠，希望能够让他去建立外面两人的链接。可梦境珠无动于衷。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夏风也开始有些着急了。不管他用什么办法，这颗珠子就是安然无恙地挂在他的识海内，静静转动。他深吸了好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主动回忆起之前进入梦境世界的过程。先是闭上眼睛，随后入睡，在脑海中勾勒出想要出现的场景和事件。等他陷入梦境之后，一切便开始按照设定好的程序一样运转了起来。这样说来，在清醒状态下是没办法调动梦境珠的吗？想到这，没有其他办法的夏风也不再迟疑，立刻开始放松精神，强迫自己入眠。而外面的夏父和夏母见夏风一会儿呼吸急促，一会儿紧张的全身出汗，两人是心态的不得了。虽然不知道儿子是在调转什么功法，但是看起来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他们下意识地握住儿子的手，问道：儿子，你有没有事？我和你娘的实力这么多年也就这样了，要不还是算了吧。可夏风并没有回应他们，不，也不是没有回应。夏风的喉咙一滚，一阵入睡的呼噜声响了起来。还他爹，儿子他这是睡过去了。夏母有些哭笑不得，他还以为夏风是在调动什么功法，没想到夏风是在睡觉。可能今天一阵大战过后太累了吧？那可是9位武皇。夏父的额头上也挂出来3条黑线，有些尴尬地说道：算了，让他好好休息吧。虽然不知道他想用什么办法，但看起来似乎是失败了。夏父叹了口气，我们也休息吧，明天一早收拾东西，我去藏书房找东荒陵的地图。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我们可别把他给耽误了。夏母也点了点头。于是两人一起上前，想要将沉睡过去的夏风带上床榻。可是就在他们接触到夏风的一瞬间，一种无与伦比的倦意迅速袭涌上来，两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只觉得眼皮一沉，瞬间就倒在了地上。梦境世界中，夏父和夏母朦朦胧胧的第一次进入梦境世界，他们的意识并不清醒，只朦胧的记得夏风拉着他们两人找了一处洞天福地，开始打坐修炼，不断吸取天地灵气。而夏风直接将自己的至尊诀扔到了上空，金色的书页不断传发出大道之音，两人顿时感觉天地灵气都变得清净了起来，吸收的速度也是快了不少。原来真的可以。夏风看着闭眼修炼的父母，心中无比兴奋。本来拿梦境珠没办法，没想到最后歪打误撞，真找到了带人进入梦境中的办法。夏风在失去意识之前就不断地告诉自己，锁定父母的气息，将他们带入梦中。等他入眠之后，夏父夏母上前想要带他去床榻的时候，那气息立刻就唤醒了夏风，他立刻抓住2道熟悉无比的气息，一同遁入梦境。这样一来，老爹和娘的实力也能提升了，至少能够有自保之力。夏风一握拳，激动道：10年、100年、1000年，又是一个1000年过去。这1000年，夏风成功突破到了天阶武皇，同时还掌握了一门新的神通。或许是这次拉人入梦的启发，夏风领悟到的神通与幻境有关。他没有刻意修炼神通，只是入眠时想要带父母入眠潜意识，1000年都在。在潜移默化之下，夏风获得了这项神通。
他的双眼缓缓褪去一阵血红色，随后激动万分地站起来。太好了，要是早有这道神通，当日就不会让他们3个跑了。经过试验，夏风给这道神通的取名为天幻。顾名思义，在敌人精神不集中或者分神的时候，夏风就能立刻将他们拉入到类似于梦境的幻境之中。在他们意识到这是幻境并且摆脱之前，他们都如同入眠一般，无法操控现实的身体。这是一门无比强大的控制能力，再加上之前魔音圣女齐瓦尔送的魔笛，可谓是无往不利。再转头看着气息无比强盛的父母，夏风嘴角更是上扬。1000年的修炼，两人都是天阶5尊了。1000年的天阶5尊，这比当时夏风武王突破地阶5尊还要快。他们2人的年纪都不大，不过100岁。夏父不用说，身为天生弟子的血脉，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虽然夏母没有给夏父说过自己的身世，但能在当时嫁给夏帝之子，一定也不会是凡俗。很快，梦境中构建的世界开始崩塌。醒来后，夏风迫不及待地望着自己身旁的父母。夏父率先醒了过来，他似乎还没有清醒，拍着脑门喃喃道：“什么情况？我好像在梦中修炼了1000年，我记得我好像也在梦中修炼了很长时间，好像实力都到天阶5尊了。”夏母也打了个哈欠，可能是我最近对实力太渴望了吧。儿子，你也醒了。夏父扭头看向夏风道，但此时的夏风却一言未发，整个人的神情变得很怪。不对啊，这不应该啊！他火速站了起来，不断打量着父母，心中骇然。什么情况？之前明明在梦境中修炼到天阶5尊的父母，怎么实力还是武王？那不是梦，那是真实存在的。夏风有些慌了，他深吸一口气，对父母说道：“你们好好想想，在梦境里面，你们一起修炼了1000年，实力也提升到了天阶5尊，那些领悟关于灵气凝聚成灵液，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呀。”夏父见夏风有些惊慌的样子，顿时一愣。你这么说，好像……他皱起眉头，闭上眼睛，随后从梦境中带来的朦胧感渐渐消失，头脑清醒的夏父立刻睁开双眼，随后猛地散发自身的气势。轰！大厅爆发出一阵劲风，吹得家具四散，书籍满天飞。要不是夏风展开5黄蓝气护着，这房间估计也没了。这是天阶5尊的气势。夏母也惊讶了，她此时也记起来了梦中发生的一切，随后也有样学样，按照之前的领悟开始运行灵力。轰！同样的，天阶5尊的气势席卷四方。什么情况？马家家主抬起头，有些惊惧地望着城主府的方向。又有人来咱们这里找少主麻烦了。李家家主下意识地喊道：“怎么可能？5皇都给少主杀了，2个5尊能挑起什么水花？说不定是来找咱们少主拜师的呢。”王家家主不屑地摆摆手，他的这番猜测引得另外2个家主连连点头。什么5尊会来城主府找夏风的麻烦？那就是10条命都不够给的。在夏风崭露头角后，不知不觉的，他们的对5尊的心态都发生了些许变化，从之前的敬仰和恐惧变成了轻视。要知道，这城主始终姓夏，那他们就算是夏风的子民，浑然忘了他们之前是怎么看不起夏家的。另一边，夏父激动地蹦了起来，那居然是真的！梦境中发生的事情居然是真的！我真的修炼了1000年，这可是天阶5尊啊！有了这个实力，就算遇到打不过的人，他们也能跑了。儿子，原来你的修炼方式就是这样，所以你才能进步得如此神速。夏母也张大了嘴巴。夏风点了点头，但他很快又皱起眉头。不对，他看着2人丹田的位置，深吸一口气。老爹，你啊，虽然你们展露出来的气势是天阶5尊，但你们的灵气并没有凝液，你们还是在武王境内。此言一出，2人都低下头，迅速检查起了自身。还真是，夏父夏母都是一懵。夏风的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梦境珠的实力提升只对他有用？该死，为什么会是这样？怎么会一点用都没有？夏风咬着牙，忍不住一拳砸在墙壁上。要是梦境提升实力无效，那敌人来犯时，2人又该怎么办？难道非要逃去东荒陵？不，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夏风闭上眼睛，清晰地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随后看着夏风，轻轻摇头。夏风一愣，转过头看着夏乃文。目前的境界虽然依然是武王，但梦境中的领悟，还有提升境界的经验，我都还记着。夏父缓缓张开双臂，随后开始汲取四周的天地灵气。下一秒，只见四周的灵气翻云覆海一般，凶猛地号着夏父奔去。夏风顿时就瞪大了眼睛，这根本就不是武王的吸收速度。果然如此，夏父大吼一声，停止了灵气吸收。他转过头，脸色大喜地对夏风道：“儿子，虽然不知道你梦境修炼的本事是怎么来的，但我可以肯定，有了那些经验和领悟，我能在10天之内就能突破到5尊。”夏母同样也激动无比，她兴奋地上前，紧紧抱着夏风。2人的实力只要能提升，代表着他们不仅可以不用去东荒陵，而且也不用担心会成为夏风的累赘了。随后，2人也不浪费时间，立刻利用梦境中的经验，迅速在现实中修炼了起来。见此状，夏风这才松了口气，梦境可以帮助别人一起修炼。发现这个契机之后，夏风是一刻也不耽误了。
距离星宇城最近的天下皇朝也在数万公里之外，那花道士他们一来一回，估计也要7天左右。所以夏风不敢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他无时无刻都在修炼，去融会贯通新获得的神通。这已经是距离花道士他们逃离之后的第4天了，总共是4000年。夏风在第2天晚上成功凝结出了第3个玲珑心，他将拿起之前齐瓦尔临走前留给他的绝世中品武学摄魂魔音，与这颗玲珑心结合在了一起。而在第3天，夏风将境界提升到了9重天阶武皇，顺带也将摄魂魔音给修炼到了圆满。而夏父和夏母的进步也十分神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两人都非常享受梦境修炼，巴不得在梦境中突破更高的层次，随后再来现实变现。而这一晚，夏风在梦境中再次突破，4000年的时间让他从天阶武皇彻底迈入巅峰，成为了一尊半圣。武皇想要突破武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千里无一。无他，突破武圣不只是看你吸收了多少天地灵气，也不看你的对境界的领悟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最重要的是看你对天地规则的掌控。天地规则的掌握，这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但没有触及到它的武皇，终究只是武皇而已。要么在生死搏杀中获取对天地规则的感悟，要么就是靠着天生的圣体、地体，轻而易举的感悟规则。再要么就是像夏风这样，日复一日的修炼，聚沙成塔，慢慢参悟天地规则。只是虽然夏风已经发了疯似的修炼，他的极品资质依然没办法支撑他进入武圣之阶，只有零星一点的天地规则，让他侥幸从天阶9重武皇迈入到了半圣之列，获得了圣体。此时夏风一举一动已经带有淡淡的圣威了，有了这圣体，寻常武皇的攻击再也对夏风造不成任何威胁。而夏乃文和黄小倩则在新的1000年中突破了5尊的境界，一举成为黄阶武皇。夏乃文9重黄阶武皇，黄小倩5重黄阶武皇，两人也在梦境中领悟了神通，只是他们苏醒过后没办法像夏风一样能够把实力映射到现实世界中，但达到了武皇境界，重新修炼对他们来说，突破境界就和吃饭喝水一样容易，不再会有任何瓶颈。当夏乃文感受到夏风身上的境界后，他忍不住狂喜：儿子，你身上居然也有圣威了，莫非你突破到武圣了？哈哈哈，太好了，23岁的武圣，你比你爷爷的天生地体还要妖孽啊！真是天佑我夏家，天佑你爷爷，我们复兴有望了。武圣，你也太给我长脸了吧，不愧是我生的儿。黄小倩也愣住了，随后和夏父一样喜笑颜开。夏风无奈的苦笑：老爹娘，武圣哪有那么容易，天地规则100%，我也只是领悟了5、6而已，算是运气好，侥幸进入半圣境界，但和真正的武圣比起来，依然是蚂蚁与大象的区别。半圣也很强了，这样一来，3大皇朝就不再是威胁，他们其中最强的应该也是半圣，你自保肯定是没问题的。夏乃文兴奋地在夏风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夏风点了点头。其实他的目标并不是自保，能够进入半圣的境界是他没想到的。但既然突破了天阶9重武皇，那么计划也是时候改变了。老爹，我在想，与其等着别人来找我，或许我可以主动去拜访他们一下。夏风抬头望着天下皇朝的方向，嘴角忍不住上扬。他这话一出，倒是让夏父一惊，随后他又再次哈哈大笑。这一次的笑是一种欣慰，也是一种感慨。那可是皇朝啊！虽然天地人3大皇朝是大夏帝国最羸弱的那一批，但也是皇朝。以前他们连一个中品宗门都畏惧，可现在呢，他的儿子已经敢去挑战皇朝了。好，以你的境界，打不过要跑，应该是没问题的。夏父冷笑道：那个天下皇为了讨好那个家伙，以前没少在战天皇朝恶心你爷爷。你这次过去，如果可以的话，千万别跟他客气。我明白。夏风笑着点点头，随后一跃而起，化成一道流光，朝着夏天皇朝的方向赶去。北周苍蓝山，偌大的宫殿坐立在山脚下，宏伟的城墙绵延千里，熙熙攘攘的人流络绎不绝。而这里正是天下皇朝落座的地方。就在此时，马武吉站在恢宏的主殿之上，在他身旁站着6位武皇，他们之中有天阶有地阶，而马武吉的实力是其中垫底的，只配站在最后面。在他们7位地阶武皇买面前，站着一个气宇轩昂、气质不凡的男人。这男人身穿一件厚大的紫貂，头顶琉璃冠玉冕，一举一动都流露出霸气不凡。此人正是统领夏天皇朝的夏天皇夏天。他冷眼扫过面前7人，冷声道：上次派马武吉前去废除逆脉那小子，没曾想到他居然也是地体，明明是个地阶武皇，却一直隐藏实力。上次的事情我不怪马武吉，毕竟其他2个皇朝的人也同样死在了他的手上。但是这一次我派你们7个人，3个5重天阶武皇，2个5重地阶武皇，1个1重地阶武皇，去捉拿那个逆血。如果还办不到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夏天皇大喝一声，犹如利刃的双眼扫过众人，看得7个地阶武皇不敢抬头，有些战栗。夏天皇的狠厉手段，他们可不想去尝试。知晓的人但凡想到那些不听话、被夏天折磨的画面，就有点想呕吐。谨遵皇命，此去定城。7人一齐抱拳，单膝跪地，朝着夏天皇喊道：
不，跑那么远怪麻烦的，我会不好意思的。还没等夏天皇满意的点头，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戏谑的声音：什么人？7人加上夏天瞬间抬起头，全身的灵力被调动起来，搜索来方。可他们并没有看到人影，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一记同小山大小一般的由云朵化成的10只手掌，猛烈地朝他们压来。正是云山曾经施展过的云山手，不过和云山施展的比起来，已经不是像小巫见大巫，而是蝼蚁对巨象了。不好，此人是想拍碎皇宫。那地阶5皇实力最的严云翻眼很尖，立刻就看出来了夏风的动机，数字而赶。夏天皇瞬间暴怒，直接毁灭一个皇朝的皇宫，无疑是最侮辱人的一种方式。他可以判定来人与他夏天皇朝有仇，而且还是生死大仇。如果不是生死仇人，根本就做不到这一步。只见夏天皇天阶9重5皇的气势爆开来，他抬袖一挥，直接在空中将那云山手给打得粉碎。藏头露尾的鼠辈，给我滚出来！天下皇的吼声滚滚不绝，惹得天下皇朝的百姓心惊胆战。不知道到底是何人惹怒了陛下，居然能让陛下暴怒成这个样子。你就是夏天皇？天阶9重确实有点实力。云山掌散去，夏风从虚空中走了出来，他也并未打算隐藏自身，这次过来就是来找夏天皇朝麻烦的。夏风，你怎么敢来夏天皇朝？马武吉认出了悬浮于上空的年轻男子，满脸不可置信。他知道夏风的实力，地阶1重5皇的实力堪比地阶9重5皇，甚至能够以1敌9击败他们3大皇朝的人。可那是在星宇城，而这里是天下皇朝。不说其他的，光是天阶5尊这里就有足足4位，而且还有2个地阶9重5皇。这小子是不想活了，居然敢主动来他们这里撒野。原来你就是夏风，居然敢主动送上门来。天下皇微微眯眼，上下打量着夏风，他脸上暴怒的情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贪婪和兴奋。因为在他的视角中，眼前站着的人并不是夏风，而是一尊活生生的天生地体。如果他能够把夏风给擒下来，单独送给夏帝，一想到这，纵然身为皇朝之主，夏天皇的呼吸也忍不住的急促起来。原来你就是夏天皇，以前没事经常来战天皇朝随地大小便，恶心我爷爷那个王八蛋。夏风冷笑，他想起父亲的叮嘱，自然要好好羞辱对方一番。哈哈，恶心那个老不死的东西，看来你真是他的孙子，见第一面就要为他打抱不平。不过你这些都是无用功。话说回来，知道你那个老不死爷爷的皇朝是怎么覆灭的吗？帝国10大战将亲自出手，将你爷爷当成皮球一样，你一拳我一脚，踢了足足半个时辰呢。你真该早生20年，这样你还来看见？哈哈哈！夏天皇并没有生气，反而是反讽起夏风来。反正在他看来，夏风只是个意气用事的初生牛犊，不管怎么样，已经板上钉钉，是他案板上的肉了。一说到这，夏风的脸色骤冷，他不知道当年的往事，也不确定真伪，但对方侮辱了他的爷爷，那他就要死。很可惜，你的天下皇朝很快也会重蹈覆灭的结局。他冷冷地说道。7大5皇和夏天皇一起在原地消失，8人瞬间闪身在夏风周围，将他团团围住。我的皇朝覆灭，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那就来吧，小子，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夏天皇同样冷笑，极尽鄙夷嘲讽之能事。嗡！夏风看了8人一眼，随后拿出空间戒指的魔笛，一阵诡异的音律顿时飘荡在空中。音律攻击，他之前还不会这个啊。马武吉有些疑惑，但他还是立刻对身边的同伴嘱咐道：大家小心，除了雷伐、天诛地灭，还有剩下的3大皇级武技。这小子似乎还有其他的底牌。夏风体内第3颗玲珑心散发着悠悠的光芒，摄魂魔音随着魔笛在这上空回响。天下皇朝8大5皇神色都有些不太自然。马武吉实力最弱，也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他眼前的世界瞬间模糊，大脑的意识也短暂的停滞了。虽然他已经把警惕拉到了最高，只可惜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任何警惕和提前防备都无用。不只是他，还有在他旁边的2个地阶5重5皇，3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失神。夏风见状，忍不住咧嘴一笑，他的双眼瞬间变成血红色，急速地冲到他们3人面前。神通天幻！随着一声怒吼，马武吉3人只记得眼前有一道血红色的瞳孔，随后3人便沉浸到了环境之中。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幻境里面看见了什么，但是现实世界，3人身上的气势瞬间内敛了进去，丝毫防御都没有。什么？他还有第4个神通？他是天阶5皇？不好，快帮他们3个！天下皇见状，怒不可遏地对余下的4位5皇吼道。只可惜，在他们朝着夏风冲去之前，夏风早就已经发动了剩下的3门神通：神通雷伐，神通天诛，神通地灭。带有天地规则韵味的雷电，还有无比庞大的清雪剑，地面凝聚无数的黑色利刃。他们一人一个目标，精准将那3个5皇锁定了起来。你们太晚了！夏风抬起头望着5人，嘲讽地说道。轰隆！3大神通齐发，恐怖无边的威势激起一阵劲风。3大天阶5皇，包括夏天皇夏天，都被这道劲风给震得暴退数百米。这是地阶5皇的神通，这逆血好强的实力！
夏天瞳孔忍不住一缩，光是余波都将他给震退，这神通的威力绝对不会弱于天阶9重武皇。此子实在是太可怕了，这就是天生地体。不行，今日必须拿下夏风，要是让他成长起来，他以后连睡觉都没法安稳。烟尘散去，再看被夏风3大神通命中的3个地阶武皇，原地已经没有他们的身影，别说真灵，甚至连肉身的一点灰尘都没留下，就像是被彻底清除出了这片天地。夏风如同刚打扫完卫生一样的拍了拍手，扭头对天下黄等5人笑道：接下来该你们了。利用邪术控制了马武吉他们3人，偷袭得手，你以为就能猖狂了？天阶武皇又怎么样？我们4大天阶武皇足够镇压你，一起上，给我镇压了他！天下黄暴怒道。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几个天阶武皇瞬间朝着夏风下来。神通幽冥鬼符爆，神通无影魔骨，神通风雷相杀阵。一时间被秒杀了3位地阶武皇，这些天阶武皇也不敢对夏风掉以轻心了，基本都将他当成了天阶9重武皇的强者。就他们也只有夏天皇一人是这个境界，必须要使用全力配合夏天皇，才能够将夏风给拿下。夏天皇双手掐诀，狞笑道：混账小子，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双拳难敌4手。你是天阶武皇又怎样，硬接我们这么多神通试试？说罢，在他的双手之上，一尊无比庞大的朱雀火凤浮现了出来。神通火舞神雀。随着夏天的怒吼，这火凤朝天鸣叫一声，随后扇动着翅膀，狂暴地朝着夏风袭去。一时间，5大神通瞬间朝着夏风所在位置爆发。面对此景，夏风一点都不着急，他反而冷笑一声。凝聚出圣体的他，面对武皇层次的攻击，简直就是挠痒痒。既然这些人想玩，那他就陪他们玩玩好了。他拿起魔笛，继续施展摄魂魔音。一时间，除了夏天皇以外，其余的4大武皇全都感觉一阵头晕目眩，身体的灵力运转顿时晦涩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由他们凝聚出来的神通威势瞬间少了30%以上。该死，好诡异的攻击！不行，大家将灵力调动在听感上，尽量不要被他影响。4大武皇咬牙切齿，迅速封闭部分听感，想要摆脱夏风的控制。夏风一边吹笛，一边抬头望着那些攻势，他并未做出防御的姿态，也没有闪身想躲的动作，就那么抬头冷笑，硬生生的用肉身接了上去。5大神通凶猛的轰击在夏风的身上，以夏风为半径，方圆1000米的山峰全部爆开，甚至连地面也被炸出一个巨大的凹陷。一时间天昏地暗，如同世界末日。见这小子竟然不躲，夏天皇心中大喜。有了5大神通，4个天阶武皇和1个9重地阶武皇的合力攻击，任凭夏风是9重天阶武皇，不死也是重伤。狂妄的小子，你以为你有天生地体就能硬接下我们的合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夏天张狂的大笑，在他的脑海里，他已经想出了1000种折磨夏风的办法，但他不会让他死。这个天生地体是他用来讨好夏帝的最好礼物。但下一秒，夏天的脸色顿时就僵硬了起来，因为一个手持剑刃的年轻身影居然从那凹陷中冲了出来。从他爆发出来的速度看，根本就没有受到5大神通的任何影响。这不可能，他硬吃了我们5人的神通，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另外一个5重天阶武皇心中也是翻涌着波涛巨浪，忍不住惊叫道：这人是怪物吗？用身体硬接5大神通，居然还能冲出来！你们这些白痴！夏风狞笑着闪现到那天阶武皇面前，只见他双眼一红，这武皇的意识瞬间就模糊了起来，正在急速掉入幻境。刚刚被摄魂魔音影响的思绪还没有恢复，这下轻松被夏风的天幻得手。在剩下4人的注视下，夏风轻松地用清血剑斩下了他的头颅，如同杀鸡屠狗。不可能！你凭什么能抵挡得住我们的攻击？另外一个5重天阶武皇将军面露绝望之色，近乎崩溃地朝着夏风大喊：你就是天阶9重武皇，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谁给你们说我是天阶9重武皇了？夏风淡淡地说道。随后他心念一动，一道淡淡的圣威从他身体中散发了出来。那是圣威？夏天皇的神色立刻变得惊恐起来，其余几个武皇也呆住了，随后神色也变得极度恐惧。不对，不是完全体的圣威，你突破到半圣了。夏天好歹也是皇室血脉，见多识广，下一秒就判断出来了夏风的境界。啊！夏风笑了笑，虽然没有达到5圣，但是收拾你们几个足够了。本来想和你们玩玩，但算了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一会儿我还得去其他2个皇朝呢。说罢，夏风身上映照出淡淡金光，此时的他已经将自身的实力全部展现了出来，要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此时的夏风左手持清血剑，右手横吹魔笛，只要有人被摄魂魔音干扰，他立刻就施展云象天威斩，斩落他们的人头。一时间，夏风犹如猛虎入羊堆，一个接一个将那4大武皇全部斩杀。他们4人也有人想逃，可惜速度太慢，迎接他的则是夏风的雷法。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夏天了。不，你是半圣，20多年前你才出生，现在却是半圣，怎么可能？夏天死死咬牙，额头青筋暴起，他还是不愿意接受眼前的现实。我是不是半圣，这些死人比你更清楚。还有，你手底下能用的武皇已经没了，接下来我也会杀你，
再把你的皇朝给彻底覆灭掉，如同你当年加入他们，做出对我爷爷做的事情一样。夏风淡淡的说道。该死，我当年就该上报夏帝，让他将你们这逆血一脉斩尽杀绝。夏天咆哮道。夏天明真是好福气啊，没想到死了20多年，竟然还出了你这么个妖孽后辈。只是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你击败了我之后又怎样？大夏帝国的实力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只要帝国那几位大人出手，瞬间就能把你碾成齑粉。说完了，夏风掏了掏耳朵，面无表情地看着夏天。夏天咬牙，你放过我，我愿意把天下皇朝的国库给你。夏天看出来夏风似乎并不为威胁所动，为了保命，他开始变换了一种态度。你留我天下皇朝在，我也发誓不会去找夏帝报告你的情况，这样你的消息就不会走漏了。国库里面的宝物你随便挑选，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没有发生，怎么样？他看着夏风，许诺出了最优厚的条件。刚开始抬出大夏帝国的追杀，随后又服软发誓不会给夏帝打小报告，帮忙隐藏夏风的行踪，最后更是给足了面子，愿意将国库奉出。为了保命，他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要是换一个人，说不定还真会答应他这百利而无一害的条件。只是可惜，他遇到的人是夏风，不怎么样。夏风面无表情道。夏天闻言，脸色顿时一凝。下一秒，他猛地将施展秘法，将自身的丹田给压缩到极致，爆发出比天阶武皇还要强上数倍的速度，化成流光迅速逃窜。你们这些皇室的，10句话里有半句话能是实话就不错了。夏风冷眼，也爆发出惊人的速度，朝着那道流光追去。他和当今夏帝本就是死仇，今天就算放过了夏天皇，那老壁灯就能把他给忘了。别忘了3大皇朝是谁指示的？半圣的境界强出武皇境太多，任凭夏天透支精血，疯狂压缩丹田，夏风和他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不，你不能这样做，我是当今夏帝的子嗣，你杀我你也会死的。夏天已经有些疯狂了，我还是上一任弟子的亲孙子呢，我不杀你，我怎么对得起我9泉之下的爷爷？回应他的只有夏风的冷笑。两人就这样你逃我追，在这天下皇朝上方绕了数圈，最后在速度上占据优势的夏风最终还是追上了夏天。神通天诛地灭，他很给夏天皇面子，直接用2大神通来镇压他。面对无尽杀气的天诛地灭，夏天也是拼了命的想要反抗。只可惜武皇是武皇，而半圣是已经超出了武皇的存在。轰！随着数道爆响，原本统领一方作为天下皇朝的皇就此殒命。夏风冷漠地走到他的尸体前，将夏天身上的储物戒还有他使用的兵器给拿了起来。不愧是皇朝之主，用的还是极品道兵。夏风看着那通体绣着龙纹的雪白银剑，忍不住喃喃道。之后他更是如同打扫战场一般，将剩余的武皇战利品一一收缴。只可惜之前被他用神通灭杀的3大武皇连灰都不剩，这让夏风扯了扯嘴角，无比的肉疼。早知道他就下手轻点了，这都少拿多少宝贝啊。从皇宫的宝库出来之后，夏风又多了10个储物戒。要说皇朝果然是皇朝，里面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光是皇级武技就有足足26本，更别说数不清的灵宝、少量的道宝和下品中品龙晶了。到了武尊这个层次，用来辅助修炼的就再也不是灵石，而是由极品灵石千年吸收天地灵气后演化的龙晶。龙晶分为下中上3品，下品龙晶能够适用于武尊修炼，中品龙晶适合武皇修炼，而上品龙晶则是武圣的专属了。无它，上品龙晶除了庞大的精纯灵气以外，还蕴含有部分天地规则，虽然很稀少，但是足够让武圣强者持之以恒的去滴水穿石。而极品龙晶则蕴含有大量的天地规则碎片，最适合武帝的修炼。望着脚下混乱的天下皇朝，夏风面无表情，一步步走到了皇宫的位置。云山手！随着天空上如雷暴一般的怒喝，一道1000米宽的石质巨掌猛地朝着下方宫殿砸去，和他来时的一样。只是这次天下皇朝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毁灭性的云山手了。下一秒，庞大恢宏的皇宫直接被夏风拍成了碎片，皇宫之上印有夏天皇的宏伟雕像也都4分5裂，不断从山坡上滚落。先天皇朝的所有人是满脸震惊，看到曾经统治他们的天下皇的雕像变成一块块碎石滚落下来，也都明白真正的夏天皇也死了。至于皇朝剩下的人，夏风也没有赶尽杀绝的想法。夏天皇死了之后，这里变成了无主之物，应该很快就会有其他势力来接收，或是夏帝又重新分封一个皇朝坐落于此。不过那些都和夏风没有关系了。事情办妥，夏风即刻从天下皇朝赶回了新宇城。夏乃文和黄小倩每日除了修炼以外，就是在高大的城墙处翘首以盼。虽然他们知道以夏风的半圣实力去一个最高战力只有武皇的皇朝是10拿9稳，但还是会有些担心出现意外。等见到夏风回来之后，两人的喜悦之情顿时溢于言表。他们快步的上前，都给了儿子一个拥抱。儿子，你搞定了？夏天皇他们怎么样了？夏乃文迫不及待地问。儿子，你和他们大战了一场，有没有受伤？身上有没有暗疾？而黄小倩则不一样，她第一时间关心起了儿子的身体状况。
夏风笑着摇摇头，随后将自己覆灭天下皇朝的过程都说了出来。死了，夏天那个王八犊子，他也有今天。夏乃文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的泪纵横。儿子，你是不知道，夏天那个混蛋，你爷爷想要捏死他，就和捏死一只虫子一样。可当日他仗着有10大战将在，对你爷爷说的那些侮辱，可谓是恶心至极，给你爷爷气得不轻。你杀了他，也是给你爷爷狠狠出了口恶气了。夏乃文紧紧握拳。夏风笑着点点头，随后他打量了一下爹娘，略有些惊喜道：老爹娘，你们都突破到玄阶5尊了，走过一次的路，再走就很容易了。你这一来一回用了7天时间，我们也该突破了。夏乃文笑道：正好，我这里有从天下皇朝带来的武技和道兵，你们先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夏风赶忙把自己在皇朝里面收缴的宝贝一股脑倒了出来，惹得城主府城墙金光闪闪一大片。我去，你还真把他们国库也搬空了呀！夏乃文目瞪口呆，孩子他娘来选道兵和绝世武学了，这些都是孩子给我们带过来的，咱们也算是享福了。夏乃文和黄小倩是真的高兴，两人迅速在一大堆宝物里面翻找，最后也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武技和兵器，可谓是满载而归。道兵一般都是武皇强者使用的，而他们仅仅作为5尊就已经提前用上了这么好的兵器，这让夏父忍不住感慨，自从离开了大夏帝国皇室，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挥金如土的机会。夏风也没闲着，他也清算了一下，这次总共得到的道兵有23件之多。他的右手闪过一道银光，清雪剑出现了。记得清雪说过，这件武器是可以跟随主人一起提升等级的，之前5尊的时候倒还够用，现在和那些道兵比起来，威能还是稍稍有些差距的。清雪剑想要提升等阶，则需要吸收其他兵器的灵性，要想把清雪剑提升到道兵的层次，估计至少也得吞噬5件下品道兵。夏风摸着下巴思考起来，算了，还是清雪剑用着舒服，不换了。夏风最后还是打消了更换兵器的想法。虽然成长性兵器升阶是极其不划算的事情，常常一把武器提升到极品的品质，就要吞噬同品质兵器数十把，显然是非常砸钱的。但和宿主一起成长起来，使用上不会有任何隔阂，甚至还会有不小的增幅。砸钱是其次的，最主要让他不更换的原因，还是清雪剑是李清雪送给他的嫁妆，还有那些皇级武学。之前夏风就一直对武学品质上的事情有些不太满意，也辛苦有爷爷留给他的9窍玲珑心，才能将绝世武学的威力提升到皇级武学。现在有了现成的皇级武学，他自然是要替换掉的。他主要找的就是雷系、阴功还有刀剑类的武技。最后夏风选中了一本下品皇级武学寂灭天雷，2本中品皇级武学紫炎妖刀、菩提圣银，雷系、刀法和阴系攻击，正是目前最适合夏风的3种武技。最后还有一本从夏天尸体上扒下来的，同时也是他修炼的极品皇级武技霸剑9式。只可惜夏风的境界超出他太多，搞得夏天只用出了一种神通，不然他还能观摩一下霸剑9式的威力。到了晚上，夏风再次带着父母进入梦境修炼，他的下一个目标则是地下皇朝和人下皇朝。但是在那之前，他需要好好消化吸收一下从天下皇朝里带回来的武技和道兵。第一天晚上，夏风将清雪剑拿出，一把一把的剩余的道兵给他吞噬。1000年的时间吞噬了20把道兵的清雪剑全身通透，散发着不可言说的恐怖力量。只有夏风一个人肉疼无比，他才刚刚拿到这些道兵，没想到转眼就成了云烟。不过好在后面还有地下和人下2大皇朝，这才给他了些许安慰。而清雪剑也一举成为了上品道兵，威力比以前大涨了10倍有余。之后的时间，夏风便用来修炼那些皇级武学，并将他们全部都承载到了9窍玲珑心之中。不过皇级武学的修炼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夏风说白了也只是个极品资质，500年加上第2天的1000年，他才将他们修炼至大成。从第3天开始，夏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天地规则的感悟中去了。他领悟的天道规则与他本身的紫雷体有关。目前夏风最亲近的便是雷元素，从这个方向走也是最容易进入武圣的。雷系天地规则狂暴无比，属于最强大的攻击元素之一。从第3天一直到第7天，整整4000年的时间，夏风对于天地规则的领悟也越来越透彻。为了让自己更加快速地领悟雷电法则，他甚至在梦境足足构建了数千年的雷雨天，日日夜夜的轰鸣，无穷无尽的雷电闪光，都让他对这无比恐怖的元素之力理解越来越深。第7天也正是夏风修炼的第3900年，此时的他全身上下都带有一股暴力的气息，天生的巨雷一次又一次的轰劈在他的身上。渐渐的，夏风本身的气息消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与雷电一般狂暴的毁灭之力。若是有高阶武皇在此，在没看见夏风的情况下，也无法通过他的气息去判断此时的夏风到底是人还是天地修成的雷灵。如今的夏风对雷电的感悟已然到达了宗师的境界。天地10雷，一曰玉书雷，2曰神霄雷，3曰大动雷，4曰仙兜雷。夏风紧闭双眼，在天雷的冲击下，下意识的喃喃道。到了今日，他已经对天地规则、天雷掌握了99%，可最后的1%，
他依然找不到窍门在何处。他现在的实力远比当日摧毁天下皇朝的时候强得多，但只要不能彻底掌握一条天地规则，那也还是半胜。最后的第10雷到底该如何领悟？想了数百年也未曾想通的夏风抬头露出茫然的神情。根据天地10雷的修炼规则，他已经成功凝聚出了9道雷灵，目前最后一雷玉尘雷死死地卡住了他。他的紫雷体已经大成，可这最后一步差的也不是修炼的时间了。这真的是一种领悟，掌握了天地规则便可以成圣。他如果摸不到契机，哪怕是继续修炼成千上万年也没办法再进一步。该怎么办？能用的办法夏风都要用了，效果也不错，凝聚出了另外9雷，对天道规则的感悟也达到了99%。要是雨薇在就好了，对于雷系的认知他肯定有独到的见解。此时此刻，夏风想起了那道紫色的倩影，忍不住叹了口气。但同时他也想到了另外一人，就是当时和其他9大圣主一起前来带走自己极品圣帝圣女的紫雷极品圣帝圣主陈忠明。当日也正是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出手将他镇压。在镇压之时，夏风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元素变得相当絮乱，甚至血管里都有细小的雷光闪耀，想要突破出来。他可以肯定陈忠明对天地规则的掌控一定是雷道。血管里的雷电，夏风愣住了，他脑中灵光一闪，呼吸有些急促起来。他好像找到窍门了。夏风迫不及待地盘腿坐下，开始继续凝练灵气。而这一次他不再向外感受天地之力，而是借由这些灵气在他体内缓缓凝聚，化成一颗一颗细小的雷花。玉尘雷根本就不在外，而是在内。夏风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他深呼吸几口，有种大彻大悟的感受。我明白了，这几百年我一直在外界寻找掌握雷系规则的方法，其实一直都是错的，所以我才没办法成为武圣。掌握雷系规则的最后一步是要与雷融为一体，要从内部转化。血肉之躯便是雷云，天雷是我，我即是天雷。夏风大吼一声，他确信自己找到了踏入武圣境界的最后一步。只见此时的夏风面目狰狞，血肉炸裂，可飞溅出来的并不是鲜红的血液，而是一道道闪烁着的银色的雷花。想要利用雷系规则成为武圣，那么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天雷，以及如何成为天雷。夏风的丹田疯狂运转，他将自己所有的灵力全部逼入血肉之中，再将它们化成细小的雷筏、雷荒霸星，甚至还有黄级中品武技寂灭天雷。若是其他修行者在此，定然会震惊于夏风对自己狠辣。他竟然以自己的肉身为熔炉，疯狂地去打造那最后的玉尘雷。无尽的痛苦在夏风体内炸开，但他一声不吭，死死地咬牙坚挺着。无他，夏风很清楚，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没有了退路。如果他不能够提升实力，那么他的父母一定会再度落入到大夏皇室的手上，等待他们的将是惨不忍睹的结局。而他也没有办法去履行对10大极品圣帝圣女的承诺，所以他不会叫疼，也不会放弃。今天要么老子成武圣，要么你就炸死老子！夏风双目血红，对着天空的庞大雷云怒吼道：1年、10年、100年。夏风就这样忍着是心钻骨的头疼，一丝一毫地将自己的肉体进行凝练。而到了最后这一天，刚好是100年。此时的夏风全身的血肉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他的四肢包括躯干也都变成了跳跃着的闪电。如果不是还有一层透明的人形，绝对会有其他的修士将夏风当成一尊成了精的雷灵。此时的夏风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脸上的痛苦之色不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狂喜。哈哈哈，我终于将最后一道天雷紫尘雷给转换出来了。天空中回荡着他的狂笑，而随着他的笑声，梦境世界的天地灵气犹如受到了召唤一般，如同实质一般的朝着夏风暴冲而来。他张开双手，疯狂地吸收着庞大的天地灵气。10道天雷在夏风的身前缓缓浮现，夏风的身体也从玉尘雷的形态渐渐转换回了自己的肉身。这10道天雷相互吸引着旋转，随后逐渐靠拢，融合在一起，最后出现的便是一颗拳头大小的雷星。夏风一招手，这雷星便欢呼雀跃地朝他体内钻去。无数的灵气，天地规则的完善，雷星的融合。在此刻，夏风身上的金光大闪，他终于真正突破到了黄阶一重武圣的境界。整个梦境世界都在震动，庞大的规则之力犹如山洪海啸一般在他体内激荡着。而夏风此时缓缓浮在天空之上，周身散发着无穷恐怖的气息。他睁开双眼，望着被雷电淹没的梦境世界，面无表情。因为此刻的他正是这些雷电的主宰，是他们的地。从梦境世界苏醒后的夏风发现父母在这7000年的修炼中居然突破到了天阶一重武皇，这让他也是欣喜无比。相信只要给他们现实世界1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能成为真正的武皇。双喜临门。夏乃文和黄小倩看见夏风成为武圣，反而没有之前那么震惊了。夏风的梦境修炼方式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他们毕竟也是亲身体验者。儿子，这次你突破到了武圣，那些羸弱的皇朝再也不会是你的对手。你下一步打算去哪？地下皇朝还是人下皇朝？哈哈，
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一天，我夏乃文的儿子轻易可图皇朝。让夏乃文兴奋的还是想象到夏风作为一尊货真价实的武圣，亲手覆灭那些当年对他们落井下石的那些皇朝。老爹，他们一个都跑不了。夏风冷笑道，先去地下，再去人下，刚好绕一圈回来。夏风的语气轻蔑无比，说的好像不是去覆灭皇朝这般恐怖的大事，而是去外面的市井买酒买菜一般。事实上，突破到了武圣的夏风，皇朝彻底不被他放在眼中。与他实力对等的，则是大夏帝国的那些圣地。拥有武圣的势力，才能被称为圣地。但圣地之间亦有差距。一般来说，下品圣地都是由初入武圣的强者开辟，实力不会太强，最强战力通常也不会超过2个黄阶武圣。而中品圣地则是经过长时间沉淀后发扬壮大的。这样的势力，除了数尊黄阶武圣以外，甚至还有玄阶武圣的坐镇。而上品圣地通常都是由数万年的圣地战争吞并而来，数个中品圣地最后融合成一个上品圣地。上品圣地高手如云，一般来说地阶武圣也会出现其中，甚至还有少量的低境界的天阶武圣。而最后的这个极品圣地，则是真正的出帝国之下的势力集大成者。极品圣地之主必然是9重天阶武圣，除开他们外，还有许多隐藏着的客卿、长老、沉睡中的老怪物。这些人随便扔出去一个，都是能让上品圣地恐惧战力的存在。极品圣地至少都是传承10万年以上的，除了帝国以外，他们就是超然于外的最强者。而这些极品圣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更是留下了诸多限制，比如会在圣地里挑选出最有潜力的男孩和女孩作为圣子圣女，而他们也必须结合。2人所诞下的子嗣，不出意外都是天资聪颖、悟性极佳的妖孽之才。再利用圣地的资源大力培养，大部分都是极品圣地下一任的圣主候选人。所以当日得知10大圣女是为了夏风而来，那些圣主都不高兴。传统是不能轻易被打破的。地下皇朝、人下皇朝，你们都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夏风朝着天空猛地窜起，他的速度比之前半圣的时候还要快上7、8倍，也就是说只需要1天的时间，夏风就能抵达地下皇朝了。此时的地下皇朝，地下皇下敌惴惴不安，如同有心事一般，来回在大殿内踱步，一会儿又是唉声叹气。陛下，那逆血之人着实诡异，居然能够以一己之力覆灭天下皇朝，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半圣之境。在朝堂上，文武百官皆沉默不语，唯有一白发老人抱了抱拳，上前道：我知道，可天下皇朝算上夏天有足足5名天阶武皇，而我地下皇朝仅仅只有4位，要是那小子找上门来，我们该如何抵御？人下皇面露痛苦之色。自从知道天下皇朝被夏风给覆灭之后，接下来的几天他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当时派人杀夏风的就是他们3大皇朝，天下皇朝被覆灭，表明了那小子就是个睚眦必报的人。那么下一个是谁？地下皇朝还是人下皇朝？连最强的天下皇朝都被灭了，他们这些硬实力还要弱一些的皇朝又该如何抵挡？他有考虑过要不就放弃了地下皇朝，带着大部队南迁，但一想到当今夏帝的秉性，他这般不战而逃，恐怕死的会比被夏风灭杀还凄惨数10倍。或许我们可以和他讲和。那白发老人沉吟片刻，随后叹了口气：陛下，之前战天皇朝被10大战将覆灭的时候，您并没有前去，从立场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和逆血一脉结成死仇，只有之前夏帝发布命令的时候，我们派遣韩森带队去废掉那小子。恩怨是有，但相比天下皇朝还好。我建议面对不可战胜之强敌，或许我们可以主动道歉，并且赔偿他一部分中品龙晶核。放屁，此事绝不可能。白发老人话还没有说完，大殿上又站出来一个8重天阶武皇，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身为皇朝，凭什么给他一个逆血低声下气？他算个什么东西？一个畜生玩意！你们当真觉得他是半圣？夏天皇朝是他一个人覆灭的？那战将5大3粗，满眼鄙夷之色，说话更是流里流气，毫不客气地贬低着夏风。毕竟谁都没有看见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我可以9成9地说道，那小子绝对没有半圣的实力，覆灭夏天皇朝或许是他请了其他人出手。马开，此话怎讲？地下皇下帝眼中闪过一抹思索之色，开口问道：陛下。马开抱拳道：我们不用去惧怕那个畜生，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天下皇朝距离我们的位置，武皇强者只需要3天即可达到，可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8天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那逆血畜生根本就没有实力来攻打我们的夏皇朝。如果他真的是半圣，覆灭天下皇朝之后，再顺路找我们地下皇朝，岂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我很怀疑他的战绩有水分，甚至天下皇朝是不是被他覆灭的都不一定。马开越说火气越大，他扭头朝地上啐了一口，对白发老者为首的投降派骂道：你们这群误国殃民的狗东西，我们地下皇朝能够存在到今天，靠的是敢打敢拼，敢和敌人拼命的决心。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听到一点风声就开始畏首畏尾，迫不及待地向对方投降，那我们的皇朝早就垮了。严老翁，你少在这里蛊惑陛下，一个23岁的毛头小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突破到地阶武皇，我算他天生地体牛逼。但你要给老子说，
他23岁是个半圣，老子真恨不得一口弹吐你脸上，让你好好清醒清醒。这言语粗俗的战将说话如同连珠炮弹一般，喷得严老翁难以招架。他的整张老脸都红了起来，有些气急地指着对方道：你混账！我们讨论的是关乎皇朝生存的大事，你居然在这里如同泼妇一样的撒泼了起来，有辱斯文！你也配做皇朝的大将军，简直丢人现眼！哼，丢人现眼的，我看是你吧才对吧？战将冷笑，丝毫不为严老翁的话语所动，连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都怕，真是白活了这么大岁数。地下皇下敌眼中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不得不说，战将话语虽然粗俗，但细细推敲还是很有道理的。那夏风要真是半圣强者，没理由灭了天下皇朝后会放过他们啊！半圣过来的话，也就2天时间吧。可这都已经第8天了，或许张将军说的是对的。如果可以的话，谁会愿意一直这样怂别人？而且对方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他之前甚至还想过要南迁避难，此时一阵羞愤从心里窜了起来。听令！突然间，地下皇下敌大喝一声，惹得在朝文武百官皆是一震。随后他们纷纷转过身，抱拳道：“陛下，我已有了决断。张将军，你即刻前往人下皇朝，给人下皇下人说，那小子不过是虚张声势，让他带着他麾下的那3名天阶武皇，我们一起合力去星宇城，将那小子彻底擒杀。末将遵命。”张将军闻言大喜，他立马快步上前，随后抱拳下跪道：“陛下放心，我一定以最快速度联合到人下皇，不会让那小子跑了。”朝堂的其他人对视了一眼，也都纷纷上前表示要将夏风碎尸万段。唯有严老翁一人在旁长吁短叹，痛心疾首。那可是天生地体，成为半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人微言轻，说的话没人信，也等于零。只可惜现在整个地下皇朝已经没人搭理他了。张将军拿了地下皇的手谕，转过身去，正准备离开皇宫。可当他的左脚刚刚迈出门槛的一刹那，他整个人便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爱卿，你怎么了？为何还不出发？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吗？地下皇下敌有些搞不清楚张将军的操作，他大步上前，沉吟着问道：“不是。”而回应他的只有张将军如同蚊子一般的唧唧声，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不是他不想说话，只是整个人已经变得呆滞，完全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傻了。不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呢？作为我地下皇朝的大将军，说话怎么和女人一样磨磨唧唧？他这无礼的模样顿时惹得地下皇下敌火冒三丈，他加快了速度走向他，并且大声呵斥道。只是张将军还是没有搭理他。也不是他不想搭理夏皇陛下，只是此刻他的全身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血肉和筋骨全都麻了。你为何还不说话？朕在问你，你是在无视朕吗？夏敌见张将军像个死人一样不搭理他，还是在这文武百官皆在的朝堂上，这让他感觉自己颜面尽失。作为高高在上的皇朝之主，个个都是死要面子的高位者。见张将军无动于衷，地下皇瞬间将自身的气势给提升到了极致，9重天阶武皇的气势爆发开来，惹得那些实力羸弱的文武官纷纷倒退，甚至还有人摔倒在了地上。可张将军还是无动于衷。地下皇倒了，成立皇朝数万年以来，还从没有臣子敢这样无视他。他左手灵气聚集，一颗蓝色的灵力珠便凝聚了出来。混账！朕在和你说话。这蓝色珠子充斥着无比暴力的气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地下皇这是要严惩张将军的不礼之举了。在文武百官的视线中，捏着上品武皇武技水龙爆星的陛下大人也走出了皇宫外。随后众人想象到的痛打无礼臣子的画面没有出现，那水龙爆星直接消散不见。地下皇下敌也微微抬起头，整个人如同石化了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也不是一动不动，他在颤抖，整个人的身子不受控制的发颤起来。他咕咚一声，站立的说道：“不可能，你是武圣。”武圣，此二字一出，皇宫内的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地下皇下敌抬头望着上方，距离他和张将军5个身位的下风，一股极大的恐惧在他心里升起。怎么，我不能成为武圣吗？此时的夏风悬空翘着2郎腿，露出一副和煦的笑容，望着他们2人。不过把此时的夏风说成是雷霆更合适，因为他现在的模样，浑身都缠绕着跳跃着的银色雷霆，一股庞大的圣威直接笼罩了2人。张将军和夏敌，一个是天阶9重武皇，一个是天阶5重武皇，在夏风的圣威下，他们就像是牙牙学语的幼童看到一个300斤的超级莽汉一般。无助、弱小且惧怕。夏帝和张将军的脸色都变了，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人8日前还是半圣，而今日再见就成了真正的武圣。虽然夏敌没有见过夏风，但他通过韩森弄出来的画像，也算对他有了些印象。今日见到真人，夏敌顿时脑袋发懵，随后他如同吃了屎一样，后悔和害怕的情绪夹杂在一起，心口都要悔青了。这是真正的武圣，圣威或许可以作假，但他身上滚动的雷电分明带着浓厚的规则之力。规则之力，只有参透了此条规则大道的修士才能释放。为什么他不听严老翁的建议？
他之前还有些摇摆不定，说夏风实力弱小，但天下皇朝覆灭的事实就在眼前。可他还是听信了张将军的谗言，选择了和夏风死磕到底。大人，夏风大人，求您饶我一命，我和地下皇朝不熟啊，我就是家里揭不开锅了，跑到这里来打分工而已。下一秒，让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刚才还叫嚣夏风是个垃圾的张将军，瞬间双膝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朝夏风拜服。您是武圣，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这个喽啰吧，我也是为了讨生活啊。夏迪和他身后的一众臣子全部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想到以往在皇朝上无所畏惧，见谁都不服气的张大将军居然会露出这样的一面来。作为天阶五重武皇，夏迪对他也极度不薄，甚至还封了他皇朝唯一的大将军一职。可眼前这条死皮赖脸去哀求夏风的哈巴狗，就是那个地下皇朝霸道无比、战场上张狂无边的张将军。张小辉，你这个狗东西，你在我麾下数千年，我亏待过你吗？混账，我真恨不得早弄死你，还他妈让你做大将军。在百官的注视下，当着他的面，张小辉这样对夏风求饶，这让地下皇感觉面子里子全光了，这让要面子如命的他机遇疯魔。陛下，您别闹，夏大人可是武圣强者，向他求饶不丢人。张将军连忙转过身去，表面上看起来他像是想让地下皇息怒，实际上他只是想拉住他，让他别在夏风面前撒泼了，以免激怒于他我闹。听着张小辉的话语，夏迪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满脸震惊。张小辉眼中闪过一抹警惕之色，随后迅速点点头，别开玩笑了，这可是武圣强者，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皇朝，拿什么去抵挡？别说什么你是什么当今夏地的血脉，你要真有本事，你能被扔到这儿来，人家夏地子嗣成千上万，说白了你也是其中最不入流的一批。而且你那臭毛病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尊活生生的武圣就在眼前，谁还管你的面子？而且就算夏地重视你，但夏风是什么人？是逆血一脉，是上一任弟子的亲孙子，杀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负担，毕竟当今皇室早就和他结成了死仇。那严老翁也捂着胸口，费力的小跑过来，他连忙拱手做讨好状。夏风大人，不曾知道您特意前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严老翁，你……夏迪双眼睁得溜圆，他指着白发老人，脸色铁青。到底他妈的谁是你主子？你给硬气点，不准给我低三下四。陛下，我求您别说了，以前夏风是半圣的时候，我们就无可奈何，现在他都成武圣了，您消停会儿行吗？严老翁满面愁容，赶紧靠近夏迪的耳旁，轻声劝道。严老翁知道夏迪的臭毛病就是死要面子，这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底下的人直接朝人家拜服的拜服，讨好的讨好。夏迪愣住了，但随后他死死咬牙，表情扭曲，双眼充斥着快要压抑不住的怒火。这些人居然敢指着他说他闹，说他不识时务，他们竟然敢这样忤逆我！此情此景，夏迪眼前一阵恍惚，脑海中浮现出以往在皇宫的景象。在皇室之中，他是最不受夏帝喜爱的子嗣之一，所有的皇子都欺负他，宫中的大臣也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这也导致了夏迪从小就产生了一种极度想要彰显自己存在的特性。可他在诸位皇子中，要天赋没天赋，要聪慧没聪慧，就像一个残次品。夏帝不搭理他，宫中伺候他的仆人也很冷漠，甚至他的母亲知道他的废物本质后，便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夏帝身上，想要试图再生一个，也从来没有关心他。成年后被当今夏帝封了皇朝，来到地下皇朝的第一天，他就要求所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任何人都不准无视他的声音、他的威严、他的一举一动。地下皇朝是他的东西，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服者。在这儿，他夏迪说的话才是一切。所以刚才张小辉不回应他才会那么生气，甚至不在乎形象，也要亲自上前收拾他。夏风突破到了武圣了，他也确实害怕。但是看到张小辉和白老翁越过他对夏风俯首求饶、讪笑讨好，以及白老翁身后那群蠢蠢欲动的文武大臣，夏迪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你们这群狗奴才，我才是你们的皇，朕要杀了你们！去你们的，一群王八蛋，一群混账，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都给我死！死！死！他暴怒了，不管眼前的夏风，整个人陷入疯狂之色，也不知道是在骂这些群臣，还是在骂以前皇宫里欺负他的那些人。只见地下皇体内丹田风转，天阶9重武皇的实力瞬间爆发。神通大罗列狱掌，神通清明剑诀，神通。一刹那，暴怒的夏迪直接炸开4种神通，狠辣地朝着张小辉和白老翁身上攻去。夏风悬浮于天，继续翘着二郎腿，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观看下方的狼藉。他是觉得真有意思，自己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什么都还没做，这夏迪就和疯了一样的猛干自己人。可惜没带瓜子儿，不然他还能更舒坦点。不，的夏皇，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为了皇朝好啊，你不能这样做！严老翁震惊了，随后连忙吼道：“那是武圣，你想死就一个人去死，别拉着大伙陪你！”张小辉怒目圆睁，他怒吼一声，灵力迅速闪过全身，一套不俗的战甲浮现在他的身上。只见他举着高大的流星锤，死命地抵御夏迪的神通攻击。不，陛下，老臣无罪啊！
而白老翁他只是个文官，境界更是可怜的天阶武尊。挨完这两嗓子，随后就被夏迪的神通给抹成了灰。剩余的文武百官看着大口喘着气，双眼血红，如同疯了一样的地下皇，心中全都惊惧不已。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开了头，一众人便一哄而散，朝着四处奔逃。他们不是不知道夏迪的心理毛病，这么多年来，整个天下皇朝也无人敢忤逆他。可此时来的大敌是武圣啊，是一招就可以抹除他们皇朝的恐怖存在。谁都没想到夏迪居然会在这样的存在面前依旧发疯。啧，这地下皇居然还是个心理变态。夏风看着地下皇疯狂屠戮自己人的模样，忍不住啧感叹道：看起来他小时候没少受欺负，他这些大臣也挺倒霉的，遇上这么个疯子。此时的张小辉终于顶过去了地下皇的4道神通，他好歹也是个天阶5重武皇，虽然受了重伤，但至少性命无忧。见夏风自语，他也顾不得那么多，连忙转过身朝着夏风跪拜道：夏大人，您明察秋毫啊，这地下皇夏迪真的不是个东西，我们平时也没少被他压迫。实话给您说吧，韩森是我的徒弟，他当日刺杀你回来之后，地下皇知道事情不成，竟然足足折磨了他3天3夜，那3天才叫一个惨不忍睹啊！韩森被打的只剩下半条命，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疼的啊，真恨的挨打的人是我才好。他打我徒弟的时候，还是带到这朝堂之上动的手，我们这些文武百官可都看着，心里都不是滋味。要不是害怕这个疯子的报复，其实我们早就想离开地下皇朝了。夏风看了一眼暴怒的地下皇，又看了卑躬屈膝、全身颤抖的张小辉，冷笑一声：别在这里卖惨了，都是一丘之貉，装什么装？张小辉抬头露出茫然相，这地下皇心理变态我不清楚，但你们跟着他做的恶事，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夏风摇摇头，想起老爹之前和他讲的，地下皇带人在外面动不动就屠别人全族，为了几个好看的女子，更是直接铲除了好几个极品宗门，不讲道理，只为了他的私欲，便肆意的欺凌弱小。而这张小辉，他也知道这些，作为地下皇最为得力的鹰犬，做什么事都是最卖力的，像什么杀人放火、灭人宗门、屠人满族，简直个个都是第一名。行了，笑话我也看够了，不在你们这里耽误太多时间，早点办完事情，早点回去。夏风打了个哈欠，随后他右手朝着张小辉的方向打了个响指，啪嗒，只听一声脆响，张小辉全身陡然冒出无数密密麻麻的雷电。不，夏大人，您饶我一！他惊恐地喊道。但下一瞬间，雷电爆炸，他的血肉和真灵也都烟消云散。地下皇双眼血红的对那些不敬的臣子出手，当他感受到身后强烈的恐怖气息后，身体忍不住一震，转头看见张小辉被夏风一个响指炸得支离破碎，他的大脑如同被灌了冰霜，瞬间清醒了过来。我是地下皇朝的主人，你想做什么？有什么都好商量。我承认之前找你麻烦是我的不对，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愿意赔偿给你。地下皇看着逐渐走近的夏风，他磕磕巴巴地说道，身体颤抖，有些紧张。没兴趣。夏风摇摇头，女人也可以的，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女人，朕都可以送给你。夏迪死死咬牙，他的性格束缚着他，不会让他下跪，更不会让他去求饶，自始至终都放不下作为皇朝之主的架子。但他这种结结巴巴的讨好模样，却是更丢人。夏风是来做什么的？夏迪其实心里很清楚，天下皇和他的皇朝都被眼前的这个清秀的年轻人屠灭了，他凭什么认为自己的皇朝能跑得掉？他们当日派人出去劫杀夏风，任务失败，那么就早该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夏迪表情僵硬，看着不为所动的夏风，他终于忍不住怒吼了起来，状若疯狂：你死了就行了。夏风冷笑：你手底下的这些人，我看你都杀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算他们运气好吧。夏迪身旁的尸体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山，那些实力羸弱的武尊和低阶武皇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其余跑了的人，要么是动作最快的那一批，要么就是地阶武皇以上的强者。不过无所谓了，此时的夏风早已今非昔比，没有那么多心思放在那些蝼蚁身上。神通雷伐，夏风沉吟一声，比之前武皇神通恐怖10倍的气息在天上瞬间集结，随后一道恐怖的雷芒更是直接纵劈了下来，生生的劈在睁大双眼仰头望天的夏迪身上。武圣之神通蕴含着强烈的天地之威，规则的韵味包裹其中，无限放大了他的威力。更别说夏风是靠雷电入道，领悟雷之规则才成为的武圣，所以这神通雷伐浩然无边，一击之下，不仅是夏迪，连带着这所皇宫以及周边的宫殿全都淹没在了白色的雷球之中。地下皇朝今日覆灭，地下皇今日身死。和之前的老规矩一样，摸储物界，翻地下皇朝的宝库。一个时辰后，夏风拍了拍了手，心满意足的凌空而起，他化成了一道流光，继续朝着南方飞速而去。下一站的目标，北周无忧谷，人下皇朝。但就在此时，人下皇朝派出的3大高手也飞奔在前往星宇城的路上，他们已经赶路了9天，只需要最后一个时辰便可以到达星宇城。这3大高手的境界都在地阶9重武皇，对3大皇朝第一次找到夏风时，对当时的夏风来说不可谓不强，甚至可以说，如果当时来的是他们3个，
夏风就得命丧当场了。当日老鬼赶回人夏皇朝之后，人夏皇朝下人的眼神顿时变得阴雾无比。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眼睛里根本容不得一点沙子。他做事雷厉风行，不像天下皇等那么长时间。4天后，在他的安排下，人夏皇朝的3位9阶武皇高手立刻朝着新宇城赶去。夏风有着堪比9重地阶武皇的实力，那他直接派3个真正的9重地阶武皇前去，不信弄不死他。这3位地阶武皇也是火力全开，整整8天的时间不眠不休的赶路。他们距离新宇城的距离最远，花费的时间也是最多的。只是他们前脚刚走的第2天，夏风就去找天下皇朝的麻烦了。而在他们即将赶到新宇城的前1天，夏风也刚好突破5圣，去找地下皇朝的麻烦了。可以说，不管是晚1天还是早1天，他们都会得知夏风真正实力的恐怖之处。但可惜没有那么多如果。老大，根据老鬼的消息，夏风是天生地体，我们这次行动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争取做到全力轰杀。张强扭头对中间的领头人沉重道：“这是自然，狮子搏兔上用全力，一会儿到了之后，你们都听我的，能偷袭尽量偷袭，别给他做出防御的准备。”王祥冷笑：“刘老三，你擅长置换之道，等我们搞清楚那小子的位置，你直接把他拖入幻境，等我废了他的4肢，再带回去给陛下领赏。”明白。刘老三点了点头，没有任何意见。他们3人在人夏皇朝是出了名的铁三角，每次行动和出任务的时候，他们3人都会组成一个小队共同出手，可以说是默契无比，达到了真正的团队大于3个独立个体的效果。不过最让他们出名的还是他们警惕小心的谨慎风格，不管对方有多弱，不管对方伤势有多重，他们3人都会用最全力、最阴险、最卑鄙的手段去拿下对方，根本不给对面阴他们的机会。还别说，就他们3个也搞死了不少那些装起来要阴他们的老六。陛下既然选了我们，那我们就要好好表现，一个活生生的地体，这要是带回去，我们得到的奖赏吗？嘿嘿。带头的王祥嘴角上扬，已经开始意淫起了之后手拿圣兵开始修炼圣级武学的美好画面了。1个时辰后，此时的新宇城已是深夜，3人轻轻地落在城墙上，蹑手蹑脚地朝着城主府方向靠近。夏乃文和黄小倩2人也刚刚从吐纳修炼的状态中退了出来，他们感受着自己天阶5尊的实力，很满意地笑了笑。孩子他爹，从这个进度来看，或许半个月之后我们就能成为武皇了。黄小倩喃喃道，一副梦未醒的模样。只能说儿子太给我们惊喜了。夏乃文笑着揉了揉黄小倩的头，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遗憾叹气道，只可惜他爷爷走得太早，不然父亲也能用那神秘梦境修炼，就算我们被放逐到这里，那个王八蛋也不会有丝毫机会。想到这的夏乃文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双拳紧握。好了，孩子他爹，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你也别老想着身体最重要。黄小倩叹了口气，轻轻顺着夏乃文的后背，儿子已经够出息了，我们也算是逐渐向好，你也要想开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全被我们给占了。夏乃文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老婆说的在理。等等，突然之间，黄小倩突然眯起了眼睛，她瞬间散开灵力。片刻后，她一惊，有些惊慌地对夏乃文说道：“孩子他爹，不好了，有3人闯入了城里，正在朝我们的位置赶过来。”夏乃文的瞳孔瞬间一缩，他没有丝毫怀疑，立刻拉起黄小倩的手，咬牙道：“是3大皇朝的人。”黄小倩主修风系，达到了天阶5尊的她，对气流的掌控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这些10日的修炼，他已经熟悉了新宇城所有气流的动向。当人夏皇朝3大地阶武皇抵达之时，他们自以为自己的身形隐藏得很好，可在移动时，那武皇散发出来的强劲灵气顿时扰乱了城主府附近的气流，而这立刻就被黄小倩给感知到了。他的战斗实力并不出众，但是在感知方面，对于气流的掌控绝对是一流的武者。我们该怎么办？3个武皇已经贴近了，还能跑吗？黄小倩顿时急得从地上站了起来，她真的害怕，如果他们被抓了，这些人肯定会用他们威胁夏风的。武皇，夏乃文扶着额头，脸色很是难看。他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还不发难，上次夏风展现实力之后，他可以肯定这次来的武皇绝对是地阶以上的狠角色。虽然不知道是哪个皇朝派来的，但都不是他们2人能够抵挡的。该怎么办？夏乃文死死咬牙，疯狂的思考。该死，为什么梦境中的实力不能够带到现实中来？他都已经修炼到天阶武皇了。等等，夏乃文微微瞳孔陡然睁大，随后他扭头看向黄小倩，我有办法了。王祥从阴影中站了出来，脸色同样有些不太好看。没在，我已经用灵力探测过了，整个新宇城到处都找不到这个小子。妈的，跑得倒是挺快。刘老三恶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无妨。王祥摆了摆手，他冷冷地看着城主府带着光亮的房间。就算他跑了，但他父母还在，把他们抓了，不相信那小子不来找。呵呵，就你们这3个鼠辈，也妄图来找我们的麻烦。突然，3人前方响起一阵冷笑，他们皱起眉头，随后抬头望去，只见2道身影腾空而起，正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他们。夏乃文，你是要找死不成？王祥并不为所动，他没耐心的说道，既然知道我们来了，
识相的就自觉跟我们回去。不过武王境界的废物，亏你还有个弟子老爹。我要是说不呢？夏乃文在月光下冷漠地盯着三人，他的大衣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倒是显得霸气非凡。在他身旁，身穿青绿色素衣的黄小倩也面无表情地看着三人，似乎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王祥三人见状，对视一眼，神色有些不解。浮空而行是武尊的手段，看来他们这些时日也有些突破。但这夏乃文夫妇是什么情况？他们可不是什么黄阶、玄阶武尊，而是活生生的地阶武皇强者。这两人是疯了不成？敢这样和我们3位地阶武皇说话，你在找死吗？王祥冷冷地对上夏乃文的眼睛，随后上前一步，地阶武皇的气息陡然爆开，冷冷喝道：轰！恐怖的风波导致城墙都开始战栗嗡鸣，可夏乃文夫妇却不为所动，冷笑更甚。地阶武皇很强吗？我认识你王祥，告诉你个事吧，我儿前些天已经灭了天下皇朝，现在已经出发前往地下和你们人下皇朝。王祥眉头紧锁，他再次扭头看向身边两人。老大，你不会真信他的鬼话吧？那可是天下皇朝，整整5名天阶武皇，就凭那小子，他也配？刘老三讥笑道。我知道。王祥沉声道，随后他扭了扭脖子，露出残忍的笑容。夏乃文，虚张声势这事对老子没用，你还是乖乖透露出你儿子的位置，免得遭受。轰隆！天阶9重武皇的气势瞬间从夏乃文身上爆开，以王祥3人为中心的砖石纷纷爆开，在空中化为齑粉。刘老三本单脚踩在城墙上，这一下的冲击直接让他失去平衡，狼狈的一屁股坐在地面上，比刚才王祥散发出来的地阶9重武皇的气势还要强上数倍。王祥的嘴巴陡然张大，目光呆滞地望着夏乃文夫妇。天阶9重武皇，3人此时的表情相当精彩，但还没等他们做出下一步的反应，又一股恐怖的气势爆开了。黄小倩向他们投去冰冷的视线，一股不弱于夏乃文的天阶武皇气势散发出来，绝望、无助、恐惧。被2股天阶9重武皇气势给冲击之后，这3种情绪瞬间在以王祥为首的3人身上滋生。逆血一脉有诈，跑！王祥猛然大吼一声，随后他咬破食指，不惜施展秘术，将自己的境界短暂的提升到了天阶1重武皇的层次，疯狂向后暴窜。而刘老三和张强也是跑路高手，一个猛地在自己脚上贴了10几张神行符，另一个立刻爆开，化成一道血雾，疯狂朝着星宇城之外逃离。怎么，现在想跑了？夏乃文假势向前踏出一步，他抽出长剑，做出要追杀他们的表象。3人见状都吓得不轻，赶忙透支自己的丹田，他们的速度不约而同的再度提升一大截。不过3个呼吸，3人已经拉开了与星宇城数千米的距离，这甚至比某些3重天阶武皇都还要快。哼，一群蝼蚁，这次就先放过你们，再敢来犯，定叫你们有来无返。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一阵轻蔑的冷笑，3人头也不回，急速向着前方遁去。1个时辰过后，确定身后没有人跟过来，王祥等人才敢重新凑在一起。该死，该死！你们看到了吗？他们2人都是天阶9重武皇强者。张强深吸一口冷气，一副后怕的模样。逆血一脉的人居然一直都在隐藏，幸好他们没有下杀手，不然我们全完了。这怎么可能？20年前他们刚迁来星宇城的时候，也不过是地阶武王啊！刘老三哭丧着脸，心疼的要死。刚才为了跑路，他把自己这些年好不容易攒的10几张上品神行符全用了。本来他打算把这些东西用在某个重大的生死危急时刻，没想到在这给报废了。还活着你就该庆幸了，还惦记着你那些破符。王祥咬牙，随后他像是想起什么，回头道：刚才夏乃文说的什么？天下皇朝已经被夏风给灭了？这不可能吧？除非那小子的境界突破了天阶9重武皇，或者带了好几个天阶9重武皇。张强结结巴巴道：在这之前，你觉得夏乃文他们可能是天阶9重武皇吗？刘老三阴雾地说道：先去天下皇朝看看，如果事实真的如他说的一样，那我们直接去南疆。王祥道：去南疆？大哥，我们不回人下皇朝了。张强疑惑：回去？如果天下皇朝都没了，你觉得人下皇朝还剩下什么？刘老三冷笑：我支持老大的决定，去南疆，凭我们3兄弟的本事，再找一个皇朝居身不成问题。这逆血一脉隐藏得太深了，我看这北周可能要变天了。王祥扭头看向星宇城的方向，心中升起来一抹恐惧，那里就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黑洞漩涡，吞噬一切想要一探究竟的人或物。等确定3人彻底远去之后，夏乃文和黄小倩才晃晃悠悠地从天上落下，脚一踩地，2人都忍不住捂住胸口，一口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刚才地阶武皇只是释放了一些气势，就给他们2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夏乃文和黄小倩知道，如果他们露怯，那么他们一定会被抓走，从此成为被人要挟下风的底牌。所幸夏乃文脑子转得很快，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虽然他和黄小倩都是在梦中修炼到了天阶武皇，没有办法将实力反馈到现实之中，但数千年修炼出来的天阶武皇的气势、经验、记忆都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夏乃文当即决定赌一赌，就赌对方不敢对他们2位天阶武皇一同出手。而这次
显然他赌对了。孩子他爹，幸好你能想出这个办法，不然今天就麻烦了。黄小倩叹了口气，她从储物界掏出之前夏风从天下皇朝搜刮的极品5阶丹药，喂到了夏乃文的嘴中，随后他也吞服了几粒。一个呼吸的时间，两人的气息顿时稳定，之前受到的伤势也痊愈了。极品5阶丹药，这是对天阶9重武尊都有裨益的珍稀丹药。以往的他们受了重伤，连最基础的2阶3阶适合武王境界的丹药都舍不得多吃，哪里像现在吃5阶丹药和吃糖豆一样。抗过了这次，应该不会有人再来找咱们了，再等几天，等儿子的好消息。夏乃文盘膝坐了下来，刚才和地阶武皇正面对峙了一段时间，他也有了些许感悟，也不浪费时间，开始修炼了起来。黄小倩抬头望着人夏皇朝的方向，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此时的夏风，他面无表情地踩在人夏皇下人的头上，在他身前，人夏皇朝的文武百官瑟瑟发抖，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武圣对皇朝来说就是降维打击，没看到他们皇朝的最强者人夏皇也趴在地上，口吐鲜血，连半条命都没了吗？真不怪夏风下手太狠，主要夏人见到夏风的第一面就开始怒吼什么逆血一脉的贱种，竟然还敢找上门来，今日就要将你碎尸万段，这一类极其狂妄的话。夏风也不惯着他，武圣的气势爆开之后，下一秒夏人就成这个样子了。脑子呢？脑子也不带，你猜我为什么敢找上门来？夏风面无表情地踩在夏人的脸上，他慢慢地用力，不断施压摩擦。皇宫的地面很快就出现了阵阵裂纹，也就夏人的境界比较高，这要是换一个皇阶的武皇，估计脑袋都被夏风给踩爆了。住手！逆血一脉，你要是杀了我弟子，当今弟子是不会放过你的。夏人艰难地说道。逆血一脉，你们3大皇朝都喜欢这样叫我们啊？夏风冷笑道。成者为王，败者寇，果然是古来不变的铁律。让我想想，在我爷爷的地体被那老比登夺取之前，你们是怎么称呼我们这一脉的？是弟子一脉，还是后来的战天皇一脉？夏风冷笑道。行了，我也懒得搭理你们称呼什么，至于敢不敢杀你，不如你先下去问问天下皇和地下皇吧。说罢，还不等夏人有反应，夏风的右手灵光一闪，一柄带着紫色火焰的鬼魅长刀瞬间浮现了出来，唰，一刀斩下。夏人的头颅飞向了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群臣面前。夏风收手，由灵力化成的紫焰妖刀顿时消散。杀这些皇朝之主已经杀习惯了，此时的夏风心里已经没有了丝毫波澜。他走上前去，将地下皇身上的宝物、道兵还有储物戒全都收了起来，转过身，在前往宝库的路上，夏风头也不回道：还不走？莫非你们都想和这皇宫一起陪葬？人夏皇朝群臣浑身一颤，随后一哄而散，朝着外面飞奔而出。半个时辰过后，夏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次的收获也十分丰盛，获得的道兵也足够他将清雪剑喂养到极品道兵的层次了。丹药和武技更是数不胜数，3大皇朝的底蕴加起来都快赶上一个小圣地了。他也不多言，飞上天空，如山岳一般的云山掌冷漠拍下，绵延数公里的皇宫顿时被拍碎，无数飞石沙尘在地面扬起，下面的人夏皇朝惊惧地朝着外面跑去，生怕遭受株连之罪。夏风不是魔修，自然不会对这些人出手，收好了东西，他化成一道流光，朝着星宇城的方向飞奔。3大皇朝被灭的消息，相信很快就能传到帝国皇室的耳边。夏风深知自己的时间不算多，别看他这次一人屠灭3大皇朝多威风，往往是这种越威风的行为，更会让某些人的眉头皱得更紧。他需要实力，需要时间，需要迅速把3大皇朝的底蕴给汇总在一起变现。返回到星宇城的夏风和父母来了个重重的拥抱，他再一次将龙晶、黄级武学、道兵丹药倒了出来，给夏乃文和黄小倩筛选。当听到王祥3人带队偷袭的事情后，夏风忍不住瞳孔一缩，后背渗出了些许冷汗。幸好老爹你能想出这个法子，不然他们带着你们去其他地方，我也没办法找到。夏风吞了口唾沫，眼中闪着一抹后怕。哪怕他是武圣，但想要在无穷大的大夏帝国追踪3个善于隐遁的地阶武皇，无异于大海捞针。除了这些提升个人实力的修炼材料以外，夏风还搜罗到了3块中品龙髓。灵石由灵脉挖采而来，龙晶则由更高级别的龙脉挖采而来。龙脉比灵脉珍稀1000万倍，除了自然形成的以外，就只有靠龙髓来人工开造了。下品龙髓可以生成下品灵脉，中品龙髓可以生成中品龙脉，其他同理。而夏乃文和黄小倩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对天地灵气的吸收凝练。境界他们算是有了，最主要的还是自身丹田的凝聚度不够，但只要有了大量的中品龙晶，他们修炼的速度还能更快。夏风直接将3块中品龙髓扔在了星宇城的东西北3个方向，他在施以武圣灵力，使其迅速演化。2个时辰过去，3条中品龙脉便在地下形成。夏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重重呼出一口气。强行催动龙髓的演化，哪怕是对于武圣来说，也是一件消耗极大的事情。有了这3条中品龙脉，星宇城周围的灵脉也开始缓慢发生了变化，天地灵气的精纯度许多，原本的下品灵脉也有朝着中品灵脉进化的趋势。相信再过几个月的时间，那些灵脉都会自动提升一个层级。星宇城居住的居民见状，
个个眼神火热，看着天上的夏风，瞳孔中只剩下钦佩和狂热。夏风以一己之力将星宇城的修炼环境改变，以往他们大多数人修炼到武王境就顶天了，可周遭环境发生变化，那些有天赋的假以时日成为武尊也不是没有可能。有福啊，星宇城有福啊！几个大户家主忍不住感叹道：“咱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少主，简直太好了！我这辈子以为自己就这样了，那些灵气浓郁的地方，哪个不是被那些上品宗门、极品宗门那种庞然大物给占据着？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我终于有突破武尊的希望了。”有被困于境界看不到修炼希望的人老泪纵横。当日深夜，晚上入梦的修炼才是夏风提升实力的主旋律。他今晚再次带着父母一起进入梦境中修炼。进入梦境的夏风抬头望着天空灰蒙蒙的世界，顿时惊呆了。这梦境世界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他却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此时的梦境世界黄沙漫天，梦境珠依然高悬于天空，却并不像之前平静，反而一直发出让人精神恍惚的嗡鸣。这是什么情况？夏风心跳得极快，此时的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四周的灵气都被梦境珠吸收光了。在这种地方修炼，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实力上的提升。不是，大哥，我的哥，你可不能坑我呀！我才刚进武圣，你怎么就萎了呀？夏风当真是欲哭无泪，他连忙飞上天空，悬空在梦境珠的四周检查这颗珠子。梦境珠也不再如同之前那般明亮，而是暗淡无光。此时他悠悠地转着，如同转磨累了偷懒休息的老牛。夏风崩溃地伸出双手，想要找到问题所在。就在他的手触碰到梦境珠的瞬间，一种庞大的吸力顿时出现。夏风惊讶地啊了一声，他还没来得及抽出手，整个人的意识突然模糊了。等他睁开眼后，看见的却是夏乃文和黄小倩焦急关心的面容。儿子，你怎么了？刚刚你突然叫了一声，然后就倒下去了，足足半个时辰，我们还以为你修炼出了什么问题，真是吓死我们了。黄小倩紧张的要命，此时看着夏风安然无恙，她才松了口气。我没事，老爹娘，我休息一会儿就好。夏风摇了摇头，不想让两人担心，他故作轻松道：“儿子，你那个梦境修炼的方式会不会对你本身造成伤害？”夏乃文是见多识广的人，他稍稍沉思，随后摇头叹气道：“要不咱们就不用你那个方法来修炼了，万一对你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和你娘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哪有的话，老爹娘，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清楚吗？你们别担心，不会有伤害的，你们相信我。这倒是给夏风吓了一跳，他只是不想让两人担心，没曾想居然还让老爹给误会了。真的？夏乃文皱起眉头，有些狐疑地问道。夏风从小就没有骗过他，但夏乃文总觉得那梦境世界太蹊跷。真的，我对天发誓。老爹娘，你们让我休息半个时辰，我调整一下就好。夏风赶忙点头，为了让爹娘不再担心，他甚至还举起手发了个誓言。夏乃文和黄小倩见状，这才点了点头，相信了儿子的话。夏风盘坐在床榻上，皱起眉头，深吸一口气，沉下心思，全力去感受体内梦境珠异样的情况。就在夏风识海内，金色的小人目光更加疑惑了。梦境珠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得更加深沉，表面的纹路也更加清晰，甚至转动的时候还隐隐约约带着一股很熟悉的力量。夏风皱眉向前走去，他越靠近就越觉得那力量太亲切，太熟悉了。我靠，这不是我领悟出来的雷系规则之力吗？仔细感受一番，夏风的双眼猛然睁大，这珠子竟然在吞噬我的规则之力。夏风顿时大惊，他一时不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梦境珠帮助他修炼，他这才能短时间提升到武圣，可规则之力是他力量的保证啊。对一个武圣来说，丧失规则之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着境界的跌落。武皇是因为领悟了规则大道才成为了武圣，可以说只有拥有了规则大道，才代表你是个武圣。两者前者是因，后者才是果。这梦境珠要是给夏风把规则大道给吞了，那他就又会重新变成天阶武皇了。正当他焦头烂额的时候，梦境珠像是有意识的一般，从他体内飘出来一股黑色的精纯能量。这能量猛地从上方射出，钻进了夏风的灵体内。这一下，夏风的意识骤然恍惚，随后一大股晦涩且繁多的细碎知识在他脑海里面膨胀起来。这些知识太多太杂，搞得夏风此刻有些头晕脑胀。慢慢的，半炷香的时间过去，夏风这才慢慢理解起来这些知识所代表的含义。梦境珠这是在利用我的天地规则炼化自身。夏风喃喃道。碎片知识很多很杂，但把它们汇总起来，夏风也理解了梦境珠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梦境珠检测到自己掌控了天道规则之力，正在吸收天道规则，解锁更多的封印，提升梦境之力。在这期间，他无法再度利用梦境珠构建的世界修炼。等到梦境之力提升后，梦境珠将获得实力反馈能力，而且他可以指定两人和他一起进入梦境修炼，梦醒后获得 50% 的梦境实力反馈。同时，此次提升之后，将从一梦千年变成一梦万年。我擦，这么猛，这算啥意思？系统维护升级，维护期间禁止上线。夏风震惊了，他是真没想到这颗珠子居然还有自动升级的功能。
感情刚才他是被孟静珠在维护升级期间给踢出来了，但之后仔细看过这些提升后，他心中也是狂喜。踢了就踢了吧，也不在乎。要是每次都能有这么巨大的提升，他是真恨不得隔3差5就被踢一次。自己突破到了5圣境界，没想到孟静珠也可以跟随主人自动进行成长。我可以指定带人修炼，而且也有反馈了。夏风激动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以后他带老爹或者老娘进来梦境世界修炼，他们要是成为了天阶武皇，那么在现实世界里最少也能获得地阶9重武皇的反馈，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光保留经验和气势，一点实力都没精进了。等到雷系天道规则之力吸收完毕，孟静珠终于停止了动作，恢复了平静。她如同最开始那样慢悠悠地转动着，时不时散发着神秘深邃的气息。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孟静珠身上脉络更甚了，散发的气息也更加奥妙。睁开双眼的夏风激动地跳下了床。老爹娘，来修炼了！你们现在是天阶5尊，这2天我帮你们突破武皇。夏乃文和黄小千面面相觑，不知道儿子突然抽的什么风。儿子，虽然那个孟静珠修炼效果很好，可2天时间突破武皇，这怎么可能？夏乃文苦笑。夏风摇摇头，随后也不再多说，直接拉着2人找地方盘腿坐下。说100遍不如做1遍，先修炼。他赶忙构造梦境世界，随后迅速将2人给拉了进去。古朴的梦境世界，天定灵气浓郁了数倍。夏乃文惊讶地望着眼前这片广阔的天地，还有他身边正笑着的夏风。这就是你的梦境？夏乃文微微张嘴，不可置信地看向栩栩如生的大地、青草、水流，怎么会这么真实？而且我居然能保留这么清晰的意识。媳妇，媳妇，夏风，你娘她怎么？夏乃文环顾四周，随后看见了坐在地上默默吐纳灵气、依靠本能修炼的黄小倩。他试着叫了2声，可对方却一动不动，这一下就让他着急了起来。没事，老爹，让娘好好修炼吧。现在只有你和我能保留意识。夏风摇摇头，之前的修炼，我记得是进入了你的梦境世界，可都是朦朦胧胧的一片，醒来后也没什么印象了。可这次我却有了意识，这是为什么？我说了，老爹，这次能让你们进入武皇境界，你还不信我？夏风笑道，我对功法的领悟进阶了，现在不仅可以保留你的意识，还可以让你得到梦境修炼的一部分反馈。夏风继续为他讲解道，能像你一样反馈回现实世界了。夏乃文惊讶万分，随后他的心中也爆发出一阵狂喜。好好，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够了。他激动地握拳道，今晚这1000年的时间，我一定会拼尽全力进入武皇境。我这当爹的老是被你甩在后面这么行，哈哈哈哈！谁和你说的1000年？夏风打断了夏乃文的哈哈大笑，他伸出一根手指道，是10000年。夏乃文愣了一下，随后嘴巴再次长大，不可置信地看着夏风。夏风耸耸肩，直接盘腿坐下，开始感悟另外的天地规则。夏乃文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没想到儿子的这辅助修炼的功法进阶的这么快，10000年的时间，他要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突破到玄阶武皇。2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开始修炼。1000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夏风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夏乃文也抖落了身上的尘土，黄阶3重武皇的气势陡然散开。1000年的时间，他甚至突破到了黄阶3重武皇。再看旁边的黄小倩，凭着本能修炼的她要慢一些，但身上的气势也在慢慢攀升，已经隐隐约约有了要突破的趋势。老爹，感悟天地规则只靠苦修太慢了。夏风很明显地感受到体内修炼速度的凝滞，他决定换一个方法。你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吗？夏乃文扭头问道。当然有。夏风笑笑，练不动了就出去打一打，实战还能验证一下之前的想法正确不正确。说罢，夏风闭上眼睛，他微微皱眉，主动用灵石去链接天上悬浮的梦境珠。片刻后，梦境世界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鸟无花香，灵气充沛的场景更改了，逐渐变成了之前星宇城的模样。夏乃文望着熟悉的四周，他心中也隐隐有些激动，有些明白儿子想要干什么了。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夏风缓缓睁开眼睛，他嘴角上扬道，老爹，好不容易突破到了黄阶武皇，出去找人事试手吧。天地人3大皇朝我也重构了出来，那里应该是最适合你修炼的了。我已经设定好了，如果你被他们击杀，那么第一时间就会在这里重新复活。好，之前你一个人去剿灭了他们3大皇朝，我虽然心里舒坦，但毕竟没有看见，更没有亲自出手。这次有了这个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打爆他们的狗头。夏乃文开心极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机会亲自出手去收拾那些高高在上的皇朝。他也不再多说，还剩下9000年的时间，加上无限复活的机会，他相信自己的境界还能更上一层楼。化成流星离开以后，夏风的视线便投向了星宇城的东北方。大夏帝国与日照帝国的边境，无数恶人罪人与天兽圣兽存在的东荒陵，他已经是武圣的存在，东荒陵则是最适合他拼死厮杀的地方。东荒陵不仅有武圣强者，而且数量还不少。夏风本来想去圣地，但是他也没见过真实的圣地，也不知道那些圣地真正规模，实在不好模拟。反而东荒陵的地图他都已经牢记在心，那里的城邦有武圣级别的罪人，
山林中更是有堪比武圣的凶悍圣兽，而这些都将成为夏风修炼路上的垫脚石。夏风咧开嘴，露出兴奋和残忍的笑容，化作一道紫色的雷光，与夏乃文背道而驰，朝着东荒陵急速飞去。大夏帝国帝都，无数庞大家族在帝都四周扎根，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中央的帝国皇室。在庞大宏伟的帝都弟子清心殿中，一面容消瘦、身着白色大衣、修为恐怖滔天的鹰眼男子正揉着眉头，他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滔天的恐怖敬意，哪怕是站在他面前的两尊黄阶武圣，也是颤颤巍巍，不敢抬头。帝威不可直视，他面无表情，让人看不清楚喜悲。此人正是当今大夏帝国弟子夏乃武，是夏帝夏天命的儿子，天生地体。三大皇朝都被他给灭了，没想到20年后，我那个大伯的孙子也成了祸患。10大极品圣帝圣女抢着去给他做媳妇，我之前还有些好奇为什么，今日看来此子的天赋还真不一般，没想到同时代下逆血一脉还能连出2尊地体。他捻着手里的9转玄玉液，漫不经心地说道。在他身边，2个长相绝美的侍女安静地坐在他的双腿之上，平时娇笑的他们此时也不敢动了。虽然弟子表现得相当平静，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这是暴风雨来的前夕。每次弟子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古井无波。但谁都知道，从他撕扯那连天阶9重武圣都垂涎的9转玄玉液的时候，弟子已经彻底动了杀心。父亲都剥夺了他的天生地体，居然还要在意那些繁琐的规矩，就该听我的，当初直接杀了他们，哪还有现在这些麻烦事。如今父亲在闭关，我得替父亲彻底解决隐患，这是你们2个去办，以后我不想听到任何有关于逆血一脉的任何消息。弟子大人，可我们出手的话会被人落下把柄的。2个黄阶9重武圣对视一眼，其中一人跪倒在地，抱拳回复道：我知道。夏天命微微抬起头，眼中露出一丝寒意，说道：我有说过让你们出手吗？我只是说让你们去办这件事，听不懂吗？懂了。另外一黄阶武圣连忙拖着发话的黄阶武圣匍匐在地，全身颤抖。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不会让弟子大人您失望的。出发吧。夏天明再次低下头，微微闭上眼睛，不知在想什么。2个黄阶武圣连滚带爬的出了清心殿，仿佛刚才那个男人是一尊无比恐怖的凶恶煞兽。你刚才差点惹下大祸了，幸好弟子没有出手，不然咱俩都得死。马一辉深吸一口气，心中无比庆幸。王泽浩拍着胸口一阵后怕，他们都知道夏天命喜怒无常，刚才如果他心情不好，2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不说那些了，这夏风一家必须得死，他不死就是我们死。这次行动我们不能出手，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王泽浩扭头看向马一辉。3大皇朝被灭，意味着此子拥有着不弱于半圣的实力，普通的皇朝对他还真没什么办法。不过在北周青城有一处圣地，让他们出手倒是正好。马一辉眼中闪过一抹阴雾。青城的圣地，你说的是中品圣地龙象圣地？王泽浩眼中闪过一抹光亮，这主意倒是不错。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出发，这事办得越快越好。2人对夏天命带着浓郁的忌惮，也不多话，直接拔地而起，朝着北周青城急速赶去。北周青城，中品圣地龙象圣地。龙象圣地之主之一位身穿青色长袍，儒雅十分的中年人，而他的境界也是玄阶9重武圣。可他作为玄阶9重武圣，却对面前2个黄阶9重武圣无比讨好。当他们从天而降，带下弟子的口谕后，整个云龙圣的顿时激起一阵沸腾。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也能和帝国最尊贵最强大的势力搭上关系。2位大人尽可放心，我们的长老、客卿以及数万门徒都非常重视弟子的命令，我保证我们龙象圣地会把此事办得漂漂亮亮的。龙象圣主当即做出承诺，对马、王2人甚至有些卑躬屈膝，但在他身后的那些长老、副圣主却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如果不是没有话语权，他们也是做梦都想和帝室出来的人拉上关系，哪怕对方只是帝室中地位最卑微的仆人。这次出手与我们无关，是你们龙象圣地和他自己的矛盾，明白吗？王泽浩喝着龙象圣地供奉的极品好茶，淡淡的说道：明白。龙象圣主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2位大人放心，之前夏风那小子出手灭杀了北周的一处极品宗门云象宗。400年前，云象宗的圣主曾经来我们圣地参选弟子，只可惜他没有通过试炼，这才自己回去开宗立派。龙象圣主给2位掺着水。哦，千丝万缕之间居然还有这层关系。马一辉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是，虽然他没有通过试炼，但今日我便特许一回，算他是我们的外门弟子了。我们龙象圣地的弟子在外被人欺辱，那就是在挑衅我们圣地的威严，这种事情我们龙翔圣地绝不姑息。王马2人和龙象圣主对视一眼，3人不约而同地阴笑了起来。第2天，2道散发着强力气息的流光急速朝着新宇城的方向奔去。从他们散发的灵力波动来看，正是2尊黄阶9重武圣。对一个半圣或者疑似黄阶1重武圣来说，这种围杀已经算是给了他相当大的面子了。龙象圣地以弟子宗门被灭为由，
前去星宇城袭杀夏家一脉。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成了附近势力十分火爆的话题。有些圣地闻言都有些搞不懂这龙象圣地是在做什么。不过一个外门弟子，值得他们出动2位黄阶9重武圣去擒杀对方。要知道，这2人中的任何一人都是有资格在北周开辟一处下品圣地的强者。纵然是中品圣地，不是大事，也不会轻易出动武圣。外面闹得风风雨雨，夏风是一概不知。此时的他刚刚从睡梦中清醒了过来。数万年的修炼，东荒林数不清的生死大战，此时的夏风的境界也突破到了地阶6重武圣。除了最开始的雷系规则以外，夏风还领悟了其余23条规则大道。他是紫雷体，修炼雷系规则要容易很多。除了最开始的雷系入门规则，这剩下的23条都是雷系大道的紫雷规则。24条规则大道是夏风进入地阶武圣的前置条件。武圣强者修炼规则之力，掌握1条规则之力，则为黄阶武圣；掌握9条规则之力，则能晋升为玄阶武圣；而掌握19条规则之力，才能突破至地阶武圣。夏风此时距离天阶武圣29条的要求还差5条。梦境珠蜕变之后，他有信心在1个月之内突破到天阶武圣的巅峰。昨天星宇城下雨了，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露水味。踏上城墙的夏风深吸了一口气，倒有些享受起了这难得的清静。可夏风刚刚放松心情，下一秒他的神情瞬间凝滞起来。轰轰轰，几道恐怖的锋刃立刻朝着他所在的位置袭来。夏风身子微微一晃，弄出了几道残影，躲过了这几道恐怖锋刃的袭击。夏风神色冰冷地抬起头，望着空荡的天空，冷声道：“2个藏头露尾的鼠辈，出来吧！”哼，看来这小子还真突破到了武圣的境界，竟然能躲过我的攻击，不错。一阵嘲讽的笑声响起，随后天空上的虚破破碎，2道身影便显现了出来。这2人一出现，倒是让夏风挑了挑眉。2个黄阶武圣，看来是帝都那边的动作啊。夏风若有所思的轻声自语，没有搭理2人。武圣强者，应该是圣地来人。这附近最近的圣地，莫非是龙象圣地吗？见夏风无视了他们，而是自顾自的思考，2人脸色微微一红，顿时有种被羞辱的感觉。混账！你杀了我们龙象圣地外门弟子云象，我们这些做长老的，今日就要来找你讨回个公道。区区一个黄阶低级武圣，居然敢无视我们，我看你是找死！2人对夏风立刻怒骂道。不过骂归骂，他们还是没忘记自己这次过来的目的。第一句就把事情的缘由给喊了出来。这样杀了夏风以后，众人也都知道这是龙象圣地和夏风的私人恩怨，并不会牵扯到帝国皇室那边。云象，你们的外门弟子？夏风想了一下，随后轻笑道：“这我倒是不知道了。不过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品圣地，为一个外门弟子出动2个武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们的关门弟子呢。”夏风这话一出，2人的脸色顿时一变。这小子很聪明，一下就道出了他们行动的疑点。要真是仔细推敲，他们的行径其实是不合理的。本来还想让你多活一会儿，小子，这都是你自找的。8长老怒吼一声，他不再多言，直接身形一闪，如同闪电一般，他闪现到了夏风的身后，手中的长戟朝着前方一挥，眼看就要斩下夏风的头颅。这一招的攻击威势恐怖无比，城主府被夏风用3大皇朝带来的天晶石给加固了一番，可在这长戟的挥舞下，还是被气浪炸得不断开裂，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朝着四周扩散。夏风面无表情，直接掏出清雪剑，冷冷的反手一挥，直接用剑身拍掉了他手上的长戟。轰隆一声巨响，从他们2人的兵器中爆了出来。在夏风拍飞长戟的刹那，一种无与伦比的狂暴力量炸开，夏风所占的城墙立刻4分5裂，无数砖土飞扬。如果不是他用灵气保护了城主府的其余位置，恐怕这1000米城墙全都要化成飞灰。这不可能！8长老的眼神瞬间化成金句，他是黄阶9重长老，刚才那一击虽然没有使全力，但也绝不是能被一个刚入武圣的小子轻易击飞的。老九助我！这小子有可能是黄阶巅峰。他纵身暴退，在空中重新攥住飞舞的长戟，扭头对后面的白发老人喊道。9长老神情一冷，他也不多言，立刻掏出长枪，朝着夏风前方迅猛攻去。1秒钟的时间，9长老雪白的银枪起码刺出了数千次，每一次都带着恐怖的杀气，刺得虚空旋转，空间震荡。夏乃文和黄小倩2人也在城主府上方，脸色是变了又变。他们不知道夏风现在突破到了什么境界，但对对方的强大的攻击给震慑住了。这2人的实力太恐怖了，就算夏乃文此时已经是地阶5皇，黄小倩是玄阶5皇，仍然感觉自己的实力像蚂蚁一般渺小。他们知道夏风的实力应该很强了，但到底能不能够抵御住这2人的联手攻击，这是个未知数。2个9重黄阶武圣一前一后朝着夏风爆发出猛烈的攻击。再看夏风，右手清雪剑，左手是用灵力化成的紫炎妖刀，不断对敌。数百招过后，夏风突然升空而起，居高临下的望着2人。这就是黄阶9重武圣的全部实力。他有些遗憾一般的叹了口气，摇头道：太弱了，第一次与真正的武圣强者交手，本来还以为你们能给我一些惊喜，没想到你们居然比我构想出来的武圣还要垃圾。老九，他在说什么？8长老微微眯起眼睛，
心中闪过一抹不妙的预感。能在我们两人的联手下不落下风，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九长老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之色，他吞了口唾沫，说出了不愿接受的真相，其实是玄阶。玄阶？夏风听到两人的对话，顿时笑了起来。不好意思，你们猜错了。两人一听这话，这才松了口气。但下一刻，夏风身上的气势猛然爆开，铺天盖地的朝着两个长老席卷而去。一股庞大无比的狂暴气息笼罩在两人身上，感受到这股毁灭性的力量，两人的脸色全都变成了骇然。这是地阶武圣的威压。不错，我是地阶。夏风轻笑道。不可能啊，地阶武圣都在上品圣地，都是高层力量，你怎么可能是会是地阶？八长老不可置信道。我是不是你自己清楚就行了？夏风摇摇头，随后他冷笑一声，直接闪身到八九长老身前，清雪剑冷力抬起。两人瞬间崩溃，露出绝望之色。一个地阶武圣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不，别杀我们！大人，饶了我们吧，我们不报仇了。可惜夏风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两人的求饶而停下来。唰的一声，清雪剑从两人的脖颈划过，两颗头颅飞向了天空。两大黄阶九重武圣就这样陨落在了星宇城这种偏僻的小地方。夏风收起清雪剑，熟练的开始对这两人进行搜尸。这两人用的长枪和长戟都是下品圣兵的等级。这次夏风能秒杀两人，主要靠的还是自身境界的碾压。他现在用的清雪剑还没来得及提升等级，这下刚好，合适的材料送上门了。他手一抛，清雪剑便伏在他的身边。夏风将两个圣兵和其余剩下的道兵全都抽了出来。嗖，一股火焰在他手心腾起，夏风立刻将这些兵器的灵性给炼化起来。不过一会儿，这股精纯的能量便被他投喂给了清雪剑。清雪剑顿时欢欣雀跃起来，在夏风这些日子的喂养下，竟然开始产生了一些灵智。一炷香的时间，清雪剑将炼化的灵性全部吞噬，而它本身的质地也变得更加锋利，浑身都散发着一股奥妙的气息。突破了，下品圣兵。夏风将清雪剑拿在手上，脑海中浮现出李清雪笑盈盈的模样。如果他知道送给自己的清雪剑被炼化到了圣兵的层次，一定会很高兴吧。夏风深吸一口气，他回忆起当日10大极品圣地圣主的模样，心中还是有些无力感。虽然他已经是地阶武圣，但和他们比起来还是很渺小，实力还是不够啊。龙象圣地，既然你们主动找了过来，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夏风笑笑，现在的他很缺武圣之后的材料，不管是用来喂养清雪剑的圣兵，还是圣级武学，他都缺得很。这龙象圣地实在属于困了给地枕头了。在两人的储物界中，夏风找到了龙象圣地的地图，他也不墨迹，直接全速朝着龙象圣地出发。龙象圣地外门，内门弟子陆小寒打了个哈欠，正一个人悬浮在空中，照例对圣地进行巡游。龙象圣地作为北周青城唯一一个中品圣地，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没有不长眼的势力会来主动挑衅。听说宗门最近出了一件大事，搞得8、9长老都亲自出去执行任务了。百无聊赖的他正打算去看看师姐王冉冉在干嘛，但就在他转身准备前往内门的时候，一股极为可怕的气息正飞快地靠近。看着那道紫色流光气势不凡地朝着龙象圣地暴冲而来，一手拿剑，一手拿带有紫色火焰的长刀。此人的气势太可怕了，甚至比圣地的大长老还要恐怖。陆小寒瞳孔一缩，立刻拉响警报，扔出扩声符对全圣地通报。不好，敌袭！龙象圣地圣主正在陪同马王二人参观圣地的修炼福地，宗门的副圣主、大长老等几个高层全部陪同。在他们身后，10几个姿色身段绝佳的内门弟子，手拿仙果灵丹，恭敬地站在他们身后，一路跟随。这招待规格可谓是直接拉满了。马王二人的虚荣感直接拉满，在弟子府内，他们只是下层的下层，但就算是弟子府的仆人，在外面也是这些圣地之主要恭维讨好的存在。不错，你们圣地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弟子质量很好，培养的资质也很高。回去之后，我会给弟子上报这一情况，或许有机会把你们吸纳进我们的帝室一脉中。马一辉捋了捋自己的山羊胡，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说道。龙象圣地圣主和几大长老听闻，顿时激动万分，连忙对马一辉道谢：“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太好了，我们要是能够进入弟子一脉，就算是上品圣地的人见了我们，也得拜服。劳烦多人多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如果我们龙象圣地能够进入帝国弟子一脉，以后我等定当为2位大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龙象圣主更是拉住马一辉的手，甚至热泪满面，一副誓死效忠的模样。不好，敌袭！就在马一辉咳嗽2声，准备说话装一下的时候，陆小寒的声音顿时响彻了整个龙象圣地。什么情况？有人居然敢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们的麻烦？龙象圣主眼中迅速闪过一抹寒意，他转头对后面的3个长老恼怒道：“3位长老，麻烦去处理一下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别让他们冲撞了贵客。几百年了，青城一直没有势力敢来挑衅他们龙象圣地，没想到今日帝室一脉的贵客才来几日，就有人在这个节骨眼找麻烦了。这什么意思啊？不是赤裸裸的打他的脸吗？这附近的几个下品圣地肯定没那个胆子，来的至少也是中品圣地派出来的存在。莫非是云城那边的7星玄武圣地？
龙象圣主眼中闪过思索之色，但很快这些想法就被他给抛在脑后了。还是先招待眼前的两人比较重要。等收拾了那些不长眼的东西，事后再慢慢查。到时候不管是谁做的，龙象圣地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来，两位，接下来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内门弟子修炼的龙虎洞，这里可是我们龙象圣地最好的福地啊！龙象圣主赶忙走上前迎道。马、王二人高傲的点点头，随后跟随。圣地之间有点摩擦太正常不过了，二人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大概5分钟过后，有几个弟子着急忙慌的朝着几人跑来，带头的弟子急得语无伦次，跪在地上对龙象圣主报告道：圣主大人，4、5、6三位长老一起出手，但都被来人给击杀了，他现在正朝着我们这里过来。什么？龙象圣主大惊，4、5、6三长老全都是黄阶9重，都被杀了，来的到底是什么人？有多少个？回禀圣主，来者只有1人。那弟子都要哭出来了，可是他的境界太高了，左手持剑，右手持刀，在3个长老周围冲杀了几次，就把他们全杀了。我们怀疑他是玄阶5圣啊！一个人，玄阶5圣？龙象圣主睁大双眼，莫非真是7星玄武亲圣的出手了？可不对啊，他们龙象圣地虽然和那边有些矛盾，但绝不至于弄成这样。一个玄阶5圣亲自冲上门来搞他们，一个中品圣地才几个玄阶5圣，如果不是不死不休的大矛盾，谁会这样干？玄阶龙象圣主扭头看了马王2人一眼，随后他一咬牙，对旁边的大长老说道：老莫，你是3重玄阶5圣，二长老也是玄阶1重5圣，你带着二长老一起过去看看，我这会儿也实在走不开，不管来者是谁，直接给他轰杀了就是。大长老和二长老神情凝重的点点头，随后他们一跃而起，化成2道青色流光，朝着外门的方向赶去。龙象圣主，看起来你们圣地这是招惹了一些麻烦的敌人。王泽浩摇摇头，他从身旁那个女弟子递过来的茶盘上拿起一杯茶水，轻轻吹了口气。要不你还是亲自过去处理一下吧，我看对面也会来者不善，玄阶5圣都派出来了。奶的话。龙象圣主闻言心中一惊，但随后故作镇定，轻描淡写道：在青城这几百年来，没有势力敢来招惹我们龙象圣地的原因，相信2位大人很快就能知道了。2位长老也是玄阶5圣，2打1，不怕搞不定。龙象圣主走在前方，继续笑脸满盈的带着2人参观。可刚刚讲解几分钟，又是之前那几个弟子屁滚尿流的冲了进来，还是那个弟子直接跪在龙象圣主面前，急哭了：圣主大人，大长老和二长老一起上去，本想和那人交涉一番，可谁想到那人突然发难，直接偷袭了大长老，然后把二长老也给打死了。你说什么？他们都死了？龙象圣主愣了一下，随后震惊无比的质问道：没错，这些都是弟子亲眼所见，圣主大人，此人非常棘手，您得出手啊！王马二人对视一眼，都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神色，开始传音道：这龙象圣地是招惹了什么存在？2个玄阶5圣也都给人家弄死了，估计是和另外一个有着死仇的中品圣地了。不过你也听到了，那人是靠着偷袭才杀了他们的大长老的，我估计就算境界比他们高，最多也不超过玄阶6重。要走吗？龙象圣地这里也挺麻烦的，一会儿要是打过来，我们的衣服都给弄脏了。急什么？不就是一个中品圣地吗？再玩会儿，我还挺好奇是哪个圣地会来攻打这里。马一辉摇摇头，他们2人倒是无所谓，就算龙象圣地被人打穿了，大不了他们亮个身份就成，到时候也就是换个圣地做客，知道了他们是帝室一脉的人，谁敢拿他们怎么样？龙象圣地见2人传音，心中也是急得不行，他生怕对方质疑他们龙象的实力问题，连忙小跑上去拍着胸脯道：两位大人无妨，我龙象圣地副圣主是8重玄阶5圣，他刚才已经过去了，有他出手，定然可以将那个不知死活的5圣收拾了。你要不要也过去看看？万一你们副圣主搞不定，那岂不是很尴尬？王泽浩眼中露出一抹鄙夷之色。嘿嘿，不会的，副圣主已经是我们宗门除我以外的最高战力了，如果连他都搞不定，龙象圣主有些尴尬的讪笑道，知道对方已经有些看低他们了，他内心中的怒火也在熊熊燃烧。他发誓，等这次事情过去，不管是哪个圣地派人来找麻烦，他都一定会杀过去，让他们付出代价。圣主大人，大事不好了啊！可他连话都没有说完，还是那几个弟子再次连滚带爬的跑过来。为首的弟子非常熟练的趴在地上，仰头大哭。副圣主刚刚也上去了，但那人突然召唤了几道威力十足的天雷，直接就把副圣主给劈成焦炭了。咱们该怎么办啊？你说什么？龙象圣主一愣，随后有些茫然的转过头望着那名弟子，召唤了几道天雷，然后直接把副圣主给劈死了。千真万确，现在已经没人敢去挡他，他马上就要杀过来了。这弟子点头如捣蒜。龙象圣主骇然，这种手段绝对不是玄阶5圣拿得出来的。没猜错的话，来人应该是地阶5圣。我们什么时候招惹过地阶5圣这样的存在啊？是不是你们宗门的弟子在外面不长眼的冲撞了人家？马王二人也有点惊讶，没想到来者的实力居然会这么强大。地阶5圣，那就应该是上品圣地的人出手了。龙象圣主真是欲哭无泪，他也不知道啊，早知道是地阶5圣，当时他第一时间就出去赔罪了，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副圣主和长老全都折在了对方的手上，
让他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哦，玄阶9重武圣，刚才有个8重境界的说是你们这的副圣主，那你应该就是圣主了吧？突然之间，天空上一道紫色流光停住，夏风低头看着下面仅剩的3个武圣，饶有兴致地问道。龙象圣地看着夏风，他很确定自己不认识眼前这个年轻的男子。地阶武圣的威压施展开来，把他也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扭头看着2位地势来的大人，可马王2人此时已经没了踪影。在夏风出现的10秒后，他们立刻掏出来2张7阶极品神速符，瞬间远遁了。不是，龙象圣主顿时傻眼了，什么情况？怎么2位大人看到眼前这个男子，就如同耗子见了猫一样，跑得这么快？他不知道的是，当王马2人看清楚来人长相后，顿时心中大惊。他们早就已经看过了夏风的画像，当他现身后，立刻就把他认了出来。别开玩笑，他们这次出来行动，主打的就是一个不露痕迹。这要是给夏风记住模样了，后面再把他们的身份给搞清楚，那弟子一脉出手的事情可就坐实了。弟子大人要知道他们把事情给办成这个样子，只是简单杀了他们都算是福分了。跑这么快，你手下啊？夏风看着急速远遁的2道身影，他挑了挑眉，随后再度看向龙象圣主，嘲弄的笑道：不是，敢问前辈是何人？为何来我龙象圣地大杀四方？龙象圣主赶忙抱拳，面对地阶武圣，他也不敢指责对方，只能露出一副苦相。在下正是龙象圣地的圣主，是我们圣地有那些不长眼的弟子冲撞了您吗？前辈，您大可告诉在下，在下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为了保全圣地和活命，纵然死了那么多高层，龙象圣主还是只能做出这副低三下四的模样。别答复了，之前星宇城的那2个黄阶9重武圣是你派过来的吧？夏风的表情一下就冷了起来。幸好梦境珠在他突破武圣之后进行了升级，能够一天抵万年，要是还和之前一样，那夏风可能也就是个9重黄阶武圣。2个9重黄阶武圣袭杀他，他要是败了，他和他的父母以及星宇城是不是都得彻底消亡？龙象圣地已经和他结成了死仇。龙象圣主浑身一颤，他颤颤巍巍地指着夏风，不可置信道：你是夏风？不可能，你居然成了地阶武圣！天下皇朝逃难的人不是说你只是刚突破半圣而已吗？怎么，我不能突破吗？什么傻篮子！夏风冷笑了一声，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再次扭头看了一眼那2人逃跑的方向。此时他心中已经有数了，刚才龙象圣主看见他之后，第一时间不是向他求饶，而是看向那2人，向他们寻求帮助。一个玄阶9重武圣向2个黄阶9重武圣寻求帮助，所以说他们就是这次派遣龙象圣地袭杀他的罪魁祸首嘛，帝国皇室一脉的人。速度太快，7阶神行符追不上。夏风简单的判断了一下，随后摇摇头，非常干脆利落的扔出清血剑，朝着龙象圣主身上爆射而去。这清血剑上除了锋利的剑刃以外，还有夏风附在其上的紫雷大道规则。带着紫色雷电的清血剑呼啸着，以一种毁天灭地的威能猛烈穿过龙象圣主的身体。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随后便眼睁睁地看着清血剑和那紫色雷电炸毁了他的躯体。你最后的遗憾都没来得及说完，龙象圣主便咽了气。龙象圣地的那些弟子看见自己的圣主死了，个个恐惧无比，看向夏风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尊魔神。夏风没有理他们，他做事没有牵连的习惯，谁来惹他，他就去找谁，仅此而已。圣级武技、圣兵、中品龙晶，这些好东西可不能浪费啊！夏风熟练地将龙象圣主的尸体给搜刮得干干净净，随后他转过身看向一个花容失色的女弟子，带我去你们龙象圣地储存宝物的地方。好，前辈，我带您去，你不要杀我好不好？这女弟子见夏风和自己说话，顿时吓了一大跳，她惊恐万分地点头同意道，还不忘记求饶。我又不是杀人魔。夏风翻了个白眼，你带我去就行了。不是杀人魔，那你杀我们圣地的那些长老和2位圣主和砍瓜切菜一样，丝毫没有留情。这女弟子不敢接话，只是点头，随后在前面带路。在一处封有多层禁制的大殿前，那女弟子停下脚步，她颤颤巍巍地看向夏风。前辈，我们到了。圣主他们以前每次外出后都把获得的宝物锁在这里面，我可以走了吗？她紧紧咬着红唇，面露恐惧之色，生怕夏风突然出手把她也给杀了。哦，你走你的呗。夏风没搭理她，而是端着下巴仔细扫视着这些禁制。女弟子如释重负，连忙转身浮空离开了这里。但在飞行的途中，她也有些情不自禁地回头多看了夏风几眼。别的不说，夏风如此年纪就有地阶武圣的实力，而且长得也相当清秀耐看。要是自己能被他……不，女弟子赶紧收回了自己心中的乱七八糟的想法。那可是个杀人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魔头，要是真跟了他，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夏风当然是不知道这个女弟子在想什么东西，他现在关注的点只有龙象圣地的这个宝物大殿。禁制解开的方式相当复杂，不过夏风却难得去一一破解。一个最高只有玄阶9重武圣施展的封印，能有多难搞？他上前一步，直接调动全身灵力，随后一掌拍出，轰隆大殿周围环绕着的禁制锁链一一发出爆响，随后一一断开，几十道禁制就这样被夏风给一掌打开了。圣级武学啊，是时候鸟枪换炮了。
夏风迈开步子走进大殿，喃喃感叹道。没过一会儿，夏风身上便多出了5、6个千平方米容量的储物戒，满载而归。最让他高兴的还是那摆放在众宝物中间，作为镇地至宝的存在，上品黄级武学龙象般若掌。除此之外，还有10几本中品和下品武学功法。圣兵他也找到了10几柄武圣期间修炼的材料，终于能松口气了。夏风收好储物戒，他凌空而起，随后几道霸道的刀芒劈下，云象圣地的建筑物顿时接连爆响，没过一会儿便化成了飞灰。中品圣地云象圣地彻底被夏风一人抹除。拿到需要的资源之后，夏风第一时间便赶回了星宇城。他为夏乃文和黄小倩分别挑选了适合他们的圣级武学和圣级武技。夏乃文专修大刀之道，而黄小倩则专修风系元素。圣级下品武学苍龙碎梦刀，还有龙象星诀这套可以修炼到天阶圣级的功法。老爹，这些应该是最适合你的了。夏风笑着把挑选好的武技和功法递给夏乃文，同时还给了他一把时不时呼啸着龙吟的凶猛大刀。这是龙象圣地那个副宗主的圣兵，仅差一步就可以突破到了中品圣兵的级别了。你拿这个。夏乃文左手拿刀，右手捧着夏风给他的功法和武技，真是笑得合不拢嘴。黄小倩同样也被夏风塞了一堆东西，二长老使用的圣兵风灵折扇，还有圣级下品武学风暴乱舞。这风暴乱舞还是个群体控制技能，只要能够修炼到大成，搭配着风灵折扇，瞬间就能将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全部陷于狂风之中，他们的听觉视觉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干扰，战斗力也会下降很多。孩子他爹，咱们可真是享福了，一个圣地都给搬空了。黄小倩拉着夏乃文，笑得收都收不住。儿子有成就，他们这些当爹妈的那是相当自豪，特别是最开始沦落到星宇城，他们连一个中品宗门都畏惧，而现在就算是一个中品圣地，夏风也是随手可灭。现在距离天黑还早，趁着这个时间，夏风把剩余的圣兵全都拿了出来，开始喂养清雪剑。清雪剑之前刚刚突破圣兵层次，现在又是10几柄圣兵给他炼化吞噬。隐隐约约，这剑身竟然带了些许大道规则之力，紫雷萦绕其中，成了一把不需要夏风灵力催动也能携带紫雷的中品圣兵。到了晚上，夏风照例拉着父母开始修炼。在梦境中，夏风一边领悟天地规则，一边拿出从龙象圣地带回来的上品圣级武学龙象般若掌开始修炼。这是他这1万年的主要修行目标，提升境界的同时，也要掌握一门必杀技。上品圣级武学，哪怕是天阶圣级高手都不会嫌弃。他倒是没想到，这龙象圣地一个中品圣地，居然还藏了一个这么好的宝贝。传闻龙象圣地以前就是上品圣地，他们的老圣主就是一位天阶武圣，费尽心思才研发出来这龙象般若掌。只可惜后面不知道得罪了哪个仇家，龙象圣地经过一场大战，高层陨落的七七八八，最后元气大伤的他们才迁徙到这北周青城，变成了一个中品圣地。而这次被夏风这么一搞，圣主副圣主都死完了，宝库他也给搬空了，不知道那些残留在外面出任务的长老还会不会重新延续龙象圣地。不过就算延续了，最多也只是一个下品圣地了。夏风摇了摇头，他也没心思去想这些，开始专注地进行修炼。至尊诀将龙象般若掌吸收进书页之中，随后形成的大道之音不断在夏风耳边念诵。100年、1000年、5000年、万年，外界3个时辰，睡梦万年已过。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夏风，身上的气势出现了飞跃式的提升。圣级上品武学龙象般若掌被他给修炼到了小成境界，除此之外，他个人的境界也突破到了天阶一重武圣。紫雷规则被他在这1万年的时间再度领悟14条，现在的夏风总共掌握了整整39条天道规则。更让他惊喜的是，这1万年的苦修，黄小倩的实力也反馈到了地阶5重武皇。夏乃文虽然境界还是天阶5重武皇，但他的气势已经达到了黄阶1重武圣，2个地阶武皇在这星宇城自保足矣。夏风心中的一块大石也终于落了下来。大夏帝国首都弟子清心殿，夏乃武冷冷地看着面前匍匐着的2人。弟子大人，那夏风一直都在隐藏实力，我们本来是想借助龙象圣地的手去除掉他们，可谁知道他居然不是刚入武圣，而是一个地阶武圣强者。王泽浩不断磕头。是啊，本来龙象圣地派出去了2个黄阶9重武圣，按理说是10拿9稳的事情，可情报有误，夏风的实力远超我们，他一个人就把整个龙象圣地给灭了。当他杀过来的时候，我们走的也相当快，他应该以为我们是龙象圣地逃跑的残部，不会怀疑到这里来的。马一辉也匍匐在地面上，抖若筛糠，不敢抬头看夏乃武一眼。地阶9重武圣，夏乃武咀嚼这几个字，他扶了扶额头，没有言语。接下来的几分钟，大殿的氛围顿时压抑到了极点，王泽浩和马一辉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身为一个武圣强者，2人裤子都已经湿了大半。这件事可以饶过你们。夏乃武的声音传来，马王2人如听天籁，死死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是传递情报的那个情报官，你们带龙庭君去处理，把他给我做成人质，让龙庭君的人带回去，1000年之内他不能死。遵命。2人赶忙抱拳。见夏乃武不再说话，他们这才屁滚尿流撤出大殿。地阶9重武圣，我这侄子还真是出息，没记错的话，他今年才23岁吧？
夏乃武微微转过头，看着房梁上的一处黑暗，漫不经心地开口道：“此子修炼速度近妖，您也是天生地体，可23岁的时候也仅是黄阶武圣。”黑暗中传出来一道分不清男女的声音，十分低沉压抑。但武圣还是武圣，一个地阶武圣，中品圣地搞不定他，那就让上品圣地去，这件事你找人去办。夏乃武淡然地挥挥手，北周附属于我们的那些圣地，你抽选10个，让他们尽快出手。谨遵弟子嘱咐。大殿上方的虚空微微旋转，随后再度陷入平静。夏乃武抬起头，望向清心殿前方张灯结彩的主殿，手指忍不住扣在地椅之上，一下又一下。北周玄武台，这里是北周疆域西北角的中心地带，附近坐落了无数中品圣地和少量的上品圣地。说是少量，但在西北角这庞大的面积基数上，还是有数十个上品圣地的。此时此刻，映月圣地、万木圣地、8级圣地等等，总共10门上品圣地之主齐聚于此。这10大上品圣地之主却丝毫没有圣地之主之风，纷纷朝着前方那道被黑袍裹着的人影单膝下跪，抱拳齐声道：“谨遵弟子命令，吾等定杀此人，绝不辜负弟子期望。”那就行动吧。黑袍人淡淡道，随后他打了一个响指，整个人的身影突然虚幻了起来，随后消失在了这天地间。10大圣主站起身子，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他们也都在这玄武台上散开，返回了自己的圣地。第二天上午，一则惊天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北周疆域西北角。北周10大上品圣地，每个圣地都出动了2名地阶5重武圣，径直前往西北角最偏僻的地带新域城。这一消息顿时惹得整个西北角沸沸扬扬，有人想不通到底是什么事情，居然能惹得10大上品圣地同时出手。同时也有好事者前去打听，他们这才知晓，原来是新域城最近出了一个天才，名叫夏风，年仅23岁，先独自一人铲除天地人3大皇朝，随后又与龙象圣地产生了纠纷，而他却以地阶武圣之姿，一人将龙象圣地给彻底覆灭。这个消息劲爆无比，23岁的地阶武圣，哪怕是这些见过不少大世面的各大圣地、大宗门，也都啧舌不已。他们不清楚夏风到底是怎么招惹上了10大上品圣地，但是看10大上品圣地的出手，每个圣地2名地阶5重武圣，可谓是相当阔绰。10个圣地，那就是整整20名地阶5重武圣，而这般豪华的阵容，只是去对付一个刚入地阶武圣的毛头小子。不夸张地说，这20人要是能齐心协力，哪怕是一个1重天阶武圣，恐怕也不敢应接。地阶武圣的速度很快，消息还没有到新宇城，他们20人就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这则消息很快也传递到了新宇城。夏乃文和黄小倩得知20个地阶武圣前来后，脸色都忍不住有些变化。儿子，虽然现在你也是天阶武圣了，但20个地阶武圣强者一起出手，恐怕还是会有些变数。要不我们先去东荒陵？夏风摇摇头，他知道父母是担心他的安危，但他的实力他自己最清楚。20个地阶武圣，刚好夏风也正想找人练练手。他在城里安顿好夏乃文和黄小倩之后，便独自来到了新宇城前方数公里处。武圣级别的大战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上次他和龙象圣地的2个黄阶武圣打得了几百招，要不是他用灵力护住城墙，恐怕整个新宇城都塌陷了。而这次则是足足20个地阶武圣，为了避免城内无辜人的伤害，夏风便主动与城池拉开了一段距离。他悬在空中，缓缓感受四面八方的灵气动向。1个时辰过去，他就已经感应到有20道极为恐怖的气息正朝着他急速袭来。还真是20个地阶武圣，这出手可真阔绰的。夏风微微眯起眼睛，他知道帝国皇室那边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他，没想到他们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动10大圣地，让他们出动了这么庞大的恐怖力量。如果他不是突破到了天阶武圣，再加上修炼到小成的圣级上品武技龙象般若掌，还真要好好考虑是否要直面这20人。咻咻咻咻咻！就在夏风还在思考的时候，20道身影瞬间破空而来，将夏风给包裹在其中，团团围住。就是他了。一手拿长剑的青衣女子冷声道：“不错，23岁的地阶武圣夏风，此等妖孽的天才死在我等的手里，想想就让人兴奋啊！”在他身旁，一个被火焰全身包裹、看不出原本血肉的壮汉哈哈大笑道：“要不是圣主下达命令，必须要杀了他，我还真想把他给带回去，好好修炼修炼。此等绝佳的天赋和精壮的躯体，真是浪费啊！”一个狐媚的精致熟妇，穿着暴露，手拿长鞭，一双带有魅惑的眼神看向夏风，舔了舔红唇。夏风看了他一眼，随后抬起右手，对着他前方的虚空一点，轰！啊！一道紫色天雷从天而降，迅猛劈在那女子面前，打断了她的魅惑功法的同时，还将她的胳膊给劈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经过此前天狐圣女日日夜夜的魅惑，夏风对这种普通的魅惑之法已经完全免疫。这骚狐狸说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他施展魅意，想要操控他的心神，只可惜是搬石砸脚。别叫了，20个人一句我一句，吵都吵死了。夏风冷笑道：“10大圣地，我记住了，你们要上就一起上吧，别浪费我的时间。”这20人顿时一愣，有些没搞懂夏风的态度。他们可是20个地阶武圣，面对他一个地阶武圣，完全就是开山刀砍火柴。可这小子为什么不出？
不仅不怵，甚至还做出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莫非是失心疯了？管他这小子，就是虚张声势罢了。按照圣主交代的命令，把他杀了。有一个暴脾气的地阶武圣冲了出来，他手拿巨型大锤，高有3米，如同人形巨熊，猛地朝着夏风的脑袋砸去。第一个人出手，其余的19人也不懈怠，纷纷祭出自己的神通或是武技，朝着夏风的方向杀去。一时间，星宇城上空颜色各异，各种不同的狂暴灵气不断扩散，引得附近灵力震荡。夏风左闪右躲，并未还手，在20人的联手攻击下，倒是显得有些狼狈。如果只是一个地阶武圣，那夏风可以保证让他摸不到自己一根汗毛。可这20人一起出手，夏风要注意的地方可就多了。俗话说，以多咬死象，更别谈这些实战经验丰富、拥有着强大实力的地阶武圣们。妈的，这小子太滑了，跟个鳝鱼似的。火焰人好几次全力攻击都被夏风躲过去，他心中怒火中烧，忍不住骂道：“混账小子，你要是个男人就别躲！我去你大爷的！你们20个人来打我一个，还让我硬接你们的攻击，你是不是脑残啊？”夏风毫不示弱地回怼了过去，给火焰人气的全身的火焰又高涨了几分。无尽火域，他仰头怒吼一声，随后一道火红色的天地瞬间将夏风和其余19个地阶武圣包裹了起来。这天地之中，天上与地下都有着膨胀燃烧的火焰，夏风不管闪到哪里，都有会疯狂的火焰向他袭来，闪躲的难度比之前更是难上了数十倍。躲呀，你再给老子躲呀！火焰人顿时得意起来。哎，本打算以地阶武圣的境界和你们友好相处，顺便摸摸你们的实力，没想到却换来如此对待。算了，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夏风叹了口气，他耸耸肩，其实我是天阶武圣。说罢，夏风身上的气势再度暴涨，他右手猛地生出一道流光，凶猛地朝着那火焰人的方向拍去。龙象般若掌，随着一声怒吼，从夏风右掌拍出去的流光中，顿时映射着一条巨龙和一只巨型的狂暴巨象，而这咆哮着、怒吼着，疯狂朝着火焰人暴冲而去。什么？火焰人在感受到天阶武圣的气息后，整个人顿时一愣，他脸色瞬间巨变，刚想逃离远处，但夏风的攻击已经到了。轰隆！无比恐怖的爆炸顿时回荡在这无尽火域之中，下一秒，这一片领域瞬间破碎，被龙象般若掌产生的余波给震爆了。而施展领域的火焰人，此时也被夏风拍成了肉泥。他居然是天阶武圣！其余19人瞳孔一缩，随后瞬间暴退，与夏风拉开了数百米的距离。刚才那招是什么？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威势？一击就把火焰道人给秒杀了。那持剑的青衣女子惊恐道：“如果我没认错，那应该是龙象圣地的绝学，圣级上品武学龙象般若掌。”一个光头和尚咬牙道：“可那是圣级上品武学，哪个圣级武学不得修炼个几百上千年才能完全掌握？他灭了龙象圣地这才几天，这就给他学成了？”那魅惑熟女震惊万分，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他的境界不高，只是天阶一重武圣，我们19人联手还是有机会。光头和尚顿时大喝一声：“所有人不要和他近身，咱们就拉开距离跟他耗，迟早耗死他。”夏风听见众人的讨论，忍不住露出冷笑：“你们不来找我近身，难道我不会来找你们吗？”言毕，夏风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此时他施展的正是从龙象圣地获得的圣级下品武技移形换影。这武技不是身法，但胜似身法，它可以让夏风方圆1000米内指定位置进行瞬移。这武技很强，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极其消耗灵力。每次施展都会被抽空20%的灵力，在生死大战之中，1%的灵力都是极为重要的。谁会为了一个1000米的瞬移来浪费自己1/5的灵力？同境界战斗多来几次，完全就不用打了，跪下磕头求对面别杀自己就成。不过对别人来说是个缺点极大，没什么卵用的武技，但夏风可不一样。除了这些武技以外，他还额外修炼有地级武技9窍玲珑心、移形换影、龙象般若掌，都被他用玲珑心承载，武技的消耗只有原先的1/10了。所以当他翻到这门武技的时候，心中也是狂喜，这相当于又多了一张不错的底牌。须臾之间，夏风已经出现在了那青衣女子身前，在他恐慌的瞳孔中，一道恐怖无边的巨掌猛地拍来。不！他绝望的怒喊一声，可依然阻挡不了龙象般若掌的冲击。下一秒，这青衣女子便化成了飞灰。夏风上前直接把他的兵器收入储物戒，随后转过头对剩下的18个地阶武圣露出残忍的笑容。接下来的5分钟，夏风如同鬼魅一般，时不时的就闪现在那些地阶武圣的身后，再接上一招龙象般若掌，都是秒杀。5分钟时间，夏风杀掉的地阶武圣已经有足8人了，剩下的地阶武圣如同看鬼一样的看着他。他都释放多少次龙象般若掌和那神秘的瞬移之术了？魅惑熟女一双杏眼瞪得贼大，她张了张嘴巴，感觉自己的修炼观都快破碎了。其余人没有回答他，但大家的想法都是相同的。眼前这个男人根本就像个怪物，身上的灵气仿佛无穷尽一般，怎么消耗都用不完。他们施展圣级武技都要考虑再三，当成杀手锏和大招来放的。夏风倒好，动不动就甩一个，别人是大招，他是平 A， 而且这平 A 比别人的大招还要猛，这还怎么打？
之前他们还想着能把夏风的灵力给消耗空，这样就有机会拿下他了。现在看来，简直是痴人说梦。打不了，快撤！此人是妖孽，我们不是他的对手。终于有地阶武圣撑不住了，他们虽然想完成任务，但面对夏风这种诡异的存在，他们还是先把命保住。其余的地阶武圣也都反应了过来，个个开始施展神通，瞬间向上暴冲，开始远遁。现在想跑了？给我留下！夏风仰头怒吼一声，随后他左手持清雪剑，瞬间锁定2个最近的身影。移形幻影过去之后，夏风一招龙象般若掌轰击在其中一人身上，另外一剑猛地刺穿了另一个地阶武圣的后背。其余的地阶武圣更是不敢多留，趁着这个机会，他们瞬间暴退出去了几万米。夏风看了看10道不同方向的流光，微微皱眉，随后他便从天空落了下来，对之前被他斩杀掉的武圣尸体开始搜刮。之前第一个青衣女子夏风下手太狠，给他干成了飞灰。后面他施展龙象般若掌的时候，都特意留了3分力气，尽量保存了他们的全尸。不是他尊重敌人，只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那些珍稀宝物。将战场打扫干净之后，夏风这才回到了星宇城中。不过此时的他并没有大战获胜的兴奋和喜悦，有的只是锁紧的眉头和浓浓的忧愁。10大上品圣地共同出手，而且一下就是20个地阶武圣，这说明了什么？10大圣地已经把他当成了必杀之敌，而且没有丝毫轻视，一动手就是下4手。当他们知道夏风是地阶武圣的时候，派来的是20位地阶武圣。那现在夏风暴露出来的实力是天阶1重武圣，这些圣地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来？上品圣地不同于中品圣地，他们的底蕴很恐怖，天阶武圣也有数个。夏风能打20个地阶武圣，难道还能打20个天阶武圣吗？所以这次事情发生之后，他并没有如同往常一样直接去10大圣地进行报复，而是选择了休养生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主。西北角的10大圣地距离星宇城还是很远的，夏风现在要做的就是掌握好这段时间，尽可能的突破境界。当日他将缴获的圣兵全都喂养给了清雪剑，使其突破到了圣兵上品的境界。天阶武圣搭配上品圣兵，夏风的实力才能完全发挥。到了晚上，他带着父母2人开始修炼，2人也都知道此时此刻要争分夺秒，不然等到10大圣地再度出手，他们就又变成拖累儿子的累赘了。接下来的时间，夏风在梦境世界不断参悟大道规则。之前的他就已经参透了39条紫雷规则，在第1万年过去的时候，他终于参破了最后10条紫雷规则，汇聚了突破天阶9重武圣所有条件。武圣若想成帝，则必须要领悟49条规则，这样就可以尝试凝聚地体，去领悟大道法则了。只要地体能够凝聚出来，那便能踏入半帝之境。当第1条大道法则也领悟成功后，便可以化龙，成为一尊真正的武帝。但夏风在第2万年开始的时候，却出人意料的没有去凝聚地体，反而他却走了一条常人不能理解的奇境，那便是在这领悟了49条天地规则之后，继续去参透其他元素的天地规则。1万年的时间，他开始参悟剑道规则，每日手持清雪剑，在原地练剑，不利用天雷，不利用神通武技。1000年后，他手拿这柄清雪剑，独自一人扫荡了整个东皇陵。在这亘古的岁月里，夏风经历了无数生死拼杀，生生的将剑道规则也给修炼到了49条圆满。之后的第2万年，夏风收起了清雪剑，右手浮现出用灵力凝聚出来的紫炎妖刀，继续朝着西北角的圣地冲杀。第3万年，他弃掉大刀，拿出了齐瓦送他的魔笛，不断的死亡，不断的失败，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朝着那些上品圣地而去。第4万年，他手持生命法杖，走巡世间，看尽凡人人生100年，花开花落，枯木逢春。第5万年，他拜入一家道场，从一名最基础的道徒做起，从写篆体到泡符纸，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修行。第6万年，10万年的时间过去了，除了紫雷规则以外，夏风还领悟了其他9道元素的49条规则，分别是剑道规则、刀道规则、离火规则、生命规则、符篆规则、炼丹规则、魅惑规则、疾兵规则、音律规则，加上紫雷规则，总共10道天地元素规则，共计领悟490条天地规则，全都修炼到了圆满之境。此时的夏风和之前也有所不同，他的眸子里闪过一道华光，身上也带着脱离尘俗的浩渺敬意。他的修炼之法，要是被其他的天阶武圣9重强者看见了，定会骂他一句疯子。能够凝练到49条天地元素规则，谁不是第一时间去凝聚地体？天地元素规则这种东西，掌握的越多，后面凝聚地体的时候就越困难。就算有精彩艳艳之人，最多也只是凝聚147条天地规则，掌握3条元素之道。当然，拥有越多的天地元素规则，那么凝聚地体之后，实力则会更强。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尝试超过5条元素之道。5条元素之道，整整245条元素规则，足以让武圣在凝聚地体时寸步难行。这么多条元素规则积压起来，凝聚地体的难度要比只掌握49条规则的武圣难上10倍。虽然万一成了，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同阶无敌，但问题是，这种渺茫的可能性还有寸步不进，几乎等同于自毁前程的做法，谁会去干？不管你掌握了多少天地规则之力，
武圣始终还是武圣，而他们这些成了半帝或者武帝的，轻而易举的就能将这些好高骛远的天才按在地上摩擦。所以这么多年来，特意去修炼天地元素规则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没曾想夏风今日不但逆修炼之道，而且还一次性融会贯通了整整10种元素规则。从梦境中苏醒过来，夏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他伸出右手紧紧一握，一股无与伦比的爆发力瞬间炸开，在他手心中的空间全部破碎。天阶9重武圣的实力，外加490条元素规则，让此时的夏风已经有了越级挑战半帝的资格。夏风走出门外，来到城墙之上，他微微闭眼，随后一道金色流光从他丹田内飞出，缓缓悬浮在他的身旁。这金色流光正是之前使女那个夏风的神秘功法至尊绝残篇。夏风摸着下巴，眼中做出思索之色。他之所以不去凝练地体，而去专修其余的元素规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他目前修炼的至尊诀已经达到瓶颈了。这残篇只能让他修炼到天阶9重武圣的境界，剩下的境界想要突破，就只能靠自己领悟。至尊诀能够在梦境中辅助修炼，而且它也能提升我的丹田，加快灵气吸收速度，扩大灵气储存。夏风有些犹豫，但随后他眼神坚定地摇了摇头。功法不能更换，还是要继续修炼这至尊诀。残篇都能修炼到天阶9重武圣，如果是完整的至尊诀，那又该多强？夏风可不是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他明白完整的至尊诀绝对不会弱于自己修炼的地级武技9窍玲珑心。至于现在不齐全也没关系，他已经是天阶9重武圣，天下大可去得，剩余的残篇之后再找就是。实力大增的夏风很快就决定了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北周西北角，以玄武台为中心的盘踞在4周的10大上品圣地。他不是个束手待毙的人，与其让别人来找自己麻烦，有了绝对实力的他，不如亲自上去灭他们满门。就在他打定主意的时候，他身后的夏乃文和黄小倩也都走了出来，两人身上的气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亏夏风现在的梦境珠也拥有让他人也反馈修为的能力，这才能在7万年的时间里，让夏乃文和黄小倩都突破到了黄阶武圣，而且还是2个黄阶9重武圣，只差半只脚就能迈入玄阶的那种。他们从未想到自己此生居然还有机会进入武圣的境界。夏风对激动且兴奋的两人笑笑，随后道：“老爹娘，我出发了，去吧。现在咱们一家3口都是武圣，我想某人要是知道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夏乃文笑道：“既然他一直惦记着我们，那就给他送份大礼，让那些皇室的王八蛋都知道，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为逆血一脉的夏家又回来了。”到了武圣之境之后，夏乃文终于不再压抑自己心中的情感，那些屈辱的记忆，被人欺凌的往事，真是那么容易忘的吗？既然现在夏风有了这样的本事，那他自然也不会再度退却。他想要的是高调的出现在那些曾经打压他们、凌辱他们的那些人面前，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弟子一脉。为了夏风的爷爷，也是为了他的父亲，他必须这么做。夏风点点头，随后他上前和爹娘分别拥抱了一下，便立刻冲上云霄，朝着玄武台的方向飞驰而去。很快，这10大上品圣地即将知晓他们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人。距离上次10大上品圣地袭击夏风的时间已经过去快1个月了。不过让人有些奇怪的是，从那次损兵折将过后，10大上品圣地居然悄无声息，仿佛被夏风杀了自己人，事情不曾发生过。但这都只是外人的看法，实际上的10大上品圣地在那次行动过后，就不断的根据讨回来的地阶武圣提供的信息，开始有针对性的来制定对付夏风的计划。一个天阶武圣还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上品圣级武技，再加上他那诡异的瞬身之术，一下从一个喽啰变成了让上品圣地也要头疼的存在。今日的玄武台热闹非凡，10大上品圣地之主再度齐聚此地，他们坐在圆桌上开始讨论该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来完成这次任务。这是弟子一脉交给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必须把这件事做成，而且不仅要做成，还要做好。这小子很诡异，之前他灭3大皇朝的时候是半圣的境界，而在灭龙象圣地的时候却变成了地阶武圣。这次我们派遣了20名地阶5重武圣去擒杀他，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天阶武圣。他似乎总要比我们强上一头，我有时候也有点弄不明白，他难道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可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吗？8级圣地圣主是一个长着国字脸的天阶5重武圣，此时的他皱起眉头，对众人说出心中所想。听8级圣主这话，莫非是打了退堂鼓？我可要好好提醒你，这是弟子派人亲自交代的命令。合欢圣主是一个长相妩媚，一举一动都带着摄人心魂的魅惑之力，搞得玄武台下那些跟随圣主们过来的门徒心猿意马。他正是那日袭杀夏风时，想要用魅意控制夏风的那个骚狐狸的师尊，天阶6重武圣白嫣然。这我自然知道，用不着你操心，我只是客观分析罢了。8级圣主闻言，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他冰冷地看了一眼白嫣然。在场的其他圣主并未说话，他们都知道8级圣地和合欢圣地平日里就摩擦不断。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必须要杀了那个小子。我猜测他的实力到了天阶武圣就是瓶颈了，他太年轻了。你们总不会认为一个23岁的毛头小子还能是个半帝或者武帝不成？
一个头发雪白、长相阴柔似女的青年男子，眼神阴雾地说道。众人都笑了笑，对他说的话不置可否。23岁的武帝或者半帝，那就绝不是什么天生地梯了，而是天生神体。不过天生神体100万年难得一见，就算有，也不会出现在他们大夏帝国的势力范围内。那样的天才，只有神域才能出。在座的各位圣主，大家都是5、6重的天阶武圣，多的我也不说了。既然是弟子的命令，那我们只管全力完成就好。万木圣主悠悠地说道。他干瘦的犹如一具活尸，双眼没有瞳孔，而是2道幽幽的绿色灵火，诡异而恐怖。我同意，那这次行动咱们就一起上吧。龙血圣主点点头，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不然弟子的怒火我们全都承受不住。其余9个10大上品圣主都不约而同的点点头，倒不是他们有多重视夏风，他们只是畏惧远在帝都的弟子夏乃武。众弟子听令！10大圣主很快做了决定，他们纷纷站起身子，对各自圣地带来的门徒吩咐道：此次我等将亲自前往星宇城拿下那逆血一脉的狂徒，这段时间你们不要与其余圣地发生冲突，我等不在，由副圣主全权负责圣地大事，谨遵圣主安排，等候圣主凯旋，擒杀逆血一脉。10个圣主亲自出手，这定然会在东周西北角引起一阵动荡，但他们不在乎流言蜚语，也不在乎其余人会怎么想，他们只需要擒杀夏风，然后等待弟子赏赐便可。就在众圣地门徒声威浩荡的造势时，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瞬间阴沉了下来，紧接着密密麻麻的恐怖雷电在雷云之上翻滚。更为可怕的是，在雷云之中有着无数巨龙和巨象咆哮着，虎视眈眈地望着下方众人。8级圣主皱了皱眉头，他能感觉到那雷云之中藏有一股非常恐怖的灵力波动，甚至让他也有些忌惮。敢问来者是何人？今日我10大上品圣地圣主齐聚，共同商议擒杀逆血一脉之事，若你也有兴致，可一起下来探讨一番，若是无益，还请速速离开。那阴柔男子挑了挑眉，对着雷云喊道。他们都不知道来者是何人，但从威势上来看，这雷云里面藏着的武圣境界绝对不会低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但无所谓，阴玄圣主一开口就将情况说得清清楚楚，虽然很客气，但警告的意味却是一点没少。他表达的是，这里是10大上品圣地圣主齐聚的地方，不管来者是何人，都别妄想找麻烦。哼，10大上品圣地圣主很厉害吗？雷云之中传来一阵冷笑，随后一道年轻的身影从雷云之中走了出来。他一身青衣，风度不凡，整个人悬在天空之上，青衣衣角被大风吹得猎猎作响，好不霸气。夏风一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他立刻就爆发出了天阶9重武圣的气势，恐怖的威压向下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去。下方除了10大极品圣主以外，其余那些被他们带来的门徒全都被这股威压给震得趴在了地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天阶9重武圣，你是何人？竟敢当着我们10大圣主的面镇压我们的门徒！8级圣主当即就怒了。不过一个天阶9重武圣，若是单对单他还上去他几分，可现在10大圣主齐聚，大家的境界虽然没有他高，但要是一起出手，就算是天阶9重武圣也要暴毙当场。我是何人？你们都商议好了要来星宇城擒杀我，我还不能来你们这凑凑热闹？夏风冷笑。什么？他是夏风？不可能吧，他居然是天阶9重武圣！小子，看来你之前一直都在隐藏实力，但你为人实在是太过狂妄，竟然敢主动来找我们10大圣主的麻烦。诸位，天阶9重武圣，这应该就是他的极限了。今日他来的正好，我们还懒得跑到那偏僻的角落去。万木老人冷声道。天生地体果然强悍，不过你不会有成长到武帝的机会了，你的结局已经注定，那就是你今天必定死在我们手里。他们此时都认为夏风是个傻子，虽然他的个人实力很强，但却偏偏要在他们10人在一起的时候来找麻烦。一个天阶9重武圣，除了极品圣地以外，普通的上品还真拿不出手，所以夏风只要蛰伏着，动不动对他们的圣地来一记重拳，也够他们吃不消的。可没想到这年轻人居然莽夫到了这个地步，实在是愚不可及。10大圣主都对夏风放着狠话，随后8级圣主抢先出手，他一跃而起，手中凝聚出一柄100米宽的巨型火枪，直直地对着夏风扔过去。其他9个圣主也不拖沓，立刻冲上前去，爆发开天阶武圣的气势。他们的手底下也毫不留情，各种大招杀招如同不要钱的向夏风扔去。夏风是一个天阶9重武圣，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让他逃回去，不然夏风就是一个随时埋在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谁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开。所以10人丝毫不留手，直接火力全开，对夏风就是一顿狂轰滥炸。不得不说，这10人的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他们任何一人造出来的威能，就比当日那些地阶武圣围杀夏风加起来造成的威势还要强大，这才是真正的天阶武圣。夏风面对这些攻击并没有着急，相反，他倒是露出一副乐在其中的表情。只见他先是抽出了清血剑，随后展开剑术，不断用剑身去抵挡那些武圣武技和神通。此时的他在众人之中犹如展开了铜墙铁壁，任何攻击都不曾接触到他的躯体，全被清血剑给弹飞了出去。此子的剑道好强，莫非他是专修剑道规则的？
云剑圣地圣主瞳孔一缩，忍不住说道。话刚说完，夏风就将清雪剑给收了起来，随后他纵身一退，右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啪嗒一声轻响，天上的雷云陡然劈下成千上万道恐怖的紫雷，轰轰轰！这些紫雷顿时炸开了10大圣主的攻势，他们狼狈地拿着兵器，想方设法地化解天雷，哪里还有功夫对夏风发起攻击？好强的雷道之力，他居然还双修了雷道规则！合欢圣主白嫣然被紫雷劈得有些狼狈，他的黑色丝袜被炸开大大小小许多洞口，虽然有些不太雅观，但此刻看起来更是魅惑无比了。只是众人的惊讶还没有退去，在他们前方的夏风再次手持紫色火焰大刀，一刀又一刀地向他们斩来。云象天威斩！一声怒吼过后，锋利的刀芒带着狂暴的气势，分别朝着10大圣主猛劈过去。凌厉的刀芒，恐怖的雷击，10大圣主此时接起这些招数来，都显得有些疲软了。还没完呢！夏风见状，冷笑着收回了长刀，他又掏出魔笛。随后，一阵诡异的音律缓缓响起，不断在众人耳边围绕。10大圣主恍惚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思维和动作全都慢了下来，甚至还有困意席卷上来。轰！陡然之间，恐怖的天雷劈在毫无防备的8级圣主和云剑圣主身上，直炸得他们衣物爆开，口喷鲜血。其余几个圣主顿时回过神来，但他们面前却多了无数的7阶极品爆破符。轰轰轰！又有3大圣主被这7阶极品爆破符给炸得血肉横飞，狼狈不堪。7阶极品爆破符威力堪比天阶5圣全力一击。最让他们感到畏惧的是，夏风使用的这些符篆还并不是随身携带的一次性符篆，而是他以灵力化成的灵符。不可能！他使用的招式威力也太离谱了！难道他以一己之力掌握了刀剑雷音符5大规则？万木圣主惊惧道。纵然是他这种埋葬了无数岁月，最后从棺材里面爬出来的人，也未曾见过兼具5种天地规则的天阶9重武圣。好小子，居然逆修武圣之道！莫非他此生是不想突破5地了不成？不，天生地体突破5地几乎是没有瓶颈的。或许他就是仗着地体，才敢肆无忌惮的去修炼多道元素规则。5道元素规则，就算地体没有瓶颈，他这样胡乱一搞，突破难度可能比我们还大，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有时间逼逼叨叨，不如多考虑考虑自己该怎么活命吧。夏风面无表情地俯瞰着下方10人，他的手段还没有用完呢。符篆用过之后，夏风深吸了一口气，利用至尊诀大量吸收天地灵气。随后，一根青绿色的法杖出现在他的手上，这是从龙象圣地搜刮来的下品圣兵法杖，在喂养清雪剑的时候，夏风特意留了下来。天地奥义，生命囚笼。夏风回忆起当日萧清雪对云山施展的生命囚笼，领悟了49条生命规则的他，对此倒是一点即通。下一秒，2个圣主脚下猛地生出2道闪烁着银色光芒的囚笼。这2个上品圣主脸色微微一变，随后疯狂地对生命囚笼进行攻击，想要将他们打破。只可惜2个圣主的全力攻击也只是让生命囚笼震颤了几下，远远没有达到破坏的层次。最为可怕的是，他们2人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之力正不停地被那白色光芒缓慢地剥夺着，进度有些慢，和小雪当日瞬间吸收云山5000年寿命比起来，这半个时辰只能吸收1000年。夏风皱眉，忍不住自语道：“5圣寿命10万年，也就是说需要接近5天的时间才能把他们的生命力给抽干净。那这生命囚笼的效果在战时就有点大打折扣了。不过其他好处也不是没有，至少自身防御力足够强大，能够禁锢住天阶5圣，并且逐渐吸收他们的寿命，弱化他们的实力。”夏风有这般困惑，主要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系统的了解过生命奥义。生命力这种东西已经涉及到了天道，他能够5天时间剥脱一个天阶5圣的全部寿命，已经是相当逆天的手段了。当日的萧晴雪之所以能够瞬间将云山老化，主要还是靠的境界上的碾压，而他不过是天阶9重武圣，就能在5天时间里彻底杀死一个天阶5重武圣，这般生命造化，哪怕是极品圣地生命圣队知道了这件事，也会惊得目瞪口呆。混蛋，放开合欢圣主和龙蟹圣主！有圣主顿时怒吼道：“呵呵，你觉得可能吗？”夏风冷笑一声，重伤2个上品圣地之主，控制住了2个上品圣地之主，余下的这6人更是没有丝毫威胁了。果然和石圣他们说的一样，这小子太过诡异了，他居然还修炼了生命大道。百象圣主惊呼出声，语气还带着些许慌乱：“疯了！他是真疯了！他这是要自绝5地之路不成？不，你放过我，我求你了！”合欢圣主白嫣然在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气息不断减弱之后，他惊惧地抬起头，看向夏风的神情居然有了服软和求饶。夏风扭头看了他一眼，突然他身体微微一震，随后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抹银色，再度看向合欢圣主。合欢圣主动作一僵，随后整个身子都软了下来，他抬着头望着夏风，眼神竟有些痴了。在他的视线里面，夏风突然变得无比伟岸，无比英俊，是他最喜爱的那种类型。哪怕是他这种修炼了数万年的武圣，竟然也有了幼时第一次动凡心的感觉。他好霸道，好帅，这绝美的妖妇此刻竟然放弃了自救，主动让生命牢笼吞噬自己。他像是忘记了自己圣主的身份，如同一个豆蔻少女，轻轻坐了下来，深情地望着他的挚爱。
跟我玩魅惑之道，天阶五重武圣，你才领悟了几条魅惑规则？夏风轻飘飘地落在地上，他走到哪，合欢圣主白嫣然的视线就移到哪，只会傻乎乎地对夏风笑。夏风没有搭理他，而是狞笑着对剩余的8个上品圣主走去。混蛋，他到底修炼了多少条元素大道？已经开始有圣主动摇了。夏风的手段太过诡异，而且每一招都在9重天阶武圣之上，这让他们开始怀疑，就算他们这些人一起出手，真的能拿下他吗？别想那些没用的，大家也不用藏着憋着了，有什么手段全都拿出来。如果今天我们没办法拿下此人，就算逃回了圣地，日后也都是自身难保。8级圣主捂着胸口，脸色苍白的怒吼道。他这话一出口，在场的其他圣主立刻就清醒了过来。是啊，从他们开始派遣地阶武圣去袭杀夏风的时候，这梁子已经解不开了，更何况此人的实力如此恐怖，他们现在联手还有机会拿下他，可要是逃了，只凭着他们圣地的那些实力，根本不可能拦住夏风。8级圣主说的对，大家一起上。云剑圣主也受了不小的伤害，但他却第一个冲了上去，拼尽全力施展了自己最强大的杀招——圣级上品武技万剑合宗。随着云剑圣主的一声怒吼，在夏风周围的灵气竟然全都颤抖起来，随后这些灵气便凝聚出了无数利剑，笔直地朝着夏风冲去。密密麻麻的无数灵剑产生的威力也不容小觑。其余圣主看着云剑圣主的大杀招，眼里也是有着浓烈的忌惮之色。圣级上品武技九渊关藏。万木老人双手合十，全身灵力陡然爆发，周围的空间都扭曲了，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顿时变得幽暗无比，地面也涌出了死气。天空中突然出现了9道带有古老气息的关墩，他们的关板吱嘎作响，全都悠悠地对准了夏风。一时间，这玄武台变得恐怖且诡异。圣级上品武技狂龙之怒。龙血圣主哪怕是被困在生命囚笼之中，也依然爆发了全部的灵气，释放自己的绝技。他的身躯开始融化，慢慢从之前的人形变成了一个半人半龙的怪物。但肉眼可见的，此时龙血圣主的肉体力量比之前强了10倍还不止。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嘶吼着用半龙之躯撞碎了生命囚笼，疯魔一般的朝着夏风冲来。圣级上品武技8级绝域锁。8级圣主咬破了手臂，他狠辣地将鲜血洒向空中，这鲜血竟如同活物一般猛地在空中爆开，紧接着无数条宽达100米的黑色锁链疯狂地从爆炸处朝夏风涌去。一个呼吸的时间，密密麻麻的锁链顿时将夏风给包裹了起来，有的锁链甚至已经将他的四肢和躯干全部套牢。夏风下意识扯了扯胳膊，却发现这锁链无比坚固，而且随着他的发力，锁链锁的是更紧了。圣级上品武技大荒离斩。圣级上品武技大海无量。10大圣主除了白嫣然以外，所有人都对夏风发出了必杀一击。他们知道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出手的时候便是用尽了全力。此番玄武台的空间寸寸炸裂，各种领域叠加，爆裂的攻击，无尽的怒气，冷酷的封锁。他们9人在这一刻真正达到了9人合一，共击一敌的融合。哪怕是夏风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叹，此次他要是没有掌握490条天道规则，而仅仅是一个天阶武圣的话，恐怕今日也只能埋葬于此了。无尽离火，万里疾冰。在9人的攻击落下之前，夏风面无表情，对众人轻声呢喃道。随着他的话音一落，一瞬间，以夏风左右为两边的天地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右边，恐怖的离火拔地而起，将整个地面化成了熔岩。那万木老人的领域立刻就被夏风的无尽离火给冲毁，天上的9道棺材全都被离火灌入，直接爆开。左边，地面的泥土瞬间冻结，一层洞穿灵魂的冰面瞬间延展开来，一眼望过去更是看不到尽头。8级圣主和云剑圣主2人本就受伤，而他们又刚好站在夏风的左侧。此时冰面掠过，2人的瞳孔顿时一缩，羸弱的他们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立刻与地面一般，化成了活生生的冰雕。2大领域齐出，一左一右的将整个天地都给渲染了。而那些圣主武技带来的领域之力，瞬间就被夏风给覆盖了。他望着9人，忍不住咧嘴，露出残忍一笑。随后，火焰和疾冰的领域瞬间交融，10人的攻击全部被化解不说，他们此时也是面容扭曲，痛苦崩溃。极热和极寒同时袭来，他们像是在蒸笼里被灼烤，又像是在寒冰下被急冻。这种反差的伤害和感受，让他们这些5、6重的天阶武圣瞬间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怖。合欢圣女白嫣然也在这剧痛中恢复了神智，随后惊恐万分地看向夏风。不可能！9条元素大道，万木老人的躯体已经被烧毁了一般。他伸出如同枯木一样的手指，指着夏风颤颤巍巍道：“你疯了！你这辈子都成不了武帝了。为了杀我们，你居然走上这样一条路，你废了！武帝之路上再没有你踏入的资格。”8级圣主本就重伤，此时被冰火折磨，已接近濒死，可他却在笑。他在笑夏风，23岁的绝世妖孽天才，居然修炼了9道元素规则，自己封死了自己的大陆。谁告诉你们是9条？夏风面无表情地从储物戒里面掏出来7阶中品聚灵丹，如同吃糖豆一样的倒入嘴里咀嚼。他一边急速恢复着灵力，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你是看不起我炼丹之道，还是咋的？
这灵力波动7阶中品的聚灵丹，你这样吃？云剑圣主不可置信地抬起头，不只是他，其他的圣主也都看向这荒诞的场面。那可是7阶中品聚灵丹啊，不是大街上随意能买的垃圾货。一个地阶武圣，如果在生死之战上拥有一颗极品聚灵丹，立刻就能从濒死的状态好转1半以上。这样的宝贝，哪个不是拿着藏着捏着的？很多时候，这就是另外一条命。7阶的丹药是对武圣都有效果的好东西，哪怕是他们这样的天阶武圣，有个2、3颗中品聚灵丹都笑嘻了。但刚刚夏风拿这玩意儿，一口下去就是10几颗，和路上捡的一样。对啊，我自己炼的，想不想尝尝？夏风又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了10几颗7阶中品聚灵丹。10大圣主全都愣住了。夏风能轻易炼制出如此数量的7阶中品聚灵丹，这说明了什么？你掌握了10条元素规则。万木圣主呆滞道：为什么？莫非你有其他能跨入5帝境界的路？此时已经没有人说夏风是傻子了，能够修炼出5条元素之道的武圣已经是凤毛麟角，100万年来屈指可数。可修炼10条元素规则的，他们闻所未闻，至少在他们这个眼界，没有听说这样的存在。他们都说夏风蠢，可夏风真的蠢吗？能够修炼出490道元素规则的人，能是什么简单之辈？他们之前还都有些幸灾乐祸，看着如此绝世的天才，一辈子只能在天阶武圣，也是一种愉悦。但当夏风继续展示其他元素规则的时候，一直蹦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个弦断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龙血圣主神情瞬间变得苦涩无比，有些无力地问道。不只是他，其他9个圣主的心理活动也差不多，他们这次好像真的惹错人了。虽然是弟子安排的任务，但眼前这个夏风同样拥有着天生地体的夏家人，也是个让人战栗的恐怖存在。送你们上路的人，夏风冷笑着说道，记住了，下辈子自强点，别随便就去给别人当狗，因为人家的仇怨送掉自己的命多不划算。轰！言罢，那无尽的离火在夏风的心意下大肆蔓延，疯狂腾飞。10大圣主都被恐怖的离火笼罩，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再加上夏风对他们的精神冲击，这些高高在上的天阶武圣一个个的开始崩溃。先是肉体，随后再是精神，直到最后他们丹田最后的圣灵彻彻底底的化为了飞灰。这其中也不是没有人企图向夏风求饶，就比如那合欢圣地的白嫣然，他为了活命竟然跪倒在地，主动祈求愿意做夏风的双修炉鼎，甚至送上整个合欢宗，只求能饶他一命。可夏风并不为所动，女人是好，可有了10个还没过门的极品老婆，其他女人他已经都看不上了。一炷香的时间，10大圣主惨死，皆被烈火灼心，在绝望和痛苦中死去。至于他们带来的门徒，在夏风的2大领域下，能逃离的也不到1成。相信10大圣主死在夏风手上的这个消息，不超过1日便会传遍整个西北角。他很期待，等帝都的那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会不会气得跳脚？夏风一想到这，顿时咧嘴笑了。虽然杀了10大圣主，他的事情还没有忙完，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不去搞点好东西犒劳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夏风按照西北角最近的路线，从北至南一路扫荡下去，先从8级圣地开始，圣地里面所有的资源都将变成他储物界中的一员。3日后，弟子大人，西北角10大上品宗门全都被灭了，据我所知，皆为夏风一人所为。一道阴影跪在夏乃武面前，他低着头，将这惊天的消息禀告给了眼前的男人。他能以一己之力铲除10大上品宗门。夏乃武缓缓走下，他站到那阴影面前，眼中第一次有了凝重。回禀弟子大人，根据10大圣地残存的弟子讲述，夏风修炼了10道元素，总共490条元素规则，实力堪比半帝。那些上品圣主不过都是些天阶5、6重的杂鱼，被他一人铲除不奇怪。半帝，夏乃武摸着下巴，在大殿内来回踱步，瞳孔带着些许寒意。490条元素规则，我这个侄子是疯了不成？夏乃武最后回到地椅上坐下，我倒是认为他对实力的提升很着急。阴影判断，凝聚地体是一条很漫长且很艰难的道路，有的天阶武圣哪怕是10万年寿命耗尽，也无法凝聚成功。但突破到了天阶9重武圣以后，对天地元素的领悟力会大幅度提高，难度虽然也有，但绝对比不上凝聚地体。行了，别在那胡乱分析了。夏乃武眼中寒光一闪，顿时喝断了阴影的话。那是夏天明的孙子，和我同样都是天生地体，修炼到了天阶9重武圣以后，凝聚地体是顺水推舟的事情。阴影躯体一颤，这才想起来夏风也是天生地体，突破5帝根本就不是难事。弟子大人教训的对，是在下疏忽了。阴影吸了口气，可在下还是想不明白，既然如此，那他第一次凝聚出了49条元素规则之后，就应该凝聚地体成为半帝才对，可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葬送自己前程的错路？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夏乃武摇摇头，他扶着额头道，但我大致能猜出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只是不知道意图是什么。剑道、刀道、离火之道、疾兵之道、生命之道，夏乃武将夏风所掌握的10条元素规则一一说出。你觉得这些元素和什么东西有联系吗？这阴影愣住了，他沉思着。提示你一句，
10大极品圣地。夏乃武淡淡的说道。阴影闻此言，顿时悟了，他张大嘴巴，脱口而出道：“这是10大极品圣地的道。可是为什么？”夏乃武摇头道：“10天元素大道，大夏帝国从建国以来，还从没有人走过这样的路。我不知道我这侄子到底在打算什么，可他的这种做法，已经让我没办法继续低调下去了。”夏乃武叹了口气：“弟子，您莫非是想，可这样做的话，那些大人一定会来找你麻烦的。”阴影一听这话，一下就慌了。夏乃武已经不打算隐藏了，他这话一出口，就代表着弟子一脉将亲自对夏风出手。我的麻烦？只要逆血一脉不会成为父皇的麻烦，那些老东西想来找我就来吧。夏乃武望着主殿的方向，忍不住暴怒道。阴影顿时低头，面对盛怒的夏乃武，他不敢言语。算了，你即刻去凌霄阁，让廖长飞出手，这次必须要将我那侄子和大伯挫骨扬灰。夏乃武知道自己有些失态，他平复了一下情绪，随后对阴影挥手道：“凌霄阁。”阴影闻言，整个人连呼吸都快忘了，他惊恐地看向夏乃武，仿佛在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我让你去，你耳朵聋了？夏乃武见阴影愣在原地，他的表情瞬间就冷了下来。不敢，我这就去找廖大人。阴影咬了咬嘴唇，最后呼吸急促的破碎空间，朝着帝都的某处方向而去。他真的没有想到，弟子居然会动用凌霄阁的存在去绞杀夏风，那些可都是大夏帝国的帝国守护者啊！凌霄阁24武帝为大夏帝国征战沙场，为那道身影安定苍生。可以说，他们是大夏帝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力量，那是真正突破到了武帝境界的强者，一人便可征战一国。什么皇朝，什么圣地，在这24人面前，便如同土鸡瓦狗一般，连看都不够看。没想到夏乃武居然会让这样的存在出手。廖长飞是弟子一脉出来的武帝，夏乃武目前能调动的武帝也只有他了。他是帝国1000年来的新晋武帝，但天资聪慧，此时已经是黄阶9重武帝，在24武帝中排行17。但为了一人出动帝国凌霄阁的一尊武帝，还是太过于惊悚了。阴影在空中叹了口气，虽然他觉得夏乃武做的有点太过高调，但他只是一个奴仆，没有能说上话的份。这次事了，那些姓夏的大人们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弟子。他忍不住摇了摇头。凌霄阁，帝都内最宏伟最高耸的塔楼，在帝都最中心处拔地而起，共修建24层，高约400米。虽然是大夏帝国培养的外姓武帝，但凌霄阁的存在全是武道巅峰之人，他们是夏家在明面上的力量。24人镇守大夏帝国24处疆域，他们中的夏12人曾经就对逆血一脉出过手。上一任弟子夏天明被封为战天皇，全族迁往战天皇朝的时候，他还是武帝修为，虽然被剥夺了帝体，境界瞬间跌落，从天阶6重武帝沦落为了黄阶9重武帝。一个皇朝却拥有着武帝的修为，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最开始的时候，四周的其他皇朝，例如天地人3大皇朝，都对战天皇朝相当卑微，时不时上去供奉，他们也害怕，担心这个曾经被称为帝国第一人的前任弟子。直到上一任夏帝再次闭关，不放心的夏天命再度狠辣出手。凌霄阁的夏12武帝被称为帝国的12大飞将，上12武帝则被称为龙将。夏对内，镇御四方；龙对外，征战天下。而这一次，夏天命就一次性就调动了凌霄阁下12飞将，共同前往战天皇朝，以谋逆之罪为由，将夏天明最后的修为也给废了。在12武帝联手围攻之下，夏天明大道被吞噬，丹田也炸裂了，直到境界下滑到武王，夏天明才让他们收手。当日战天皇朝被毁，夏天明奄奄一息，由于族规，他拖着残躯，带着儿子儿媳去往了最偏僻最没落的星宇城苟延残喘。这一转眼就过去了25年。此时，一个脸上带有凶狠刀疤，浑身散发着凶戾气息的身影站在第7层的塔楼上，廖长飞眺望着远方，眼神也渐渐地冷了下来。没想到25年后，我还要去做同样的事情。他双手拄着宽大的巨剑，面无表情道：一个掌握了490条规则的天阶9重武圣，最多持平半地。夏天明死了，夏乃文年纪不过100岁，20多年过去，最多修炼到个武尊境界。就这样的对手，弟子居然安排我来出手吗？在他面前，拥有着天阶8重武圣的阴影单膝跪在地上，抱拳恭敬道：此人已经成了弟子的心头大患，您作为弟子一脉的强大武帝，只有您出手才能拿下此人。不瞒廖将军，夏天明的这个孙子实在是过于诡异。之前在他刚刚突破武圣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中品圣地的人出手，可他到后直接冲到那中品圣地，爆发出了地阶武圣的实力，将圣主、副圣主还带着几个核心长老全部杀绝。我们开始都以为他是隐藏了实力，后来弟子安排我去北周西北角，主动联系到了西北角的10大上品圣地，让他们出手斩杀此子。但他们派出去的20个地阶5重武圣，却在星宇城被那小子给打死了一半，剩下的也是落荒而逃，狼狈地回到了圣地。他们都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夏风的境界突然就突破到了天阶武圣，而且手段颇多，十分难缠。廖长飞静静听着，没有言语。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吧，10大上品圣地圣主再度齐聚一堂，最后商量的是一起出手，以免再出意外。他们在玄武台誓师，
最后准备启程的时候，那小子却主动出现了。他藏在雷云中，第一次出现后就爆发了天阶9重武圣的气势，还一连施展了10大元素之道的能力。他一个天生地体，有了凝聚地体的资格，他不去，反而修炼了10条元素之道。廖长飞听到这，忍不住皱眉问道：“这在下也没想明白。”阴影摇了摇头，但此子实在是太诡异了，根本就不按照套路出牌，就好像你强，他就比你更强。弟子大人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这才让我来找将军您。阴影再次恭维道：“只有您这样的存在出手，才能彻底避免那些意外。20多岁的妖孽修炼到了天阶9重武圣，在拥有天生地体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廖长飞笑道：“但你要说他20多岁就突破了5帝，那就有点痴人说梦了。看得出来，弟子大人这是想求稳了。不过没关系，你回去回报弟子大人，我作为弟子一脉的人，自然是会在弟子需要的时候出手。让他放心吧，我即日启程，1月后亲自将那夏风的头颅带回来给他。劳烦大人了。”阴影再度躬身，在他眼前的那道恐怖身影拿起那柄2米多长的巨剑，一步跨出，化成一道红火色的流星，气势滔天的朝着西北方向奔去了。就是这道巨型流星，瞬间在帝都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凌霄阁有5帝出手了，是谁？火红色的灵力，是第7飞将廖将军。我的天，居然又一次出动了5帝，发生了什么事情？莫非是东海东南方向有外敌入侵了？不对，你看廖大人去往的方向，明明是我大夏帝国的西北角。西北角那里有什么？等等，莫非是最近风头正火热的？住口！你不想活了？不该说的话别乱讲。一时间，无数王公贵族、世贸小贩都对这件事讨论了起来，这也让阴影捏了把冷汗。不过幸好，主殿的那些万年岁月的老人们几乎都在闭关，对于尘俗的事情很少关心，这也再给了夏乃武可乘之机。凌霄阁24武帝第7飞将廖长飞受弟子命令，于大夏帝国第496524元年出手擒杀夏风。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他的这次出手直接让后来的帝都整个都变了天。再说回夏风这边，自从以一人之力铲灭了10大圣地后，3天时间，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北周西北角，成了家喻户晓的当红炸子鸡。许多势力都主动带着各种精美的礼物，或是天材地宝，或是一些武技、圣兵，纷纷想来星宇城巴结夏风。他们不知道夏风和10大圣地到底是什么恩怨，但这武道的世界中只讲究强者为尊。夏风能以一己之力就斩杀了10大上品圣地的圣主，这种实力最起码也是半帝之境。半帝是什么存在？要知道，整个大夏帝国内，除了最高统治的帝国以外，就只有极品圣地能够拿出这样的手笔了。10大极品圣地之主基本都是半帝层次的强者，只要帝国一日不出手，他们就是这大夏帝国最强的一批战力。夏风这样的天才，此时不巴结，那要等到何时？如果能与一位半帝强者交好，哪怕是以后不小心招惹到了极品圣地，人家也会看在夏风的面子上放他们一马。所以当夏风回到星宇城的第3天，城池外边热闹的一直停不下来。各大中品上品圣地的副圣主、大长老、主要话事人，大包小包的拿都拿不下，个个都笑呵呵的朝着城主府走去。夏乃文呢，倒是来者不拒，相当热情的招待了这些送礼的客人。在这之前，他早就已经和夏风商量好了，这些人图他们此时势大，想要拉拢他们也很正常。可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夏乃武接连失手3次，按照夏乃文对他的理解，无论如何他都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夏乃文本来有些不好意思收这些礼物，但夏风却给做了思想工作。这些圣地平日里都是垄断修炼资源的大势力，和他们比起来，其余人修炼的资源实在是太稀缺了。为什么他们星宇城这些人一生下来，好一点的也只能修炼到武王境界，还不是没有好的修炼资源？既然夏乃文是星宇城的城主，自然要多多考虑照顾自己的城民才是。而且对这些庞然大物来说，这些礼物虽然贵重，但和他们本身的底蕴比起来也是9牛1毛，根本不用在意。所以夏乃文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开始坦然处之，与这些圣地来人请茶、吹牛，忆往昔峥嵘岁月。这么些日子，星宇城的大门就没合拢过，络绎不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全都非富即贵。星宇城的居民们都看呆了，这几天来来往往的全都是武皇境界以上的高手，从数量上来看，已经超过了100多人。100多个武皇，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这些武皇进了城，非但没有张扬跋扈，反而低调做人，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哪怕是在街上的小店吃个饭，对人家也是笑呵呵的。这段时间，星宇城的居民那叫一个兴奋，能够被这样的大人物如此对待，以后生了孙子，也是能在炕上吹上几天几夜的事。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星宇城少主夏风带来的。此时的夏风父子正在城主府中央宴请宾客，在大院里落座了10余位上品圣地圣主，还有好几十个中品圣地的话事人，在边缘坐下，不敢插嘴，只能陪着笑看着前方众人们的攀谈。没想到，我们这北周竟然还能出下少主这样的绝世天才。9名圣主举杯，一张老脸潮红，马屁拍的是啪啪响。20多岁的半帝，这样的天赋，
我敢说，哪怕是放在神域，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就是，我看夏少主能够有今日的成绩，绝对和夏城主脱不了关系。都说虎父无犬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清心圣地的老翁也摇头感叹：你们父子二人修炼加起来不过100岁，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是黄阶武圣，一个是天阶武圣，这等妖孽天赋实在恐怖。夏乃文举起酒杯，笑呵呵地陪着众人喝下。诸位，来者皆是客，还请大家吃好喝好。夏城主也是，多谢夏城主宴请我等了。半地之宴，这番荣耀，恐怕也够我吹上数千年了。哈哈，这大院内，众人推杯换盏，气氛欢愉，好不融洽。夏风看着眼里，心里却是忍不住摇头。从小在城主府长大的他，可以说是一次都没有见过这等热闹的场面。以前他们若是，甚至还会被星宇城里的其他大族欺负。可到了现在，几十上百的圣地主动过来牵关系，求照顾。一群人谄媚着，讨好着，只希望能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备不时之需。果然，在这世界上，只有绝对的实力才是一切的前提。这番酒宴一喝就2个时辰，但众人都是武圣之体，不管是时间还是酒液，都无法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这次过来看夏家父子的热情欢迎的模样，他们这次的目的也达到了。有了今天这条线，往后便可以继续深入交流，慢慢和夏风结上深厚的关系。所以，有些圣主已经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索性起身朝着父子2人抱拳告辞。可就在这3个圣主准备说出托辞的时候，城主府大院的门被人火急火燎地推开了。一干人扭头望去，却见各自圣地的弟子一副惊慌失措，如同天塌了一般的涌了进来。他们分别找到自己的圣主，随后伏低身子，全身颤抖地说着一件惊天大事。这些圣主闻言，顿时瞳孔一缩，脑内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嗡鸣不止，意识恍惚。他们看向夏风的眼神，从之前的讨好和敬畏，瞬间变成了恐惧和慌乱。几个圣主愣在原地好长时间，甚至忘了呼吸。但他们很快回过神来，立刻深吸一大口气，咬牙对着身边的弟子崩溃道：“走，走，赶紧离开这里！”一人带头，其余的圣主也都清醒了过来，他们也纷纷爆发灵力，猛地冲天起。别说给夏家父子说2句走人的托辞，甚至连个眼神都没敢给他们。仅仅5个呼吸的时间，之前还在大院里面其乐融融，轮番拍着夏风马屁的圣地众人全部腾空了。此时的他们不敢再去看下面的夏风，不敢再去看刚刚自己坐落的城主府，仿佛那是沾染着不祥和死亡的境地。夏乃文看着天上如同逃命一样的数百道流光，神情顿时也变得凝重起来。他扭头看向夏风，果然夏风的反应和他也差不多，整个人的眉头瞬锁紧。夏风快步走出城主府门外，看着那些中品圣地的人。这些实力孱弱中品圣地传递的消息速度比较慢，他们的弟子此时还没有过来，所以这些外面的中品圣地之主看着之前如同逃亡一般的天阶地阶武圣，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就在中品圣地的那些传递情报的弟子着急忙慌赶过来的时候，夏风伸手抓住第一个前来报信的中品圣地的弟子，冷冷地看着他：“不，夏大人，您饶命啊！”这弟子扭过头一看，顿时吓得双腿发软，哭得眼泪鼻涕全出来了。之前的夏风还是他无比渴望，想要远远看见一眼的存在，可到了现在，夏风的形象一下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恐怖、最不祥的恶鬼，仿佛触之即亡。饶命！我说了要杀你吗？夏风冷冷地看着他，那弟子牙齿打颤，要不是中品玉龙圣地之主上前一步搀扶起了他，恐怕他都已经软倒在地上了。我问你，你要给你们圣主传递什么消息？夏风看着他，皱眉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能对夏大人如此无礼？我平时没有教过你吗？”回去之后关禁闭10年，所有的修炼资源减少80%。这玉龙圣主是一个玄阶9重武圣，他假作大怒状态，开始呵斥弟子。他是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前就看到上品上的那些弟子冲进去汇报消息，结果那些天阶武圣直接就冲天而起，一下就跑了10万8千里。但不知道情况的他也不敢得罪夏风，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玄阶武圣，在半地存在面前如同一只蝼蚁，所以自己弟子失态，惹得夏风皱眉，差点没把他给吓尿了。可那弟子根本就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惩罚而认错，他直接大哭道：“圣主，快跑吧！帝都那边传来了消息，凌霄阁第7飞将廖长飞正朝着星宇城急速赶来，他这一路都持着玄武大剑，杀意爆满，毫不掩饰。”什么？帝国第7飞将廖长飞，黄阶9重武帝强者，他来星宇城干什么？传闻帝国逆血一脉就被发配到了我们西北角的某一处。夏风，姓夏，10大上品圣地的和他矛盾，莫非是？这弟子一开口，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这些中品圣地之主先是震惊，随后他们便沉默了下来，更有甚至想起了之前的传闻，瞬间瞳孔放大，表情惊惧。跑！有的圣主直接大喝一声，惊慌失措地飞上天空，与之前的上品圣主如出一辙。夏少主，我等想起还有要事没办，容在下先行告辞。有的中品圣主也不敢无礼，临走的时候还找了些托辞。夏少主，我3年都没回家了，
我老婆刚刚告诉我，她过2天又要给我添丁，我差点都忘了这么大的喜事，我得回去看看，先走一步。还有些中品圣主胆识更小，更是满嘴打着哈哈，生怕夏风不让他们走了，或者日后报复。当然有没有日后不好说，但他们也怕夏风怒了强留他们。那玉龙圣主更是直接，他立刻松开拉着弟子的手，神行符瞬间掏出，再往脚上一贴，化成一道极光暴冲而去。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不到1秒完成，甚至把那弟子都给看懵了。圣主，您等等我呀！这弟子一个呼吸才反应过来，他立刻抹开眼泪，屁滚尿流的朝着天空飞去，跟着玉龙圣主的方向逃亡。有一就有二，没过一会儿，来者已去七七八八。一时间，整个城主府乱成一团，天上如同炸开的烟花一般，四面八方都是逃亡客。此时的夏风皱紧眉头，还真没心思管这些蝼蚁。刚才那弟子传递出来的消息，也给了他不小的冲击。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展露了半帝的实力，当今弟子夏乃武居然就派遣了一尊真正的武帝来杀他。武帝是什么存在？整个帝国的最高战力，是能以一人之力镇守一片疆域的恐怖武者。更别说那些能够被帝国凌霄阁吸纳的24武帝了，他们的实力更是恐怖，甚至一人就能打爆一处极品圣地。一处极品圣地明面上的半帝就是圣主本人，可藏着的呢？无数年的底蕴，还有那些退下来的老圣主，谁敢说他们都死了？夏风哪怕到了半帝境界，也不敢夸口说能对付极品圣地，但真正的武帝能。他此时和武帝的差距，如同江河和大海，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武帝成就地体，通透大道规则，一举一动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甚至能以一己之力排山倒海。修炼到了这个层次，寿命更是达到了恐怖的30万年。可以说，每个武帝都是这大夏帝国的活化石，见证了无数日月的起落，无数代人的更替。不可能，他居然敢私自派凌霄阁的人来。廖长飞镇帝国东海东南方向，率领100万水军、1000艘战舰的黄阶9重武帝夏乃文的神情也变得惊慌失措起来，又是那种无力感再次从他心中升起，那种被人逼往星宇阁的痛苦，那种对一切都失去掌控，只能认命的感受。夏乃武他是疯了吗？先祖有训诫，明确说过，出过地体的夏家一脉，无论如何都不能自相残杀。可他居然还是派来了廖长飞。夏乃文一拳猛地砸在旁边的花台上，激起震荡，寸寸爆裂。老爹，夏风还是第一次见自己的父亲这样激动，但面对即将来犯之敌，他心中也忍不住叹了口气。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人家已经冲了过来，我们还是想想御敌之策吧。儿子，那是黄阶9重武帝，我知道你现在的战力可以匹配半帝，可半帝和真正的武帝是不一样的。夏乃文捂着额头，回忆起很久以前，他还在战天皇朝，亲眼看着那12飞将出手，是怎样毁灭他们的皇朝，怎么打破了天地。我们还有时间，不是吗，老爹？夏风抬起头，眼神逐渐坚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怎么样，人家已经来了，怕是没有用的。你之前和爷爷在皇朝，就是被他们这些人欺辱，换个角度想想，或许这正是我们报仇的好机会呢。夏风露出轻松的笑，虽然我不知道武帝的速度有多快，但总该还有几万年的修炼时间吧。这段时间，只要我突破了武帝，或许一切都还有转机。你要相信我，你也要相信自己，老爹。夏风的这些话如同暖流涌过夏乃文的胸膛，他缓缓扭过头，看着儿子的笑脸，心中不由得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东西。你小子，他伸出手放在夏风的头上揉了揉，看你说的这话，你老爹岂是那么容易怂的人？夏乃文也笑了，其实你说的没错，咱们既然已经被武帝给盯上了，想要跑肯定是跑不了的，不如就豁出去了，跟他玩玩。夏乃文抬起头望着帝都的方向，眼神逐渐锋锐。他的父亲是帝国上一任夏帝，性格强势，勇往直前。他的儿子后来居上，不骄不躁，也从不畏惧困难。那他夏乃文难道就差了吗？以前他们被夏天命迫害，没有实力翻身，只能煎熬着一步步的朝下走，变成了这小城里面的一部分。可现在呢，人家又一次派人杀了过来，他们还能怎么样？难道跪地求饶？放屁！他曾经也是骄傲的夏国弟子一脉，身上流着和夏天命一样，不管发生什么也会勇往直前的血。父子俩很快达成了共识，以往每次危险他们都能一起度过，这次也不例外。武帝来袭杀夏风的消息很快就从帝都蔓延开来，西北角的各大圣地得到消息之后，都对外宣扬和夏风一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清楚夏星宇城夏家的背景，甚至还派遣了使者带着重宝前去帝都，亲自对弟子一脉表示歉意。虽然弟子根本就看不上他们的这些三瓜两枣，但态度做出来了就好。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脸人，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去赌廖长飞出完手之后，会不会顺便对西北角来个大清洗。在众人惶恐不安度日的时候，夏风没有放松过任何能修炼的时间。夏风的修炼已经达到了3万年，可他地体的凝聚程度才20%，这种进度无疑让他心急如焚。他和世人想的不一样，别人以为他是天生地体，在地路上没有阻碍，可夏风实际的体质只是一个紫雷体罢了，天赋也只是极品。之所以能够进步这么快，主要靠的还是靠梦境珠来压缩时间，这才给他们造成了天生地体的假象。凝结490道天道规则，夏风想得很简单，
他的修炼速度既然是别人的万倍，那么当然进入地路前就要把能提升实力的所有办法都用上。10道元素规则对应10大圣地，说白了，夏风也是有私心的。当日10大极品圣主来到星宇城兴师问罪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那种被人看不起、被人轻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个的被带走，他怎能不怒？可他没办法，真的没办法。10大极品圣地圣主个个都是半地的实力，他当时不过一个武皇，又能如何呢？所以夏风参悟的天地元素才是10大圣地对应的道。他就是要告诉那些圣主，告诉那些觉得他不配娶那些女孩的人，不是他夏风不配，而是这些极品圣地有眼无珠，不识明珠。但武帝的突破并不像武圣那么简单，时间的确很重要，但凝练地体和大道规则最主要看的还是天赋。所以夏风此刻连半地都还没有进入。第5日很快过去了，在梦境世界里面，夏风相当于修炼了5万年的时间。此时的他双目发红，心中的焦躁根本压抑不住，甚至好几次他在修炼的时候都差点走火入魔，导致重伤。结果越是这样，他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恢复伤势，结果白白浪费修炼时间。每次疗伤，他还刻意躲着夏乃文和黄小倩，不想让他们担心。但他能明显感觉出，两人同样也很着急。5万年的时间，两人也突破到了地阶5圣，可这点实力对于武帝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没人知道廖长飞什么时候能抵达星宇城，但是按照夏乃文对于武帝的认知，判断从帝都赶往星宇城应该不超过15天。算了算时间，他们也许就只剩下最后5天了。5天的时间，夏风能够突破到武帝吗？他们不知道，也不是没有想过逃，但是武帝强者是可以进行灵力追踪的，而他们的速度也远远不及廖长飞。该如何破局？沉住气，沉住气。夏风盘坐在地面，不停地深呼吸。他不断告诉自己还有时间，不断地暗示自己一定能够成功。8万年的时间，在这种极度压抑的心境下，夏风的潜力还真的被激发出来了。此时他凝聚地体已经达到了 65%， 但这还不够，他还需要更多时间。廖长飞化成的巨型流星横穿了小半个大夏帝国，他的速度极快，许多城池只感觉到天地一股震荡，空中产生爆响。随后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火红色的尾迹，那武帝的威压足以碾碎一切。北周的大部分势力已经将夏风当成死人了，没有人会认为他能从廖长飞的手上活下来。第9万年修炼时间，夏风的地体凝聚速度达到了 80%。 这1万年他过得相当煎熬，一想到大敌随时会出现，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休息。夏乃文已经突破到了天阶9重5圣，凝聚了45条元素规则。黄小倩也突破到了天阶1重5圣，领悟了40条元素规则。距离凝聚地体还有一段时间。第10万年，三人都明白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修炼得更加疯狂，不断地透支潜力甚至生命力。幸好夏风间修了单道天地规则，给他们2人及时补充了不少7阶上品丹药，这才能快速恢复过来。虽然是梦境，但痛苦和修炼遇到的伤害全都是有反馈的。从得到消息到今天，一共过了10天时间，而夏风3人也修炼了整整10万年。在10万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终于将地体凝聚到了100%。而在这一刻，夏风全身的筋骨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的骨头闪烁着金色的荧光，血肉更是带有不可匹敌的爆炸性力量。他的瞳孔闪烁着复杂的天地符文，一股无与伦比的气息陡然爆开。轰隆，整个梦境世界都震颤不已，天地的灵气更是狂暴絮乱。半地了，夏风看着自己的双手，明明是质的突破，可他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半地的境界是要比之前的他强上数倍乃至10倍，但还是没有走进最后那一步。大道规则的凝练可要比元素规则复杂多了。夏风极品资质的天赋490道天地规则，能够在10万年内凝聚出地体，已经属于超常发挥了。可想要掌握大道规则，还是有些欠缺。3个时辰过去，夏风从梦境世界中醒来，他扭头看着窗外，整个人的瞳孔顿时紧缩，包括坐在他身边的夏乃文和黄小倩，两人的呼吸也沉重起来。窗户外面，天空悬挂着一轮昏暗的血阳。现在的时辰本应该是日出东升的时候，可太阳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压制住了，竟然卡在半空，逐渐变异。而在星宇城城门的上方，一道如同神奇手擎超大型巨剑的身影，面无表情地踩在城墙顶端。出来吧！他沉重的声音在星宇城爆开，普通的市民颤颤巍巍，没有一人敢直视他。夏风冷着脸从府邸浮空而起，在他身后，夏乃文和黄小倩也一同跟随。3人来到廖长飞面前，神情冰冷。半地境界，天阶9重5圣。廖长飞扫了他们一眼，随后轻笑道：“夏公子，没想到25年过去了，你的进步倒是也挺神速的。是我们当时都小瞧了你们，还是你们一直在藏拙呢？”廖长飞，我们家和弟子的恩怨已经结束了，该受到的惩罚也都受到了。你这次来又是为什么？夏乃文没有回答他，而是上前一步问道：“我来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廖长飞露出嘲弄的笑容，他举起巨剑，作为逆血一脉，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在这偏僻的地方当个废物，自然不会有事发生。可你们偏偏不认命，不甘心，
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高调行事，引得弟子注视。本来你们夏家人的恩怨，我们凌霄阁的武帝是没资格来参与的，但谁让你们已经成了弟子的眼中钉了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贸然出手是违反夏家祖训的。夏乃文咬牙，你替夏乃武做事，你觉得帝国的那些先祖会放过你们吗？那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事情了。我只知道我是弟子的人，有什么事他会扛着。廖长飞摇摇头，随后叹了口气，时间已经浪费的差不多了，看在你身体里也流着夏家的血，我给你们体面的机会，自裁吧。你做梦！夏风顿时大怒，他上前一步，半地的威势爆发开。那就是说要拼死反抗了。廖长飞点了点头，行，该给的机会我也给了，这是你们自找的。夏风闻言神情凝重，他知道这件事本来就没得谈，人家是来杀他们的，而且还是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凭什么放他们一马？现在看着对方即将要出手，他的呼吸也开始沉重起来。一尊真正的武帝，这应该是夏风目前为止所遇到的最为可怕的对手。九天玉龙斩！廖长飞狞笑着举起大剑，随着他的一声怒吼，周围的灵力瞬间凝聚在他的巨剑之上，流光飞转，9条无比恐怖的巨龙缠绕在巨剑上，发出让人恐惧崩溃的龙吟。龙象般若掌！见着100米宽的剑气从天而来，夏风赶紧腾空而起，随后身体泛出金光，他第一时间就运转了地体。半地境界的龙象般若掌，加上9窍玲珑心的加持，夏风相信自己这一招绝对不会弱于一个黄阶武帝的全力一击。夏乃文和黄小倩也是纵身暴退100米，一个手拿长刀，一个手持灵扇，对着那刀芒也爆发出了神通。他们作为天阶9重武圣，不可能作为对付廖长飞的主要战力，只能以夏风为主，在旁边辅助他对敌。天空上的刀芒和锋刃，还有巨大的手掌碰撞在一起，可怕的风波顿时掀飞了星宇城的无数城墙。夏风整个人也倒飞出去，在空中吐出一大口鲜血，体内的灵气也变得无比的絮乱和狂暴。怎么会？夏风眼中闪过一抹震惊的光，那应该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最强大的攻击力，可和廖长飞的9天玉龙斩交锋起来，却是被碾压性的摧毁了。怎么会？你一个半帝，就算你还兼修了490条元素规则，可你依然不是武帝。不知道什么时候，廖长飞已经瞬移到了夏风的面前，他伸出一只脚，猛地踩在夏风的后背上，冷声道：不过你能够抵挡住我的9天玉龙斩，已经很超出我的想象了。刚才那一招，我本应该足够杀你才对。混蛋，放开我儿子！夏乃文见夏风被廖长飞屈辱地踩在脚下，他双眼发红，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蝼蚁！廖长飞挥了挥手臂，一股风暴旋转着朝着夏乃文冲去。风暴中的无数细小锋刃席卷了夏乃文的躯体，他的身体被冲飞进了城墙里，身上到处都是被划开的伤口，流血无数。相公！黄小倩一下就急了，她赶忙飞到夏乃文面前，拿出之前夏风提前准备好的7阶上品丹药，赶忙喂给夏乃文。有了丹药疗伤，夏乃文咳出了几口淤血，呼吸这才平顺了起来。老爹！夏风见自己的父亲差点被杀，气得全身颤抖，他凶狠地瞪着廖长飞，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轻蔑一笑。别看了，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廖长飞冷笑着，加大了脚上的力道。噗呲！夏风被一股巨力顿时踩得体内翻江倒海，一口鲜血再次喷出。你的天赋确实很强，20多岁的半帝，这放在整个大夏帝国也是数1数2的天赋了。廖长飞右手再次举起巨剑，只可惜你生错了时代，像你这样的天生帝体，如果能早生30年，或许未来的大夏帝国都是你的。没有那么多如果了，现在大夏帝国的主角是弟子殿下，今后的大夏帝国也是弟子的东西，所以你这种生错时代的天才，还是老老实实去死吧。廖长飞的眼神突然疯狂了起来，常年在战场上拼杀的嗜血气息也爆发了出来。他高举大剑，猛地朝着夏风的头颅砸去，显然下了死手。去你妈的，这大夏帝国是谁的我不在乎，但你敢动我老爹，我就要你死。但廖长飞没有想到的是，他疯狂，他脚下的夏风更疯狂。他的身体里面突然传出来一股恐怖的巨力，竟然让他这个黄阶9重武帝晃了一下，差点失去平衡。而就是这个契机，夏风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猛地伸出手握住自己的丹田，随后生生捏碎了一颗小珠子。这是9窍玲珑心。望着夏风手上的碎片，廖长飞顿时惊呼道。廖长飞眼力很好，作为凌霄阁武帝，他自然知道夏家不外传的地级极品武学9窍玲珑心。你居然也学了这个，看来你那死了的爷爷还是给你留了一下好东西啊。廖长飞眼神变得炽热和贪婪起来，但很快他就恢复了清明。一个地级极品武学，哪怕是天阶武帝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只是外姓武帝，要是偷学了夏家的传家的9窍玲珑心，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想法不错，自毁掉一颗9窍玲珑心，短时间将里面的所有灵力全部爆发，暂时提升了一些实力，可是有什么用吗？廖长飞看着气势再度暴涨的夏风，他冷笑道。夏风并未言语，他这些时日一直都在提升境界，没有继续修炼9窍玲珑心，所以他还是只有3颗玲珑心。此时已经碾碎了一颗，暂时的获取了玲珑心内存储的庞大灵气，但他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他猛地闪身到了廖长飞的身边，
很辣的一个鞭腿就朝着廖长飞的脖子飞去。紫雷碎星腿！夏风怒吼一声，将自己在修炼紫雷规则时所领悟开创的圣级中品武学给施展了出来。那带着紫色雷芒的鞭腿威势滔天，哪怕是廖长飞眼中也第一次有了认真的神色。只见他屏住呼吸，调动火红色的灵力，以一种极其快速的身法，在夏风面前虚晃了一下，刚好躲过了这记鞭腿。神通天诛，神通地灭。夏风见状，两手更是快速掐诀，他狠狠地咬破了手指，连续释放2大神通。天上的巨剑和地刺威力比夏风武皇时提升了无数倍，浓烈的煞气开始向廖长飞笼罩而去。天生的巨剑将空间寸寸爆裂，直插廖长飞而去。廖长飞冷哼一声，他左手拿着巨型大剑，猛地砍向那浓烈的煞气，居然生生地将他们全部轰飞。这煞气里的地刺也不受控制地朝后飞去。紧接着，他将手中的大剑指向天空，胳膊用力一挥，剑尖便对准了天珠。天星剑破苍穹，5地恐怖的气息陡然炸开。廖长飞手中大剑的刀尖居然也同样幻化出一道恐怖的巨剑，随后笔直地朝着天珠冲去。2剑剑锋接触，发出恐怖刺耳的嗡鸣，星宇城上空甚至产生了吞噬一切的黑洞。夏乃文和黄小倩面露惊慌之色，两人连忙将自身灵力调动开来，在整个星宇城周围四散，形成一个超大的护体蓝气。可2剑碰撞的余波也震得他们口吐鲜血，忍不住扶着胸口单膝跪地。夏风给的聚灵丹和元气丹，他们更是一颗颗不间断地塞在嘴里，生怕晚了1秒，自己的身体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天空中的巨剑只对峙了3个呼吸，随后夏风施展的天珠投影出来的巨型清血剑，居然在空中寸寸破碎，被廖长飞的巨剑给彻底摧毁了。该死！夏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此时9窍玲珑心提供给他的灵力，他已经用得七七八八，可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再度握住丹田，生生捏碎了第2颗9窍玲珑心。神通天法龙象般若掌，云象天威斩。夏风掏出清血剑，将自己能施展的所有武技全都一股脑的倾泻给了廖长飞。灵力消散得很快，所以他必须要短时间大量调用它们，用它们来大幅度强化自己的攻击，这样才有机会伤害到廖长飞。但夏风很快发现，他好像还是低估了一个真正的黄阶9重武帝。廖长飞拿着巨剑对夏风的攻击一一破解，他的脸上虽然带有认真的神色，但却没有一丝紧张和慌乱。每一次攻击，他便挥动一次巨剑，玉龙斩和天星剑交错使用，打得夏风节节败退，脸色愈加苍白。实力的差距不是凭借着取巧就能弥补的，小子。廖长飞逐渐靠近夏风，随后他的表情顿时变得狠毒起来，他抬起脚，爆裂地将夏风给踹飞了出去。夏风在空中狼狈地口吐鲜血，廖长飞那一脚下了狠手，他只不过是半地之躯，根本没办法抵御住武帝的伤害。之前给了你自裁的机会，你非要让我来动手，何必自讨苦吃？廖长飞突然闪现到了夏风的身后，随后又是一记凶狠的飞踢到他的后背上，夏风又瞬间被向前给踢飞出去，他的身体也在空中失去平衡，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廖长飞像是掌握了某种奇特的武技，类似于夏风的移形换影，他居然也能在空中瞬移。就这样，夏风还没落地，廖长飞就再次瞬移到他的身前，又是狠辣的一脚。幸好夏风凝练出了地体，如果要是换做他之前的身躯，恐怕现在已经被廖长飞给活活打死了。嗨嗨，龙象般若掌！夏风在空中再一次捏碎了最后一颗9窍玲珑心，那股庞大的灵气再次爆发，他瞬间稳住身形，随后一个调动了他全身灵力的龙象般若掌死死地朝廖长飞拍去。可就算是夏风的全力攻击，加上他爆发的490道天地规则，也只是稍稍阻挡了廖长飞一会儿。廖长飞也不再藏拙，他抬起手，将天空的血月投影到大剑当中，随后生生地砸爆了夏风的龙象般若掌。之后夏风又和他过了几招，但9窍玲珑心提供的灵气稳定性太差了，没过多久夏风又再次被打回原形。夏乃文和黄小倩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廖长飞暴打，让他们心急如焚。有什么办法帮帮儿子吗？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被打死的。黄小倩拽着夏乃文的手臂急哭了。夏乃文看着黄小倩，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手忙脚乱地翻找起自己的储物戒。很快一道墨绿色的玉简被他拿在了手上，这是父亲留下来的那个。黄小倩认出了此物，顿时瞳孔一缩。是，父亲以前就说过，不到真正的生死之际时，绝对不能轻易动用。我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父亲留下他，自然有留下他的道理。夏乃文看着天上夏风逐渐孱弱的气息，他颤颤巍巍地将其握紧。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生死之际了。儿子，坚持住！夏乃文仰头大吼，随后他右手猛地发力，生生地将这玉简给握碎了。1秒、3秒、5秒钟，周围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听到夏乃文大吼而转过头来的廖长飞见状不由得大笑，哈哈哈哈！夏公子，你吼那么大声，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底牌没出呢。怎么，这是看我们打得无聊，是想来增添点兴致吗？夏乃文面露慌乱之色，不可能，这是父亲留下的底牌，怎么会一点用都没有？但就在下一瞬，天地突然震荡了，周围的空间元素瞬间变得混乱起来，
在夏乃文捏爆玉简的地方，一道数千米长的紫色虚空瞬间被打碎了，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气息瞬间从这虚空中弥漫开来。哪怕是廖长飞在感受到这股气息之后，也忍不住死死皱起了眉头。那种气息是武帝的力量。夏风擦掉嘴角的鲜血，也震惊地望着那虚空碎片。他能感觉出来里面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而且他的气息甚至要比廖长飞暴露出来的还要强上数倍。当一道古朴的大道之音突然从虚空世界里面传来，悠悠地回荡在星宇城上方的这片天地。这大道之音仿佛具有锁定性，直直地对着廖长飞而去，对夏风三人则是没有丝毫的压迫力量。廖长飞感受到这股大道之音，他的思维瞬间凝滞了，甚至忘记抵御这道音波攻击。下一秒，他的身体被这音波给生生地打退了数百米，穿着的衣服也被震裂开来。这是什么？廖长飞擦了一口嘴角的鲜血，无比震惊地望着紫色虚空。刚才夏风拼尽全力，最多也只是撕扯破他的一点衣角，可夏乃文召唤出来的紫色虚空内，只是一道大道之音，居然就让他的体内翻江倒海，甚至嘴角溢出一抹鲜血。儿子，你没事吧？你爷爷留下来的手段奏效了，我们有救了。夏乃文夫妇赶忙飞到夏风身边，很是心疼地检查起他的伤势，随后更是将疗伤的丹药一股脑地喂给他。爷爷的手段？夏风又吐出2口血，但他却忍不住咧嘴笑道：太好了。廖长飞脸色铁青，他面露凶狠之色，扛起大剑，瞬间瞬移到夏风一家3口身前。一个死人留下的手段又能如何？我承认他曾经是我们大夏帝国的第一人，可死人终究是死人，又能翻起什么风浪？凶猛的巨剑高高抬起，无尽的暴力灵气带着剑刃，眼看就要将夏风一家3口斩杀。廖长飞，你敢这样对我族人，我要你的命！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紫色虚空内，一道青绿色的身影扛着一口1人大小的大鼎，猛地闪现到廖长飞的身边。大鼎顶住巨剑，那身影更是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将廖长飞和巨剑一起给砸飞了出去。那道有些苍老的身影展露在夏风3人面前，夏乃文和黄小倩顿时张大了嘴巴，陷入了强烈的震撼当中。爹，你没死？夏乃文看着那道熟悉的面容，先是震惊，随后立刻崩溃了。此时的他不再像个男人，反而像个刚经世事的男孩，受尽委屈后对拥抱着自己的父亲大哭。爹，你怎么会从那里出来？当年你不是还是我和夏哥一起埋葬的您啊？黄小倩也崩溃了，她也冲上前紧紧抱着夏天明哭道：没事，那不过是我用来迷惑夏天命的替死鬼娃，一个小玩偶而已。夏天明轻柔地摸着2人的头顶，有些愧疚道：这些年我不在你们身边，委屈你们了。随后他更是看向夏风，而夏风也看向了他。爷孙2人第一次对视，夏风的心中也有些激荡，他能够在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老人身上产生一种由心生的亲切和熟悉感。爷爷，他喃喃道：好孙儿，20多年的时间居然已经成了半帝，不愧是我夏天明的孙子。夏天明看到夏风的实力，他也是无比的兴奋和激动，甚至还有些老泪纵横。老天爷能给我这么优秀的孙儿，说明我这一脉还不该绝，我这一脉注定会让夏天明那卑鄙小人付出代价。夏天明，你居然没死，没想到你这么多年都在诈死，以此迷惑所有人。倒飞出去的廖长飞很快稳定了身形，他咬了咬牙，有些畏惧地看着他。在夏天明出现的瞬间，他的心中同样也是翻江倒海，甚至产生了遁逃的念头。人的名数的影，夏天明在以前是大夏帝国真正意义上的除了上一任夏帝以外的天阶武帝第一人，可以说他也是夏天明无数传说的亲眼见证者。是，我没死。夏天明冷冷地看着他，廖长飞，你还真是长本事了，居然敢对我的儿子孙子下手，如果不是文儿捏碎了玉简，恐怕你还真让我夏天明断子绝孙了。夏天明，你知道我也是奉命行事，不对，你的实力居然只是黄阶一重武帝。廖长飞没有回应他的话，在夏天明出现之后，他总觉得对方有些不太对劲，而在他感受到夏天明身上的灵力波动后，他终于明白这种不对劲是来自哪里了。我就知道，当年我和另外11飞将亲自看着你的丹田被击碎，境界更是滑落到武王境，地体不在，只是一个凡人的你根本就不可能重回巅峰。廖长飞好像找到了什么关键点，他眼中的畏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而大笑道：没想到，虽然你成了凡人，但似乎以前修炼的经验都还在，居然能够逆天行事，生生突破到了武帝境界。老实说，我还差点被你吓住了。我不知道你是靠什么重回武帝境，但不过是黄阶一重武帝的你，也只有被我捏死的命。廖长飞露出兴奋且残忍的笑，没想到我居然还有亲自击杀大夏帝国无上战神夏天明的机会。听到廖长飞此言，夏乃文猛地转过头，在感受到夏天明身上的灵力波动后，他咬牙道：爹，要不你带着风儿和小千快跑吧，我来拖住他。你这点修为有什么办法拖人家一个武帝？夏天明摇头：没事爹，我有自己的办法，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你和风儿都是我们这一脉的希望，只要你们还活着，迟早有替我报仇的一天。夏乃文双眼血红，他紧握双拳，正欲冲天而起，可夏天明直接伸出手拉住了刚离地的夏乃文。
我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我不同意。夏天明看了夏乃文一眼，当然知道这是儿子想用自爆来拖延些许时间，这样他就有机会带着黄小倩和夏风一起远遁了。你老爹，我在整个大夏帝国叱咤风云，难道还没办法搞定一个廖长飞？你就在这里看好了，黄阶9重武帝又如何？我以黄阶1重武帝之身，照样杀给你看。夏天明的表情无比自信，他抬头望着天上的廖长飞，眼神轻蔑，仿佛在看一只蝼蚁。哼，虚张声势，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杀我！廖长飞怒吼一声，他提起巨剑，直直地指向夏天明，要来就来吧。虽然话说得漂亮，但他是真的不敢主动出手，毕竟他面对的是夏天明，那个在大夏帝国征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小风，你出生的前1个月，爷爷离开了，这还是爷爷第一次看见你。夏天明有些宠溺地摸了摸夏风的脑袋，抱歉，这些年一直隐藏起来，之后的事情等这次试了再说。你现在已经是半帝，观摩一场真正的武帝大战，对于你之后的提升有巨大帮助，你随我来。夏风点了点头，随后跟着头顶巨大紫色大顶的夏天明一同浮空而起。夏天明和夏风，一个黄阶1重武帝，一个半帝，和廖长飞，一个黄阶9重武帝遥遥对峙着。一会儿我主攻，你在旁边辅助我，找他的破绽告诉我。夏天明对夏风暗中传音道。夏风快速点点头，他知道自己爷爷的虽然不简单，但毕竟境界上还是低了对方许多，没办法以硬实力碾压。寂灭天指，夏天明也不多言，武帝的气势陡然爆发，他第一时间就用出了自己的神通。天上的血月突然摇晃了起来，在廖长飞凝重的神色里，天空之上一道带有击破一切气势的食指正朝着他轰鸣而来。这是夏天明的武皇第4神通，单体杀伤效果是他一系列绝技里最出色的一批。此刻在9窍玲珑心的加持下，连他也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威胁。廖长飞举起巨剑，随后他猛地冲了上去，竟然想要硬破夏天明的寂灭天指。在众人的目光中，怒吼的廖长飞化成一道巨型的火红色流星，直直地对着那指头撞去。在二者接触的瞬间，夏天明的寂灭天指居然开始急剧膨胀，随后再是急剧的破碎。那恐怖的影像血月的神通武技，居然生生的被廖长飞用大剑给破了。哈哈哈，你果然是虚张声势，你不再是以前那个战无不胜的大夏战神，现在的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1重武帝。廖长飞发出狂笑，至此他终于不再对夏天明有任何的忌惮。只见他破碎寂灭天指后，整个人的身子在空中幻化出好几道残影，迅猛地朝着夏天明和夏风攻来。夏乃文和黄小倩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里面，但夏天明却没有慌张，他的嘴角翻翻微微上扬。小风，你且看好了，有时候想要战胜敌人，能靠的东西不只是境界修为。夏天明一边对夏风说道，一边操控灵力控制着自己头上的虚空大顶，巨型化了100倍。廖长飞刚好冲到两人身前，这虚空大顶一放大，瞬间就将他给笼罩了进去。廖长飞的视野瞬间变成一团漆黑，他皱着眉头，开始释放着灵力，用灵力来感应身边的事物。以前的弟子大人，现在也只会用这些龌龊伎俩了吗？他冷笑着开口嘲讽道：以前你们12人在一起都杀不了我，现在只有你一人，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四周回荡着夏天明虚无缥缈的声音：我杀不了你，你不过一个1重黄阶武帝，而我则足足领悟了9条火系大道，杀你轻而易举。装神弄鬼的东西，给我出来！廖长飞扛着巨剑不断挥舞，砸得地面和四周火星四溅，但眼前的漆黑依然没有散去。本来他想的是靠着蛮力先打飞或者破碎盖着他的大顶，可这10几下攻击下去，这顶居然依然完好无损。这是什么东西？廖长飞皱起眉头，他不记得夏天明还有这种兵器。你都逃不出我的虚空顶，还妄想杀我吗？四周又再次传来夏天明嘲弄的笑声。廖长飞，你动了小风和小文，那么星宇城就是你的坟地，你走不掉了。去你的！夏天明，有种你出来，别在这里玩什么鬼域伎俩！廖长飞怒吼道。那就满足你。突然，夏天明青紫色的身影陡然出现在廖长飞的身旁，而在他的手上居然还有一尊迷你版只有手掌大小的虚空顶。虚空吞噬！随着一声怒吼，夏天明猛地将手中的紫色虚空顶狠狠拍在廖长飞的胸口上。下一秒，在廖长飞惊怒的神色中，这虚空顶竟然像是活物一般自主地颤抖起来。以他为中心，顿时在廖长飞的胸口画出了一张虚空大嘴，疯狂且贪婪地吸收着他的灵气。什么？廖长飞被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暴退数十米，想要甩掉这诡异的虚空顶。只是不管他退的速度有多快，这虚空顶化成的大嘴如同复古之居，死死地贴在他的胸前，没有丝毫脱离的意思。你这是什么东西？廖长飞咬着牙，他的右手疯狂凝聚天火，想要烫毁这抹虚空。但诡异的是，任凭他黄阶9重武帝威势的火焰再怎么膨胀，虚空顶都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对着他大块躲移起来。杀你的东西罢了！夏天明再度闪现到廖长飞的身后，他手中也持着一把青绿色的长剑，随后狠狠地向廖长明的肩膀劈去。廖长飞虽然惊惧，但战斗的本能他还没有丧失，感受到身后的劲风，
他连忙转过身，举起巨剑，奋力扛下了这一击。哼！夏天明冷哼一声，挪动脚步，再次遁入黑暗之中。出来！你给我出来！夏天明，你不是大夏帝国名声最响的战神吗？有本事你拿掉我胸口上的东西，和我堂堂正正的一战！廖长飞发现自己的灵力感应被四周的黑暗屏蔽的七七八八，根本无法感受到夏天明的位置后，他慌了。胸口吞噬他灵气虚空顶，他想要驱除掉也需要好些时间。可是夏天明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机会，时不时从黑暗中浮现，就是一刀狠的。所以廖长飞此时真的是欲哭无泪，打又打不到，不打身上的灵气又被疯狂的吞噬。此时的他竟然有了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恶心极了。夏风站在黑暗中，他并没有受到虚空顶的影响，此时看着廖长飞如同被猫吸的老鼠一般，他也忍不住张大了嘴巴。原本他也没想通爷爷的黄阶一重武帝境界该如何对敌，没想到靠的居然是这种法子。难怪夏天明告诉他，有时候击败敌人的靠的不只是境界上的碾压。夏天明，你把这顶拿开，有本事我们公平一战！廖长飞怒吼。公平？你以黄阶9重武帝的实力来对付我半帝的孙子，当时你怎么不说公平了？回应他的只有夏天明黑暗中刺过来的3剑，剑剑对准要害。这给廖长飞吓了一跳，他连忙转身堪堪躲过了这3剑。你是大夏帝国的前任弟子，不能靠这种阴谋诡计取胜吧？我答应你，我自负修为，和你一样将行为给降至黄阶1重武帝，我们堂堂正正的拼杀。廖长飞是真的急了，那吞噬他灵力的虚空顶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这才一会儿，他体内的灵力就被抽空了20%，这可是黄阶9重武帝的灵力啊！可这小鼎却如同吃不饱的饕餮一般，不仅速度快，越吸还越兴奋了。不好意思，没兴趣。夏天明冷笑，和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打交道，不存在公平一说。公平？这些人要真是讲究公平的正义之辈，当年哪里还有夏天命带着12武帝废他皇朝，废他修为一事？现在自己落入了绝境，满口就是要公平了，真是搞笑。你不要欺人太甚！廖长飞见夏天明不为所动，当即大怒道：你以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破除你这卑鄙的地兵领域吗？大不了我透支丹田，强行提升修为，我们鱼死网破，随便。回应他的只有夏天明毫不在乎的态度。你！廖长飞紧紧咬牙，双目喷火。他是真想不顾一切的炸开眼前困着他的大鼎，可要是真的透支修为提升到玄阶1重武帝，那他身上绝对会留下暗疾，之后成千上万年都不会再有长进，只能慢慢疗养。作为凌霄阁第7飞将，他好不容易才爬到这个位置，如果上万年实力无法精进，绝对会被其他同僚给远远甩在后面的。所以如果不是真的万不得已，他是真不想强行提升一个境界和夏天命爆了。小风，你也来练练手，一个黄阶9重武帝的靶子，正适合你对招式的领悟。夏天明对站在远方的夏风招了招手，随后夏风点头，快速飞到他的身边。爷爷。夏风点头道，有什么攻击手段都往他身上扔，好好感悟一下武帝强者的对敌之法。夏天明伸出手在夏风的头顶上揉了揉，夏风嗯了一声，随后扭头看向如同没头苍蝇一般的廖长飞，他的表情一下就冷了下来。要不是爷爷诈死，给父亲留下了后手，恐怕他们一家人今天还真要死在这星域城了。一想到这，夏风就愤怒不已，490条元素规则顿时在他体内郁郁生辉。剑道、刀道、离火之道、疾冰之道，在黑暗的笼罩与夏天明的庇护下，廖长飞根本就伤不到夏风分毫，反而还被他验证施展出来的元素武技打得晕头转向。半帝境界的夏风攻击是很难伤到他，可数量一旦多了，也让廖长飞有些以多咬死象的恐惧。夏天明，你别逼我！他再次向四处张望，一边防御着夏风自创的圣级武技，一边咆哮着：小风，你这元素规则自研的武技释放别那么单一，10道元素可以相互搭配使用，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变化万千，防不胜防。夏天明压根就不鸟他，而是在一旁专心指点起了夏风的攻击。夏风点了点头，随后左手剑右手刀，左离火右寒冰，不断尝试着新的配合。见爷孙二人将他当成活靶子，视他为无物，廖长飞终于忍不住了：好好好，这是你们自找的。夏天明，我给了你机会，今日我就是拼着重伤不愈也要杀了你！廖长飞嘶吼着，他的丹田猛然映照出恐怖的光亮。焚天炼我，飞升其中。随着廖长飞的一声怒吼，施展秘术的他身体四周陡然爆起熊熊火焰，将他给吞噬了进去。下一秒，他竟然变成了一尊恐怖的火人，身上的气势也在节节攀升。夏天明微微挑眉，随后伸出右手拦住夏风，一个眼神示意他向后退去。夏风心领神会，直接拉开了距离，不让自己影响了夏天明。9重黄阶武帝，玄阶1重武帝，玄阶2重武帝，3个呼吸的时间，廖长飞的境界一直提升到玄阶2重武帝，他才停下。他深吸了口气，随后再度扛起大刀，狠力地朝四方斩去。实力大增的他，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破除夏天明帝兵带来的可恶领域。如果不是这黑暗阻碍了他的视线和灵力感应，他早就把夏天明这种黄阶1重武帝给捏死了，哪里还能这么狼狈？
可事实却好像与他想的有些不同。虽然廖长飞已经到了玄阶2重武帝，爆发惊天实力的他，在空中疯狂爆发攻击，也依然没有办法打破这虚空顶的黑暗。不！廖长飞越打越怒，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都已经是玄阶2重武帝了，居然还破不了一个黄阶1重武帝的地兵领域。除了四周的黑暗虚空以外，廖长飞胸口那吞噬他灵力的小虚空顶也依然孜孜不倦地发出嗡嗡声，继续大口大口地吞噬他体内精纯过后的玄阶灵力，甚至还发出了一些愉悦的震战声。为什么我破不了你的领域？廖长飞透支丹田之后，体内的灵力本就不多，之前小虚空顶已经吞噬了不少，加上现在小虚空顶也在不停吞噬，廖长飞一下就恐惧了。他现在几乎是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拿了出来，居然也还是没有办法破了夏天明的局，而这局显然也快成了死局。不，他慌了。廖长飞哪怕拥有玄阶2重武帝的实力，也依然保持不了镇静，开始对着四周的虚空释放武技和神通了。夏天明纵身一退，和夏风一起站在远方，两人如同看猴一样的看着廖长飞对着虚空怒吼砍杀。爷爷！夏风从储物界掏出7阶上品丹药聚灵丹递给夏天明，夏天明也不客气，接过这些丹药就塞进嘴里。施展虚空顶还是有些消耗灵气的，好在自己的孙子领悟了丹药之道，不愁补给和恢复。3分钟、5分钟、10分钟，此时的廖长飞气喘吁吁地撑着双膝，他的境界也从玄阶2重武帝重新滑落了回去。疯狂释放武技和神通的他，再加上虚空小鼎的吞噬，廖长飞此时已经是油尽灯枯了。夏天明见状，直接顺身到他的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夏天明，廖长飞咬牙，他伸出手指着夏天明，似乎想说他的卑鄙，可夏天明根本就不理他，回应的只是一个狠厉的耳光。啪！这一耳巴子下去，廖长飞都震惊了。多少年了，自从成为了武帝强者，他已经多少年没有受过这种屈辱了。你！廖长飞瞠目欲裂，他咬着牙想要进行反击，可是当他运转丹田的时候，那晦涩干涸的丹田竟然再无任何办法为他凝聚一丝一毫的灵气了。你什么你？夏天明冷冷道，灵力被我的虚空顶抽得七七八八，还蠢的强行施展秘术提升境界。你是装的搞不清楚状况，还是真蠢？现在的你只不过我案板上的肉罢了。听到夏天明的话，廖长飞的脸色真的是很难看，可他又不得不承认夏天明说的是对的。没有灵力的他，就算是一旁的夏风也能收拾了他。大家都是凝聚出了地体的人，夏风还能有490道元素规则，怎么玩都能把他玩死。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廖长飞此刻已经不再继续嘴硬了，而是梗着脖子咬牙道：你猜呢？夏天明看着他的眼睛，冷笑不断。不是我出现，你已经把我家人都杀干净了吧？你现在问我想怎么样？你不能杀我，我是当今弟子一脉的人，这次出征新宇城也是奉了弟子的命令。你要是杀了我，弟子一脉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到时候还会有武帝强者来擒杀你。廖长飞眼中突然闪过一抹慌乱，救下乃武那个毛头小子，我看你是仗着弟子一脉的身份，在外面耀武扬威惯了，居然还蠢的拿这个来威胁我。夏天明的神色骤冷，他缓步上前，随后廖长飞胸口的小鼎飞回他的手中，陡然巨大化。你觉得我回来的消息被他们给听到了，他们还能睡得安稳？白痴，拿这种事情来威胁我，就算他们不来找我，我也迟早有一天会杀回去。夏天明怒吼着，将1000吨重的虚空大鼎狠狠砸在廖长飞的身上。廖长飞横飞在空中，口中的鲜血不受控制地喷涌了出来。这还不算完，夏天明暴冲而起，追上廖长飞，随后又是一记重砸。轰隆！廖长飞滚落在地上，后背接触地面，不断向后滑去，他的表情因为痛苦而扭曲。刚才那一下，他体内爆发出无数咔吧声，全身的骨头都碎了。夏天明冷着眼，继续拖着虚空大鼎，再次出现在廖长飞的上方。不，饶了我！弟子大人，我错了。看着头上携带着镰刀的死神，廖长飞最后一点理智，最终还是被恐惧给吞没了。他崩溃地朝着夏天明求饶，求生的本能超过了一切。以往夏天明那高高在上、执掌千军的身影再次浮现上他的心头。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回应他的则是夏天明冰冷的言语，迎接他的只有死神无情的镰刀。虚空破碎！夏天明怒吼一声，那虚空大鼎居然再次变大，甚至要夏天明两手扛着大鼎才能将它举起来。那虚空大鼎外层刻画的神秘铭文顿时闪烁着悠悠紫光，一种奥妙不可言说的古老气息爆发出来。这巨鼎缓缓转向，恐怖的鼎口对准了廖长飞，随后一道紫光爆冲了出来。廖长飞看着破镜的紫光，他从未感觉死亡距离自己这么近。不，我的身体，我的丹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莫非是神器不成？被紫光吞噬的瞬间，廖长飞痛苦且绝望地哀嚎道。紫色光辉中，无数虚空碎片将廖长飞包裹，这些碎片争先恐后地撕扯廖长飞的躯体，将他的血肉、身上的灵力全部化成了同样的虚空能量，逐渐吞噬。猜对了，可惜没有奖励。夏天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在无尽的痛苦中，廖长飞的躯体渐渐消融，彻底融入到了这虚空鼎之中。
他的储物戒和之前使用的那把巨剑，随着夏天明的挥手，全都飞向他的身前。之后，夏天明打了一个响指，四周的黑暗逐渐散开，虚空顶幻化的大鼎也逐渐的透明，直至消失不见。夏乃文和黄小倩见两人完好无损的出来，顿时喜极而泣。他们虽然看不见虚空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但廖长飞的求饶声，他们还是能听得很清楚的。爹，你做到了，你不仅重新回到了武帝之境，还逆伐了比你高8重境界的廖长飞。可是20多年前，你明明只是一个武王境的普通人，没有地体，没有修炼资源，什么都没有。可你诈死潜伏起来23年，一下就成了武帝，这也太……夏乃文激动万分，但同时也带着不思其解的疑惑。夏风闻言，心中后知后觉的泛起惊天骇浪。是啊，23年的时间，爷爷竟然凭借着凡人的躯体，直接修炼到了武帝境，这是怎么做到的？莫非爷爷也有一颗梦境珠？夏天明摇了摇头，他看了看城主府的方向，轻声说：“先回家吧，回家再说。”廖长飞一死，天空上幻化的血月领域顿时消失，新宇城的居民这才松了口气。回到城主府之后，夏天明才把自己这诈死的秘密一点一点地告诉夏风和夏乃文。原来，自从战天皇朝被灭之后，夏天明被迫流放到这灵气稀薄、资源稀少的新宇城。但他来到这新宇城的第3年，却意外地发现此地的空间元素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夏天明本身就是修的空间大道，虽然他的境界没了，但以往的经验和嗅觉还在。为了躲避夏天命安排的暗哨，他故意将城主府进行搬迁，搬到了现在中墙的位置。而他居住的房间正是空间波动最大的地方。每到深夜，夏天明就会盘腿而坐，依靠自己残留的空间大道之力，不断地摸索着奇特的空间波动。作为一个曾经的天阶9重武帝，直觉告诉他，这新宇城绝对藏有什么惊天秘密。日复一日的修炼就这样持续了整整1年。1年过后，夏天明终于在某个傍晚察觉到这空间波动的定点，兴奋无比的他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思来想去很久，知道身边有夏天命安排的暗哨，要是他打开了这空间定点，恐怕第一时间就会被他们出手给镇压。所以在他的脑海里慢慢的浮现出一个诈死的计划。半年后，准备好替劫鬼娃的他，也成功的在众人眼中营造出一个重伤不愈、愈发虚弱的濒死形象。在临终前，他特意的将留有自己一抹空间气息的玉简留给了夏乃文，告诉他这是万不得已的保命手段。终于，他在一个夜晚口吐鲜血，用精湛的演技骗过了自己的儿子儿媳，还有夏天命安排的3个暗哨。当替劫鬼娃被夏乃文他们下葬过后，那些暗哨也渐渐的变少了，从最初的3个到1年后的1个，再到第2年的0个。这些人大概是收到了弟子一脉的命令，认为夏家再也没有监视的价值，所以便撤走了。等候许久的夏天明终于有机会打开了空间节点。打开空间节点的日子被他小心谨慎地选在了一个暴雨天，尽量把动静给弱化到最小。随后打开空间节点的他直接走进了一片虚无，而在那处虚无里面，除了一个紫色的大鼎放在最中央处，再无一物。而眼光不凡的夏天明立刻就感受到这大鼎的不凡之处，从他身上散发开来的虚空波动还有气息来判断，这甚至比他以前使用的上品地冰还要强上数十倍。就算是极品地冰也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波动。夏天明很激动，他知道自己很可能捡到大漏了。换句话说，这很可能是一尊神兵。当时的他激动的老泪纵横，本以为老天爷把他所有的路给封死了，没想到最后还是给他留了扇窗。简介：他是红军之子，洪荒最强太子爷，三清是他师兄，女娲是他师姐。他从来不修炼，修为却与日俱增，因为他有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能力，吃东西就能领悟神通。吃一口混沌钟，领悟了不灭金身；吃一口功德，领悟了功德金身；吃一口鸿蒙子气，领悟了鸿蒙金身。当他吃遍洪荒灵宝，尝遍天地灵根之后，赫然发现他已经无敌了。